石安是一只锦鲤，修炼上万年的那种，每天除了做好事、积累功德，等着飞升以外，就是看几本人类写的小人书。这天，石安解救回被拐少女，刚要回池塘，就被一道1人粗的紫色天雷劈打了。草！再次醒来，他还来不及说话，就感觉身体被人拽了出去，一只粗糙无比的老手迎面压了下来，差点把石安压窒息。好家伙，刚开局就死！老天爷，你杀上瘾了！娘娘，小公主没有气息了。不可能，本宫的孩子不会死，你让我看看他。娘娘，奴婢去抱公主，您躺着别动。接生嬷嬷看到他要过来，心里一狠，手上的动作却更加狠厉。该死的小东西，怎么这么难杀？娘娘，死胎不吉利，您还是别看了。石安用力挣扎着，听到这话瞬间怒了。你才是死胎，你全家都死胎。阅书无数的他很快就猜到自己是穿越了，还穿成了一个婴儿。为了苟命，他当即眼睛一闭，腿脚一蹬，装死。接生嬷嬷看到手里的婴儿不再挣扎，这才松了一口气，把他交给了四叔。奴才也是为了娘娘好，不想您看到小公主死的样子，伤心难过。安被四叔抱在怀里，很快送到了贤妃手上，一到亲娘身边，他瞬间开始扯嗓子大哭。哇哇哇，老东西没想到吧？哎，我装死，玩的就是心跳。这该死的小杂种，竟然还有气！娘亲的宝贝，你还活着，太好了，太好了！娘啊，你要为我做主，那个老东西要闷死我，千万别放过他。贤妃抱着石安的手微微一顿，哪来的声音？是我的女儿在说话。席嬷嬷，本宫的孩子明明还活着，你却说他死了，好大的胆子！说，究竟是谁派你来谋害小公主？贤妃娘娘，奴婢没有说谎，小公主刚才一直没有气息，奴婢才会以为她死了。奴婢句句属实，娘娘你不能错杀好人啊！屁！娘亲，你别信这个老东西的话，他刚才差点闷死我。还敢狡辩？小公主嘴鼻青紫，明明就是你预谋杀害。来人，把她绑起来，拖去慎刑司严加拷问。等人被带走了，贤妃这才劫后余生似的抱住自己的孩子，一双惊艳的眸子温柔的仿佛能滴出水来。宝贝，对不起，是娘亲误信了小人，才害得你差点出事。你别怪娘亲好吗？哎呀，我的娘哎，你也太美了吧！娘亲，这怎么能怪你呢？你那么美，又那么温柔，还是我的亲娘。嘿咻嘿咻，我爱你还来不及呢，美女贴贴。贤妃娘娘，奴婢抱小公主去清洗一下吧。四叔，本宫跟你一起去。贤妃，四叔，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原来他不是穿越了，是穿书了。穿的是一本叫做《穿越古代各国帝王为我杀疯了》的小说。他死之前刚看过，气得留下了签字差评的那本。那本小说讲的是女主穿到了丞相女儿的身上，一路靠着现代人的知识，吸引无数男人前仆后继的故事。这里的女主爱得不明不白，勾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引起了多国混战。里面的男人动不动就是我要为你杀尽天下人，你清高，你能耐，你拿我命谈恋爱。娘娘，还是让奴婢来抱吧。不用了，司琴，本宫自己来。我滴个亲娘嘞，您要小心这个女人，就是她诬陷您与人偷情，还模仿您的字迹写了很多情书，导致您被关进冷宫，抑郁而死啊。这女人就因为皇帝多看了她几眼，就觉得皇帝看上了自己。我好想提醒美人娘亲，但是我现在是个人类幼崽，根本说不了话，怎么让美人娘亲去找证据呀？按照剧情，明天我那个瞎眼的爹就要带着人来指认我娘了。要是亲娘被诬陷，我也得被当作孽种处理，还是难逃一死。对不起呀，美人娘亲，我保护不了你，等我修为恢复，不知道要猴年马月，可能坟头草都长几茬了。察觉到贤妃冰冷的视线，司琴忍不住抖了一下。难不成娘娘发现了？不可能，我是娘娘的陪嫁丫鬟，娘娘怀疑谁也不会怀疑我她。贤妃娘娘，你可别怪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都想往上爬。你嫉妒我貌美，不让我伺候皇上，也别怪我对你动手了。贤妃确实从没怀疑过司琴，但是自己亲生女儿的话，她更加相信，当即便把司琴支了出去。贤妃把四叔喊到身边，这个丫头一家子都是被她所救，到她身边也尽心竭力的伺候，她现在唯一能信得过的丫鬟也只有四叔了。
附耳在私塾耳边低语几句，私塾一脸不可置信，但是还是老实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事。小宝贝，别怕，娘亲会永远保护你。石安是被一道尖锐的女声给吵醒的。贤妃，你竟然敢与大臣偷情，还生下这孽障，简直是胆大包天。小孽种，命还真是大。不过活着又怎么样？今天照样得死。皇上，臣妾并无做过此事。你与他人偷情的信件都在这了，还要狡辩吗？思琴赶紧跪了下来。娘娘，您就承认吧，奴婢亲眼看见您和大学士苟且，如今被拆穿，就别再挣扎了。人证物证齐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皇帝静默地站着，一言不发，却有点不怒自威的架势。他看向贤妃，俊美的眼眸里满是怀疑。这就是那瞎眼的大暴君吗？这长相是还不错，天人之姿，气宇轩昂，但是这脑子怎么比猪还笨？是谁在说话？怎么一边夸我，一边骂我？贤妃，你说你没做过，可有证据证明清白？自证什么清白？那些信件都是思琴那个女人仿写的，我娘根本就不知道。都不知道这大暴君是太不相信自己的能力，还是太相信自己大臣的能力。你在宫里日夜耕耘，要是都没能怀上我，我娘回家一趟就能跟别人怀上我，咋想的呀？好想给那个暴君庞庞来上几拳。皇帝差点没被他的心声气死，他现在能肯定发出声音的，就是这个刚出生的婴儿。我倒是不害怕，只是这小丫头说话怎么这么没羞没臊的？臣妾有证据，私书拿上来吧。陛下请看，这些都是从思琴这丫头的房间里搜出来的。她模仿臣妾笔记，还诬陷臣妾，请皇上替臣妾做主。思琴看到信件，腿都吓软了，跪在地上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德妃见状也是心悸，我的计划何该是天衣无缝才对？贤妃生下死婴，必定会心神大乱。此时揭发贤妃，这女人一定无力解释，都是这个小贱种坏我的好事。陛下，您可千万别被她骗了。像贤妃这种偷情的女人，就应该被进猪笼，满门抄斩。你在叫朕做事？臣妾不敢。卑主的奴才拖下去杖毙。不要，皇上饶命啊！贤妃娘娘，奴婢错了，您救救我！贤妃静静地看着他被拖走的身影，静口不言。皇帝迈步走向了床头，一双桃花眼落在了襁褓的女儿身上。石安瞪他，看什么看？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小孩吗？我娘亲真是聪慧，这么快就找到了证据，不像这个大暴君这么笨，差点听信奸人谗言，误会我娘亲。皇帝周身的气压低得吓人，石安感觉到一股寒意，忍不住缩了缩脖子。这大暴君不会还怀疑我不是亲生的，想要宰了我吧？真是命比黄连苦，这暴君真是瞎了眼了，亲女儿都认不出来。头疼，我还一句话没说，这丫头怎么这么能瞎想？这丫头和我长得这么像，特别是那双皇族标配的桃花眼，说不是亲生的也说不过去啊。贤妃有些紧张地看向皇帝，生怕他杀了自己的女儿。毕竟皇帝的脾气可称不上好。来吧，死就死吧，反正5年后你也会被男主砍成一段一段的，一家人都没什么好下场。做妇女的有今生没来世的，黄泉路上我等你啊。什么？5年后我们一家都会被杀？到底是谁干的？来吧，动手吧，新鲜出炉的小孩，一掐一个嘎嘣脆。皇帝见状气得不行，又不能和他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置气，眼睛瞥向地上跪着的德妃，更是愤怒。还不滚？难不成要朕请你？德妃疯狂摇头，起身拔腿就跑，就差跑出残影。爱妃受惊了，朕先去处理朝政，等晚些时候再来看你。是，陛下。又不杀我了，真是个大暴君，脾气阴晴不定的。合着杀他不对，不杀他也不对，怎么这么憋屈？宝贝饿了吧？娘亲喂你好不好？石安小脸通黄的喝着奶，吃饱喝足后，一双桃花眸更亮了。娘亲，你放心，等我法力恢复了，我就带你出宫，让那个大暴君自己闪边去。你这么美，不用在这一棵树上吊死。那大暴君后宫妃嫔这么多，连他自己都怀疑自己的能力了，我可不舍得美貌娘亲守活寡。只不过这里吃喝住行都要花钱，看来我得想办法挣钱，这样才能养娘亲。这孩子才这么点，操心的事倒是不少啊。你放心吧，宝贝，娘亲怎么舍得让你操心钱的事情呀？娘娘，接生嬷嬷死了。什么？下手真是快。
能不快吗？德妃那家伙在慎行司有人，动点手段就弄死了，连司琴都是他收买的，就为了诬陷娘亲。德妃，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做的。我与他无冤无仇，为何要下此毒手，连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都不放过？德妃她纯就是个坏种，看不得别人得意，娘亲和他一起入宫，却比他受宠，这家伙就开始疯狂嫉妒，巴不得要娘亲的命。司书也是沉着脸，颇为愤怒。德妃简直是欺人太甚了，这般浴血可爱的孩子，差点就死在那毒妇手中，怎么不气？司书姐姐，你是个好人，你放心，我要是跑路，一定会带上你的。皇帝把手中的奏折处理好了之后，就赶紧去了永寿宫。他其实还不是很想面对贤妃，心虚，但是想到那小丫头的话，他总觉得不安。他刚进永寿宫，就看到母女二人亲昵的接触。美人娘亲真好，我爱死你了，么么哒。小嘴还挺甜，怎么看见朕就骂得这么难听，气得我肝疼。爱妃刚生产完，不必多礼。多谢皇上。大暴君，你怎么又来了？贤妃捂唇轻笑，好在皇上听不见闺女的心声，不然不得气死。皇上可要抱抱小公主。他才不会抱我呢，这个朝代都是抱孙不抱子，他能抱我才有鬼了。再说谁要臭烘烘的男人抱，我要香香的娘亲抱。下一秒他就感觉身体腾空了。这又是抽什么风？皇帝看到他惊讶的小表情，积累的不满瞬间消失，总算是扳回一局。本来只是为了气这个丫头一下，现在真的找到了一点乐趣。虽然这丫头说话气人，但是抱着还挺舒服。大暴君，你会不会抱孩子？我脑袋要掉了。皇上，您让孩子的头枕在您的臂弯处，再轻轻托住他的小脚丫。皇帝按照他的指示调整了姿势，果然没听见女儿抱怨了。他眼睛亮了亮，原来抱小孩也有这么多门道。小娃娃浑身奶香味，乖乖地躺在他的怀里。这一刻，皇帝的心脏都柔软了。贤妃，你可有给小公主取名字？还未来得及给孩子起名。那朕给她赐一个名字吧，就叫石安，轩辕石安。怎么跟我给自己取的名字一样？朕希望她时时安乐，一世平安。跟我想的一样呢。上一辈子第一次化作人形上岸，听见有个书生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听到了这个名字的寓意，感觉很美好，很喜欢，就用了。没想到这个大暴君竟然能给我祝福。他们父女还真是想到一块去了，这就是父女连心。皇帝当即决定留下来陪着母女二人。贤妃实在有些困倦，忍不住打了个哈欠。你这个渣男，我娘亲刚生孩子，身体还很虚弱呢，你还让她陪你聊这么长时间。这臭小孩，这不是想陪她多待一会吗？贤妃，你困了就先睡吧，朕和小公主待一会。多谢陛下，那臣妾先去休息会。快走吧，大暴君，我也要睡了，这新生儿的身体扛不住啊。一醒来就能看见香香软软的娘亲，真好，我才不稀罕看你。皇帝被他气得心梗，一旁的张公公被这低气压吓了一跳。这陛下是怎么了？脾气比天气变化还快，也没人惹他呀。肯定不是自己惹的他呀，陛下估计跟自己较劲呢。男人心海底针，皇帝心比海深。幸好皇帝听不见张公公的话，否则就更气了。不是不想看到朕吗？那朕让你天天看，看到吐。你们告知贤妃一声，朕带小公主出去一趟。是。陛下这是干嘛呢？明目张胆的偷孩子啊！这要不是亲生的，不得报官给他抓起来。石安被抱到了御书房，可能是地方太陌生，他没多久就醒了，一睁眼就被眼前的金碧辉煌给震撼到了。不是，我在哪？被偷了？这么有钱还偷小孩，绑匪是不是缺心眼？把小公主抱来吧。石安这回知道自己不是被偷了，是被大暴君带来上班的地方了。这应该就是古代的御书房。你是咋想的？我才出生，你让我陪你上班？谁让你嫌弃朕？父女俩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服输。皇上莫不是病了？怎么老盯着小公主啊？禀大学士求见。让他进来。参见陛下。起来吧。大学士，你又想说什么？臣还是想请求陛下广印各国的文字，让百姓能有机会了解更多的知识。印个屁，浪费钱。这就是被诬陷和娘亲偷情的那个大好官。好官？榆木脑子，天天跟朕作对，能是什么好官？
这人可不简单啦！北宣国多年征战，国内经济发展缓慢。林大人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国内的商户有机会认识外国文字，为与外国通商打下基础，发展国家的经济。结果这大暴君不问青红皂白，给人一顿批，又以为他与我娘私通，听信了谗言，把这个大好官给杀了。这可是能连中3元的人才呀！本朝一半读书人都敬仰的人，你就给人杀了，难怪后世要称你为暴君。男主杀了你以后，那些读书人还称赞他英勇不凡。你现在不听他的话，人家男主后来发现了他的言论，直接就是一整个把持住，把国家治理的那叫一个繁荣昌盛。这个人还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比如让女子读书，出门与男子一样做生意，上朝为官等等，思想超前的简直不像古代人。大学士起来吧，朕同意了。臣请。朕明白大学士的意思，你不就是想让百姓有机会与外国通商吗？只是光学习文字自然是不够，朕会适当减轻关税，提升商户的收入，这样也能鼓励商户与外国通商。啊？这人怎么突然开窍了？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大暴君吗？陛下深谋远虑，臣深感敬佩。有您在是百姓之福，也是臣等之福。陛下，这位是？这是贤妃所生的六公主。臣能看一看小公主吗？朕的女儿，你激动个屁！皇帝差点暴躁。这不能怪我多疑吧？这说没什么谁信啊？无语了，家人们，人家大学士是因为和我小舅舅关系好，才想看看我。外甥萧就懂不懂啊？说他喜欢我小舅舅，都比说喜欢我娘靠谱啊！原来是喜欢我小舅子啊，那没事了。你看吧。林承许看了小公主，便告退了。陛下，户部侍郎求见。宣，臣刘旭见过陛下。看爱卿眼圈乌黑，近日很是辛苦吧？为了天下苍生，臣不敢言辛苦。家里养了一个老婆，外面养了108个小妾，这没一天能歇息的，可不是辛苦了。什么？108个？我都没这么多老婆。刘卿，你来找朕是有什么要事吗？再过几个月便要入冬，臣想到边关的战士们，想为他们向皇上讨个恩典，请皇上多拨一些军饷，让战士们能舒坦过冬。听他放屁！什么多拨军饷？那是给将士的吗？那都进了他的口袋。他家里的钱掏出来可能比国库还多，还想着贪将士们的钱，丧良心的玩意。比国库还多？合着这人不仅老婆比我多，钱还比我多？不行，得去查查，不能凭闺女的一句话就定了别人的罪。此事择日再议。暴君这是怎么了？难道察觉到不对劲了？就他那脑子，应该察觉不到。他走后，礼部尚书随之入内。陈张亮参见陛下。张爱卿免礼。又来一个呀！这礼部尚书也是好玩，看着知书达理，是个贤良之臣，实际比谁都玩得花。不仅在暴君被砍成一段一段以后，第一个向男主投诚，还进了后宫，抢了一个大美人，当着大暴君的躯体就干那啥事，辣眼，太辣眼。大暴君还夸他是忠良，在你尸体前做运动，还特意拿了顶小绿帽戴你头上，忠良，太忠良了。皇帝闻言差点没气死，看向礼部尚书的眼神多了一丝愤怒。礼部尚书不明所以，提出了来这的目的，本以为十拿九稳，结果直接被皇帝赶了出去。这该死的暴君发的哪门子疯？皇帝靠在龙椅上思考人生，第一次怀疑起了自己。难不成自己真的是昏君？怎么信任的人一个两个的都有问题？哎，我这个瞎眼的父皇啊，你看看你都找了些什么人？有这些忠臣在，何愁不灭国呀？估计就算男主不派兵打来，你这国家也撑不了几年。本来轩辕毅心情已经平静了，听到这话彻底坐不住了，命人叫来了暗卫。查，给朕狠狠查！哇！石安突然毫无征兆地哭了起来。大暴君，你是不是想饿死你闺女？她不会成为史上第一个被饿死的公主吧？陛下，奴才抱小公主回宫吧。小公主大概是饿了。不必，我亲自带她回去。要是不带这小屁孩回宫，她指不定怎么编排自己。来这已经2天了，身上的灵气恢复的那叫一个慢，赶上拖拉机了。得想想办法，快点提升灵气才行。宝贝，喜欢这个吗？石安挥了挥手，眼珠子一下瞪得溜圆。
这玉佩上有灵气，虽然很稀薄，但蚊子再小也是肉啊。娘亲，这种东西越多越好，我能用来修炼的，有啥用？他娘也听不见，愁死个崽子了！要是不快点修炼，怎么保护好娘亲呢？下一秒，几十个小玉坠挂在了他的衣服上，石安一下被这破天的富贵给惊到了。哇，美人娘亲不仅长得好看，还是个富婆呀！娘亲，我真的爱死你了！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粉丝，为你吃，为你狂，为你哐哐撞大墙。等贤妃去睡了，石安才借着玉石吸收天地灵气，无数的光朝着他身上涌来，肉眼看不见，但是修仙之人一看便能清楚。远在国师府的陈道长看到天空中有一颗小星冉冉升起，围绕在地星周围，地星原本有些暗淡的光也被照亮了一些。师傅，这是紫微星。刚才吸收灵气时，发现这个王朝的气数本不该这么早断送，有人在吸收着王朝的龙气，所以大暴君的性格才会变得越来越暴虐。哎，就算我知道有问题，也没办法提醒大暴君。一个才出生几天的孩子开口说话，大暴君能信我？不把我当妖怪烧了，就算是仁慈了。被他念叨的暴君，此时看着桌上一沓又一沓的罪证，胸口剧烈起伏。放肆！陛下息怒，这还只是户部侍郎一个人的罪证，就已经满满一箩筐。要是石安说过的大臣都有问题，此有此理。继续查。几天之后，皇帝的御书房果然成了垃圾收容所。他扶额，不想再看，起身朝着永寿宫走去。不知为什么，他现在迫切想见到那个小崽子。娘，我要玉石，这些小玉石的灵气都被我吸收的差不多了，灵气都被榨得干干的，一滴都不剩了。我想要宝物，我要修炼。公主喜欢美玉，以后隔个几天就给她换一些新的，这样也不会看腻。看腻？娘娘的话我怎么听不懂？还有人会看玉看腻？也许是我比较穷，所以不懂吧。是，奴婢知道了。娘亲，你太好了，你简直和我心有灵犀。皇帝刚走进来，就听到了这话。女儿是仙人，看来老天爷还是厚爱我的，派了小仙女来拯救我的王朝。暴君，你来干啥呀？大暴君这么喜欢抱我，也不是他的错。谁让我长得这么可爱，又乖巧懂事、善良美丽，我都要被自己迷住了。陛下，您怎么来了？我来看看小公主，也想看看爱妃。多谢陛下关怀。哎，暴君，你那眼珠子都要粘在我娘亲身上了，还说是来看我，我都不惜的点破你，你就是缠我娘的身子。陛下，夜深了，臣妾近日不宜侍寝，把皇帝赶走，他不会生气吧？万一迁怒自己女儿怎么办？爱妃不必担忧，朕只是想陪你们待一会，并不是想你个小丫头怎么这么会说话。这大暴君什么毛病？还说不想能瞪我，这是怪我头上了。陛下，奴才已经您的吩咐，准备好了礼物。礼物？10几个大箱子直接摆在了他的面前。哇，好多东西！贤妃娘娘，这几箱是一些补品，天山雪莲、鹿茸、人参。这一箱是和田玉、独山玉、祁连玉，娘娘可以用来赏玩，或是给小公主打一些首饰。这几箱是黄金1000两，以及织金锦、浮光锦、软阎罗各10匹。娘娘，这都是陛下吩咐奴才准备的。皇上还真是能显摆，从皇上17岁之后就没做过这种大张旗鼓赏赐后妃的事了，这真是越活越年轻。爱妃都收起来吧，朕看公主身上有很多玉石，但成色比较一般，朕改日再挑点好的送过来给你。多谢陛下。我的大暴君，你也太迷人了吧，要不说给钱的男人最有魅力，这回看暴君真是太顺眼了，果然有钱是男人最好的医美。这孩子真是。第二日，石安是被满室的金子晃醒的，一睁眼就看到4根大柱子，金灿灿的，亮澄澄的，像极了他的爱而不得。哦，是金钱的味道，这是纯金的吗？能不能挖走？众爱卿免礼，平身。不是，暴君抽什么风？他竟然把我抱来上朝了，这些老古板还不得对我口诛笔伐？他是不是想捧杀我？绝对的！我的亲娘啊，我还能有命再见到你吗？这丫头戏真多。众位爱卿可是有话要说。陛下，这位是？这是朕的小公主，
今天带他上朝，也让他认认人。丞相明显被他的脑回路惊呆了。这么小的孩子，他能认人？各位是有什么意见吗？陛下，女子上朝乃是祸国殃民的前兆，万万不可呀！是啊，陛下，此举不妥，还望陛下三思。从未有女子能上朝堂，陛下此举恐会被万民诟病，求陛下三思。一群人你一言我一语，跪倒了一片。正愁没个好借口，你们倒好，自己撞上来了，祸国殃民是吧？他拿起一沓书信，直接扔在了礼部尚书面前。贪污受贿1000万两白银，你还敢说朕的公主祸国殃民？我看你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来人，给朕摘了他的顶戴花翎，拖出去斩了。皇上，臣冤枉，冤枉啊！哇塞，暴君好帅！皇帝懒得搭理他，抄起另一件东西，丢到了户部侍郎面前。让朕三思，我看是你该好好三思一下。熟悉吗？你比他还贪，整整1500万两。朕这个皇帝让给你做，你看怎么样啊？拉出去斩了。几瞬的功夫，户部侍郎就被拽了下去。众位爱卿是觉得朕昏庸无能，看不出你们的心思吗？你说呢？水利使，臣不敢。朕看你敢得很。兖州地带大水，你跟朕说那里一切安好，隐瞒不报，官官相护，你好大的胆子！拖下去，凌迟处死。水利使听到这话，两眼一闭，直接昏了过去。接下来就是皇帝一人的大屠杀，整个朝堂人人自危，生怕下一个就是自己。怎么和原著走向不一样啊？众位爱卿，还有谁有话要说吗？臣不敢。所有人都跪了下来，他们现在只期望陛下不要把刀指向他们，谁还敢提什么？小公主就是骑在他们脖子上拉屎撒尿，他们也不敢说话呀。坐个龙椅怎么了？让他坐。呸！一群蠢货！我的闺女上朝怎么了？按闺女的说法，那个什么男主还推行女子经商为官呢，我也得好好筹谋一番，不能让闺女以为朕比那个男主差劲。皇帝在朝堂上杀爽了，后宫和前朝全乱了。这该死的东西！娘娘息怒啊！不行，得去看看皇上是不是真的这么看重那个孽种。陛下，德妃娘娘求见。让她进来。臣妾参见陛下。陛下，臣妾是来跟您道歉的。哦，臣妾当时被狗奴才蒙蔽，才会误会贤妃姐姐，这些日子心里十分惶恐。臣妾担心贤妃姐姐会记恨我，也不敢上门拜见。如果贤妃姐姐能原谅我，臣妾愿意每日吃斋念佛，给小公主和姐姐祈福。我呸！你还想上眼药？我娘说啥了，你就说她记恨你，真是好大一股绿茶味。大暴君这个垂涎美色的，肯定被他这套迷得不要要的，渣男昏君。妃有心了，既然爱妃诚心诚意，朕也不好阻止你。传令下去，以后德妃宫里一律不准供应肉食，就1年为期，爱妃觉得如何呀？啊，我只是说说而已，皇上这是什么意思？看来爱妃觉得还不够，那就2年吧，顺便把德妃宫里的小厨房也撤了。谁敢阻碍德妃为小公主祈福，朕绝不放过。哈哈哈哈哈！没想到暴君还是个平平无奇的鉴表达人。看德妃那猪干脸，我要笑抽了！救命！我口水流太多，鼻子都要堵住了。怎么还不走？爱妃还想……臣妾这就告退。虽然解气，但是那德妃差点害死我，这笔账我长大了一定要亲自找她算。什么？那个毒妇竟然敢害朕的孩子？德妃真是好样的。几天后，娘亲，我要出门，我要呼吸新鲜空气。娘亲，我亲爱的娘亲，您能懂我的意思吗？听宫里的太医说，新生儿出去晒晒太阳，对身体好。你抱着小公主去转转吧，记得看好小公主，别让任何人抱她。宫险恶，人心诡谲，谁知道遇见的是人还是鬼呢？是，娘娘。四叔姐姐，你也不用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要不劳驾松松手，我的小屁股有点不舒服。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抱着个炸弹，准备炸皇宫呢。主子，您等等奴才。听说德母妃被父皇禁足了，我得去看看她。殿下，陛下只是说让德妃娘娘没事不出门，并不是禁足啊。你当本宫蠢的？这不是禁足是什么？据说是因为贤妃所生的小公主才会害得德母妃禁足。三皇子捏了捏拳头，父皇还抱着那个小公主去上朝，都没有抱着她上朝过。越想越气，三皇子拔腿就要走，忽然眼神瞥到有宫女抱着孩子在那看花。现在宫里唯一的小孩不就是那个小屁孩吗？
真是冤家路窄。他刚走到两人的面前，帅哥，帅哥，好大一个帅哥，嘿咻嘿咻。这个长得真好看，是哪个大臣吗？哪来的小奶鹰？难不成是他？参见三皇子殿下。什么？三皇子？我哥呗，得，白激动一场。哎，我以后还能找到美人吗？这怎么一个两个长得好看的，不是我爹就是我哥？我做你哥还委屈你了。要说我这个哥呀，也是个倒霉催的。这小屁孩说什么呢？我这个三哥应该马上就要遇到女主了，然后他就会被女主吸引，各种舔女主。可惜女主看不上他，最后国家被灭的时候，女主也没替他求情。一家子整整齐齐挂墙上，就他脑袋最难看。据说是男主的手下看不惯他那副舔狗样，亲自给划拉的。什么？果然是个傻的呀，难怪女主在他马车前骂了他几句，他就爱上人家了。关键那马车要是真撞伤了人，女主骂他也没错，但人家是宫里出来的车夫，技术那叫一个好，根本没人受伤。三哥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癖好吗？不骂他的女人，他都不爱呀。这小屁孩肯定是胡说八道的，我不能当真。然后他拔腿就出宫了，连来的目的都忘得一干二净。三皇子这是怎么了？怎么跟见了鬼一样？我家小公主长得那叫一个玲珑剔透，漂亮可爱，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小孩。肯定不是小公主把人变成那样，难不成是我长得太丑，把人吓到了？司书回去就老实把事情告诉了贤妃。司书，你放心，你长得不丑，不然小公主才不会让你抱呢。我算是看出来了，自家闺女是个小色胚，长得好看的都喜欢。与其说是司书吓到了三皇子，还不如说是这闺女太花痴，把人家吓到了。三皇子从宫里出来后，就坐上了自己的马车，眼看着自己的马车就快要回到三皇子府邸了，他松下一口气。嘘！车夫忽然狠狠地勒紧了缰绳，躲开了那个从小巷子里跑出来的小姑娘。怎么了？没事，主子，就是一个小姑娘突然闯了过来，我没让她受伤。马车上的人，给我下来！姑娘，有什么事吗？你们吓到了人家小姑娘，难道想就这么算了吗？这点钱就当是给小姑娘赔罪了。滚开！谁要你的臭钱？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有钱有势就可以拿钱来侮辱人。你们看这孩子都吓成什么样了，万一出点什么事，你们负担得起吗？让你主人下来道歉。其实我感觉还好。很无语，想骂人就算是找，也应该找我吧？找我主人做什么？也不是他驾马的呀。这姑娘不会是看他们的马车外表奢华，价值不俗，所以才故意来这堵着的吧？这套路真的老车夫了，见多了。主子，您看。如果是平时，三皇子一定饶有兴致地下马车和姑娘攀扯一番，但现在跑，快跑，麻溜的跑，你别过来啊！车夫一听不对劲，赶紧驾马跑路，因为他牛逼的技术，那女子压根追不上他们，还被迫吃了一脸的土。呸呸呸！苏仙仙站在原地，不停地擦脸，勉强弄干净了脸。这小皇子是不是有毛病？为什么不按照书里来呢？亏我还等了这么久。姐姐，你说要给我糖果的，走开，小屁孩！哇哇哇！小女孩哭得伤心，她头也不回的就跑了。三皇子回到府邸，才发现自己已经生了一身的冷汗。那个小屁孩说的都是真的，也就是说，我们一家真的可能会被砍脑袋。不，什么小屁孩？那是我的小公主，小救星。这几天我发现，越是修炼，越能知道更多的东西。比如说原著里没有提到的，我也能知道一些。现在是知道和自己相关的事情，等修为再提升一点，就能知道所有人的事情了。等于是多了一个吃瓜的技能。哇塞，可以每天在瓜田里上蹿下跳，更加有修炼的动力了哟。参见三皇子。见过贤妃娘娘，儿臣是来看看小皇妹的。你空手来的呀？这人啥意思？是真心还是假意？原著里这家伙是个单纯的，万一被人挑拨，脑子一抽对他动手怎么办？儿臣昨日见到皇妹，感觉十分喜欢，所以马上回去就给她准备了一份礼物。什么东西呀？三皇子赶紧把小匣子捧了出来。都是一些俗物，给妹妹玩耍用的。我的哥，快，把那个雕龙凤纹的玉佩给我。什么俗物啊？拜托，这可是千年灵玉，这种俗物不要可以砸我脸上，砸多少都行啊。多谢三皇子，
看来石安很喜欢你的礼物。石安，真好听。哎，石安喜欢这个呀，娘亲给你挂上好吗？娘亲，你是我的心，我的肝，我的肾啊。乖宝，咱们不会夸，可以不用硬夸，听得人发毛。小黄妹，我翻了库房好久，看到这个最漂亮，就拿来送给你了。谢谢三哥，你眼光真好。石安抱着玉佩不撒手，愉悦地眯起了眼睛。三皇子看他不说话，心里有些着急。这丫头不说话，我怎么知道自己的结局啊？哎，他脑子一转，眼中露出一丝机智，装作闲聊的模样。他把昨天差点撞到人的事和贤妃说了起来。啊，可有人受伤？车夫经验老道，及时停住了。那就好。但有个女子冲出来对二臣的马车一顿骂，说是二臣的错，让我去道歉。来了来了，三哥这个恋爱脑要走剧情了。说吧，三哥，你是不是对他一见钟情，从此开启舔狗人生？什么狗？这怎么怪起你来了？若是受到惊吓，你就给些钱赔罪吧。给了，他们还骂我是羞辱他们。啊，这就很难评。虽然不懂，但三哥你不是最喜欢这种女子吗？那三皇子，您最后怎么处理的？我一嗓子就叫车夫跑了，怕他要讹我钱啊。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这就是原著桥段，剧情没问题，怎么反应不一样了？都知道那人会害我了，当然要躲开。我又不傻。三哥呀，你算是聪明一回了。那女孩子是穿越过来的，是这个世界的女主，人女主要配男主，你一个炮灰舔狗，硬凑上去很危险的。如果你能保持这个状态，说不定我还能救救你。但要是继续当舔狗，要对女主爱个不停，那估计天王老子来了也得说一句头疼。小黄妹放心，我绝对不会被那个女人吸引，做什么狗的。我的傻三哥，你记得离德妃远一点，小心被算计的裤衩子都不剩。你这种没心眼的，怎么跟人家玩呢？德母妃，为什么小黄妹说她会害自己？你小时候可真是多亏了她照顾，要不是她，你还能少病几次。估计以后阎王看到你，都得说一句你小子挺面熟啊。什么？三皇子体弱多病，原来是德妃做的。还以为德妃是真的用心照顾这孩子，可是德妃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三皇子？所以说，不是自己的儿子不心疼，他总觉得自己能生出儿子，对三哥也是随意至极。要不是看三哥长大了，不好忽悠了，他才不会伪装什么温柔娘亲呢。别难过哦，以后皇妹罩着你。贤妃娘娘，我可以抱一抱皇妹吗？三皇子小心些，小婴儿很软，不能太用力。他正要朝着石安伸出手时，一道明黄色身影抢在他前面，把石安抱了起来。还是让朕抱吧。三皇子心里一阵感动，他幼时体弱多病，父皇从不舍得让他浪费体力，现在肯定是怕累着他。你那瘦的没二两肉的，再把你皇妹给割到了。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些什么？倒也不至于呀，我三哥看起来身材不错，要不是这是我哥。什么？三哥？皇帝震惊，皇帝受伤，皇帝吃醋了。你都没叫过我爹爹，对我一口一个暴君，对这臭小子竟然喊三哥。皇帝这会看三皇子，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三皇子莫名的后背发冷。难不成降温了？老三，你功课温习的怎么样？已经温习的差不多了。那就再去看几遍。皇帝瞥了他一眼，三皇子被他的表情吓了一跳，赶紧点头，灰溜溜跑了。三皇子很喜欢小公主，所以特意来给她送一些礼物。哼，糖衣炮弹，你就是被这些小恩小惠收买了。朕给了这么多礼物，你怎么不喊朕爹爹？这暴君是不是眼神有问题呀？一直瞅我干啥？这暴君又抽风了。我带小公主一起去批阅奏折，叫爹爹。家人们谁懂啊？暴君他疯了。我才出生几天，你叫我喊你爹，我敢喊，你敢应吗？明明对这臭丫头挺好的呀，为什么她这么不待见自己？陛下，东西找到了。德妃也该动手收拾她了。爹爹找到那个坏女人害你们的证据，待会就把她收拾了。看在你帮我报仇的份上，以后少骂你几句。如果这暴君能一直聪明下去，怎么听不到后面说什么了？算了，能少骂他几句也还行。见过皇兄。皇上看到亲妹妹，表情柔和了许多。杏儿，你怎么来了？很久不见皇兄了，特地来看您啊。哇哇哇，这是哪来的天仙大美人？
哦，美人看我，快看我，别逼我，求你！哪来的声音？啊，大美人看我了！哦，我今天不，明天、后天都不想洗脸了。长公主这回确定了，就是石安发出的声音。虽然这是很离奇，但皇家之人心性不是一般人能及。震惊片刻后，她也很好的稳住了自己的表情。皇兄，这就是小公主吧？她叫石安。姑姑不知道你在这，没有提前准备，这个就先送给你当见面礼啦。看着成色极好的镯子，石安一整个把持住。哇塞，不仅长得美，还有钱。这不是你的嫁妆吗？东西有很多，拿一个给她不碍事。等等，嫁妆。原著里，在这个时间点成婚的皇室公主，只有长公主轩辕馨儿。那个男人不能嫁。我第一个亲姑，那个人不能嫁。未来驸马可是探花郎，容貌屹立，文采斐然，为什么不能嫁？那个渣男虽然有文采，但是他心黑呀。他自己贪恋富贵，想娶公主，亲自向皇帝求得恩典，娶到手后又天天给公主洗脑，说什么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就能在朝堂上实现抱负。哟，小东西，还有2副面孔呢。关键是我这个姑姑真的被洗脑了，对她心怀愧疚，不仅允许她那小妾，还把嫁妆全贴补给了她。他可倒好，在国家被灭后，把姑姑交给敌军凌辱，又听了小妾的话，把姑姑的儿子害死了。呸！狗渣男，该死啊！我肯定是信任自己女儿的，但是怎么和妹妹开口，给我整不会了。总不能开口和她说，我觉得你男人不行，换一个吧。希儿，你觉得探花郎对你怎么样？皇兄，他对我很好，他说过这辈子只会爱我一个人，会永远把我放在心尖上。你又不常在他心上，你咋知道他心里爱谁？他就是个榴莲精，心上全是刺，刺上都是人。姑姑，你是公主啊，他本来就不能爱其他人，好不好？我要是没记错，驸马本来就不能纳妾呀，反倒是公主，嘿嘿嘿，可以有好几个哎。他还说，等我嫁给他，便是由我主持中馈。他家为了供他读书，都欠了几百两银子了，可不是要赶紧找人接手这个烂摊子吗？你以为他爱你？不，他爱的是钱呢。快踹了那个渣男吧，算我求你了，不要挖野菜好吗？别说了，再说我的10米长刀忍不住要出鞘了。希儿，凡事不能只看表面，你和他的婚事真要再斟酌一番。是皇兄，看来要命人好好查一查。虽然我还是愿意相信驸马，但不查，总归心里有个疙瘩。等长公主离开后，皇帝赶紧派人去查探花郎，势必要把他祖宗18代查个清楚，连他几岁尿床、几岁偷亲小女孩都务必查出来。咿呀咿呀，这个暴君还怪聪明嘞，说不定是男人的天性使然，让他一眼就看出那个驸马不是个好东西。呸，渣男！不带这样攻击人的呀，驸马渣，关他皇帝什么事？滚！栖霞宫内，德妃面目狰狞地掀翻了宫女手中的菜色。娘娘，您还是吃一些吧，皇上吩咐了，御膳房不会送别的菜来。滚出去，一群拜高踩低的奴才！本宫当时就应该让那个接生嬷嬷摔死那个贱丫头，把她脑袋摔断掉，我看她还怎么活着讨皇上欢心。这个小贱人和她的贱人娘一样，小小年纪就会让皇上心软保护。德妃，你好大的胆子！现在你敢对朕的女儿动手，之后你是不是连朕也不放过？不，陛下，臣妾不敢。我看你敢得很，刚才还说要把公主的脑袋摔断，朕的脑袋在这，你要不要摔摔看？不，皇上，臣妾刚才是一时糊涂，才会胡说八道，您不要误会。张公公非常贴心的出现，把罪证扔到了德妃面前。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我没有，不是我做的，肯定是贤妃，是贤妃，她诬陷我，陛下明察呀！坏女人，蛇蝎心肠。这是朕派人去找的，你是想说朕诬陷你？朕只问你一句话，是否有人指使你？德妃忽然面色一变，身子僵在了原地。没有人指使臣妾。本来只是想试探一下这女人，并不怀疑其他，怎么现在看她的表现，这是不简单。别问他了，问他也不会说，他们一家都是在贵妃父兄手下做事，他哪有这个胆子揭发人呢？贵妃，是她？何必呢？非得与虎谋皮，现在被发现了吧？打入冷宫，就抱着石安离开了，丝毫不管后面的女人如何哭嚎。皇上命令刚传下去，温贵妃就得知了消息。怕什么？他不敢攀咬本宫。
再说了，就算攀咬，又有谁会相信？娘娘，奴婢看皇上好像很宠爱娴妃生的那个小公主，万一为了那个小公主细查，一个小丫头片子而已，皇上再宠爱，还能把江山给她吗？不过是用来宽慰娴妃那个女人的手段罢了。咱们的眼睛还是要放在那几个皇子身上。本来是想借德妃的手除掉娴妃，扫清一个障碍，谁想到这个女人这么不中用，连个小屁孩都杀不掉。娘娘说的有道理。前些日子，京城降温，少年跪在地上，膝盖处染上了脏污。就算是下跪，少年风骨不减，脊背挺直，面上并无太多的表情。男主是男主啊，是那个被万千少女迷恋的全书最吸粉的美强惨帝王。是那个鼓励通商、允许女子参政、提高女性地位的千古一帝。千古一帝，可闺女说那个男主才是，这个男主不能留。皇帝让张公公把那个少年叫到眼前，他倒要看看此人的庐山真面目。见过陛下。是他，顾泽。顾泽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是西楚国的质子，但也是北宣国启元公主的儿子，是皇帝小表妹的儿子。公主当年为了国家的稳定，主动请求和亲，他病逝后，西楚国把他的孩子作为质子送了回来。朕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孩子后面竟然会杀了我，会灭了他娘亲用一生守护的国土。难怪男主后面要灭了北宣，换我也不会原谅。这是怎么回事？顾泽的娘亲用命来守护自己的国家，因此他不受西楚国国君的喜爱，连带着顾泽都被忽视。公主临死前告诉顾泽，回到北宣国就会有亲人保护他，谁知道回来完全不一样。皇帝忙于战乱，后宫混乱，前朝不稳，谁会关心他这么一个小小的质子？时间长了，皇子和那些臣子看他无人撑腰，还各种凌辱践踏他。他娘亲用生命来保护的国家就是这么对待他的，换谁不黑化。让人生气的是，那些王八蛋当着顾泽的面贬低他的娘亲，说什么公主的命运本来就是和亲，说她主动请缨是虚伪至极。有本事他上啊！妈的，一群傻批！等我长大了，高低给他们个大鼻斗！无耻至极，这些人知道个屁，简直是胡说八道。顾泽，谁让你跪在那里的？是二皇子的几位伴读。张和尚，奴才在。把那几个人拖出去杖毙。是。还有，让二皇子把感恩怀德这4个字抄写千遍交给朕。张公公连忙应下。顾泽冷漠如冰的表情微微一变，抬眸有些不解地看着这个威严俊美的帝王，不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皇帝抱着石安走在前面，让顾泽跟上。杀了顾泽当然是最稳妥的，但是朕不是暴君，更不是个昏君，做不到对和亲公主之子痛下杀手。石安也说了，顾泽之所以会反，是因为众人的凌辱以及那些小人对公主的污蔑轻视。那我阻止这一切的发生，那顾泽不就不会生出反心？到了御书房，拜见陛下。赐座。是朕忽视了你。当年你刚被送来的时候，朕御驾亲征，忙着处理战乱，这几年又急着稳固前朝后宫，竟然让你在朕的眼皮底下受人欺辱。陛下言重了。公主为国为民，可朕却让她的孩子在自己的国家受此羞辱，是朕的失职。朕已命人传令下去，追封你的母亲为定国长公主，入太庙，永生永世享受我北宣国子民的供奉。朕要让世人都记得公主对我北宣国的恩情。多谢陛下。原来皇上还记得母亲的牺牲。这个国家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都是冰冷凉薄之人。顾泽，你是个聪慧之人，从今往后便跟在朕的身边，朕要亲自教你。朕会让你亲眼看见你娘亲守护的国家变得物阜民丰，万象升平。以顾泽的聪慧，将来这天下必有他的一席之地。既然如此，不如由我来培养。我忽然有些明白了母亲为何会愿意为这个国家牺牲了。如果是这样的君主，确实值得。哇塞，我渣爹也太帅了吧！看男主这表情，不会是被我爹迷住了吧？不对，他是要造反的呀！这么一整，剧情不是全乱套了？我的妈！那是不是我不用被灭国了？这个公主她可以做到死啊！渣爹有点东西在身上，竟然在龙器被偷取，朝堂后宫满是奸人的情况下，还保持着这么清醒的一颗大脑壳。你爹当然是最帅的，没有之一。给我做女儿，你就偷着乐吧。
我刚刚查探过了，吸收北宣国龙气的人不是男主，那答案毫无疑问就是女主。想到女主后面那丰富的感情史，我就头疼。算了，竟然渣爹都这么给力，我也不能坐等着渣爹的江山被人吞了，该出手时就出手。渣爹能当我爹，你就偷着乐吧。夜深人静，石安的灵魂从身体里跑了出来，一股淡白色的光芒朝着岐山飞去。岐山上，一个5、6岁的胖墩墩正努力地挥舞着手臂。嘿咻嘿咻嘿咻，这小胖墩当然就是石安，他来修补龙脉，总不能变成一个婴儿，那他连挪个屁股都吃力，还修补个毛线，只能用点灵气把自己变大一点。他身后一道橙黄色的身影乍地冒出头来，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小奶团子，蓦地对他张开了大嘴。啊！两道声音同时响起，一道是吓人的幼童声，一道是被吓了一跳的老人声。你这个小屁孩，怎么这么没礼貌？谁先开始的？对，你说的都对，我没礼貌，我的错。你到底是谁？我是天上来的神仙，特地给来帮北宣国修补龙脉的，你不帮忙别添乱。正所谓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总有一种被小屁孩鄙视的错觉。孙贼，我是你曾爷爷呀！你要是再不走，我可就一脚踹飞你了。我真是你曾爷爷。他随手掏出一本族谱，看，我是第36代帝王，你爹是我孙子。知道了，你看这龙脉都破成啥样了，你不帮忙就赶紧回家睡觉吧。他看着石安一点点修补着龙脉，小脸上写满了吃力，又不由得有些高兴。这么优秀的小仙女是他的后代呀。忙活了几个时辰，石安感觉身体被掏空，龙脉只被修补了一小部分，有点太为难了。老头看他站不稳，上前扶起他，往皇宫的方向飞去。等到了皇宫，石安已经昏睡了过去。还是这样可爱点。日后，永寿宫，小公主为什么还不醒？微臣几个连夜翻遍医书，都查不出小公主的病症，看公主的脉象，并无不妥呀。并无不妥，2天都不醒，还叫无不妥？等女儿躺板板了，就妥了。去查，今日小公主再不醒，你们也给我滚！快点醒吧，小坏蛋，不然我要揍你了。听话，别让父皇担心。石安刚醒来，就听到他要揍自己，对着他的眼睛就是一拳。你个没良心的渣爹呀！我辛辛苦苦修补龙脉，你倒好，一醒来就要揍我。好，这个家是容不下我了，我现在长大点就走。得知闺女是为了修补龙脉才会这样，瞬间心里又酸又甜。你已经2天没醒了，知道朕和你娘亲都担心成什么样了吗？不管怎么样，也不能伤害自己的身体。我的错，我竟然昏迷了这么长时间，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知道错了就好。美人娘亲一定天天以泪洗面，为我肝肠寸断，不行，我要去看她。没良心的小兔崽子。接下来几日，贤妃看他看得很紧，就跟母狼护犊子一样，连皇帝都不敢抱他去上朝，生怕贤妃用吃人的目光看着他。娘亲，好无聊啊！娘亲，我的眼睛好寂寞，我的身体很空。参见陛下。现在我看渣爹都变得眉清目秀起来，果然剧里产生美呀。朕这几日要出宫一趟。陛下可是有什么要事？朕去帮长公主收拾一个骗子。什么？渣爹，带上我，我也要看。朕只是来看一眼你们，现在就要出宫了。别呀，渣爹，不，亲爹，爹，求了，你就带上你宝贝闺女好不好？石安眼里红彤彤，语气谄媚的不像话，恨不得给他磕一个。再待在宫里就要憋疯了。陛下，臣妾看小公主很想出去，您要是方便，能不能带她一起？好吧，那贤妃你好好休息，朕先带小公主去换一身衣服。哦耶，能出门了。今天天气真的好哦。外城陈宅，都仔细一点，这可是驸马府的东西，不可有半点马虎。奴婢们点头称是，心里却有些嫌弃。魏老夫人真是让人尊重不起来，成天不是嚷嚷着可以不花1分钱娶到公主，就是说公主要倒贴嫁到他们家，说是祖上积德，要去感谢祖先，感谢这感谢那。我只想说，你要感谢公主眼瞎。陈府前，一辆低调的马车停在路旁，皇帝带着石安和长公主一起到了陈府。皇帝抱着石安先走了进去。陈老夫人没见过皇帝，看着眼前人一副普通人打扮，怀里抱着个孩子，脸色有些不妙。你别以为搞出个孩子，
我儿子就会娶你们家的小贱人。不是，你有病吧？这孩子若是我们家的，我们也会认。但是现在驸马正要娶公主，谁敢耽误他的好事，我老婆子一定掀了他一层皮。等过了这段时间，你再把孩子抱来，我们家养。狗东西，你还挺敢想。是吗？你凭什么保证公主会同意给你养孩子？走到门前的长公主脚步一顿，默默躲在了隐蔽处。她敢不同意？这自古以来，哪个儿媳敢忤逆婆婆？她要是不听，我就告她忤逆不孝。你知道吧？我是公主的婆婆，也就是圣上的长辈，圣上来了都不敢对我不敬，她一个公主敢说什么？我可去你的吧！你听到了没有？他手还没碰到皇帝，皇帝一个示意，后面的侍卫已经上前把他压在了地上。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碰老娘？你个有娘生没娘教的狗畜生！他这话一出，侍卫的刀差点握不住，连石安都瞪大了眸子。我平时也骂暴君，但都是心里骂，这玩意是真勇啊！你们几个给我打烂他的嘴，打到他闭嘴！陈老夫人还想骂，侍卫生怕他开口，一巴掌下去，直接把他扇晕了。啪，把人扇醒了。啪，又把人扇晕。不是，你卡巴呢？皇帝懒得看着老太婆，让侍卫去把探花郎交出来。禀圣上，探花郎不在府内。那狗东西跑哪去了？府内的人说，探花郎是去金玉楼了。金玉楼，京城最大的一间酒楼，不论是平民百姓，亦或是达官显贵，都喜欢来这。酒楼内人声鼎沸，装潢奢靡，一进来就有种纸醉金迷的感觉。这位爷，你是来？皇帝目不斜视，直接命人封了金玉楼，保证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这位爷，你有话好说，我们必定配合。可探花郎在哪？2楼，我带您上去。他装作不经意地看了一眼小厮，旁边的小厮立马上去报信。做生意的主打就是两边不得罪。渣爹快一点，不然渣男就要跑路了。砰！他一脚踹开探花郎的门，里面探花郎刚穿好衣服，坐在椅子上。到底是谁这么大的狗胆，敢来坏他的好事？陛下，您怎么来了？长公主殿下。探花郎，你一人来此？是陛下，我喜好美食，所以常一人来这里用餐。是吗？当我是傻子？用餐？餐呢？臣已经吃好，不如我们先离开此处，我带2位到处逛逛。我的荣华富贵、锦绣前程都仰仗着公主，绝不能让公主发现私自养了美人，否则公主这种自视甚高的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等娶到了她，到时候我再教教她什么叫做3从4德，夫为妻纲。逛个屁！渣爹不能走，他把人藏在衣柜里呢，还有床上。卧槽，3人行，他怎么这么敢？我去，1男1女，我爹一个一国之君都不敢这么浪，你一个探花郎玩得这么花。皇帝震惊的一批，长公主更是怒气翻涌，从侍卫手上拿起剑，一把劈开了柜子，里面一个男人袒露着躯体，看门被打开，当即大叫出声跑了出来。探花郎脸色瞬间煞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像是吓傻了一样。长公主一步一剑划开床幔，把床上的人揪了出来。女人连滚带爬地跑到地上，和男人相拥着哭嚎：陛下饶命，公主饶命啊！是他们，都是他们勾引我的，我被灌醉了，醒来就在他们床上，我真是冤枉的呀！圣上，我们没有，我们本来是夫妻，是探花郎说跟了他会给我们荣华富贵，不跟他就把我们夫妻2人打死，我们才被迫跟了他，求您明察。这个老色批竟然是个双插门，一边睡人家老婆，一边被人老公睡，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你是离了个大谱。剑身发出一道白光，银白色映在墙面，分外冰冷。啊！探花郎发出一声尖锐的惨叫，在场男人跟着胯下一紧，既然管不住自己，那就去了这孽根。神，姑姑，你就是我的神，太帅了！一剑让他断绝杂念，从此无烦恼。皇帝这种事他不好开口，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既然你这么喜欢长公主，那安慰她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近距离看，姑姑更好看了，这皮肤，这脸蛋，简直没有一丝瑕疵。我的姑姑，你的胶原蛋白是批发的吗？为什么可以嫩到我的心里？抱着石安就到了一家首饰铺子。女人不高兴怎么办？当然是买。长公主这次很不高兴，所以她打算往死里买。小姐，这是鎏金臂串，全京城只有这么一对，是最新的款式，就是价格。买。小姐，这是金镶玉嵌珠宝手镯，您看。买。景福长眠簪。买。红宝石双鸾点翠步摇。买。流水的宝物
就这么塞给了石安。啊，公主姑姑，我爱你。我不是贪财，我是贪你豪掷千金的样子，是我见过最美的一道风景。我的爱意卑微如草芥，但求你收下。丢人，太丢人！不就是一些金银珠宝吗？你以为真没有？回去就把这家店买下来。会不会压疼你啊？钱的事怎么能用疼来形容？就算被钱压死，我也是个幸福鬼。别拿走，求求了，姑姑。心儿，今日你也累了，早些回去吧。明日朕就下圣旨帮你退婚。宝贝，以后喜欢什么就跟姑姑说，姑姑给你买。姑姑，我就爱钱呐，有钱啥都能买得到。这样吗？那不如我做生意好了。皇兄这么有钱，想在石安这里赢过他父皇，光靠他那点俸禄可不够。好不容易把公主送走，皇帝没好气地瞪着石安。收收你的眼神，眼珠子都要跟人家跑了。这个闺女没出息，一点钱就被诱惑成这样了。冰糖葫芦、糯米糕、水晶饺、八宝鸭，想吃？皇帝皱了皱眉，随手买了一根糖葫芦，递到石安嘴边。你看我像是能吃的样子？真有这么蠢吗？舔一口。好吃，渣爹，你做的真不错。他还想吐槽几句，忽然眼神被一道特殊的风景吸引住，是一男一女，那个男的背影还贼拉眼熟，这不是我三哥吗？女人吗？哪有几个不八卦的？看看是怎么回事。桑子真的快被烦死了，这个女人已经堵了他几天，就跟个跟屁虫一样，打不死你，他恶心。姑娘，你究竟想怎么样？给个痛快话。我只是想要一句道歉。你身份贵重不错，可是人人平等不是吗？你凭什么如此趾高气昂？好，你不是要道歉吗？对不起，对不起你爹，对不起你娘，对不起你祖宗18代。这样你满意了吗？不够的话，我可以继续。你看看你家还有什么亲戚，我一并道歉。噗嗤，我三哥是懂得怎么说话的，我看女主的脸都要气绿了，救命！够了，我道歉了，你也同意了。要是今后再因为这事来找小爷，我就直接报官把你抓起来。老许，驾车。之后他再敢拦马车，直接给我撵过去。这个三皇子简直油盐不进，跟书上描写的完全不同。算了，本来也只是个炮灰，若不是系统老叫他走剧情，谁愿意来攻略这个小角色？等时机一到，坐失棘手，待我名扬天下之时，一个小小的三皇子又算得了什么？我要全天下的优秀男人都为他痴狂。果然是他在吸收容器，渣爹对我还算不错，脑袋也还算清醒。虽然经常骂他，但我心里还是护着的。看来只能减少女主的气运，让她没能力里祸害北宣国。可是我还只是个奶娃娃，怎么阻止女主散发魅力？中华上下5000年的诗词文化，她随便抄几首，那都得流芳百世。女主一出名，各国的王孙公子那跟苍蝇一样往北宣国涌来，真是烦人。皇帝从石安的碎碎念中得知，这个叫女主的可能会危害他的国家。他悄悄命人去查女主的信息，看石安脸蛋皱成小包子，皇帝又心疼又感动。自家闺女原来这么爱自己的吗？宝贝放心，父皇不会辜负你的期待。管他什么国家，从现在开始，他要屯兵兴武。若是将来真的有哪个不开眼的狗东西杀过来，来一个他杀一个，敢让他闺女发愁，都给他死。离开了那个女人，三皇子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坐在马车上一路哼着歌。车夫心情也不错，稍微放松了些。路过一处稻田，迎面和人撞上了。我断看是谁？木华看了一眼马车，尴尬的手足无措。抱歉两位，是我在这躲人，突然出现，让你们受惊了。你的手受伤了，我带你去医治。木华没想到眼前的男子性格这么好，看这马车装饰如此华贵，大概也不会把他带去卖掉，于是欣然答应了。观星台上，国师站在高处，仰视着漫天的星辰，衣角翻飞，颇有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师傅，如今地星焕发新生，我们是否要重新考量？这盛世对我们修道之人来说有何益处？但是乱世就不一样了。可是师傅，有小星相护，地星万一得势，我们不成器的东西。小弟子懦弱地低下头，不敢说话。只有乱世，我才可以分一杯羹。4亿的龙气，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就是大补品。最近龙气减少，想来是天道又重新护佑起了北宣国。我是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既然已经知道那颗小星的身份，必然不会放任其成长起来。宫内因为石安的满月宴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众人心中各怀心思，
长公主捧着命人捧着礼盒，递给了记录的李贵人姑姑好。哼，叫的还挺甜。果然是远离了渣男，姑姑看起来愈发貌美了，将来会越来越幸福的。就是不知道那渣男回去会是怎么样，敢辜负他姑姑，死100次都不为过。小宝贝真会说话。他装作不经意地跟皇帝唠嗑，实则是让石安听到那一家子的下场。石安从他的话里得知，探花郎被废了以后，自己一瘸一拐地走回了家。他回家看到一个顶着张猪头脸的老太婆，大喊着要把人抓起来。陈老夫人本想着等儿子回来跟他告状，结果却被人抓起来，哭得昏天黑地。阿巴阿巴地解释了好久，探花郎才认出这被打成猪头的人是他亲娘。因为皇帝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探花郎还想着给他亲娘出气。他总觉得自己花言巧语一番，还能换回公主芳心。结果第2天就收到了退婚的旨意，皇帝还直接剥夺了他的头衔，要他滚出京城。长公主还特地把退婚的原因张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这家人的嘴脸。这下子，他们一家跟过街老鼠一样，谁都想唾骂2口。那些之前被他欠钱的人，本来因为他的身份不敢上门。一听这消息，全部围到他们租住的房子里讨债，生怕他跑了，真解气。想到姑姑原本的结局，更觉得这人罪有应得，活该。乖宝，真可爱。丝竹乐器一响，下面就热闹了起来。皇帝抱着石安，喝着小酒，贤妃抬头与皇帝对视，都露出了满足的笑。哇塞，我这是吃狗粮了吗？哟哟哟，甜人的嘞！爹爹的眼睛都要粘在娘亲身上了，亲一个，亲一个。爱妃是害羞了吗？爱妃这个样子甚美。陛下，陛下，臣妾敬您一杯。小公主长得真好看，就是看着和陛下不太像啊。方贵人，你说小公主好看，但是和朕不像，你的意思是朕长得丑？陛下，臣妾不是这个意思，臣妾只是。朕也不是不通情达理之人，既然你觉得朕长得丑，让你留在朕身边也太委屈你了。来人啊，把方贵人送去太庙。面对一堆牌位，就不会觉得丑了吧？陛下，方贵人惊呼，还想求饶，就被贴身护卫抓着，直接拖了下去。哇哦，爹你是会说话的。谁敢说我女儿长得不像我？眼瞎得治，拖出去，让老祖宗治一治他。娘娘，方贵人是您表妹，这次也是替咱们出头，您可要救救她。这个没用的女人，一点小事都做不好。皇上也是，没事发这么大火干嘛？知道了，本宫会找机会救她，让她安分点，别搞出事情来。陶信应下，悄悄地离席。温贵妃看着上面温馨的一家3口，面上的表情差点维持不住。皇上既然是真的这么喜欢这个小丫头片子，真是贱人娘亲生个小贱人，一家子贱人。没关系，好戏还在后头呢。就算皇帝真喜欢这丫头，待会也保不住她。陛下，国师求见。让他进来吧。国师，你来做什么？石安看到国师的第一眼就浑身不适，细看才发现他眉宇间缠绕着一股黑气，是走火入魔之象。禀圣上，微臣前来是请求圣上赐死公主。在场的大臣慌张地抬起头，目光纷纷投向石安。圣上就这么一个公主，疼得如珠似宝，这国师难不成发病了？国师此言何意？陛下，微臣夜观天象，发现小公主出生那日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天象。此天象一出，不是帝王薨逝，便是国家战乱四起，民不聊生。请陛下为了江山稳固，黎民安危，赐死小公主。我去，瞎人诛心呐！一下子把话题引到江山社稷上面，这就算我爹不想杀他，也不得不杀呀，否则都要落得一个包庇妖孽的罪名。好好好，你这么完事吧。老家伙，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小公主是福星还是灾星，你说了算呗。那你哪一天说朕的不配位，该死了，朕也去死。朕倒是想知道，这江山是朕的江山，还是你国师一个人的江山？陛下若是不信，臣可以证明给您看。证明你老母。爹爹别生气，我倒要看看他想怎么证明。感动我，我修炼的时候你还是个单细胞生物呢。感动你老祖宗，我看你真飘了。让他说，看他有什么招数。要怎么证明？此乃诛邪灵水，若是妖邪被这水一浇，必定会身死道消。
陛下不信的话，可以把小公主交给臣，一试便知。陛下不可，此人居心叵测，恐怕会对小公主不利啊。贤妃何必着急？是真是假，试过才知道。你这么着急，难不成是在掩饰什么？陛下，臣妾以为，不如让国师尝试一次，否则不知道的人会误会陛下有心袒护。贵妃，好得很。陛下恕罪，臣妾也是为了您着想。化骨水专门针对修道之人，为了对付我，真是舍得下本钱。老爹别怕，这么点小儿科的东西，要是能对付您闺女我石安2个字倒过来写，你就把我交给他吧。国师抱过石安，眼里戾气深重。小公主，你可别怪我呀，谁让你挡了我的路呢？你可别怪我，谁让你惹了我呢？就在国师的药水滴落的瞬间，他整个人忽然消失不见。众人迷茫的抬头，忽然惊恐的叫出声：啊！妖怪呀，有妖怪！大家小心！护驾护驾！山小小一个人坐在一只凶猛无比的大老虎身上，表情玩味。意识到石安在他身上，他发疯的甩头，想要把他从身上摔出去，最好能摔死。这个小娃娃是什么妖怪，竟然这么强大？石安老神在在的坐着，觉得这家伙真是太聒噪了，蹬着腿直接溜到虎脑袋上，一巴掌朝他鼻子扇去。老虎发出一声痛苦的哀鸣，下一秒仿佛失了神智一般定在了原处。石安用灵气坐直身体，像是御兽一样威风凛凛地坐在老虎身上。抱歉，只顾着拉风了，忘记考虑各位大臣的承受能力，下次注意呀。你还想有下次？皇帝也是一脸无语，知道石安是小仙女，但她胆子也太大了。老虎哎，我都没做过。不是，爹爹，你能不能说句话？这老虎没有威胁的啦，你先给我抱下来可以不？国师被妖孽附身，如今已被公主降服，各位不必害怕。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回到了宫里，贤妃挥动着手掌对着石安的屁股威胁道：臭丫头，以后再敢这样鲁莽，娘亲打烂你的屁股！对，打烂你的屁股！渣爹，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奇怪了，难道他们都不觉得我不正常？这么信任他的吗？你还敢说？要不是我反应快，还不知道会传出什么谣言呢。爱妃，咱们的女儿可能真是神仙转世。若是如陛下所说，必定是上天觉得陛下治理有方，勤政爱民，才会派下小仙女来到您身边。娘亲，您也太会说话了吧，真不愧是我的娘亲。对，都是你娘亲的好，你爹就是草。哼，我爹这次也很棒，终于机智了一回，猜得丝毫没错。这话还像样？皇帝高兴的结果就是石安每天都被他带着出去，去御书房的时候带着，上朝的时候也带着，美其名曰让他接受文化的熏陶，早日培养出皇家气度。石安就这么踏上了早上和中午去打工，晚上加班修补龙脉的道路，简直是惨无人道。京城的驴也不敢这么干活的。大学士，翻译文书的事可有成果？禀圣上，大致的雏形已经出来了，但是外邦文字认识的人并不多，光靠微臣几人，进度会慢一些。请圣上放心，臣等一定竭尽全力，尽快把他们翻译成卷，尽力而为即可。要是爹爹能从民间选拔一些人才就好了。自古高手在民间，特别是这种听起来就像不务正业的兴趣爱好，会的人多半不在朝堂。大学士，若是从民间选拔一些能人异士来帮忙，是否对你有所注意？陛下此想法正能解微臣的燃眉之急，是上上之策。哇塞，我爹脑子转得好快，不错哟。两人的视线同时落在皇帝身上，他不自在地躲开注视，心虚地把功劳认领了。现在闺女还小，我是替闺女发声。其实这种翻译工作，女孩子做的话会更合适，女孩子会更加温柔细致。这种文书翻译编纂，她们可以做得很好。只是现在大学士还没提出女子可以入朝为官的想法，而且这个想法想要推行，难度不是一般的高。这次从民间选举，不拘男女，只要有才能者都可录用。朕想要让大学士办一件事。皇帝把想法和大学士说了。陛下此举功在千秋，臣替天下女子谢陛下。去办吧，朕相信你。我爹真的这么聪明牛逼的吗？不仅是个鉴表达人，还能轻松辨认出奸臣，又收服了男主，现在还提出建立免费的女子学堂，这应该是男主的剧本呢。
我去。石安感觉贫瘠的语言形容不出自己的震撼。看吧看吧，你爹就是这么平平无奇的明君圣主，不要太崇拜。顾泽在一旁听着他们的对话，心中对皇帝的敬佩又深了几分。顾泽，你把这些奏折传下去。男主都快变成小迷弟了，你还有什么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宣大提督觐见。陈文成参见陛下。大提督不必多礼，这次来所为何事啊？陛下，微臣听说贵妃娘娘一时糊涂，信了小公主是要挟的话，言语失态，臣的内心十分惶恐，特地前来向陛下请罪。我去，这不是那个大奸臣吗？贵妃的亲哥哥，这一家子蛇鼠一窝，都图谋着我爹的江山呐！要不是今天见到真人，我还想不起来这一茬呢。什么？他怎么图谋朕的江山了？你快说呀！说的倒是好听，还听说呢，明明就是你的眼线告诉你的，装什么大尾巴狼？这人手伸得这么长，大提督，你的消息还真是灵通。臣也是听当时到场的官员们说的，还陛下望明鉴。官员们要传，也是传我如何降服妖兽。当时情况那么紧张，谁会注意贵妃说了什么？就算有，谁敢到处宣扬，得罪贵妃一党？是吗？朕会好好搜查，爱卿放心。陛下，臣来是有正事要禀报。臣考虑到如今天下动乱，唯恐敌国会派奸细入朝，对陛下不利，特来请求陛下拨一部分银两，用来招收人马，增强京城的防守。来了，他来了，他厚着脸皮跑来了，说什么保护我爹？你巴不得我爹死，好让你家二皇子上位吧？老爹，你可别信他的，他养了一批死士，人数还不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安插到巡捕营，方便以后杀了你。还说什么为你着想，就是想要借机坑你一笔钱。好家伙，这个大提督胆子还真是够大，私自养兵还不够，竟然还要我帮忙养，这跟帮别人养儿子有什么区别？帮别人养儿子，至少那孩子还叫他一声爹，帮这个奸臣养儿子，他那些儿子要宰了我。大提督有心了，为陛下分忧是臣的职责。哼，好个不要脸的东西！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也不要脸了。既然大提督有这个想法，就去做吧。果然，暴君就是暴君，没脑子的蠢货，这么快就上钩了。陛下，那这银钱，大提督你是知道的，现在天下不稳，国库空虚，哪来的多余银钱？陛下这是何意？大提督，既然是你提出来的，那这事就由你督办。至于钱财，就由你先垫上。相信大提督一定不会让朕处于危险之中，你说是吧？我怎么敢说不是？若是这么做，岂不是意味着他不把圣上的安危放眼里？是，陛下。原来他要钱是为了诬陷我外祖一家。什么？那狗官究竟要做什么？女儿啊，你就别卖关子了，行不行？你爹要疯了。温成之所以要找皇帝要钱，是因为他们刚把一笔20万两的银子以及一些兵器埋进了石安外祖家闲置的宅院里。等到时机成熟，这些人就会让人参他外祖一本。20万两银子挖出来，就算外祖家长100张嘴，也解释不清楚。就算想说别人诬陷，可谁会相信有人会为了诬陷他们，给他们这么大一笔银子，还有一堆精良的兵器？这一群人渣败类，为了诬陷忠良，竟然用这等手段。我外祖是何等的忠义之士，为了证明自己一家的清白，一头撞死在了大殿上。哇哇哇，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啊！闺女，石安，宝贝，乖宝，别哭了，别哭了。他很想直接告诉石安，他能听见他的心声，不至于哭成这样。爹相信你外祖一家，可他一张嘴，就像是有什么东西粘住他的嘴一样，让他开不了口。皇帝明白是天意，只能老实闭上嘴。我这老爹人还不错，可等到外祖一家被诬陷，到时候他就成了娘亲的杀父仇人。小说里说了，杀父仇人不共戴天，娘亲肯定会黑化，到时候两人之间隔着血海深仇，哪怕相互爱慕，也要痛下杀手。而我也会变成被爹娘抛弃的孩子，爹不疼，娘不爱，我的存在就是在提醒他们之间的仇恨。你还挺有想象力。石安一觉睡到了第2天。娘娘，小公主睡得可真香。是啊，小婴儿就是要一直无忧无虑的才好。娘娘可是担心温贵妃？娘娘，您打算？被主仆2人念叨着的温贵妃，此时正端坐在榻上，满目的阴毒。
还站在这里干嘛？一群没眼力见的东西，还不滚出去！我的好娘娘，您就别生气，要是气坏了身子，陛下会心疼的。心疼？陛下几个月都不来本宫这，他会心疼本宫？娘娘息怒，就算不为了陛下，您也得为了二皇子保重身体啊！你这蠢货，还挺会说话。都是娘娘调教的好，方贵人那边，您看，让他再等等。皇上现在又不见本宫，本宫如何提？等到哥哥的谋划成了，本宫自然会把他带出来。这点耐心都没有，难怪被一个小丫头片子收拾成那样。还说别人呢，你自己不都被吓得不敢出门？这么会宽以待己，严于律人呢？司书还想说些什么，贤妃打断了他，起身把石安抱了起来。宝贝，你醒了。娘亲早上好。宝贝，晚上好。哎呦，这一觉睡得有点沉呢。他刚想卖萌耍宝，忽然想起外祖家的事情，急得嗷嗷直叫。他一顿输出，贤妃听了个大概，瞬间脸色煞白。娘娘，您怎么了？贤妃低声在他耳边耳语了几句。娘娘放心，奴婢一定亲自把消息带到。若是真如石安所说，必定得赶紧把消息传到家里，否则他们等待他们将军府的将是灭门之灾。傻逼玩意，一群废物，我可给你脸了！哔，这群人已经把东西买好，就等着揭发了外祖家了，简直是狼子野心，臭不要脸！哔，实在不行，我就耗费一次灵气，让身体瞬间长大，再偷偷出宫，把证据偷走。只是这样，恐怕这么长时间修炼的灵气就要全掏空。他在焦急着，司书也急得不行，拿着令牌一路跑到宫门处。宫门马上就要落锁，司书和一辆马车同时赶在落锁前的一刻出了宫。这人好眼熟，这不是贤妃身边的宫女吗？忙叫人唤住了他。司书转头看去，是三皇子，他连忙跪下。怎么了？慌慌张张的。奴婢。去哪啊？我送你。你放心，你是我小皇妹的奴婢，也不会害你，还得靠着小皇妹保命呢，怎么会伤害她身边的人？两人就这么老实乖巧地坐在马车上，等到了将军府。司书朝着三皇子匆忙一拜，多谢三皇子恩情。小事一桩，何足挂齿。看了一眼门前的牌匾，他心中了然，来的是贤妃娘娘的娘家，这事我就不好插手。三皇子很懂事地跑路了，老将军和夫人不在，他们去接大少爷的女儿回家，府里只有三少爷在。江生仪看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司书，一脸的不解。怎么了，小叔？是贤妃娘娘叫你回家的吗？司书看到他，眼泪差点掉下来，赶紧把事情告诉了他。三少爷，您可一定要快点去阻止此事。你放心，我会亲自去查看。今日天色已晚，你就留在府里，其余的等我查出来再说。江生仪知道此时事关重大，不容有失，乔装打扮了一番，就趁着天色朝司书说的那处宅院走去。全程都精神紧绷，不敢有一丝松懈。谁？是我，程许。你小子下手怎么这么重？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咱们俩之间说什么抱歉不抱歉？我刚到你家就看见一个酷似你的背影，这才跟上来一看，没想到真是你。说说吧，怎么回事？是不能说吗？也是好朋友之间，总归也是有些秘密。是我多言了。说什么屁话？江生仪难得有些失态，压低声音把事情说了出来。不是不跟你说，只是这事万一是真的，我们一家都会有危险，我不想你被牵连进来。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这事若是真的，我怎么可能袖手旁观？两人一同朝宅院前去，快到宅院附近，隐约能听见里面有翻土的动静，还有几个男人交流的声音。江生仪虽是文臣，但也是习武之人，听见有脚步声朝他们走来，就知道他们的行踪暴露了。赶紧走，我拦住他们。不可能，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你先去搬救兵，我是习武之人，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去呀！林承许心脏都快跳出来了，知道他说的有道理，可是他怎么能留他一人？虽然很感动，但是爹呀，你还是出来吧，不然林大学士都要哭了。真是一对苦命鸳鸯，生死不离啊！是朕。现在看到皇帝来自家宅院，又看到侍卫搬出几十箱白银，瞬间眼前一黑，赶忙跪地磕头。陛下，此事并非您看见的这样，臣一家绝无反心，求您明察。此处不是说话的地，先回将军府。怎么回事？皇帝不应该大发雷霆吗？就算不生气，也应该质问他才对，怎么也不该是这个反应。来到将军府，看他们面容有些忐忑，皇帝大方善心地给他们解释起原因。不论如何，这事是臣一家的失误，才会让贼人有机可乘。
还请陛下降罪。朕不是昏君，不会无故迁怒，你大可放心。江爱卿，你是如何得知此事？对呀，我小舅舅是怎么知道的呀？小舅舅为什么这么看着我？难道我长得太丑，把人吓到了？不，一定是光线的问题，我怎么可能长得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禀陛下，臣听家中小厮说，后方宅院前几日夜中有异动，怕是有贼人躲避在内，特地去查看，这才遇上了陛下和小公主。原来是这样啊，那个小厮得赏，谢谢他救了咱们全家嘞。哪有什么小厮啊，救了咱们一家人的就是你啊，小公主。陛下，此事必然是有人栽赃嫁祸，还请您明察，还江家一个公道。这幕后之人好毒的心，若是真让他们的奸计得逞，江家满门都会不得善终，其心可诛。求陛下明察。两位爱卿不必着急，朕这次来就是要还你们一个公道，需要两位爱卿配合。陛下请说，臣等必定万死不辞。还挺同步。听完陛下的话，两人对视一眼，眼里都含着笑意。二人目送皇帝圣驾离开。你今后可不准再这么鲁莽了，什么事都敢掺和，有几条命够用？我也不是谁家的闲事都管，我这不是只管你家的吗？早知道我爹这么英明神武，我就不哭成那样了，真是劳心费力。以后还得多给老爹一点信任。这么想就对了，你爹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大胆靠着。什么狗男人、野小子，通通都不要信。回到永寿宫，皇帝轻柔地把石安放在床上，眉眼都柔和了下来。娴妃在偏殿焦急地踱步，也不知道四叔把消息带到了没有。娘娘，陛下和小公主回来了，参见陛下。这么晚了，您还不休息吗？爱妃，你也能听见小公主的心声吧？也能。难道陛下也听到了女儿的心声？虽然皇上亲口说石安是仙女转世，但是帝王心深似海，今日是仙女，保不齐明日就会觉得石安是妖孽，这可如何是好？臣妾是能听见小公主的心声，但请您相信，小公主并非妖邪，她只是有些特殊。我女儿当然不是妖邪，谁是妖邪？我女儿都不是，她可是我的小福星。爱妃不必担心，我会这么问你是因为……多谢陛下信任，臣妾待家人，叩谢陛下洪恩。要谢就谢你自己，生了这么一个神仙闺女，救了朕的江山，也救了你一家。石安确实是小福星。爱妃放心，明日朕就带着女儿去大杀四方。行吧，你高兴就好。第二日天刚亮，石安就被抱了起来，前往金銮殿。朝堂上，大臣们已经恭候在此，看到皇帝来了，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要不是今日有好戏看，我才不想起这么早呢。每次都是一模一样的开场白，看久了真的好无聊哦。这些老臣每次说话前，表情一定是严肃中带着一点认真和恳切，眉头必定紧锁，语气一定是抑扬顿挫。要是真有什么要紧事也就算了，他连拍马屁的时候都这样，这样拍的马屁更香吗？说的不要太真实。臣有要事禀报。方爱卿有何事？陛下，臣要告发江将军一家私藏军火银两，意图谋反。怎么回事？不知道啊，这莫不是魂说的？老将军一家世代忠烈，方大人空口白牙，就想诬陷他人，恐怕不妥吧？没错啊，江将军他们一家子忠臣，大儿子还在边关打战呢，谋哪门子的反？林大人，满朝文武谁不知道，你素来和江家交好，你自然会替他们说话。陛下，臣敢对天发誓，若是欺君，必遭五雷轰顶。天说别来沾边，你就仗着老天爷不能直接开口骂你，开始胡乱攀扯。有我在，哪能让你欺负老天爷？石安眸子一转，手指向外一指，轰！天空劈下一道雷电，直直朝着方大人而来，吓得他当场乱窜。我去，这是触怒老天爷了！看来人真的不能随便发誓啊，会遭雷劈的。方大人，你说老将军一家谋反，可有证据？方大人想打退堂鼓，但是看到大都督的眼神，他又不敢退缩。他女儿现在还在太庙，若是不听大都督的话，女儿就成了一枚废棋。陛下，臣有证据。他按照大都督的吩咐，把事情说了出来，在场的官员又陷入了怀疑。这听着不像假的，难不成？陛下，若是只凭方大人的一面之词，就去搜查江家，恐怕会让老将军寒心。坏事的东西！陛下，此事不查，万一有人以此做文章，对江家更是不妙。说什么有人？你不就是那个有人吗？陛下，臣愿以性命担保，江家不会做出此事。方大人若是也敢，
那臣愿意一查。方大人他敢！众人的视线齐刷刷看向他，疑惑的、审视的，看得大都督面色微变。他微微低头，眼尾余光扫向方大人。方大人多想摇头，多想摇着大都督的肩膀，大喊：“我不敢！”但是他已经上了大都督的船，这会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臣改，就等着你这句话了。一道命令传下去，石安就在上面观察着众人的表情。多数是吃瓜的，但也有明显面露愉悦的，多半是站队大都督的人。准确来说，应该是站队二皇子。皇帝默默拿出小本本，把石安重点看的那几人记住了。原来有这么多漏网之鱼，看来朝堂还要好好整理一番。贪官污吏、奸佞之臣简直数不胜数，杀不完，根本杀不完。而大都督则是满脸的得逞之色。今日过后，江家再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了。我家原本和江家平分秋色，都是武将世家的泰山北斗，可到了我这一代，江家那几个人过于优秀，压得我根本喘不过气来。明明都是武将之才，凭什么江家大郎可以封为元帅，领兵出征，我却只能窝在这么个小小的京城内，管着城内的治安？我不服，一定要把江家踩在脚下，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又阴暗又变态了，不是？你自己文士武士都没赢过我舅舅，上不了战场，你能赖谁呀？话说我的舅舅们也真是无辜，优秀又不是他们的错，就因为太过优秀，天天被温老太爷拿来做例子，久而久之，这温城就扭曲黑化了，被迫做了剥别人家的孩子，舅舅们好冤枉。他们各怀心思时，门外去查证的侍卫们回来了。可有查到什么证据？在大将军家发现了几样东西。大将军一家竟然真有这等不臣之心，请陛下将他们一家打入天牢，株连九族。陛下，就是这几样东西。看到众人的反应不对，大都督连忙转身看去，只见几十坛女儿红，还有一幅平安喜乐图摆在地上。陛下，这些就是谋反的证据。你们家谋反用这个，这也不能够吧？陛下，这女儿红是臣家为小公主酿造的，这图也是为小公主祈福所用。只是不知为何到了方大人嘴里，竟然成了兵器银两。臣一家赤胆忠心，绝不敢有这等大逆不道的想法，求陛下为臣做主。方大人，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臣无话可说。既然无话可说，关进死牢，择日问斩。皇帝冷漠的宣判来了他的死刑，他两眼一昏，彻底晕了过去。大都督，株连九族这种话，以后还是不要常常挂在嘴边。万一朕一个不悦，诛了你的九族，你说你该怎么办？是陛下，臣必会谨记。等朝上的人都散去，大都督才颤抖着身体从地上爬起来。今日之辱，来日我必定会百倍奉还，无论是江家还是皇帝。你们是不是疑惑，朕为什么不借机处置了大都督？我们并没有切实的证据，就算是陛下知道是他，也无法杀了他。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了吗？欲让其亡，先让其狂。温家有反意，朕怎么能不添把火？就是要既放纵他们，又惹怒他们，这样才能推着他们自取灭亡。石安说，他们一家还要准备几年才造反，我哪里等的了？要造反就抓紧造，在那磨蹭什么呢？他们的皇帝还挺开明，上赶着造反他们听说过，上赶着让人造反，这绝对是古往今来第一人了。我不知道该不该夸他一番。石安被抱回贤妃宫里，边吃奶边在心里讲着今天发生的事情。我爹今日老帅了，娘你要是看到了，肯定被迷的想给他再生一个孩子。有点嫌弃怎么破？这孩子怎么年纪小小，脑袋里都是这种东西，以后可怎么是好？公主可以娶好几个男人，以石安的性格，肯定是想越多越好。那肾能受得了吗？要不要找什么东西补一补？从小开始补，长大了才能肾好。娘亲在想什么呢？怎么还瞪他一眼？虽然是瞪我，但是含羞带怯的，美人就是美人，瞪人也好看。皇帝每次来都能听到他花痴的声音，这次也不例外。确实，美人真是怎么看都好看。爱妃不必多礼。皇帝和贤妃相对而坐，时不时与他眼神交流一番，两人之间柔情四溢。哎呦呦，要开始造人运动了，不要再看，赶紧开干！是不是真男人？是男人你。皇帝和贤妃尴尬的脚只能抠地，两人瞧向石安，眼里有火光跳跃。我知道，是我多余了。快来人，把本公主抱走！再耽误下去，我怕我被扔出去。把小公主抱走！加油啊！爱妃，陛下。第二日，皇帝心满意足的起床。
臭爹，你享受了一晚上，我可是努力了一晚上啊，就为了补那龙脉，你能不能别吵我？朕下次注意。他和贤妃贴在一起，两人一起看石安，一家子的甜蜜谁也挤不进去。偏偏这时就是有人要来杀风景。娘娘，贵妃娘娘在门外，想要见您一面。这贵妃平日里从来不登门，偏偏皇上在时来登门，这心思谁看不出来？真是不要脸，请贵妃进来吧。姐姐不请自来，美眉莫要见怪。陛下您也在，臣妾失礼，还望陛下恕罪。未经通报就擅自进入贤妃的宫殿，谁教你的规矩？你以为你是皇后吗？陛下，臣妾不是故意的，臣妾只是有要事和贤妃妹妹商量，这才失了分寸。想来贵妃姐姐是有要事，不然也做不出这等失礼愚昧的错事，陛下就原谅她一次吧。既然贤妃都不怪罪，朕也就没理由插手，你起来吧。贵妃说了来意，中秋就快要到了。之前每年的中秋佳节都是由贤良淑德4位妃子以及贵妃一同操办，今年少了德妃，安排事项便多了一些。本来这种揽权的事，贵妃想都不用想，直接占了就是，反正其他人也不敢和她抢。但今年她觉得贤妃风头过盛，就想借着趁皇帝在时来给她上上眼药。皇上，臣妾不敢随意定夺，想和贤妃美眉商量一下该怎么做。这点小事也要来问，要不你别管这后宫了，通通交给贤妃得了。狗皇帝，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陛下，还是让贵妃姐姐操劳吧，臣妾年轻，恐怕处理不好这等大事。他和皇帝眼神交流，皇帝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毫无缘由的发作的贵妃，温家万一不敢动手，他们岂不是还要再等个几年？爱妃说的有理，贵妃，你可听见了？是，听见了，听见了，两只耳朵都听见了。你满意了吗？听见了还不去做事，是要朕送你一程。温贵妃起身告退，走得比跑得还快。她怕再晚1秒，她就忍不住手刃暴君。贵妃回到自己的宫殿，砸碎了几套精美的茶具，才止住了怒火。二皇子踏入宫殿，看见满地狼藉，有些不解。母妃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儿啊，你父皇和贤妃简直是欺人太甚。娘亲别怕，儿子一定会为您报仇。敢惹娘亲，不论是谁，都得付出代价。你要做什么？屋外，陶杏安抚着奴婢们。陶杏姐姐，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想要命了，以后谁也不准说这种话。小宫女呜咽着点头。陶杏看着他们一个个身上伤痕累累的，心里酸涩难受。这孩子们和自己的弟弟妹妹一个年纪，也是别人家的弟妹，贵妃真是半点不拿他们当人看。贵妃一家要自寻死路，我不在乎，但是得为这些姐妹们谋一条出路。石安饱饱地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精神头正好。贤妃正和长公主聊天，看到顾泽抱着孩子来，有一些愣神。贤妃嫂嫂，我看这顾泽是一个很体贴的男子，对小公主也很好呢，让他给石安做个童养婿如何？长公主说笑了，质子满16岁都是要回国的，我可不敢想。而且顾泽一看便是一身傲骨，就我女儿那3心2意的性子，我怕她死于情杀。姑姑，你是真敢想啊，让男主给我当童养婿，我打没那么肥呢。他将来可是踩着尸山血海爬上那高位，我哪敢娶她呀？难不成这顾泽还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吗？我觉得我家小侄女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谁来也动摇不了。谁让石安救了我？美人姑姑，你在想啥？贤妃嫂嫂，我最近在学着做生意，想卖一些胭脂和珠钗，就是不知道生意会不会好。美人姑姑好棒，做呀，这生意绝对可以。这自古以来最赚钱的生意就是女人的生意。女人喜欢购物，京城的有钱女子尤甚。钗环珠宝、胭脂水粉，简直是富家太太们购物必备清单。姑姑，你大胆地往前走，我给你加油鼓劲。京城贵妇最喜欢南方女子佩戴的首饰，你要是愿意聘请江南的珠宝大师，一定会更受追捧。贤妃嫂嫂，我想卖一些江南的珠钗首饰，不知道是否可以？长公主这个想法倒是不错，我觉得可行。姑姑一级棒，娘亲也好聪明。怎么这么可爱嘞？女主她后期也会想做珠宝、胭脂的生意，而且还做得很强。毕竟是女主嘛，资源都朝着她倾斜，走个路都能遇到个贵人。
不是落魄的珠宝师，就是那种马上要典当店铺的人。那家店铺虽然现在不起眼，可那里四周已经形成了商业圈的雏形，不到半年时间就会发展起来。现在看着平平无奇，以后可是寸土寸金。女主竟然打算用50两就买下一间闹市区的店铺，几百平方，可以隔成10来间铺面的大铺子。关键老板还动摇了。什么？京城里再随意的铺子也要100两银子才能买下，更何况石安所说的处于繁华街道的铺子，还是几百平。查到了，那家店铺的老板是个大孝子，母亲重病，急需银钱，他几番打探都卖不掉手中的铺子。最后天空一声巨响，女主闪亮登场。她说能给现银，老板犹豫了2日，看着母亲日渐消瘦的面庞，再不舍也得把祖传的铺子卖掉。这贤妃和长公主听得眉头紧锁。像这种铺面，那些有点做生意头脑的人怎么可能会错过？这大概就是女主光环，谁让女主现阶段没太多银子，所以店主才会卖不出去。他原先标价100两，已经是打骨折了。再过半年，1000两都不一定买得到那么好的商铺。要是我再大一点多好，可以亲自出手把店铺买下来，送给美人姑姑，也帮帮那老板。可惜，也可惜呀，小祖宗，你倒是告诉姑姑，那铺子在哪里？你不能出面，姑姑可以呀。贤妃虽然也觉得可惜，但是很快冷静了下来。可她却注意到长公主的态度不太对劲，想到皇上的话，心里一惊。莫不是长公主也？长公主可有看中的铺面？我暂时还未有主意，贤妃嫂嫂可有什么想法？姑姑，你问我娘亲就不对了，她又不能出宫，怎么会知道哪家有铺面嘞？像我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那姓郭的老板家有铺子，就在东街天一坊正中的位置。说了你也不能信。宝贝，你已经说了，说的还挺全面。突然想知道，要是石安哪天发现他们能听见他心声，会是怎么样？要是真如他所想的那样，石安那点小九九，全家都听见了。贤妃嫂嫂，我想起还有件要事要去做，先不和您聊了。好，长公主慢走。东街方向内，姑娘，100两已经很便宜了，不能再降了。都说这种生意人最是有心眼，果然是这样，都没人买，还不降价。老板，我的价格已经不算低了。相信这店铺你已经卖了很久了吧？都还没人接手，不就是你价格定太高了吗？老板再给你1天时间考虑，要是1天后还不行，我就不买了。马车绝尘而去，老板无力地蹲在地上，想到家中重病的母亲，不禁潸然泪下。实在不行，就卖给那位女子吧，钱可以再赚，可母亲只有一个，没了娘，她还要什么铺子？老板，你是郭老板吗？是，姑娘你是？这铺子我买了。这要是让石安看到，一定大喊富婆抱我。女子和老板的交易都被街尾的人看得一清二楚，他也没靠太近，怕引起他们的注意。看清楚后他就离开了。贤妃刚把石安逗睡着，就听见宫女禀报了此事，了然的点点头。看来我猜的是对的。娘亲他们在说什么呢？贤妃正想说话，就听到了石安的声音，不由得朝他看去。石安小屁股一紧，怎么啦？娘亲不会发现我装睡了吧？不可能，我装得这么成功，连眼皮子都没眨一下，娘亲能发现才奇了怪了。也不是我想装睡，主要是娘亲老觉得新生儿就该多睡觉，一没事就想哄她睡觉，这是没错。但是我是修真人士，越长大睡觉的时间会越短，我怕身体形成习惯，到时候打坐到一半睡着了，到时候会被整个修真界笑死。算了，不管这臭丫头了，爱咋咋地吧。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操闲心。我享福。司书，带小公主去找她父皇吧。石安被司书抱起来，一路到了御书房，远远就听见一声怒吼：蠢东西，半年了，你都背不下一篇文章。臭爹，你发什么洋火？吓了我一跳。皇帝特地吩咐小公主来不用通传，所以石安被一路抱了进去。皇帝一看石安，瞬间火气消了一大半。你看你这个好七哥，半年了，连千字文都背不下来啊！爹呀，看开点。正所谓祖坟已经冒过一次青烟了，那也不能一直冒啊，是不？
话说我这个七哥也算是娘亲的儿子。七皇子幼时丧母，皇帝为了给他多一些照顾，就命娘亲照顾他。结果这人听信下人挑唆，认为娘亲对他没安好心，就怎么也不服管教。就是你小子欺负我娘亲的。七皇子正在生气，乍然听到一声童音，吓得差点一屁股坐地上。谁在装神弄鬼？难不成被父皇骂傻了，脑袋出现幻觉了？什么看？朝上看，小姑奶奶在这呢。这小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头？给朕读10遍，背不下来，今天就别走。皇帝开始还能平静地处理奏折，可听儿子念了10遍，还磕磕巴巴的，他一口凌霄血差点吐出来。石安也听得脑壳疼。总算知道为什么说这家伙是所有夫子教学生涯的克星，简直了！你再读下去，我都会背了。来，你行你上。不行别避，别以为你小，老子就会让着你。你看你妹妹干什么？她脸上有字啊，要是让她来背，都比你背得好。她都不会说话，父皇还说什么让她来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孤陋寡闻，愚蒙等窍，未与著者，焉在乎也？小样，服气了吧？我女儿是天才。娘啊，遇见变态了，这要是等她进了上书房，自己还不得被打脸死？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七皇子郁闷地离开，留下父女俩待在御书房。皇帝一边批奏折，一边寻思着，自己这几个儿子哪个靠谱？大皇子饱读诗书，但性子柔软；二皇子杀伐果断，但不能容人；三皇子是个傻憨憨。其他几个孩子不是不太聪明，就是有致命的缺陷。皇帝愁得头疼，眼睛不由得落在石安身上。石安察觉到有一道诡异兴奋的眼神在看自己，吓得一哆嗦。你想干什么？宝贝，我教你批奏折怎么样？爹呀，不用啦，你自己批着玩吧。就当是提早认字了。不由分说，硬是让他看了一天的奏折。石安看得头脑发昏，最后被顾泽抱回了永寿宫。这回不用他娘哄，睡得比猪都好。连续看了几天奏折，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大多皇帝的脾气都不好。这奏折谁批谁暴躁。我只想说，狗屁不通，流水账，一堆垃圾，都给野死，比辅导孩子写作业还烦。石安忙碌了好几天，好不容易放了一天假，想多睡会。娘啊，干啥嘞？让我多睡会吧。之前让你睡你不睡，这几天你就别想多懒了。天是中秋宫宴，几个皇子皇亲都会来，你们几个一定要看好小公主。奴婢们低声应是。算了，不能睡懒觉不要紧，只要不是去批奏折，我感觉都能忍。他们正准备出门，就看见三皇子狗狗祟祟的在门口探着脑袋。贤妃娘娘，三皇子，您怎么在这？我想来带皇妹去玩，顺便带她去见一下其他的兄弟姐妹。Hello 啊，三哥，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妹妹说想我嘞，真开心。看他这快乐小狗的模样，贤妃笑着把石安交到他怀里。三皇子抱着石安快乐向前冲，几个丫鬟和侍卫跟在后面追。三哥，还是和你待在一起舒适，体会到了空中飞车的快乐。三皇子，您小心点，别摔倒小公主。放心吧，本皇子心里有数。就是，我哥稳如老狗。自从石安说他是舔狗后，他现在对狗有点心理阴影。三哥，你怎么不笑啦？没事，妹妹高兴就好，老狗就老狗吧，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狗好人。小皇妹，我跟你说，我昨天又遇见上次拦我马车的女人了。三哥，剧情好不容易偏离了一点，你别跟我说你又给我走回去了。你要是敢走回去，我只能把你脸咬烂，让你没脸出门。虽然这很痛，但是能保命啊。那女人疯疯癫癫的在马路上骂人，吓得我拔腿就跑。那种疯子我可不敢沾染一点，只是觉得那女人状态很奇怪，才想着问一下妹妹，还被妹妹被误会，脸都差点没了。怎么会？发生什么事了？女主直接开启骂街模式啊！女主想便宜买的店铺被黄姑姑截胡了，让她在嘚瑟，欺负人家老板急着用钱，各种压低价格。这下好了，直接鸡飞蛋打，啥也没有。姑姑人真好，还承诺老板等她娘亲病好可以回店里帮忙。
姑姑做老板也太大方了吧，开的工钱这么高，我都想去。开了多少？女主还真是。石安又吃到了瓜。苏仙仙买东西不成，竟然还要挟老板，直接被长公主带来的人丢了出去。是她哪来的勇气呀？真不明白作者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这品行竟然也能当女主，买卖不成还仁义在，她这直接要把人电仙了。若不是买主是长公主，说不定女主还真能硬抢。难怪三哥说看到她在那骂街了。没想到那女人这么不要脸，拼爹是吧？谁能拼得过我呀？你爹是丞相，我爹还是皇帝呢。我说啥了？兄妹俩的脑回路难得想到一起去了，一肚子愤慨。你们俩傻杵在这干嘛？七皇子迈着步子走来，颇有些土大款的气势。三皇子懒得搭理他。这个七弟从小就是个混不吝的角色，他不爱和这种人聊天。抱着石安，直接绕过这傻子。三哥，你这是何意？不想搭理我吗？是啊，就是不想搭理你啊。这个听信别人挑唆，就误会我母妃的傻小孩，谁想带你一起玩呢？又是这个臭丫头。不过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弟弟，刚才三哥没看见你，你有什么事吗？三哥年纪不大，眼神还不好使了，有时间弟弟和你去看个太医，拿些药好好养着。呵呵。三哥，快离这家伙远一点。怎么？这家伙上厕所不洗手。三皇子直接一个后仰，蹙起了眉头。谁没洗手了？只是今天出门急，没有用水冲而已，拿了帕子擦的可干净了。他5天不洗澡了。啊！我要疯了！我也要疯了。看向七皇子的眼神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写着，你不要过来呀。三皇子是个轻度洁癖症患者，但他感觉如果让他这七弟再靠近一点，他肯定直接病入膏肓。没味啊，没味道就不用洗，这小姑娘家怎么这么讲究？七弟，三哥确实有病，多谢关怀，我待会就去治病。你止步啊止步。他跑了几千米，跑出了御花园，才半扶着身子蹲在路边大喘气。不对呀，三哥跑啥呀？他又不知道七皇子不洗手还不洗澡，激动个什么劲？那个七哥，老子不太好，我作为兄长和他互骂太跌份了，三哥只能选择眼不见为净。小皇妹可别觉得我是怕了他啊。主子原本就不聪明，现在更傻了，竟然和个小婴儿说起话来了。好在石安被忽悠住了，主要是听见心声真是太离谱，他脑回路再大也想不到还能这么玩。是这样啊？是啊。那三哥，你人还怪好嘞，总算忽悠过去了。因为现场还在布置，他就先带着石安到附近的宫殿歇脚了。大哥，三弟，这就是我那柔弱但能自理的大皇子哥哥吗？只是目光悄无声息地落在了石安身上。柔弱但能自理，这是什么词？我这大皇子哥哥还真是温柔但不太聪明。大皇子差点维持不住脸部表情，他能确定说话的就是他这个小皇妹。温柔但不聪明。你老婆被人诬陷和别人偷情，被你当场撞破。你们从小青梅竹马，可你却怎么也不信她，甚至连解释都不听一句。她想自杀，你还拦着不让，让她嫁给你，只是从正妻变成了妾，糟践人也不是这么糟践的吧？渣男。对，渣男。青梅竹马，妻子那不就是太师的女儿上官子妍？妍儿是我最爱的女子，他怎么会不信她？还有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动我的人？离你们大婚还有好几个月，这事情就发生在你们大婚前1个月。大兄弟，你可长点心吧，派人保护好你老婆。好好的青梅竹马，甜宠文，硬是被你两眼成了孽文。观众的命不是命吗？老子不吃刀子，我要吃糖。大皇子被他盯得心虚，决定回去就派暗卫，时刻保护自己小青梅的安全。看来我也得派人保护未来的嫂嫂。毕竟我和大哥小时候关系还不错，总不能看着大哥没老婆还搞什么虐恋。大皇子被他骂得心虚，也不敢和他对视。明明还没发生，但是就是觉得石安说的可能是真的，毕竟没人会在心里骗人。说不定小皇妹真是上天派来守护我爱情的仙人。又来一个。石安的正骂得过瘾呢，就被站在外头的男子吸引住视线。这不是我那换一部剧妥妥男主的四皇子哥哥吗？凭什么我是柔弱不聪明，他是男主？为什么他是男主，我是舔狗？好好的听墙角，竟然听到自己是男主，就还挺兴奋的。
这四哥就是个瞎子男主啊！想到四哥和他妻子的相遇，都不得不说一句：真尼玛偶像剧！被追杀的少年遇见了小哑巴新娘，他救了他，细心照顾，百般维护，而少年却因为伤到了眼睛，从未见过他的真容。再次见面，他竟然把姑娘的恶毒姐姐错认成自己的爱人。呸！死渣男！大皇子和三皇子纷纷朝四皇子看去，眼里也露出了嫌弃。连自己老婆都认不出来，难怪叫做瞎子男主。眼睛不要可以捐了，挂在脸上充什么数？本来听墙角听得好好的，谁知道火烧到自己身上了。真是大皇子不听解释，聋子男主；四皇子眼盲心盲，瞎子男主。三皇子，算了，我三哥还没开窍，一家子凑不出个五官齐全的，难怪没老婆，就该你们没老婆。大皇子，四皇子，四弟来了，找个位置坐吧。哎，他俩一个聋，一个瞎，确实也是没啥好嫌弃对方。不珍惜，啧。兄弟，你这老婆真的不错。兄弟，你这老婆真的不错。咱们全家狗头挂城墙上的时候，是他散尽家财，收敛了你的尸体，给了你投胎的机会，你就长点良心吧。什么？石安丝毫没注意他的话，给几个哥哥带来了怎么样的心灵震撼。宫宴一开始，他就被顾泽抱走去找自己的老爹了。宝贝，一天不见了，有没有想父皇？不想，今天光顾着刷原著剧情了，没时间想起你。什么原著剧情？难不成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不知道的？中秋宫宴来的都是皇室宗亲，温贵妃看大家吃的差不多了，举起手中的酒杯朝皇帝敬酒。陛下，臣妾敬您一杯。贵妃辛苦了。他仰头喝下杯中的酒后，又走向贤妃。这次多亏了贤妃美眉，姐姐也敬你一杯。娘亲，不能喝，那是剧毒。他动用法术查看，才发现娘亲手中的酒有剧毒。贤妃听到女儿的声音，下意识停下手，手中的杯子不小心脱落，洒在了地上，地面瞬间发出被腐蚀的滋啦声。有人下毒，都给朕做回原位！谁敢乱跑，杀无赦！聪明啊，这样凶手才没机会逃跑。敢当着我的面下毒，好得很。娘亲别怕。妃，你有什么话说吗？皇上是怀疑臣妾，臣妾怎么可能会对贤妃美眉下手？这场宴会都是我举办的，若是出事，我难辞其咎。我就是再傻，也不会这么做啊！贤妃美眉，你要相信姐姐呀。是啊，你是不会这么做，你的好儿子就不一定了。要不是他天天给二皇子上眼药，那蠢货也不会选择这个场合对娘亲动手。我相信这件事不是贵妃姐姐做的，这种株连九族、天大的祸事，贵妃姐姐一定没这个胆子。求皇上查出幕后真凶，还臣妾一个公道。爱妃放心，查出来，朕一个都不会放过。哎，好可惜。石安很快查到做这事的人是一个小宫女，她从小爱慕二皇子，所以拼死也要帮他，绝不可能出卖他的。难怪二皇子敢光天化日之下做这种蠢事，原来是有人比他还蠢，真就不懂了，怎么有姑娘这么恋爱脑？男人嘛，长得一张帅脸，用来欣赏就可以了，为他去拼命，拼不了一点呢。爱情那么美好，沾了绝对美好，可惜了，啧。时间一点点过去，那个下毒的宫女很快就被抓了上来。谁让你下的毒？高皇帝，我是为了自己下毒的，没有人指使。666，奥斯卡差你一个影后啊！我要不要给你颁个奖？最强怨种还是最佳勇气？要不你选一个？你说出来，朕可以留你全尸。都说了无人指使，你个暴君听不懂人话吗？他眼睛隐晦地看了二皇子的位子一眼，灿然一笑。我就是看不惯你的暴虐，才要杀了你最宠爱的妃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你。说完，宫女直接咔嚓一声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了，血滋啦一声喷了一地板，人当场嗝屁就都救不过来。果然，爱情使人变态，为了不牵连二皇子，硬是把责任都引到自己身上，才自杀。看到宫女死了，二皇子松了一口气。温贵妃也松了一口气，这是儿子培养的棋子，不过还好，这女人蠢归蠢，还是爱着二皇子，这回皇帝怪不到我头上了。贵妃，你好像很高兴。
臣妾是惶恐。你是该惶恐。来人，把贵妃押回宫内，没收管理6宫的权力，禁足半年。龟僵住了神色，反应过来后，立马滚在地上哭着喊冤枉。看到娘亲受罚，二皇子也急着上前替母妃鸣不平，让这种别有二心的人来宴会上伺候，贵妃你就当真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有你娘的责任，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负责的，凭什么就怪我？皇帝看出他不服，丝毫不在意。不服吗？憋着。父皇，这事不怪母妃，难不成还怪朕？你母妃监管不当，难辞其咎。万一那毒酒是给朕喝的，你难不成要跪在朕尸体面前说一句不怪你母妃？这你眼里就只有你母妃，毫无我这个君父。这等不忠不孝的蠢货，把他拉出去，别脏了朕的眼睛。父皇怎么能这么说？不忠不孝，这4个字足以断了我继位的可能。哇哦，老爹这嘎嘎乱杀，对得漂亮！滚回去！此事是臣妾一人的错，臣妾甘愿受罚。二皇子一时糊涂，请陛下不要生他的气。二皇子后知后觉地跪下请罪，皇帝却看都不看他们母子，抱着石安就溜了。二皇子跌坐在地上，满脸的寒意。三皇子看到他眼里的怨毒，心里一咯噔，这家伙不会记恨上小皇妹和贤妃娘娘了吧？从小看着就是只小毒蛇，长大了更可怕。爱妃受惊了，这件事朕会给你一个交代。陛下，现在动手会不会打草惊蛇？你放心，朕心中有数。今日之事，贵妃本就难辞其咎，就算朕发难，贵妃一家也只会觉得朕是偏宠你，而故意训斥二皇子，还是用那样的罪名。想来贵妃母家听了今日的消息，必然会坐不住。他们这一派和谐温府的气氛却降至了冰点。温成马上命人去请二皇子。二皇子，您想要那个位置吗？二皇子脸上爬了一层冷汗，抬头震惊地看向他。温成缓声讲了自己的计划。皇宫内，石安睡了个饱觉，连他爹娘什么时候起床的都不知道。顾泽正好从御书房内回来，一眼就看见石安挥动着小手臂，在那无聊的吐泡泡。石安被温柔地抱了起来，落进顾泽香香的怀抱内。他抱着石安在宫门口晃了晃，才准备送他回房间，迎面便撞上了一个男子。怎么回事？你不长眼睛啊？又是你，敢这么跟男主说话，你不要命了？七殿下安，把我皇妹给我！我不要，你个不洗澡的脏小孩！你别靠近我！特地洗了个澡，又擦了香才过来的好吗？谁脏了？这不识好歹的臭小孩！七皇子气呼呼地看着他，直接上手抢了过来。贤妃娘娘，七皇子来了。七皇子，进来吧。贤妃娘娘安。七皇子，今日怎么有时间过来？我今日来看看小皇妹，也来给您请个安。你有心了。哎呀，你俩是真别扭，一句话能把天聊死，难怪这么容易被人挑拨。挑拨？当年七皇子突然跟我闹翻，我费心维系，却被七皇子视作惺惺作态，最后无奈只得求陛下放七皇子出宫。没想到竟是有奸人挑拨吗？若不是当年贵妃和德妃联手收买了司琴和七皇子身边的小太监，说我娘亲别有用心，娘亲和七皇子也不会闹掰，变成今天这样。没想到这都是有人故意设计的吗？如果是真的，我真的误会了贤母妃。贤母妃，您身边那个叫司琴的丫鬟呢？怎么不见她？那个丫鬟被德妃收买，我把她打发到了慎刑司。你怎么突然问起她了？果然如此。对啊，怎么突然提起她了？之前那人总是在儿臣面前晃荡，今日来不见他，才开口一问。贤妃也没深究，心中也有了猜想，温和地看着他。你一个人在府邸，如果有什么欠缺，可以派人来和我说。多谢母妃关怀。不是说闹得很僵吗？这看起来也不像啊，怎么感觉像是一家人一样？不是吧，这个脏兮兮不爱洗澡的哥哥，我是真嫌弃呀。好想控诉，我有洗澡，昨天刚洗的澡。为了不让石安嫌弃我，我决定了，以后每天都要洗澡。七皇子落荒而逃，石安重新被贤妃抱进怀里。希望我猜测的是真的，七皇子能听见石安的心声，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还能得到修复。娘亲也很想跟七皇子修复关系吧，否则也不会听到七皇子唤他母妃，表情就变了。既然娘亲喜欢，那我就得帮娘亲的忙，大不了等我长大一点，直接杀到七皇子府邸，揭露那个小太监的真面目。
皇子府内，七皇子一回宫，就命人去搜查了小李子的房间。听说七皇子从贤妃处回来，小李子赶紧求见。七皇子的看着手中的东西，眼底的暖意一点点散去。让他进来。请主子安。谁准许你起来了？主子息怒，是奴才见您太激动了，一时失了规矩。呵呵，真是个好借口。若是之前，恐怕还真会被他骗过去。现在，你来做什么？主子，我听说您去了永寿宫，担心那个女人对您不利，特地来看您。是吗？你还真是忠心耿耿啊！这都是奴才应该做的。应该做你的大头鬼！七皇子怒气上涌，抬着脚对准那狗奴才就是一顿乱踹。主子，是谁惹您不悦了？奴才啊！10几年了，也把你当心腹培养，你倒好吃里扒外，联合贵妃算计爷，狗奴才！不到半刻钟，他就把人打成了猪头。七皇子越想越气，把捆成了粽子关起来。他要去告状。该死的贵妃，算计人算计到我头上，这口气我要是忍了，京城第一纨绔的名号不要也罢。七皇子火急火燎的入宫。七皇子是个暴脾气，呱呱一顿骂，直接问候贵妃祖宗18代。就这张嘴，将来要是有什么两国谈判，派他上啊，敌国绝对一丝一毫便宜都占不了。第一次被妹妹夸耶，好自豪。朕知道了，这是朕会去找贵妃讨个说法。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要是现在，我马上能战斗。你这驴脾气，朕自有打算，你先回去等着。父皇，你是不是故意包庇贵妃，所以才用这话搪塞而成？您就只爱美人，不爱儿子，呜呜呜！牛逼呀，我的哥！哥就是这厉害！滚滚滚！朕会给你一个交代，别处在这碍眼了。父皇果然是老糊涂了，爱上那种女人，什么眼神啊？不会读书就算了，数你戏最多。这儿子是天生来讨债的吗？爹，你还是要小心点，远离贵妃保平安。你要是真的眼下爱上贵妃，我还是抓紧跑路吧。咱们一家人总得活几个吧，不然清明烧纸都凑不够人头。小混蛋！最近皇宫内的守卫换了一拨人，人脸都是新的。史安被抱着到处晃悠，自然能察觉到问题。这件事有关国运，他也是算了许久，才发现贵妃一家人的阴谋。阿巴阿巴的喊了半天，我爹是一点不听啊。为了让皇帝警醒，他特地耗用灵气，给他爹来了个托梦服务，装成了他太爷。胡子拉碴的小老头佝偻着薄瘦的背脊，对着皇帝一阵咆哮，差点没把皇帝魂魄给吓飞了。要不是在梦里也能听见石安的心声，皇帝可能当场就去见太爷了。醒来的他二话不说，拉开石安的襁褓，对着他的屁股一阵胖揍。混蛋老爹，我再管你就是狗！家都被偷了，你还无动于衷？咬也咬了，梦也脱了，这家伙是油盐不进呢。大不了皇宫被攻陷，都别活。梦里被太爷一巴掌抽醒的滋味，这辈子是不想尝试第二次了。天知道，我都准备跪下了，就听见太爷心里发出一声童音，差点没直接把我吓醒。贤妃听到父女俩的心声，好险没有笑成麻花。有意思，一家子大聪明，我算是有幸能遇见了。贤妃心情不错，不仅父女俩给她带来欢乐，七皇子也和她重归于好。现在母女三人时常见面，因为同一战线，石安和七皇子相处的和谐多了。两人时常一起骂老爹眼瞎，听得贤妃乐不可支，听得皇帝怒不可遏。一家子讨债人，朕快要被气死了。我这兢兢业业的都是为了谁啊？一番谋划不都是为了给孩子们一个稳定的江山？这些小屁孩也就出生在好年头了，要是赶上我爹的年代，管他3721，把江山搞得那叫一个满目疮痍。他一气之下决定把石安抱到了养心殿。我的娘，我的亲娘哎，我不想离开你。皇上，您带小公主去吧，注意保护好她。他和皇帝对了个眼神，知道大概这几日就要收网了。作为母亲，她不想女儿去冒险，可作为将军之女，她是想女儿去见一见大场面，锻炼一番心性。爱妃放心，我会照顾好石安，你等着我们父女凯旋而归吧。爹呀，你今晚就要嘎了，我却救不了你。朕险些就要告诉她真相了，但想到这臭丫头这些天在心里编排我又不想说了。谁让她骂她英明神武的亲爹？我就要变成亡国公主了，之后还怎么坐拥金银珠宝、俊男靓女呀？呜！就知道她憋不出好屁。算了，虽然你不听劝，但你好歹是亲生的呀。
待会那贼人要拿剑把你砍成蚯蚓的时候，我会给你贴一张瞬移符，到时候你就能逃出去了。就是娘亲那边怎么办？等臭爹逃出去了，再派人回来就……不行，爹这么蠢，万一赢不了咋整？还是先动用法术把娘亲救出来得了。虽然一家子得先隐姓埋名，但以我的能耐，过个10几年，杀了谋朝篡位的逆党，让我爹兵临城下，王者归来，也不是什么难事。虽然说隐姓埋名有点痛苦，但爹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原来这就是亲人吗？哇呜，闺女真好，有闺女的老爹像个宝。他正想开口，门外突然传来几声倒地的声响，一根细长的管子从窗外刺进来，浓烟跟不要钱似的往里挤。石安正想挥手挡住，皇帝就拿着帕子堵在他的小鼻子处，那刺鼻的味道瞬间被隔挡开来。石安看他这副架势，瞬间就明白了，合着他什么都知道啊，真是白操心了。女俩表情一致，屏住呼吸，躲在那里看来人。先是有一道试探的声音响起，看房内无反应，一个熟悉的身影破门而入。哈哈哈哈哈哈！狗皇帝，你总算是落到了我的手上。他一剑刺向床榻，床内传来了血肉穿刺的声音。他笑得更加猖狂了。谋划数月，总算是把人手安插到宫里。今夜过后，江山就要改姓了。哈哈哈哈哈！狗皇帝，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也让你能更好的去见你家的列祖列宗。你人还乖好嘞。很快他反应过来，我有法术，为何要等啊？直接吃瓜。什么东西啊？你还是自己听吧。你倒是说呀。二皇子是我的种，你个绿帽男，替我养了10几年的儿子，哈哈哈哈。一想到皇帝在朝堂上把他训得跟狗一样，却要养他的儿子，温成就兴奋得不得了。嘎吱，是拳头捏到爆的声音。皇帝不可置信地看着温成，又看了一眼石安。看我干嘛？不是我给你戴的绿帽啊，我没这功能啊。废话，我知道。他说的确实没错，孩子虽然不是你的，但老婆是你的，大丈夫何患无妻？你看开点。这特么都什么跟什么？我也第一天知道贵妃一家有多混乱。贵妃是温老太爷和外面的妓女生的女儿，但她和温成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温老夫人嫁给温老太爷后，要求她此生不能纳妾，温老太爷表面答应，背地却去找了女人。温老夫人也不是个吃素的，你敢偷人，我凭什么替你守节？一气之下去找了个小官，发现怀孕后，果断把温老太爷抓回来，拉着他一顿嘿咻嘿咻。然后温老太爷就喜当爹了。温老夫人很早就告诉了儿子这件事，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去勾引那个妓女的儿子，让那个妓女一家遭到报应。皇帝他一脚踹翻了屏风，露出了身子。你竟然还活着！一脚踹翻了他的剑，一个翻身把他踢倒在地，帅得爆表。随后一声暗哨，外面蹲守的人马上杀了进来，连带着刚才那倒地的2人也爬了起来。哈哈哈哈！原来都是你的阴谋，你好毒的心机！若不是你有心谋反，朕又怎么能抓到你呢？朕还要感谢你刚才对朕的一番肺腑之言，朕一定会好好回报你的。你想干什么？那些都是我胡诌的，那不是真的。二皇子是你的亲生儿子，你不能无。侍卫们眼观鼻，鼻观心，装作没听见。他们一个个武功高强，多少听到了一点声音。现在只恨不得装聋子瞎子，皇室的秘密他们听不了一点。脑瓜子哇哇疼，反派死于话多，世人诚不欺我，你自己死就算了，还非得带上老婆孩子，怎么非得一家子整整齐齐吗？把他拖出去。温成带来的人在一瞬之间全部被抓捕，他们本来还在洋洋得意，畅想着从龙之功，结果刚嘚瑟了2秒，就被皇帝的人按在了地上。只有一个人侥幸逃脱，跑去给二皇子报信。二皇子惊得差点坐不住，赶紧把所有证据都烧得一干二净。这事本就与我无关，都是舅舅，不都是那逆臣一人所为。金銮殿怎么又来了？不是，怎么感觉爹的心情不咋地呀？不是都抓到叛贼了吗？是啊，都抓到叛贼了，竟然还有人要求朕放过贵妃和二皇子。陛下，虽然温家要杀您，但是您不能杀他们呀。你没事吧？臣的意思是，您可以诛杀反贼，但不能株连九族。二皇子是您的儿子，贵妃是你的妾室，若是要算上九族，岂不是您也得被牵连？放肆！放你娘的狗屁！那是朕的儿子吗？你就往朕头上扣帽子。但是我又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贵妃私通，还是跟他名义上的亲哥，他们可以不要脸。
但我这个皇帝还是得要点脸的。陛下，臣都是为了您考虑，还请您三思。别磕，地板会破，青玉地砖啊，磕破了你赔得起吗？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绿帽子不戴在你头上，刀不架你脖子上，你当然可以慷他人之慨。有本事你替朕去死啊！你替朕死，朕就信你。说的这么真诚，我还以为你真心实意呢。这人就是温老太爷的表情，要真论九族，他也得被宰，难怪磕的真情实感，这再不真诚一点，脑袋都没了。啊，这合着你的命是命，朕的命就不是命了。他很想给下面的蠢货一个大嘴巴子，但自古御史一家亲，至少在对皇上这件事上，他们是绝对的统一战线。几个御史齐齐下跪，磕头的频率都极其一致。皇上三思啊！老爹别气，转机就要来了。还有什么转机是朕不知道的？张公公此时行色匆匆地走来，弯着身子在皇帝耳边低语了几句，他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传。不多时，一个宫女便捧着一沓书信走了进来。陶信，你可有话要说？这是贵妃和温大人谋反的证据。奴婢在贵妃身边多年，贵妃虽然谨慎，但奴婢还是发现了不对。昨夜趁混乱，才得以有机会偷了这些书信来给陛下。皇帝大手一挥，让他起身，直接起身走到台上，啪的一声把那沓子罪状甩在几个御史面前。爽！早看这几个老古板不痛快了。要不是历朝历代有不能杀谏官的传统，他早就砍瓜切菜，切下这几个老头的脑袋泡酒了。程御史现在还敢说贵妃母子无辜吗？朕可以不杀贵妃的九族，但贵妃得死。二皇子废除皇子称号，贬为庶民，终身幽禁养蜂家道。据朕所知，御史你好像跟贵妃一家颇有关系，你要是真舍不得，可以陪他们一起。此话一出，程御史浑身冒汗，张了张唇，不敢多言。若不是这奴婢，我就能拿到二皇子承诺的金银财帛，容养归乡了。都是这个贱人多事呀！这个婢女身为贵妃的人，却背叛主人。依照我朝律法，就算是揭露贵妃罪状有功，她也该死。还请陛下赐死。赐死你妹呀！你全家被赐死要不要？来，是不是没睡醒？姑奶奶，我撒泡尿滋醒你。喝几杯呀？醉成这鸟样。最近跟七哥待久了，我骂人的技巧逐渐提高，现在舌战群儒不是问题，关键是开不了口啊，只能看着这老登害人。陶兴闭上眼眸，他今日赶来就已经是做好必死的准备了。他知道背叛主子在律例中是死罪，所以他毫无畏惧。陛下，奴婢死不足惜，只求陛下放过贵妃宫中的奴才，他们毫不知情，不应该被牵连。奴婢只有这一个心愿，求陛下成全。皇帝让张公公扶起陶兴，温和转身看向程御史，哐当就是当胸一脚。老不要脸的东西，朕给你3分薄面，你还开染房了？你算是个什么东西？老子今天就是拼着死后的名声不要，也得打死你！陛下息怒啊！众人纷纷上前阻拦，林承许见势不妙，赶紧冲到了最前面，一边说着陛下小心，一边把拦着皇帝的人推开。陛下息怒。他假装劝诫，实则猛地一脚踹向了御史的腰窝。这陶信能为了宫女太监们做到这个份上，不惜自己的性命，在他这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是个奇女子。程御史，您没事吧？一边瞄准了他的脸，就是一脚，一脚直接干在程御史脑门上，差点把人踹晕。你，对不起老御史，我不是故意的。林承许边道歉，又是一脚。石安看得小嘴长大，皇帝也用眼角瞥了他一眼。行啊，有点我的风范了，不愧是我看中的人才。最后一阵混乱，还是以程御史被打晕，皇帝厚赏了陶信为结局。这律例是我祖宗定的，他祖宗是皇帝，我也是皇帝，四舍五入就是我定的。想要谁活，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哼，爹爹真棒，有我的风范了。皇帝这边的旨意刚下达，就有太监火急火燎地捧着东西赶往贵妃的宫殿内。内务府管事太监亲自捧着白绫、毒酒、匕首走进了贵妃的宫殿。娘娘，选一种吧。一个阉人也有资格决定本宫的生死。是陛下亲自下旨，娘娘赐死，二皇子贬为庶民，终身幽禁。可能二皇子是陛下的亲生儿子，陛下怎么能这么对他？为了那把龙椅，就算是亲爹都能眉头不眨一下的杀了，何况是一个庶子？娘娘，奴才劝您体面一些，自行了断吧。滚出去！本宫要见皇上，本宫要见皇上啊！公公顺了顺眉毛，手指一挥，你们要干什么？小凳子送贵妃。一声嗓音落下，
仿佛黄鹂啼叫，清脆嘹亮。下人们路过那处宫殿，被里面仿若厉鬼的惨叫给惊了一下。好在这声音不长，只片刻就停了。这贵妃真是可怜，前一日还高高在上，如今就变成了一缕幽魂。可怜，您若是在她身边当过差，便是再说不出这样的话。贵妃一事落下了帷幕，宫里太平了几日。石安每日吃吃喝喝，上班，日子过得极其充实。老太婆的裹脚布，你是又臭又长，一件小事，前面铺垫几万字，你给我在这水文呢。还有这本问什么狗屁不好，问我爹吃了吗？睡了吗？睡得好吗？你是大臣不是妃子，他睡得好不好干你屁事？你是能让他……哎，这可不能瞎说。乖宝，是不是嫌弃这些人字太难看了？没事，爹待会就下旨让他们临摹字帖100遍。到底是皇帝批奏折还是小公主批奏折？怎么感觉他们现在身份对调了？我咋越看越迷茫？不过他还真没猜错，现在批奏折的就是石安，重要的事情他一眼就能发现，而且还赠送解决办法。这就不是字难不难看的事，要天天让他们这么写下去，得多出多少工作量，我爹都能少活几年。有道理，我能少活吗？那必然是不行，那就只能让那群蠢蛋改变了。张公公吩咐下去，以后传递上来的奏折必须简洁明了，谁敢水文字，直接扒了他的裤衩，扔到金銮殿外杖责30。啊，这不太好吧？那群大臣自诩文人骚客，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这要是大庭广众被扒了裤子，那还不得当众自枪，羞愤欲死？愣什么？照朕的吩咐做。不愧是我爹，那叫一个雷厉风行，言出法随。这样一来，那些阿谀奉承的、溜须拍马的、没事找事的，肯定都不敢乱来了。文人墨客是会为了名誉自戕，但是大臣，呵呵，得到了荣华富贵，一个个比谁都要怕死，舍得死才怪了。10几年能出一个都算是稀罕宝贝了。再说，真的这么有骨气的人，能做出水文章拍马屁的事？要不说张公公还是高估那群大臣了。皇帝边抱着石安，边在那羞羞的批改奏折。又是这个成语使，咋了？又错过啥了？这个小人竟然骂朕！石安把眼睛拉长，视线落到奏折上，只见洋洋洒洒几千字，中心思想就是皇帝你儿子太少，是不是身体不行？要保养身体，但也要多那几个妃子，为皇家开枝散叶，否则就是不忠不孝。被差被他戳着脊梁骨骂了，这口气皇帝能忍？皇帝能忍，石安都忍不了。爹你别生气，等我长大了，我就去查他。这个小人自己立身不正，喜欢扮老徐娘，为了女人谋害朋友，呸！这种不要脸的事，那是多说一个字都嫌脏。要不是人小，高低得揭穿他。曹老不要脸的东西，满口的仁义道德、3纲5常，竟然私下做出这种事，要是不查出来，为民除害，我这个皇帝就别做了。那什么鸟玉石，肯定是因为皇帝爹在朝堂上骂了他一顿，又揍了他一次，才怀恨在心，写个折子来恶心人。我爹能不能生几个，跟他有什么关系？又不跟他生。第2日，贤母妃，小七怎么跑得满头大汗的？母妃，我昨夜洗了澡，现在可以抱妹妹了吗？妹妹要不要出宫去玩？可以吗？石安还小，她出宫能做什么？我可以带妹妹去城南小吃街吃新鲜的牛肉饼、灌汤包，还有虾饺。别说了，我好馋。是她吃还是你想吃啊？母妃，娘亲，去吧去吧，注意安全。好嘞，母妃，回来给你带好吃的。要是不好吃，你抽了我几两骨。这个脾气是真暴躁，我这跟上去也是为民除害，保护百姓。一路上压根没有不长眼的来招惹，就他那副张扬的模样，出门在外，谁敢冒犯啊？他走了几步，肩膀突然一沉，怀里突然多出一只手。小人啊，三哥你怎么还抢孩子呢？你怎么把妹妹带出来了？不怕被父皇打烂屁股？我可是得了母妃同意的。之前不是还闹得很僵吗？现在竟然叫得这么甜。早知道当年就让贤妃娘娘收养我了，现在也能抱着宝贝妹妹出来玩。三哥，你快还给我！别这么小气，你都抱多长时间了？我也要。两人一边追一边抢，怀抱里的石安。六，能不能先把我放下？我晕了。这边离我的一处府邸很近，我带你们去逛逛。
府邸而已，说的谁没有事的？我想去。好吧。因为离得也不远，三人徒步慢慢走了回去。一座府邸门口，30-40岁的妇人站在门口，那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还时不时往府里眺望。看到小姑娘走出来，怒喝一声：“你个小贱蹄子！我说怎么几个月不见踪影，原来是跑到有钱人家来卖身了。”慕华正准备出门采买，就看到那熟悉的身影，吓得往后退了几步。大家快来看啊！还是没能逃过吗？妇女的大嗓门很快就吸引了一堆街坊邻居来看。怎么回事？那不是慕华吗？她是这宅子的管事丫头，怎么被抓着了？娘，您先松开。还知道叫我一声娘呢？大家快来看，这个不安分的贱蹄子，家里给安排了一门好亲事，他非不听，要跟人无媒苟合呀，跑到大户人家做个小妾。我就是这么教你的吗？娘，我没有，我是在这家做工，没有不正经的关系，我不想嫁人。呸！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容不得你说不嫁。跟我走。妇人见他不愿意，便压低声音，恶狠狠道：“你要是不肯跟我走，我就把你扒光了。到时候这么多人看了你身子，我看你还有没有脸活着？”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明明之前都不是这样的。看他失神，妇人拽着他的衣领，就要把他拖进马车。住手！漂亮姐姐，你没事吧？原来是拼夫回来了，大家快来看看，就是这个小白脸拐走了我姑娘，真是不要脸！老太婆，你胡说八道什么？娘，你不要乱说，我们之间清清白白，你别污蔑公子的清誉。这么护着这贱人，还说没什么，真当别人是傻子啊？管他是谁，你个小蹄子，今天必须跟我走！你什么东西？我府里的丫头，也是你说带走就能带走的。我是这丫头的娘，你说我有没有资格带走她？娘，一个后娘而已，恶毒继母也敢自称娘，也不怕人家娘半夜趴你窗户前讨债？看你这一副模样，怕不是个后娘吧？谁家亲娘会一口一个贱人骂自己女儿啊？说的有道理。这母女俩长得也不像啊，说不定真是后妈。是啊，看她那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就不像亲生母亲。跟你有什么关系？就算是后娘，我也是这个贱丫头的母亲，我的话就是天。啊呸！你个毒妇！你装了几年好母亲，借机把人家老爹毒杀了，现在又想来卖他的女儿。什么？两个哥哥都懵了，竟然还有这种恶毒的女子，那更不能让他把这姑娘带回家了。那还有命活吗？等等，干什么？你再拦着我，可别怪我报官抓你。带她走可以，先把钱给我结算一下。什么钱？当然是我舅慕华姑娘花的钱了。我也不算你多，就给我100两吧，省得你说我讹人。100两？这贱人哪里值100两？你分明是在讹人。你要是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我可以找城里的大夫作证，当时为了救慕华姑娘，花的可不止这个钱，所以她才要留在我府里帮忙做工还债。既然你是她亲娘，你就帮她把钱还了吧。就是，刚才不是说是亲娘吗？这子债母偿，拿钱吧。是啊，给钱，不能看人家有钱你就赖账吧。你们给我等着！说完，他爬上马车就跑了，看得人嘘声一片。风里雨里，老娘等你。三皇子招呼弟弟妹妹走进房间，慕华也一脸感激地跟在他们身后。怎么有这种恶婆娘，舍得这么对待小仙女？姐姐这样真是我见犹怜。快别哭了，躲我怀里来。轻浮，太轻浮。想到刚才他骂人的顺溜劲，七皇子又感觉很骄傲。不愧是我妹妹，就是有我的风范。难不成是和老七待久了？最近妹妹骂人的词汇量更加多了。公子，对不起，是我连累了您。说什么连累不连累？开玩笑，那老钱婆能拿我怎么样？三哥竟然没告诉这个姐姐她的身份吗？还玩这种富家少爷隐藏身份、追求女子的戏码？公子，我爹爹之前是进士，继母是他同僚介绍给他认识的，家里好似颇有些关系，我怕他会对你们不利。这话一出，在场3个差点都笑了。姐姐，你要是这么说，那我们可就不怕了。要是拼智商、拼情商，我2个哥哥说不定会输。拼关系，暂时还没见到对手。你放心，我不怕。慕华求公子帮一个忙，只要能把这些东西交上去，那我就算被绑回家也甘愿了。他举起手中的书稿，这是父亲用1辈子时间翻译出来的外邦文字，后来他重病无力翻译，便命我继续翻译。我本想将他的心血交给继母，让他送到朝廷，可是父亲临死前让我小心他，我只能带着这些东西东躲西藏。
我看3位并非普通人，可否请您们帮忙上交这些文稿？哇塞，这姑娘的亲爹是个人物，第一次考试就考到了进士。可惜因为家里没关系，一直都没混到个多高的官位。但她的才能确实够强，她一人翻译的文字顶得上礼部10个官员翻译的内容了。这姑娘本身也是个天才，非常擅长翻译，要是能被朝廷收编就好了。是公子们为难，可否帮我藏着这些手稿，也算是让他们能有重见天日的机会。木华，你放心，这是包在我们身上。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这个忙。漂亮姐姐抱抱。我可以抱抱他吗？要是我能说话就好了，可以告诉姐姐，她爹爹是被坏女人害死的，她也不用认贼作母，还被威胁了。小家伙，你怎么了？我帮你看看。哎呀，要换个尿片了。你们可有带小孩子替换的尿片？你带妹妹出来，怎么能不带尿片呢？我忘了，你等我一下。他哐哐跑去翻包裹，果然找到了尿片。这个你们会换吗？他拿着尿片，非常的尴尬。我只会揍人、骂人，给小孩换尿片有点超纲了。算了，早知道七哥不靠谱了。同意和他出来，我都做好不拘小节的准备了。要不我来？谢谢姑娘。好尴尬，大美人帮我换，这怎么好意思？这孩子能听懂我的意思，这是巧合吧？等他们收拾好了，3皇子和7皇子都陷入了沉思。妹妹是仙女，她说的肯定是真的。那老妖婆一定是杀了木华姑娘的父亲。现在比较麻烦的点是，我们怎么说才不会显得那么突兀？木华姑娘，能不能和我讲一讲你家的事？我看刚才那女子似乎有一点奇怪啊。犹豫了一会，才听她讲述起家中的事。开始后娘对我们父女俩还算好，关怀备至的，可后来突然变了。可能是因为爹爹生病，后娘要操持家务，又要照顾病人，才会变得如此。漂亮姐姐，你爹的病就是他害的，给夫君下药，让他病死，拿了他的抚恤金，还泡着野男人，哔。这男人的结局跟我爹比起来都不遑多让啊。2个哥哥不着痕迹地看了他一眼，心里替父皇点1炷香。收回视线的时候，2人的目光终于交织在一起。突然明白了什么。你能听到？你也能听到。2眼懵逼，又看到了对方肯定的点头，瞬间惊掉了下巴。原来他们不是唯一。木华姑娘，有没有可能你爹就是那个女人害的？盲生，你发现了滑点。为何会这么说？3皇子趁热打铁，跟他分析起来。越分析，木华的脸色越白。难怪爹爹会偷偷把我叫到身边，让我提防那个女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一切就解释得通了。可是现在一切都是猜测，没有证据，要如何替父亲报仇？那个恶婆娘害人的证据确实被毁得一干二净了。现在只有那一个办法了。什么？那一头回到家里的妇人。娘，你找到大姐了吗？找到了，她不肯回来，果然是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贱货，养不熟的白眼狼。若是她不回来，我哪来的钱娶媳妇？娘，您一定得把她抓回来。小翠那还等着我的100两黄金做聘礼呢，没有她，儿子娶不着媳妇。你也是个蠢货，那个小骚蹄子哪里值100两，还是黄金？我不管，我就要小翠。娘，要是娶不到小翠，我宁愿一辈子不娶。行，滚出去吧，老娘我会想办法的。得到想要的答案，木格很快就走了。刚到门口，他脑门就重重挨了一下，整个人瞬间昏了过去。夜幕很快降临，风把烛火吹得忽明忽暗。屋内的刘氏还不知道儿子的情况，他很快就睡着了。夜半，他被一股邪风吹醒，看到窗子被吹开，啐骂了一声，打算起身去关窗。刚走到窗边，一个白色的身影咻地从他眼前晃过，他吓得砰的一声关上了窗，颤颤巍巍的要往床上跑，一个不小心，整个人被绊了一下，重重摔在了地上。你个蠢货，怎么会在老娘的房间？娘，我怎么会在这？莫不是夜游症犯了？赶紧滚回去！正要起身，不知是看到了什么，忽然尖叫了一声，指着刘氏身后大喊：娘，有！刘氏给了他一巴掌。出息，吓成这副鬼样子，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鬼呀！他一转身，呼吸差点被吓停，母子俩紧紧抱作一团，惊恐地瞪大双眼。那个鬼正飘在半空中，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们。他2只眼睛瞪得很大，血红的眼泪从眼眶里不停地流出，苍白的嘴角挂着一丝绿色的液体，整个人冒着寒气。穆刘氏，你这个毒妇，
竟然敢下毒害我！像你这种不洁不善的女人，就该跟我一起下阴曹地府。爹啊，是我娘杀的你，你要报仇就招他吧，跟我可没有关系啊！你杀了他就放过儿子吧。真是大孝子啊！相公，你要锁就锁我儿子的命，不要来锁我的命。母债子偿，你要杀就杀他，不要杀我。你个老太婆，都半截子入土了，还跟我抢什么活路？你个没良心的畜生啊！早知如此，老娘当初就该让你死在娘胎里。刘氏，你杀了我，我今天要带你一起下地府。相公，一日夫妻百日恩啊，您不要杀我好不好？我一定会天天在家给你念经超度，让你下辈子平安顺遂，求你饶了我。别跟我说下辈子，我要你现在就付出代价。外面的寒风吹得更加冷冽，更有厉鬼索命的感觉。石安双手拼命扇着，实则用灵气渲染恐怖的气氛。相公，您说您要我做什么？只要不杀我，要我做什么都行。鬼见他终于上道，挥手将一张纸扔在他面前。这是你的罪状，在上面签字画押，我才能转世投胎。刘氏的害怕的汗毛直竖，他不想签啊，不然死了以后他就要进18层地狱了。鬼仿佛没了耐心，大吼一声，一张鬼脸刷的出现在他面前。别杀我，我签。太好了，三哥演技真棒，漂亮姐姐，我们很快就能替你爹爹报仇了。后屋内瞬间灯火通明，一个贴着胡子的老男人从宅子外面闯入，身后还跟着一堆人。不好，那拼夫来了！来人，把这个装神弄鬼的家伙抓起来！玉娘，你没事吧？死鬼，你怎么才来呀？被押到两人面前，三皇子才发现了哪里不对劲。是他。玉娘，本来今日是你我见面的时候，我在家等你，却始终没看到你，这才带护卫来一看，这种装神弄鬼的东西，给我杀了！我和玉娘的事绝对不能暴露，这人必须死！你敢！眼见着刀子要砍向三哥脖子，他一着急，用法术震断了刀子。他和七皇子的位置也因此暴露了。妹妹不怕，哥哥在呢。哥呀，你也甭怕，大不了我直接开大，都别活。还有同党，一并杀了！草菅人命，滥杀无辜，你就不怕死吗？只要你们死了，不就没人知道我杀人了？杀了他们，装神弄鬼戏弄老娘，我要他们死！银白的刀子在月光下更显得冰冷彻骨。男人抽过刀子就要砍他们，只听一声脆响，刀子被断成了3半。哪来的狗贼？我御史大人，你是在骂朕吗？爹爹，陛下。刘氏也被吓了一跳，跟着他重重地跪在地上。御史大人，你这是要做什么？陛下，是这几个人嫌装神弄鬼，臣只是把他们捉拿归案而已。哦，朕的儿子，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御史管教了？什么？程御史脊背发寒，他颤抖地转身去看，就看一只低着头的男子露出了他的脸。七皇子，你好啊，程御史，第一次见到敢把自己绑起来的人。程御史，多谢款待。还不把小公主给朕抱过来？完了，绑了皇帝的2个儿子，还有他最宠爱的女儿，我的政治生涯算是彻底做到头了，甚至连命都到了头。程御史两眼一闭，昏死了过去。那女人一看这个情况，直接被吓疯了。皇帝一家看都没看他一眼，通通抓了起来。企图谋杀皇子公主，就光这一条，足够这些人祖宗18代替他们捏一把冷汗了。跟着皇帝回到御书房。这主意虽然是我想出来的，但是七哥也想到了。他就像我肚子里的蛔虫，我才刚说，他就马上想到了。要不是那老东西不讲武德，差一点我们就可以自己拿到证据，送他入大牢。妹啊，你要不还是不说了，我怎么感觉脊背发凉嘞？你还挺骄傲，我要是再晚一步到，你小脑袋就搬家了。既然没说我就老实做个背景板吧，尽量降低存在感。爹呀，你别生气呀，我这不是发现那个老女人偷情对象是程御史吗？想着让他签字画押，可以牵扯出程御史，这样也是给您报仇了吗？您别生气了好不好？臭小孩，知不知道你出门一趟，爹爹有多担心？你要是不回来，今天我和你娘哪里能睡得着？老七，你真是干得漂亮啊！父皇，把妹妹带出去，夜半不归家也就算了，竟然连报信都没有。我看你小子是想登天吧？七哥勇敢飞，伤痛你自己背。不过这件事，朕就不收拾你了。贤妃已经准备好竹条，在宫里等着你了。好孩子，去尝尝你母亲悉心为你准备的大餐吧。救命！谁能来救救我？父皇，我是您亲生的呀。儿子，你放心，
如果你不想吃你娘的竹条，爹可以帮你，爹可以先赏你一顿大嘴巴子，你觉得怎么样呢？不怎么样。父皇儿臣告退。三哥，对不起，我还说不了话，否则我一定不会让你受罚。如果父皇一定要揍你，我就哭的让他没法动手。你放心，你的屁股我来守护。好感动，妹妹既然这么想着他。妹妹都没说过帮老七受罚，但现在既然想帮他扛，这是什么天使宝贝啊？父皇，都是儿臣的错，您要罚就罚儿臣吧。今天这事，若不是我带的头，妹妹他们也不会认识木华，更不会为了抓人差点受伤，追根究底是我开的头。当然是你的错，所以朕亲自收拾你。不要啊，我可爱的小狗三哥，他还是个孩子啊，爹爹怎么能这样对他？来人，把公主抱回贤妃处。不，父皇，你想对三哥做什么？放开我，我要救我哥。哥哥呀，你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朕是会吃人吗？好感动，原来我在妹妹心中这么重要。老三，你们救的那个女子呢？你把她安排到哪了？父皇，您说的是木华吗？皇帝嗯了一声。我们两个大男人出门，不好带一个女孩，我就把她送到了我的皇子府了。明把她送进宫里来。啊，父皇，您怎么能这样？她才几岁，父皇您怎么忍心？什么跟什么？朕是想请她帮忙，她不是会翻译吗？正好林大学士需要，你想到哪里去了？哦，翻译啊，不是跟她生孩子就行。父皇，您怎么知道我们救了人？兔崽子，听你妹的心声，听得还开心吗？啊！这边父子俩一阵输出，那边母子俩鸡飞狗跳。贤妃举着竹条，边追边打。母妃，我错了，您别打了好不好？你个混小子，没带你妹妹回来就算了，竟然都不派人回来通报一声。娘亲，您饶了我吧，我下次不敢了。记住教训了吗？儿子知错了，娘亲您就饶了我吧。是啊，娘亲，您别生气了。那些人要砍我的时候，七哥还护着我呢。什么？砍人？老实交代，你们把妹妹带到哪里去了？七皇子一五一十的把事情告诉他，又换来了一顿竹条。你还把妹妹带去这么危险的地方？娘亲，你要不停一停，这也是我的想法，你别光打七哥。贤妃停下了手，眸子微微一眯。石安被他的眼神震慑住，瞬间闭嘴。对不起，七哥，不是我怂，我只是缺乏勇气。母妃，您消消火吧，儿子真的知道错了。美人娘亲，您别生气了，气坏了我会心疼的。就是您气坏了，我肉疼啊！你们俩都给我记住了，不管去哪里，都要派人告知父母。你们俩要是出了什么事，娘亲要怎么活啊？娘亲，我知道了。是，儿子记住了。要不是我年纪小，估计这波竹笋炒肉我也是非吃不可了。七哥，你放心，你们现在帮我背锅，长大了我一定还给你。贤妃打也打了，气也消了，就叫人把石安抱走。七皇子正想出宫，贤妃叫住了他。母妃，好孩子，母妃有一件事要问你。母妃想知道什么？儿子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你就告诉娘亲，石安说了些什么吧。靠，原来我不是唯二能听见石安心声的人。妹啊，你的一颗心究竟分给多少人？怎么每个人都能走进你心里，倾听你的声音？石安美美的睡了一觉，一觉睡到大中午。民女多谢陛下。你之后打算做些什么吗？我想施展抱负，想出人头地，想为这天下做些什么。但是呢，女子最后的结局又岂是我想怎样就能怎样的？听说你会翻译外邦文字，可有意愿和林大学士一同翻译文章书卷？下，民女愿意为我朝出力。好，等到翻译事项结束，朕还想聘用你到女子私塾教书，你意下如何？爹呀，咱是不是得寸进尺了一点呢？虽然这做的是功在千秋，但羊毛也不能指着一只羊薅啊。朕也不想啊，但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这种人才我去哪找？有一个都跟撞大运一样了，我不把握住能行吗？看你干的好事，都给人吓哭了。你要是不愿，朕也不会逼迫。你可千万别哭啊！民女愿意。刚才我只是感动，天子仁德，能生于您管辖下的国家，是我朝女子的荣幸。木华愿意用一辈子为北宣朝培养栋梁，为天子分忧。真好，现在翻译工作和商路同时在打开。北宣国的位置天然的优越，有很多质量好、价格便宜的产品。
商品贸易一定发展起来，到时候白花花的银子就会流水一样涌入他们国家。我都不敢想，以后他爹得富成什么样子。作为我爹的女儿，嘿嘿嘿，我不也得报复一波？看他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皇帝把他抱起来逗着，抱累了就把他丢在床上。哎呀，好像是重了一点啊。哼，我这是胖吗？我这是富态。再说了，小朋友胖一点不是很正常吗？石安垂眸看着自己藕节一般的手，雪白的肉肉，一节一节的，真是我见犹馋呢。我要锻炼。小时候胖还能说是可爱，但要是长大也是这一团小圆球的样子。不行，画面太美，我不敢想象。皇帝眼见着石安瞪了他一眼，然后开启了疯狂的攀爬模式。小小的一团，在御书房猛龙扫尾一般，咻咻咻地爬了30圈。30圈，也是有点离谱。哎，没事多什么嘴啊？爹爹没有觉得宝宝胖，是爹爹说错话了，你别爬了行不？石安头也不抬，认真锻炼。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由自己来守候。终于在他孜孜不倦地锻炼半个月后，成功的掉了1两肉。于是石安就放弃了。这肥爱水减，水减，反正我是不干了。为了转移石安的注意力，皇帝每次都带他上朝。臣听说你要新办女子学堂，臣以为此举不妥。说说看。正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妇人只要在家中处理后宅事务即可，何须抛头露面，学习那么多东西有什么用？妇人的归属还是嫁人，学习些管家算账的本事就足够了。是啊，陛下，反正都要嫁人，学了也浪费啊，还不如干脆把这些钱财用在男儿身上。说的也不无道理，你说学了也浪费，不如不学是吧？那你吃了明天就得拉，你要不干脆不吃？你生来就要死，要不现在去死？你光长个子不长脑子，不如挖出来送人。陛下，臣不是这个意思。朕管你几个意思啊？不会说话就别说话，整天就知道叭你那张嘴，说越多越显得你蠢。你应该读过书吧？臣不才，学过些圣人文章。就你这样还算学过圣人文章？圣人看到你都恨不得半夜爬你床头，让你放过他们的著作。女子无才便是德，是说如果女子没有才华，那便可以通过她的品德来看她的为人。哪个人告诉你女子不能有才了？你们一个两个说着女子不能读书，不能习字，朕看你们是生怕女子脱离了你们的掌控，和你们竞争吧。一群鼠辈，简直丢了读书人的气节和傲骨。说得好，老爹你真棒，生怕一丝改变，顽固不化，真是应了我爹的那一句胆小鼠辈。让女子读书跟断你生路一样，叫嚣的一个比一个大声。有这个闲工夫，多去关心一下百姓吃的好不好，穿的好不好，过得好不好，别天天盯着朕。你们的职责是为百姓发声，是为生民立命，别一天到晚就想着自己的利益。要是再这么下去，朕也可以让你们回忆一下我刚登基时的样子。皇帝说完转身就走，留下一群人瑟瑟发抖。这么多年了，他们还记得新帝登基是如何踩着尸山血海走来，这也是皇帝暴君称号的由来。真是气死朕了，一群庸才怎么尽收一些庸才啊？爹爹别生气了，跟那群傻子置气，显得咱们多掉价不是？陛下不必生气，不值得。您的行为必会青史留名，何必在乎一些老旧古板的声音？自古以来，成大事者谁不曾受过批判？而后世自有评判，何必烦恼？顾泽，你是个好样的，继续学下去，将来相信你能做得更好。臣子并无二心。又不是说让你抢朕的位置，你害怕个什么？那爹你啥意思？你说话别大喘气呀！我寻思着你要把江山传给男主了，吓我一个大机灵。本来想着老爹能留男主一命，还悉心教导，已经是不错了。刚才那句话差点把我 CPU 干烧了。朕的意思是让你好好学，将来回西楚去争那个位置。若是皇帝此话是真心，那就更加看不透这个帝王了。天下哪个帝王能做到悉心培养他国的皇帝，而且从未藏私，将自己所学全数教导？只有软弱无能之人才会害怕他人超过自己。朕能教你，自然是不怕你反噬。若是有一天你要把刀指向朕，那朕也不会畏惧，与你一战。陛下，臣子向您保证，若是将来能回国取得地位，臣子的刀永远不会朝向您。好小子，朕信你。这天下乱了这么长时间，若是再发展下去，必定会有大浩劫。老爹，您这脑袋瓜子真好用，比我这新脑袋还好使呢。没错，
你爹的脑子就是好使，绝对的顶呱呱。你是爹的女儿，这脑瓜子也一定会聪明。时光流逝，石安在爹娘的悉心呵护下，终于长成了个大胖娃娃。妹妹，傻哥，算了，妹妹现在口齿不清，不能要求太多。今日大皇子府有热闹看，妹妹要不要去？热闹？这几日应该就是大皇子请人计算成婚日子的时候，那大嫂嫂被诬陷偷人的时间，也就是最近几日了。我要去。合着一说正事，这小嘴就正常了。贤妃娘娘，我带石安出去了。去吧，若是要在外过夜，记得要派人回信。知道了，您放心，交给我，信就放在肚子里好了。两人很快就来到了大皇子府。大哥哥，提前祝你新婚快乐呀！老三，小妹，大哥，你怎么还抢我妹妹？读书人的事怎么能叫做抢？再说了，这不也是我妹妹吗？亏我好心好意把妹妹带来给大哥，守护她的爱情，大哥可倒好，一来就上手抢，终究是错服了。老三，你怎么跑来找我了？我这不是看你快成婚了，想来凑凑热闹，结果你还抢我宝贝。那你算是凑对热闹了。我和子妍的婚期已经定下，在大婚前3日是不能见面。他那些朋友便提议在婚前一同去游船，你们要是愿意，就跟着一起去如何？可以啊，我们还真是来对了，我们一起去凑凑热闹。这是什么鬼热闹啊？总算是知道为什么在众多护卫下，上官子妍还会被人算计了。不待在家里，跑到船上去，那些护卫多半是男子。船上才多大点地方，护卫总不能形影不离地跟着他，这贼人作案手段就大多了。你老婆在船上被人诬陷偷情，到时候你们同船的人都能看到，她损了清誉，你开始黑化囚禁。这要是在我之前的时代，大哥你就是个法制咖了呀！大皇子瞬间脸色煞白，手心都冒了一层冷汗。他的慌乱被三皇子看在眼中。你也能听见？大皇子仿佛有所感应，朝他看去，惊恐地点了点头。两个兄弟达成了共识，三皇子因为有经验，还算是淡定。你们还愣着干啥？救嫂子呀！我要去游船。大哥大嫂的幸福由我来守护，绝对不允许这对甜文男女主逼掉。啊！谁敢拆我 CP， 断我看甜文的路，我18天一定要灭了他丫的！于是乎，兄妹三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游船的道路。美人啊！阿怀，妍儿，哟，这就害羞上了。这以后做更害羞的事，这两人的脸岂不是要成辣白菜？哇哇哇，受不了这波狗粮，我选择先干为敬。怎么什么都说？你还是孩子哎。阿怀，这是我妹妹，你要不要尝尝？不，抱抱。谢谢我的哥，你可真是秀死我了。大嫂嫂，不是我教她的。哦，我们都懂，是小公主聪慧，自学成才。就是才不用人教呢，一眼就能认出来了。谢谢小公主。两人都快要发射爱心了，只有三皇子一个怨重，在那大吐特吐。三哥，你没事吧？我没事，我还能活。三殿下，这是防孕船的东西，您先佩戴上试试。嫂子，你是唯一的嫂子，这么会爱护弟妹的大嫂，不枉我千里迢迢跑这一趟了。三弟，你先带着石安去收拾一下，等你好点再出来。三皇子有点不放心，隐晦地看了看石安，又瞅了瞅大哥。大皇子给他一个放宽心的表情。现在开始，我时刻盯着自己老婆，绝对不会让歹人靠近我老婆一点。好吧。看他一脸坚定的样子，三皇子点了点头，抱住石安去了房间内。反正现在已经到了船上，想在我眼皮子底下害人，也要看看我答不答应。姐姐，你发髻有些乱了，我帮你重新打扮一下。姐姐，你马上就要嫁给大皇子了，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啊。瞧你说的，好像我嫁给大皇子就为了他的财一样。咱们太师府的姑娘哪里还缺这些了？今天妹妹有点奇怪。哎呀，姐姐，我这不是一时语快说错话了。你们是真爱行了吧？你呀。对了，姐姐，你的脾气这么好，嫁到大皇子府可不能再这么软脾气了。这大皇子脾气这么软，你的脾气又这样，俩人在一起时间长了肯定会腻味的呀。我看你就该硬气些，才能让大皇子知道你的特别。傻丫头，爱情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的。凭什么什么都是这个女人的？嫡女的身份，大皇子的宠爱，众人的赞美，只因为上官子妍是从大夫人肚子里爬出来的，而我是从一个贱婢的肚子里生出来的，我们的差别才这么大吗？
妹妹，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怎么突然不说话了？那要不要留下歇一歇？没事，我只是有些累了。今日上船的都是世家贵族，这女人看似是为我好，实则是怕我出风头，飞上枝头变凤凰吧。哼，就让她再得意几分钟，等待会，呵呵。另一旁，三皇子已经睡下了，石安在床上翻身滚动，突然心口一跳，这不算不要紧，一算是真要命。三哥，醒醒啊！三哥，快醒醒！那坏女人要害嫂嫂，想过那人会动手，没想到会那么早动手。要是再不去，嫂嫂就要喝下那杯酒了，到时候人前失态，她可怎么办？原著里只说她会被陷害捉奸，也没说要喝春酒啊！救命！到时候嫂嫂要是在人前失了态，以她的性子，不得这辈子不敢出门呀！三皇子被他吵得头疼，一挥手，石安就像个皮球一样，嗖的被丢到了地上。石安惊讶地瞪大双眼，揉着自己的屁股，骂骂咧咧：“关键时刻，你是真不靠谱啊！”姐姐，妹妹敬你一杯酒，祝你和姐夫百年好合。这酒有机关，一半是正常的酒，另一半，呵呵，不是要在我面前秀多深情吗？我倒要看看，大皇子会不会要一个荡妇？不能喝！众人正在嬉闹。忽然，一个黑影火速窜了出来，手脚并用的在地上爬着。就是这个坏女人，给我嫂嫂下私药，要让她当众出丑。可惜来晚了一步，让这女人得逞了。石安急得团团转，爬上上官子言的怀里，抓紧时间想着办法。这孩子还真是黏我，若是我能生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该多好。下药，言儿，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没有呀，怎么会这么问？姐夫，你可真是疼爱姐姐，三句话不离关心。知道你们相爱，快别酸我们了。不行，如果石安说的是真的，我不能坐在这等言儿出事。今日在场人多，若是真出了那等事，言儿怕不是会羞愤致死。他抓住上官子言的手，想带他离开，却被上官子琴拦住。姐夫，你今天可是主角，想逃没那么容易？就是啊，下个月大婚还不够你们亲热的吗？今日一个也别想跑。刚才宴会开始，大家就说好了，谁也不能中途缺席。提出这要求的正是上官子言的亲妹妹。而石安说下药的人也是他，原来他一早就计划好了。阿怀，你是不是不舒服？要不然先坐下歇歇。就让你们再恩爱一会，等到药效发作，我看你们怎么办。说着，他按下酒杯的按钮，给自己也倒了一杯酒，和在场诸位喝了起来。他要证明这酒没问题，这样事后要查也查不到他的身上。这人的狼子野心，他怎么能这么无耻？上官子琴的生母是个歌女，按规矩连进府的资格都没有。若不是太师夫人心善，不忍心太师的骨血流落在外，把她接了回来，她可能都无法出生。歌女死了，太师夫人又是怜贫惜弱的主，把她接到了身边教养。可她却是只养不熟的白眼狼，人前甜甜的喊着姐姐、母亲，然后却巴不得害死他们。真是令人不齿，想看我大哥大嫂的笑话，你也配啊！子琴，你怎么脸这么红？什么？上官子琴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忽然感觉浑身燥热，后知后觉地看向了酒壶。这酒壶叫做鸳鸯壶，红色按钮倒出的酒就是正常的酒，而蓝色按钮下的酒才是春酒。怎么会这样？怎么了？脸怎么这么红？是过敏了吗？不是过敏，是药效发作了。想害我嫂嫂，整你没商量。是你做的，真是大哥的好宝贝。我只不过把机关换了一下，他就自食其果了。刚才上官子琴为了掩人耳目，还特地多喝了好几口。会喝你就多喝点，我倒要看看这个坏女人怎么自食其果的。不必叫大夫，可能是晕船，我去休息一下就好。人越来越多，他差点忍不住撕扯衣服的冲动。让开。二姑娘，我看你情况不对，还是在这等大夫来比较稳妥。我说不用，你听不到吗？大皇子的眼神为何如此可怖？他是发现了什么吗？这是怎么了？怎么看着像是中毒了？是啊，看着不是什么正常醉酒啊。不会是酒有问题吧？滚开！哎呀，快来人啊！子琴跳船了。哥哥，怎么了？嫂子脸也红，懂不懂我的意思？嫂嫂也中药了，只是她才喝了一杯，药效不大，但要是再拖下去，可就不安全了。上官子言本想跟上去，却被大皇子拽住了。阿怀，我这是怎么了？言儿别怕，我待会告诉你。大皇子趁着人群混乱，
赶紧把他带进了船内的房间。石安被侍卫抱着去看热闹了。上官子琴从海里扑腾冒了出来，来时一身华贵的衣衫，变得肮脏。为了防止众人找到他，他在底下泡了许久才出来，浑身都湿透了。泡在海里半个多时辰，你可真能忍呢。这古代贵女的身子骨都差，这娇生惯养的小姐泡了半个多时辰的海水，不生病才怪。谁生病了？这可得长针眼，不敢乱看啊。上官子琴也意识到了不对，大声的尖叫了一声，推开众人跑了。活该！妹妹，我帮你去找大哥。妍儿，你稍等，大夫很快就来了。阿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皇子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他了。看到爱人泪簌簌掉下，他更是心疼不已。别怕，有我在呢。阿怀，我好难受，心里也难受，身体也好难受。妍儿，我知道，被亲人伤害，这种感觉太过磨人。我会替你讨回公道，别怕。阿怀，我想要你。妍儿，我……傻瓜！大皇子浑身一僵，忍不住吻住他。空气间的甜蜜腻人，大皇子忍成了忍者神龟，还是没有做到最后一步。他想把和爱人最美好的事留在最重要的日子，只是和那一步也差不多了。大夫来了以后，开了个药就跑了。要不是瞅两人都很尴尬，我真想问一句，这是你们小情侣之间的把戏吗？把石安放在床上，三皇子拍拍脸，精神了一下。因为刚才石安说晚上还有一场戏要演，我要是再敢睡过去，石安就再也不搭理我了。今天必须熬夜。妹妹，你可别睡啊！要是睡着了，我去哪里知道事情发展到了哪一步？放心，三哥，我今天不睡觉。三哥怎么好像知道要发生什么的样子，这么紧张嘞？怎么啦，宝贝？这个傻三哥大概是想让我陪着他聊天，才不让我睡觉吧？哎，算了，看在他这么呆的份上，我就多关照一下了，就当是尊老了。算了，傻就傻吧，没让妹妹发现不对劲就好。就是晚上到底会发生什么，真的好好奇啊。另一边，上官子琴眼神凶恶，愤怒地看着船外。该死的贱人，肯定是他陷害我。老天爷，为什么你这么不公平？要这么帮他？婵儿，二小姐，把这个香粉加到大皇子房间的熏香里。什么？别忘记你的卖身契在谁手上，让你办事就好好办，少不了你的好处。做完这事，他跪在地上磕了3个响头。诸天神佛明鉴，奴婢这是受人胁迫，你们要惩罚就去找我家二小姐，跟我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起了，大皇子，您要是被算计，顶多是失身，奴婢要是不听话就要丢脑袋了。辛苦您卖身了。1个时辰后，大皇子的房间门被打开，他进去后便关上了房门。夜色渐渐黑下来，一道倩影从远处跑来，一溜烟进了大皇子的房间。终于是落到我的手里了。今天过后，大皇子的身子就不清白了。婚前睡了其他女子，那是对你方家的侮辱。上官子言还天天说，大皇子为了他洁身自好，今天我就要夺了这人的身子，让他不得不娶自己。香味越来越浓了，床上的男人哼哼地叫起来，翻滚着身体。他脸上一喜，褪去了外衣，刚一靠近，那双大手就摸了上来，粗糙却那么有力。他忍不住发出一声喘息，外面的灯光忽然亮了，丫鬟焦急的声音传来：“二小姐不见了！”直到房间被推开，他才惊慌的大喊：“大皇子，你别这样，快放开我！”门被一脚踹开，为首的赫然是未来的大皇子妃上官子言。怎么回事？屋内的灯光被点亮，上官子琴衣衫不整地躺在大皇子的床上，粉红肚都随风飘荡。众目睽睽之下，我倒要看看大皇子怎么抵赖。身上的男子听到动静，吓得赶紧躲进了被子里。姐姐，您听我解释，不是我想这样的，是大皇子他逼我这么做的，妹妹不敢不从啊。你确定是大皇子逼你的？是。这大皇子是不是昏了头？怎么连未婚妻的妹妹都不放过？这也太过分了！闹出这种丑闻，不是纯纯在打太师的脸面吗？这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我倒要看看这对苦命鸳鸯要如何应对。谁在喊本宫？在喊本宫！回头看去，那清润俊朗的模样，不正是大皇子轩辕怀吗？那在他房间的是谁呀？大家的视线齐刷刷地看向房内，看到轩辕怀好端端地站在那，上官子琴的脸色煞白，一把掀开了被子，里面的男子害怕地缩成一团，但也可以看出他身材粗壮，是个中年男人。老子睡得好好的，是这个骚女人勾引的我。你胡说，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我是谁。这个人不就是他原本计划要用来陷害嫂嫂偷情的男人吗？我这也是为了物尽其用，才特地让他出场，钱不能白花，对吧？我说哪来的出场嘉宾？原来是小妹干的。二姑娘，你实在是糊涂，就算偷情，也不该到我房间来偷情。你自甘堕落，不能让别人背锅呀。本殿下的名声都差点让你毁了。事已至此，你们生米煮成了熟饭，我会回禀太师，给你们俩赐婚的。不，我知道你们之间情深意重，才会做出这等事情。你放心，我一定会成全你。神特么成全！没看上官子琴那张脸都要涨成猪肝色了，大哥你是真会说话。是这样的，姐姐，是大皇子叫人约我过来，妹妹一时糊涂才犯了这个错，没想到大皇子竟然污蔑我。姐姐，你要相信我啊！你到了这个时候还要攀咬我大哥，你个碧池！嫂嫂你可千万别信，这女人想挑拨离间呢。子琴，你确定是大皇子派人给你传信的吗？上官子琴以为还有希望，赶紧点头。我如今名声都毁了，绝对不能让这两人如意。上官子言叹息一声，随即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彻云霄。大皇子刚才全程和我待在一处，他没有机会找人去叫你，你自己做错了事，还想牵连他人，不觉得可笑吗？上官子言却看都不看他一眼，命人把他捆了起来。抱歉诸位，让大家看了笑话。小妹的婚事我会尽快安排，还望诸位莫要声张。子言在这多谢了。上官子言却安排好了一切，把上官子琴和那个拼夫分别关起来，收拾好残局，才和大皇子他们一同离开。我以为他是一时糊涂，没想到他是早有预谋，还想牵连你。对不起阿怀，是我们太师府没教好他，还差点害了你的名声。上官子琴做的事跟你没关系，你别把事情揽在自己身上。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上官子琴不是1岁的小娃娃，旁人没有替他收拾残局的义务。石安，来哄哄你嫂嫂。石安一个小娃娃，怎么会哄人啊？带嫂嫂不难过，石安给你糖糖。好羞耻，但为了安慰美人，我可以不要脸。我爱大嫂嫂。宝贝，你也太聪明了，这才不到1岁啊！这小公主难不成真的是仙女转世吗？这次多亏了咱们宝贝在，大哥哥才能化险为夷，保住了清白。啥意思？大哥怎么知道他干了啥？咱们宝贝是福星，有你在，大哥当然可以化险为夷了。大嫂嫂第一次见你，没有好好准备，这手镯先给你，等下次见面，嫂嫂再给你准备新的好吗？谢谢嫂嫂。嫂子你就随便送吧，你送什么我都喜欢。你这么漂亮，要是你不是我大哥的老婆，我都想要你做我的老婆了。老三，把她抱去睡觉吧。怎么回事？大哥为什么要把我和美人分开？他又不知道我垂涎漂亮姐姐。抢我老婆想得美，就算是妹妹也不可以。老祖宗爷，你可安静点吧，当着人家夫君的面垂涎人家娘子的，你可是第一个。要不是亲生的妹妹，你的屁股得开出多少美丽的花。三哥，讨厌你。要不是你三哥，你都要被你大哥一脚踢飞了。石安，咱们不能打扰大哥大嫂甜蜜相处，会被嫌弃的。第二日一早，整船的人刚到码头，就被请进了太师府。父皇，爹爹，众人连忙参拜行礼，头都不敢抬一下。起来吧，昨日船上发生了什么？大家可心里有数。昨日无事发生。轩辕毅顿了一下，显然不是很满意。这二小姐做的好事，昨日暗卫已经告诉了她，自然厌恶这种要害自己儿子的女人。但作为大皇子的皇妃，母家必须清白，还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昨日到底发生了什么？宝贝闺女，这是怎么回事？昨日家中小妹落水，神志不清，恐有邪祟入体。臣女想向皇上求一恩典，准许小妹入山拜佛，以肃清她身上的邪物。好，真准了。大家回去应该知道怎么说吧。众人都吓傻了，连忙保证会守口如瓶。这古代女子的名节，不只是代表一人，还代表着家族。若是这事传出去，说不定嫂子也会被牵连。不起呀，嫂嫂，给你添麻烦了。昨天太生气，做事不顾后果了些。若是因此连累了嫂子，真是对不住她。小朋友嘛，做事不顾后果很正常。要是什么都做得妥帖了，还要他这个亲爹干啥？以后慢慢学呗。父皇，我把石安带的可好了，您要不要夸夸我？把妹妹带出来看热闹，我还夸你。太师夫妇命人准备了一大堆早点，然后拽着女儿就退下了。言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子琴是做了什么，把皇帝惹怒了？是不是你惹了言儿？冤枉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才回来呀。
上官子琴做的事可以牵连我们一整个家族，若非皇上开恩，大皇子不怪罪，我们都难辞其咎。算计皇家人都不知道他是有几颗脑袋。我把他当亲生丫头对待，他为何要这样对我的孩子？都怪我，当时喝酒作甚，被人下药算计，平白惹得夫人伤心，10几年后还差点害得全家不宁。真恨不得穿越到10几年前，用绳子把自己内部不认人的兄弟绑起来，省得生出这么个孽障。太师夫人抹干了眼泪，亲自下厨，给皇帝他们做了一道荷叶糯米糕赔罪。臣妇给陛下和皇子们做了一道菜，还望贵人莫要嫌弃。多谢夫人。我要吃。乖宝，这糕点太黏了，你把持不住，还是让爹爹吃吧。臭爹爹，等你以后老了，牙齿掉光了，我在你床前吃烧鸡、烧鸭、烧子鹅，我馋哭你。切，不怕，压根活不到老的那一天。2个幼稚鬼。他们吃饱后，太师夫妇给他们安排了一间房间暂作休息，实则是给石安消消食。轩辕毅趁着石安打坐的功夫，把2个儿子拉到面前。你们没暴露吧？没有引起小皇妹怀疑。有话就说，你这性子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别想让你爹猜。儿臣想求一个恩典。说。儿臣想这一生一世只娶言儿一人。啊，大嫂人很好，但是大哥作为皇室之人，按道理是不能只娶一个的。要是父皇发火，大哥这不得挨削？你确定吗？儿臣确定。儿臣从石安那里听到了一些话，知晓了我和言儿原本的结局并不好，儿臣很愧疚。若是娶几个女子，像昨日那样的算计，不知还要经历多少。儿子不希望言儿之后受到伤害，所以求父皇开恩。皇帝不说话，他就一直跪着。3皇子吓得频频往外看。要是父皇真的要揍大哥，我就把10尚方宝剑安抱过来，防止大哥泪洒当场。你要想清楚了，只娶一人，那个位置就不属于你了。儿臣本就不喜欢束缚，多谢父皇成全。朕是不会干预你的，只要你坚持如一，能挨得住你母亲的唠叨，谁能管得了你？儿臣明白了。皇帝哼哼一声，转身就去找石安了。石安在另一个房间内运功修炼，无数小光点爬进他体内，围成不小的光圈。终于光圈冲突束缚，禁锢许久的结界松动，一跃从元婴入了化神。爹爹，已经突破化神期了，这么久都没突破，一出来就突破了。难不成是我改变了哥哥嫂嫂原本的结局，得到了奖励？宝贝，消化的怎么样了？还是挺撑的，这肚子圆鼓鼓的，活像是个小皮球，都看不着腰了。咱们宝贝苗条着呢。好爹爹。轩辕毅的马车在京城小转，兜着风，石安乐得咯咯直笑。路过将军府时，他们看到里面的小厮在门口布置着一些东西。外祖家在干什么？轩辕毅也好奇，让车夫停轿，下车去问。是将老将军要过70大寿，提前布置呢。70大寿，我喜欢。过寿要送贺礼，爹爹，过寿送礼物。这么孝顺呢，酸死朕算了。爹爹。轩辕毅哼唧一声，牵起他的手下马车。石安长大了，不爱他拉扯着，就撒开了手，留下老父亲在后面变成嘤嘤怪。闺女长大了，都不稀罕我了。咱小公主啥时候稀罕你了？成天试试的，陛下，小公主跑远了。嘿，小短腿，跑得还挺快。石安不知道亲爹又腹诽他，只是跑了一段路，就有些迷糊了。这是哪呀？哎，我爹嘞。哎，算了，爹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应该要独立一些，左右也不会丢。老将军往这走。臭小子，跟你爹没大没小的。老太公，您又说错了，我是你家小厮啊。嘿，哪来的小孩啊？小厮眼尖看到了石安，怕他冲撞了老将军，赶紧拦住。老太师一脚踹到了屁股上，指着他骂骂咧咧。臭小子，连你妹妹都敢欺负。楠楠，快到阿父这里来。抱抱。宝贝闺女，我家闺女回来了。外公，不哭。皇上，您这是怎么了？朕在想，一定不能让石安成婚。要是将来谁把朕女儿娶走了，留下朕一个孤寡老头，朕可怎么活呀？再像老将军这样记性不好，他在宫里被人欺负了都没女儿心疼，谁敢娶他女儿，他就砍谁。石安，狗贼，想抢我女儿，上一边去！皇帝，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是我女儿，闺女，我的少爷，把他给我打出去！谁呀？他妈，这哥们这么壮，看着一拳能打死2个他，上去不是纯纯找死吗？人家小孩别闹！救命救命！主子把人小孩绑了，人家爹上门要人了，这该咋整？小厮培训指南里面压根没教这一课啊！参见陛下。
小舅舅，起来吧。江生一起身，听到小厮颤抖着身子把事情告诉他，也是一阵好笑。爹，这是皇上，您怀里的是小公主，她是姐姐的女儿，您的外孙女，不是姐姐。一个小厮怎么这么跟老夫说话，没大没小。最后还是将军夫人出来，一手拧着将军的耳朵，一边陪笑着，才把他们迎了进去。外祖母，石安爱你，外祖母也爱你。陛下，实在是抱歉，我家这老头年纪大了糊涂了，您千万别怪罪。你个抢人闺女的强盗！一句话噎得轩辕翼无话可说。平心而论，老将军这话没说错，他确实是抢了人家闺女。不能听话，是不是皮又痒了？我好惨，为什么这婆娘这么凶？天天骂我，管我，又不记得她是谁。凶八婆！你说什么？什么也没说。外祖母，好霸气呀！岳母大人，小婿是看到岳父在办大寿，特地把石安送来跟你们团聚一会，你们慢慢聊。老头子，你是真不怕死啊？连皇帝都敢乱骂，这是外孙女，女儿已经成婚了，你个老糊涂，一点都不记事啊！呜，我的闺女！哭啥？闺女就算站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来呀！外祖父，你等我。石安，江生一看他跑了，赶紧追上去。他跑到一间房间，扯下了自己的金锁片，左手暴力捏碎，右手燃起一团火焰，唰，两股东西碰撞在一起。石安手疾眼快，以手为笔，在金锁片上画了几道符咒。石安全神贯注，一脸认真的绘制，终于把成品练了出来。一头金珠，这是外公的属相，配合着符咒和我的灵气，外公的健忘症加失忆症会慢慢好起来。石安，小舅舅，我在这。你怎么跑到这来了？我该怎么告诉外祖父，这小猪牌可以帮他恢复记忆，保他平安嘞？我直接说的话，万一他们以为我在胡闹，这不是白费劲了？这牌子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早就知道石安不一般，但是这未免也太玄乎了一些。好烦啊，我该怎么办嘞？石安，你这个是要给谁的啊？小舅舅，给外公。好，小舅舅帮你拿给外公。外公不要，怎么办？那我就趴在他床头，扒开他的眼皮，在他耳边天天念叨，他一天不要，就一天别想睡觉。总莫名觉得哪里不太对，但想想能保护好外公，还是不想了吧。新脑子，想太多容易累，还是不费劲了。出乎意料的，老将军一点不排斥石安的礼物，反而像是个宝一样的捧在手掌心，谁来也不给。石安被哄睡着了以后，将军夫人平退下人，把儿子叫到跟前。你之前说能听到，我还不相信，现在看来是真的。是，儿子不敢胡诌，石安生来特殊，他说能治好，说不定真有可能。母亲可让父亲一试。不管能不能治好，我都会让他带着，这是石安的一片心意。后石安在房间里饱饱的睡了一觉，从床上翻身下来，打算去找点吃的。他溜达到了厨房里，厨娘正在往桌子上摆餐点，他摆，石安吃。小姘，你有没有觉得这鸡腿少了点？没有吧，你看错了。吃得满嘴流油的石安在桌底下忍不住偷笑。老爹他们平时都不让我吃好吃的，但管得越严，孩子越叛逆。可给我逮着机会，那就拼命选。他可是修道之人，吃个东西能怎样？又不会噎死。今天来了客人，主人说要做烤乳猪，你记得把材料备好了。还有烤大鹅、红烧肘子、糖醋排骨。桌子底下的石安听得满眼冒金光，口水流到了地上，都来不及擦。竟然有这么多吃的，算了，跟我也没关系。老爹不让，再好吃也白瞎。能偷吃个鸡腿肉就不错了。吃完，他找了个空隙溜了出去。人类真是奇怪，把房子修得这么大干嘛？都不认路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朗朗的读书声从前方传来。石安撅着屁股往前走，夫子在教书，几个7、8岁的小朋友在听课，头疼。他正要转身离开，就看到一个小姑娘孤零零地坐在很远的地方，眼神古井无波，看不出一点光亮。表示理解，读书嘛，谁眼里能有光？就算是有光，也是散光。哎，江其武，你又坐在这偷懒。大哥，这个傻子又不会读书，不偷懒还能干吗？你个傻子，凭什么和我们一起读书啊？像你这种蠢笨如猪的人，就应该被关进猪圈里，又蠢又脏的丑女人。江其武，你爹妈都不要你了，你还天天装什么高贵？
平时和你说话也不理，你以为你是公主吗？哈哈哈哈，她这种丑样子哪里配当公主啊？江七无淡淡的睨了他们一眼，只在听到父母时有一丝的反应，很快又恢复那副不爱理人的模样。圆满对他的态度很不喜欢，随意捡起了石头，狠狠朝他砸了过去。石头落在他的额头，划出一条血痕。江七无摸了摸额头的血，那一抹红色很晃眼，好好看。他的视线流淌过几人的面容，仿佛在想象，如果这些人都变成一堆血肉，会怎么样？定会很美吧？不行，他们说过不能动手，动手会受到惩罚。这是病，要克制。可是我真的好想把他们……你想干什么？你要是敢动手，我就告诉我父亲，让他们报官把你抓起来。死疯子，你们几个把他扔进湖里！住手！你们不许欺负人！哈哈哈，一个小不点也敢来管我的闲事！小破孩，赶紧回家吧，不然待会弄哭你。想替人出头，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我是公主，不许欺负她。你要是公主，我还是太子呢。圆满不屑的嘲讽，抓起沙子挥向石安的眼睛。大人说沙子进眼睛会瞎掉，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正好试一试。你们几个把他抓起来，待会一起丢进湖里。一个傻子，一个疯子，正好凑一对。石安躲开了沙子，眼睛却一点点红了起来。他是真的动怒了。好可爱的小仙童，为什么要来救我呢？会受伤的呀，放他走，我跳湖。圆满很意外这个傻子会替一个小孩出头，不过他乐得如此，不用自己动手，到时候江七无淹死了也赖不上他们。跳啊，你跳进去我们就放过他。我要这些人付出代价。两根手指合拢，放在嘴边吹了一声口哨，地面突然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啊！后厨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声，像是什么东西失去了控制，两三头体型中等的猪窜了出来。那些小孩子哪见过这阵仗，纷纷吓得散开来。石安一个翻身骑在了一只漂亮的猪身上，追！猪们迅速开启了狂躁模式，围着那几个男孩追了起来。几人哪里见过这个阵仗，哇的一声吓哭了。别追我，你们走开啊，我知道错了。揍他！小仙人，您就请好吧，替仙人战斗啊，就算是死也够我吹嘘半辈子了。妈妈，我出息了。哼哼，你这个蠢货，睁开你那钛合金狗眼看看，这是你能惹的人吗？滚开啊！再敢追我，我让你变成烤乳猪！猪一听他的话，脚下的速度更快了，迅速追上了他，一头给他撞飞了出去。敢把爷变成烤乳猪，我先把你腌入味，可以吗？上吧！圆满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猪屁股扭了两圈，一张猪脸上透露出了猥琐，猛地上前一扑，一屁股坐在了圆满的脸上，大屁股将他的脸堵得严严实实。你敢！呜！只听一声响彻云霄的噗噗声，猪把新鲜出炉的粑粑全部贡献了出来。圆满刚张嘴，新鲜的味道直接钻入他的嘴。圆满实在受不了了，两眼发直，双腿一蹬，昏死了过去。好了，猪满意的抬起屁股，轻挪臀部，想了想，他又蹲了下来，屁股在圆满身上蹭了蹭。哼哼，我可是个爱干净的好猪，不像这个人类，满嘴喷大粪。石安从他身上爬下来，跑到了江七无的身边。四周的富家子弟，一个两个，被撞飞的撞飞，被吓晕的吓晕。开心吗？别靠近我，姐姐不喜欢我吗？江七无想说不是，只是他看了看自己的手，眼里有一丝害怕。他之前喜欢小兔子，它很可爱，像眼前的小孩一样可爱，但是他失控了，在清醒的时候，鲜活的生命变成了一堆血块。我好怕，这个小姑娘也会受到伤害。没关系，我喜欢你就好了。能感觉到这个大姐姐不讨厌她，不让她靠近，没关系。喜欢是可以培养的。我叫石安，姐姐，你叫什么？江七无，这不是巧了，我的大表姐呀，表姐。知道是亲戚，石安更高兴了，拉着江七无去找外婆。外婆，有坏人欺负我们。老夫人看到他身后拉着江七无，老夫人表情一变。七无这孩子从小就与常人不同，最是抗拒与人触碰。第一次见他老老实实被人牵着，真是稀奇。怎么回事？谁敢欺负了你们？石安鼓起腮帮子，把刚才在场的小孩都念了一个遍，包括他们的姓名、
籍贯、生辰八字，主打一个详细。老夫人不得了了，他们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教你的规矩都忘了。后院读书的学子都晕了。什么？都晕了？一个都没剩。关键是这个吗？老夫人，您快去看看，在咱家晕了怎么交代啊？对对对，老夫人赶紧往后院赶。老夫人看到这乱象，脑壳发疼，闻到空气中的味道，差点呕出来，指着一个使人道：“那是个什么玩意？好像是原御史家的小公子。那个御史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善茬，他家小孙子在他家晕倒，他可又能放屁了。哼，活该，叫他要推表姐下水，还砸伤了姐姐。要不是我厉害，叫猪猪帮忙，指不定要把我也扔进湖里了。”什么？在我家欺负我家的小孩，真行啊！夫人，怎么办啊？阿平啊，你就是爱瞎操心。这些年轻人身体好，倒头就睡，怎么管他们作甚？厨娘，老夫人，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些什么？把那坨屎，不是那坨人，拖出去清洗干净。多大人了，走路还能掉粪坑里。虽然很不想管那小子，但是他那么一大坨，真的有碍观瞻了。外祖母威武，姐姐出气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江七武。第一次这么不贪图美色，单纯喜欢一个人，都要被自己感动到了。感觉我和江七武上辈子就认识，像是亲姐俩似的。可我上辈子就是一个人，亲姐妹，想来是没可能呢。老夫人，这些猪怎么处置啊？这些少爷还昏迷着，可以由他们说，但等他们醒来告了家长，他们也不好交代，不如先把猪宰了，也算是死无对证。外祖母，猪猪救我，不杀他。小仙人，不枉俺老猪救你一场，值了。这些猪替我外孙女出气，是些好猪，老婆子养他们一世，照顾起来吧。我要这只作伴，给这只猪披上一层软布，好好打扮一番，再送给小公主。他迎着大家的目光，昂着骄傲的头颅，在一众兄弟姐妹面前们兴奋地踱步。从今日起，他就是小仙人的猪，他是老朱家的骄傲。回了大厅，老夫人去后厨盯着菜，让人看着石安。如果明天有人来算账，别害怕，躲在我身后，来一个我整一个，不怕我收拾。以后不高兴打回去。从小亲人就告诉我不能生气，我生气起来很可怕。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怎么了？我生气起来很恐怖，这样金尊玉贵的小孩靠近我，真的好吗？我真的能控制住自己吗？原来你怕这个。姐姐身上是有些嗜血的气味在，可能是将星转世，也或是其他原因。常人或许会怕，但石安不会。他伸出白胖的小手，食指轻轻在江七无的眉心点了一下，白色透着圣洁的神力传入江七无的体内。姐姐不害怕，生气了就发火，你能控制住的，石安相信你。一直积攒着怒火怨念，爆发起来会更可怕哦。有石安帮你，以后都不会失控了，不用把自己藏起来了。他并未说话，那刚才的声音，江七无好像有所感悟。是传音吗？怕不怕？石安有些不确定地戳了戳手指，他刚才没有隐藏自己的法术，甚至用意念传音给姐姐。戴姐姐会怕我吗？一个能操控动物还会法力的妹妹，听起来怎么这么像妖怪？我自己想想都可怕。不怕，小仙童怎么会可怕呢？我才是怪物，却能得到小仙童的喜爱。走吧，咱们去吃饭。快来吃饭吧。是叫我吗？是在叫我的吧？我轩辕石安出息了，终于可以上桌吃菜了。今天没爹管，吃肉吃到晚，耶耶耶！他正兴奋着，轩辕亦不知从哪冒了出来，把他拎了起来。张公公，米糊热好了吗？热好了。臭爹，我要吃肉。想屁吃，虽然石安是仙女没错，但她现在是肉体凡胎啊，万一消化不良怎么办？我可不敢赌这个万一。陛下，家宴不必拘礼。偷孩子的人来了，吃俺一棍！老将军，您看看这是谁？爹爹，娘亲，宁儿，乖孩子，你回来了，你总算是回来了。娘亲，女儿不孝，让您操心了。美人落泪，我见犹怜呐，好感动。我爹干了一件大好事，总算是没白忙活，终于让闺女满意了。
老将军，您还记得这是谁吗？看到没？那才是你闺女，这是我闺女，搞清楚了好罚。我的儿啊，你总算是回来了。爹，您还能记得我？不是说爹老糊涂了吗？怎么看着不像啊？你这孩子，脑子被边关的风吹傻了不是？爹怎么能认不出自己的好大儿啊？沉默，在场的人晒干了沉默。这是老将军一人的舞台。好孩子，受苦了，怎么瘦成这样了？去的时候180斤，回来还不到100斤啊！你这小身板还不如你娘呢。哎呀，这若柳扶风的样子，以后哪家闺女愿意嫁给你啊？我的儿。设想过很多版本，唯独没想到是这个版本。你个老糊涂！老娘今天先不收拾你，老实去坐着。娘子，你怎么还是这么凶啊？怎么回事？他们纷纷看向老将军。不是不记得人了吗？你记得我？程昱，你又开玩笑了，我怎么会忘记你呢？为夫向你保证过，这辈子忘了谁也不会忘了你啊！眼睛尿尿了。外公在失忆的时候就只听外婆的话，现在恢复意识，第一个认出的人还是外婆。老头子，你还记得他们吗？不太记得了。外公才恢复一点意识，还是不要太费脑的好。温成玉一听这话，赶紧歇了让他认人的准备。这样也好，大家都挺满意。这老头想起了老婆，就不记得跟我抢石安了，正好。吃完饭，他抱着石安，顺便听着石安在心里念叨今天发生的事情。听到他差点被扔湖里，气得差点没跳起来。干嘛一直盯着我？老夫人从丈夫认出自己的喜悦中脱离出来，想到今天发生的事，她主动把事情告知了皇帝。是臣妇照顾不周，差点让小公主受伤，还请陛下责罚。爹，我偷跑。无碍，石安贪玩，平时就算是有10几人看着他，都会乱跑，怪不得老夫人。是朕没交代清楚，您不必自责。温成玉有些惊讶，没想到帝王对他竟然这么客气。他小心看了眼女儿，想从他那得到点答案。有石安在，那个女儿奴才不会跟他们生气。朕要怪，也是怪这臭丫头，以后不许乱跑，知道吗？那群混小子，教训他们没关系，但要是你受了伤怎么办？我有猪在，谁敢欺负我？老爹是不是眼睛抽风了？一直盯着我看干啥？逆女啊！轩辕石安。石安瞬间就怂了。最怕家长叫全名。好的，娘亲，爹，我知道了，下次不敢了。玩去吧，小屁孩。被丢到地上，石安一点不怕。一个哨子吹响，猪猪闪亮登场。我华美的坐骑。啊，这不就是肉猪吗？有什么稀罕的？搞不懂这些小朋友的审美。石安不仅自己骑猪，还想让江七无骑上去，但看他没什么兴趣，石安也就没强迫。这孩子倒是和石安有缘，表姐妹自然是有缘分的。之前在宫里听说自己这个侄女有些奇怪，我还心存忧虑，命人送了许多养神的药出来，现在看来倒是挺正常的。他父母为了镇守边疆，将他一人留了下来，也是孤独。许他随时入皇宫，朕看他应该没什么朋友，能和石安待在一起，这小孩应该会高兴一些。看石安玩的差不多了，就让张公公抱他回房间，自己则是领着猪进了猪圈。家猪们，谁懂啊？我见皇帝了，被皇帝亲自牵着走，就问还有谁？皇帝老大，有啥事吗？朕知道你有点小聪明，怎么办？人类发现我进化了。不用装蒜，石安能选中你，必然有你的过猪之处。记得护好他，要是他磕破一点皮，你懂得。哼，知道了，老猪我用生命守护小仙人，您就放心吧。等皇帝走后，猪猪才松了一口气，正准备享受自己80平豪华别野的时候，一道脚步声传来。半夜里，黑灯瞎火，人影晃动。猪猪差点被吓死了。江七无翻身入了猪圈，手里拿着一把小刀，一看就是把杀人不见血，手起头落的好刀。饶命啊，小姐饶命！别吵，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你虽然很聪明，但是还是畜类，要是伤了石安怎么办？不会的，呜！苍天啊，大地啊，求您信我啊！他拼命摇头表忠诚，江七无表情变了又变，最终没有决定一刀了解他。石安好像挺喜欢这只猪，我不想石安伤心，你一定不能出任何差错。猪猪看他那一脸，一旦有差错，就要他祖宗18代陪葬的架势，当即点头如捣蒜。您放心吧。江七无还是从猪猪的豪华别野里离开了，轻飘飘的，不带走一丝云彩，就是差点把猪猪吓死。娘亲，乖宝。
今天有没有受伤啊？没有，他们笨。那些蠢货要是能伤到我，我石安2个字倒过来写。到女儿能耐大，但这性子可不能这样发展下去呀。有一个老妻就够头疼的了，再来一个闺女，我就是混世魔王娘亲了。幸好有我在，还保护了表姐。对了，表姐受伤了，我明天要给她治伤。还不睡觉呢？明天要早朝，早些睡吧。怎么了？有事但说无妨。臣妾想多留几日。抱歉陛下，臣妾。朕又没说不同意，你害怕什么？本来就是要把你送回来，和家人多待几日。再过几日便是老将军寿辰，你待到寿辰结束再回去吧。贤妃似乎没想到他的话，整个人直接呆住了。睡吧。哟，甜死我得了，整这死出。突如其来的心声把2人都整害羞了，赶紧闭眼睡觉。不然不知道这小丫头还要怎么编排他们。瞧把你俩给羞涩的。第2日，张公公早就候在外面。都准备好了吗？禀陛下，已经准备妥当。知道皇帝今天是要去给小公主出气的，我哪敢有什么纰漏啊。到了朝堂，天色已经大亮，皇帝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大殿。袁御史，陛下，朕看您身子虚浮，可是累着了。为陛下办事，臣不敢说累。陛下，臣为了江山，为了您，哪怕是素星夜寐，披星戴月，也心甘情愿的。哟，感人的泪。袁御史还真是忠心耿耿，为了我朝辛辛苦苦努力到了妓女的床榻上，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啊。此话一出，满座哗然。什么？陛下，您怎么能污蔑老臣？老臣为了您殚精竭虑，肝脑涂地，你无凭无据的污蔑臣，臣不服。陛下，您没有证据，就如此羞辱臣，若是不给臣一个交代，臣就撞死在金銮殿上。这是毕竟私密，哪怕皇帝知道又能怎样？去哪里拿证据？撞不死，老子帮你一把。来来回回就这一招，真当朕好欺负的呀？谁说朕没有证据？这等事如何有证据？皇帝莫不是失心疯了？轩辕义没有给他们开口质疑的机会，给了张公公一个眼神，示意他可以开始了。啊，亲爱的娟，几日不见，甚是想念。想念你柔软的身子与轻柔的秀发，想念你姣好的容颜与滚烫的热辣。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不堪入耳，有辱斯文。老夫的眼睛要瞎了。听的人都快疯了，有的人自然是更加疯狂。袁袭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给娟儿写的情话会落到皇帝的手上。他此时只想找一个地洞钻进去，彻底隐身。你的狂野情郎袁袭流，嚯，骚，太骚了！怎么能？这真是难以启齿啊！无稽之谈，这不是臣写的，一定不能承认，否则这一世英名就全毁了。坐在上方的轩辕义丝毫不给他面子，示意张公公下去，给众人观摩一下自己。确实是袁御史的笔记。没错，老夫也可以作证。这要不是他，我自戳双眼。没想到这些人是这样的，我只不过犯了全天下男人的会犯的错，凭什么被公开处刑？现在知道丢人了。你知道咱家昨夜是怎么过的吗？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太监爬青楼啊！为了拿到这些证据，我还特地听了一夜墙角，谁赔我的精神损失费？袁御史，我朝明令禁止官员侠妓，你身为天子近臣，却知法犯法。今日朕小惩大戒，将你官阶，罚俸3年，你可有异议？臣不敢。轩辕义冷哼了一声，喊了一句退朝，便离开了。他特地把张公公留下，就是为了隐晦地告诉袁御史他今日受罚的原因。要怎么做，平息天子之怒，就看他们的了。袁御史啊，还是要管教好自家孩童，别以为小孩作恶就可以逃脱责罚，您明白了吗？终于知道自己这次的灾祸是因何而起的。这边被皇帝怒斥一顿的袁御史火急火燎地回了家。小少爷呢？那个不孝子孙直接跳过坑爹，坑上了他这个亲爷爷。小少爷和老夫人上将军府去了。什么？哪个将军府？亲娘啊，千万不要是我想的那个将军府。江家贤妃娘娘的娘家那个将军府。老夫人说小少爷受了委屈，要去找他们讨个说法呢。他们带着一堆人上门，绝对不会吃亏。结果下一秒，他就看到老爷一个仰头，连连后退了几步，几近昏厥。老爷，您没事吧？快备马！紧接着，其他大臣的府中也传来了报名声，一声声备马响彻天际。无数身着官服的朝臣骑在马上，帽子都跑歪了，还在不断抽鞭子，马都快跑出癫痫了。但人比马还疯，谁没看到袁御史的下场？他们没人想成为下一个。老夫人，那群大臣的夫人们带着孩子上门了。怕什么？我去会会他们。
有什么好着急的？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去应付。个小不点就别阻止老娘发挥了，她还能护不住个孩子？江老夫人，今天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是相信你们家的人品，才把孩子送到你家来学习，没想到你竟然放任一个丫头片子欺负我们的孩子。你到底有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就是老夫人，您家孩子也太过分了，竟然欺负我们的小孩，没规矩的臭丫头，这么小就会仗势欺人了，不好好管教，长大可还得了。哟，一群人打一个都没打赢，你还好意思说话？他们只是吃了坨大的，我姐姐可是受伤了呀，这账我还没算呢。你们说我家七无欺负了你们的孩子，他一个人欺负所有人，他好大的能耐啊！我们孩子都哭成那样了，肯定是这小丫头片子欺负人。你们一家子武将，他厉害点不是很正常吗？而且你家孩子本来就是个怪胎，你还让他和我们的孩子在一起读书，你安的什么心？祖母，就是他欺负我们。其他小孩也纷纷应和，反正他们人多，说的话就是对的。我自家开的书院，自己花钱请的人，自己的孩子反而不能入学，这袁老夫人舔着张老脸胡乱喷粪了。还有这些孩子当真是烂人，你们说我孙女欺负了他们，可现在是我家孩子受了伤，你又该怎么说？说着，他直接命人取来一条鞭子，狠狠地朝空中一甩，啪的一声脆响，差点把在场的妇人吓呆。今天你们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我就好好招待你们。你要干什么？你家孩子受伤，关我们什么事啊？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们孩子做的？没错，就算是孩子做的，他们怎么不打别人，偏偏就打他，还不是他的错。说的有道理，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有爹生没娘养的小贱种啊！听他们扯到爹娘，温成玉就明白了，不能跟蠢货论长短，当场一鞭子抽在那说话的人嘴上。看来是老娘这些年脾气太好了，才让你们敢在我家动我的人。既然如此，今天就一个都别想走。说着，场边挥舞，空气都被甩出了一道道残影，鞭子跟长了眼睛一样，追着那些人精准抽打。啊！救命啊！江老夫人疯了！说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那个，你有本事别跑啊！你看响不响不就完事了？没我姐姐的父母镇守边关，你们有这种好日子过吗？你是端起碗吃饭，碗还没放下呢，就骂娘了，你个大傻叉！史安边看边鼓掌，还粘着厨娘不让他去拦着。抱！小姐啊，不行啊，这打出人命怎么办啊？出不了人命，我外祖母有分寸，保证打得生疼，还不留下一丝疤痕，主打一个牛逼。光看着他还不解气，叫来了猪给外祖母加油。见他骑着猪，那些脸色煞白的小孩此时都快晕过去。猪你不要过来啊！大的您收拾，小的就交给我了。他两腿一夹，猪就像装上了马达，追着那些熊孩子就是不撒腿。特别是圆满被他疯狂针对，因为有昨天的教训，圆满发了疯的跑，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最后一群人被他们收拾了一个遍，祖孙俩才熄了火。怎么样？你们还要继续骂吗？呜，不刚了，再也不刚了。从今往后，我们家不欢迎你们。当时是你们死乞白赖，说曾先生教书教得好，非求着我要来一起学。老娘以前给你们脸，现在不想给了。袁家祖孙躲在众人之中，嘴里虽然不说话，但那双眼睛却满是怨毒。温成玉，这个老贱人，等我们回了家，看我不让夫君参这个老贱人一本。殴打命妇，我倒是要看看温成玉如何交代。等袁御史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地乱象，夫人们全部跌倒成一团，脸上肿的压根认不出是谁家的。祖父，他们欺负我，您一定要替我杀了他们！这些讨厌的人，等祖父出手，通通都得死！袁满正洋洋自得，袁御史的大嘴巴子已经朝他招呼过来了。啪啪啪！不孝子孙，你要死自己死，不要拖累我们一家。你个没出息的东西啊！孙子和我都被打成这样了，你还要打他？我不活了！许久不见，您身体还好吗？还挺好，
一拳打死个老师傅没问题，你要不要试试看？嫂子，你还是这么爱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原来是我爹教训了他，我说他怎么这么孙子呢？我这混账孙子太不懂事，给您添了麻烦。啪啪又是2个巴掌。您看怎么才能解气？您随意，我不插手。滚！好嘞，别是什么，现在要不了一点。嫂子，等将老将军生辰，我必定备上一份厚礼。再不走，老夫回去就休了你。等等我啊！这一家人还真是能屈能伸呢。不过1刻钟的功夫，那些夫人的家属便都赶来了，一个个朝服都没脱，就上赶着赔罪，脸都要笑烂了。贤妃本来在给石安做辅时，听到了丫鬟禀报，才慢悠悠地走了过来。那些大臣本来还在讨饶，一看他来，赶忙参拜。见过贤妃娘娘，参见贤妃娘娘。贤妃怎么回来了？皇帝竟然这么宠她的吗？入了皇宫还能出宫回娘家，几乎是没有听说过，说是宠妃也不为过了。命妇们纷纷感觉眼前一黑，害怕不已。都起来吧，这事本来是孩子之间的打闹，本宫无意闹大。但是刚才听夫人们提到我江家的女儿有爹生没娘养，这个问题可就不是小孩子玩闹那么简单了。我江家为皇室冲锋陷阵，守护一方，这本是理所应当，也不敢居功。但若是有人拿我兄嫂的付出当作笑话，本宫也不是好欺负的。还请各位大人好好归束家人言行，别再闹出祸事来。是，微臣明白，多谢娘娘宽宏。娘亲威武，宁儿总算是恢复点气性了。娘啊，我都入宫了，做了皇帝的妃嫔，我能跟谁发脾气？拳打皇帝，脚踢皇后吗？那江家祖坟不得炸了。看来我娘亲真是家里脾气最好的一个呀。猜对了我的崽。回房后，贤妃给石安喂了吃的，才放他出去消食。我也去。2人走着走着就到了练武的位置，练武之人正是他的外祖，是外公嘞，外祖父。祖父安好。孩儿们，你们是咱们江家未来的希望啊！你们一定要日日练习，日夜不辍，才能继承咱们家的风骨。石安、江七无鉴定完毕，老将军又认错人了。石安想给外祖输送些灵气，帮助他更早认人，于是忽悠他：您坐下，我和你玩游戏好吗？这孩子怎么这般懒惰呀？我像你这个年纪已经拿刀练剑了，作为我江家的孩子不可以这么懈怠。石安，听您吹，哪家好小孩，10个月就玩刀弄剑的，坟前烧报纸糊弄鬼呢。老将军给他们展示了一套枪法，凭良心讲，枪出如龙，飘渺如风，确实是好枪法。来吧，试试看。谁呀？我吗？你练一套，我陪你玩，这算是寓教于乐了吧？石安还是没动，老将军以为他害羞，一把枪递出去。等等，一个没站稳，石安直接摔了个4脚朝天，暖乎乎的屁股重重砸在地上，瞬间脸部扭曲，长枪直接朝他压下，石安都吓呆住了。我要远航啦！一个着急，法术都忘了用。千钧一发之际，江七无一只手横在他面前，替他接住了那30斤的长枪。哇塞，好帅！江七无随后开始耍起了枪，是外祖父刚才耍的那一套。是外祖父刚才耍的那一套，天生将才呀！好，有老夫的风范就是不一般。差点把我摔成肉饼，臭外公，小屁股还隐隐作痛呢。小孩，老夫只是试探一下你，要是有危险，我也会救你的好法。我只不过没想到你这么弱呀。说谁弱？说我自己还不行吗？跟他玩。老将军不明白的张张嘴。玩游戏，你答应的。原来姐姐是为了我才耍了一套枪，最爱姐姐了。我看你骨骼清奇，一看就是人中龙凤。你要不要拜我为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以后你一定可以。安静！生怕他再说出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话，石安赶紧盘好腿，一掌打在他后背上。早点清醒吧，认不清人还不是那么紧，一家人辈分错乱，可就不太礼貌了。外祖也是辛苦。替他梳理经脉的时候，石安发现了他身后有许多暗伤，不由得感慨，可能正是因为这些暗伤，才导致外祖到了岁数后记忆一下子衰弱。为国为民的大将军不该是这样的结果。石安太神奇了一些，就像是一块宝藏，迟早有人会发现它的不同，到时候他会不会有危险？我要怎么样才能护好这个宝藏？老将军的70大寿照常举办，他的寿宴请了不少人，为了能早点来贺寿，
林承许一大早就起来了。你个臭小子，着急忙慌干什么去？娘啊，我去给姜老爷子贺寿，您奏我作甚？自己的事你不上心，别人的事你倒是上赶着。你看看，橘子都有伴，偏你是一个人。等爹娘不在了，你一个人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啊。怎么，2个人是能复活吗？你个逆子，我生你有什么用啊？是啊是啊，您看看，万一我生了个儿子，跟我一个德行，那还不如不生是吧？结婚有没有用我是不知道，但当了这么多年孩子，感觉生孩子没啥用。滚！我就不明白了，自己一板一眼、无比正经的儿子，怎么一谈到成婚就变得如此活泼，像条捏不住的泥鳅？少爷不是带着贺礼给老将军祝寿去了吗？怎么贺礼还在这？那他拿的是什么？臭小子，嘎嘎！叫你跟老娘顶嘴！人固有一死，也可以是社死，不用管他，让他丢回人。反正他家和姜家走动得很近，左右不过让那小子丢人，过后再补上吧。到了将军府门前，生姨，程许，你怎地来得这么早？现在来你的武藏庙，可要多等一会了。说的好像我是为了吃一口好的才来这似的。随手将礼物放到小厮的手上，走吧，带你去见见我娘亲，她念叨你许久了。小林，好久不见，你越发英俊了呢。老夫人，您太客气了。让你叫干娘，你们怎么都不愿意，真是让老太婆我心酸。娘，是我不乐意，我才不想叫她哥呢。年纪大怎么了？了不起啊？反正她是不想叫。老实坐着吧，我还当不起你一声哥哥。好热闹啊！小公主，你还记得我吗？林大学士，舅妈这么喜欢孩子，怎么不见你生一个？他和林老夫人素来有往来，自然知道他心中愁思。何止是林老夫人烦，他自己也烦。你也是，怎么就不知道找个老婆生个孩子，傻头傻脑的样？老夫人，我特地让人送了贺寿的礼来，您可要先看一看。想来你也是认真准备许久，拿来看一看吧。为了这礼物，晚辈专门请了名师出山，一定让夫人和将军满意。什么东西这么神秘呀？您看看就知道了。石安也好奇地看去，直到看到礼盒里的东西，他有些傻眼。啊，玩这么大的吗？你要出柜？不是吧，我磕的爱情是真的。等等，你在说什么？自家小侄女在说什么疯话？程许是送了啥？怎么一会出轨，一会爱情的？什么意思啊？拿着礼物的小厮一脸笑意地打开礼盒，一脸惊悚地关上。啊，不合适吧？你怎么了？念吧，我送的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为何一脸僵涩？小厮无助地看着他，你确定？好吧，这可是你逼我的。林承许，林大学士，献上月老庙红线一团。林承许脚底一滑，差点没站稳。在场的众人齐刷刷地看向他，目光之迫切，求解之火热，把他整得恨不能钻到地下。电光火石之间，他灵机一动，朗声道：承许祝老将军和夫人永远相爱，永世姻缘，特此献上红线。鸳鸯玉佩一对，愿二老夫妻和睦，如鸳鸯般恩爱不移开。你小子有心了，您可就别圆了，圆不动啊。温成玉正好奇怎么回事呢，转瞬的功夫，他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多子多福图一福。快住嘴，我跪着求您了好吗？温成玉，孩子啊，你叔叔都多大年纪了，你这属于是强人所难了。老夫人，兄弟，救命！送子观音一座。妈妈爷磕到了，一眼万年呢。你这孩子拿错就拿错了，撒什么谎啊？抱歉老夫人，我错了。嗨，逗你玩呢。兄弟，你好毒。此时唱礼的人陆陆续续把礼物念出来，人群中一袭明红色长衫的女子吸引了石安的注意。女主，她怎么来这了？真烦，实在搞不明白，我爹为何非要让我送礼给姜老将军一家？在原著里，这家人不过是炮灰而已，要不是被我穿越的蝴蝶翅膀扇动，哪能活到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祭天的人，哪里值得我来交好？最近不知为何，系统吸收龙气吸的越来越缓慢，而想做生意也做不成，想出风头，但是连办一个画展、赏花大会的钱都没有。再这么下去，我什么时候能扬名立万？宿主，请不要着急，等我吸收到足够的龙气，您的气运便会提升，到时候您会无数优秀的男子都会为您倾倒。等，你就只会让我等？来这都快1年了，系统除了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以外，什么都帮不了他。那些信息提供了也没用，宝藏摆在我面前，我连备用钥匙都没有。
只能看着别人抢走。系统继续用话搪塞他心里也纳闷，究竟是哪一步错了？没道理啊！他在那自言自语些什么？苏仙仙是有系统的，北宣国的龙气损失，说不定和他有关。看书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这个系统和帮助主角成长的那种系统不一样。他目的好像并不单纯，一直给女主增添魅力值，其他能力一概不传授，就仿佛女主只是他吸引男人的一个工具一样。就一个痴傻的将军，也配我送上珍贵的男珠？呸！为了我的大计，得多攒些银钱，能送那老东西一些破珠子，已经是给他脸了。苏丞相之女苏仙仙送男珠一盒，礼盒被小厮打开来。丞相好大的手笔，真是有心了。有这一盒珠子在，再多贺礼也比不过他。谁说不是呢？看来丞相真是有心和江家交好，才特地送来这么名贵的东西。丞相家世代簪缨，常人难寻的珠子，他们倒也买得到，但这心意可就真难得了。丞相有心了，有劳苏小姐。不必客气，这也就是些小东西。不愧是苏丞相，家中底蕴确实丰足，我们真是拍马难及。可不是吗？连千金难寻地难珠都能说得这么轻描淡写，可见丞相家有多富裕。温成玉虽然感觉有些不对，但也不愿细究。苏仙仙傲慢地扬了扬脖子，心里不屑的都要溢出来了。果然是一个土老帽，也就配得上这赝品。真品早就被我拿去卖了，对待一个痴傻的老头，给个赝品都算我客气的了。石安一看那盒珠宝，就觉得不对劲，再看苏仙仙的表情，更知道有问题了。外祖母，我要看！滚开！众人的目光一下就变了，他只得改口：我是说，这宝物珍贵，小孩子别弄坏了，这东西收起来吧。小厮也怕小孩子不知轻重，弄坏了别人家的心意，双手一合就要收起。盒子合上的瞬间，石安迅速冲了上去，用屁股撞上小厮的大腿，啪嗒，盒子脱手，小厮瞬间脸色煞白，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明亮珍贵的男珠滚落一地。众人都慌了神，连忙弯腰去捡。不对啊，这珠子怎么这么轻？这个东西是假货。堂堂丞相家竟然送假货！苏姑娘，这究竟怎么回事？就是，你家莫不是故意来羞辱人的，简直太放肆了！你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拿假货，亏你们做得出来。送一堆假货，女主还真是会恶心人。把真的拿去卖钱，留假的送我外公，不知道丞相一家知道的气成啥样。听到了他的心声，温成玉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本以为是丞相受人欺骗，才会送假货过来，没想到是眼前这个看似一脸无辜的女子做的。夫人，这江家确实也不是什么高门大户，但也不至于缺一两颗珠子。苏姑娘要是不愿意送，大可不送礼，也不该如此羞辱骂我们。该死的老太婆，神气什么？等我得到了所有男人的喜欢，看我不扒了你一层皮！一个老疯子，也配这么好东西吗？好不要脸，他还有理了。外公是大英雄，他上阵杀敌，保护过北宣国每一个子民，就算不能恢复，也不该被这么羞辱。苏仙仙，太过分了！你是在说老夫吗？老头子，夫人辛苦你了，糊涂了这么多年，近几日才认出了妻子，若换作自己是妻子，心里该多难受。小姑娘，你是觉得老夫老糊涂了，配不上你的礼物是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不是你的意思，那就是苏丞相对老夫有意见了。你放心，老夫过几日一定亲自上门拜访。江信恩舒心一笑，这笑容让苏仙仙极其的害怕，她连连后退几步，竟是被吓跑了。可能是女主魅力值还不够吧，现在的她看起来真的是好逊呢。什么声音？江信恩愣了一下，恍惚想起自己在意识清明之际听到的童音，原来那不是错觉呀！哈哈哈，能听到外孙女的心声哎！我一定要跟老婆说，这样她一定会觉得自己特别不一样，是天选之子，那她还不得爱死我！嘎嘎！外公这是怎么了？看着好奇怪呀！那我好想你呀！外公怎么是这样的？幻灭了有没有？比之前认不清的人的老头还幻灭？爹，这么多人看着呢，你收敛点。哟，好久不见啊，小兔崽子！是啊，今天终于不是把我认成小厮了。这么多年不见，还是单身狗。你别和我说话，我怕我的爱情让你感到心酸。还不如小厮呢。我给小厮几百两，他都能喊我一声爷爷。
你这小子用了我几千两，连个辈分也不给我长。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没话说了。哈哈哈哈！恭喜外公惹了全世界最好惹的人。舅舅一怒之下怒了一下，惹了他，你将毫无损失。哈哈哈哈哈！好了，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娘子，苏丞相那老家伙竟然用假货来忽悠我，等今日过了，我一定要上门去找他算账。其实吧，人家送的是真货，他大概是看娘亲得宠，想来笼络一番，结果被自己女儿摆了一道。是这样的吗？这个亦敌亦友的老朋友，怎么上了年纪还被孩子坑呢？也是，苏仙仙壳子里都换人了，不是亲生的，自然不生疼自己老父亲。什么？能听到石安心声的人，此时眼中都闪过了一丝震惊。好大一个瓜！这是借尸还魂，要是真的是这样，那还真可怕。待会得请几个道长上门做法驱邪，省得自家良好的风气被那孤魂野鬼污染了。那老对头连孩子身体都被人占了，都还蒙在鼓里。算了，都这样了，再上门算账，显得他多不像个人。父亲，宁儿，许久不见，你怎的还胖了？贤妃本来挺感动的，爹还是这么耿直，是我想胖的吗？以前在边关跟着父兄出去跑马锻炼，自然是瘦得很。进了宫里，天天山珍海味养着，又缺乏运动。哪怕他不是易胖体质，跟之前的身材肯定也是不能比的呀。爹，您可真是会说话。女儿乖呀，胖点怎么了？你吃我家大米这么多年，我都不嫌弃，谁敢嫌弃你？出发点很好，但是先别出发。石安，叫外祖。外祖父，这小肉团子可真是可爱呀。宁儿，在宫里受苦了吧？不会，我有女儿陪着，才不会辛苦。在石安没出生之前，辛苦也孤独，现在还好，都过去了。好，这样就好。外祖父别担心，以后我会照顾好娘亲的。还好，宫里还有闺女，闲暇的时候逗逗闺女，边拍她，再揍她屁股，日子还是很好打发的。可能是他的视线太热烈，石安感觉屁股一阵火辣，努力拱了拱身子，试图藏起自己的屁股。我都这么乖了，娘亲还惦记着我的屁股，真是太可恶了。贤妃和家人们唠了一会嗑，看时候不早了，就提溜着石安回了房间。我今天没惹祸，娘亲不许揍我。过来，今天不揍你。你发现了那个女子送假货，算是立功，娘亲不怪你。真的吗？娘亲？怪。娘亲，肿么了？没事，只是过2日咱们就要回宫，娘亲有些不舍得。好不容易外公清醒了，娘亲却要回去了，这换做我心里也会难受。娘亲，买礼物，每一次分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娘亲不难过了。买点礼物给外祖父外祖母吧，算是留给他们一个念想。好，那咱们明日上市集去给他们挑礼物。好耶好耶，我也要挑礼物，我要给七武姐姐送礼。这边将军府气氛融洽，丞相府却是另一副景象。早在苏仙仙被人戳破送假货的时候，丞相就得到了消息，他气得两眼一闭，差点嗝屁。要换作是我，肯定会说被骗了，完美的解决。结果苏仙仙直接跑了，直接坐实了送假货的罪名。他可倒好，不交好就算了，直接给他结仇了。逆女，真是逆女呀！坑爹，名副其实的坑爹！跪下！爹，女儿为何要跪？你得罪了贤妃一家，还敢这么理直气壮地问我？原来是贤妃啊！爹，您就是眼皮子太浅。等女儿以后出席了，你要什么没有，何必巴结他们？你可拉倒吧！牛皮都给你吹破了，这要牛逼你怎么不上天呢？以我做墙头草多年的经验来看，自己这个闺女绝对不可能出息，就冲她这自命不凡、自视甚高的样，能出头才有鬼了。真当别人都是傻子呗？别跟老子放屁！真货在哪里？给我拿出来！朕的南珠被我拿去送人了。你这个蠢货！他随手抄起一个鸡毛掸子，猛地朝苏仙仙身上招呼：死老头，你干什么？放肆！他一句死老头，彻底把苏丞相惹怒了，手下再也不留情，狠狠挥动鸡毛掸子，打得苏仙仙涕泪横流，抱头鼠窜。爹啊，别打了，我知道错了。今天不是我死，就是这个逆女王！哎呀，我的天爷呀！老爷，您别打孩子了。你可真是我的好娘子啊！老爷，
仙仙也不是故意的，您就原谅她这一次吧。傻孩子，快说话。爹，我知道错了，您就原谅我这一次吧。别，您哪有错呀？错的是我脸大，我活该。老爷，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就这一次行吗？这话要是放在半年前，那还有点说服力。但自从这逆女落水醒来后，3天2头的惹祸，他娘早就求过好几次了，哪来的没求过什么？你求的还少吗？今天要么给东西，要么赔钱，2个都拿不出来，那就让这逆女去祠堂跪着，永远不许出来。那不然我替女儿赔钱。好，明天把1万两送到管家手里，没有的话，2个一起跪祠堂。说完也不管母女俩难看的脸色，当即就离开了。可笑，还以为我会惯着他们，1次2次就算了，惹祸的次数多了，就算有情分也不剩几分。娘，您别伤心，等我以后出息了，一定会报答你的。算了，给就给吧，谁让你是我女儿呢？石安，起床了。起，麻溜的起啊！我终究是被这纸醉金迷的人间同化了，竟然学会了赖床，罪过呀！吃饭，他们娘俩就去一家卖老人保养脂粉的店，把你们店里最有效果的脂粉拿出来。我们店里的货物效果都挺好的。那就都拿出来。你以为你是谁呀？真以为自己是宫里的娘娘呢？别人都给你一个人服务。他正要开口，就见贤妃从口袋里掏出100两的银票，放在了桌子上。老板瞬间变了态度，恨不得把脸笑烂了。美女您好，我就是专门为您服务的。哎呀，瞧我这眼力见，怠慢了。这老板变脸可真快，表示理解。赚钱嘛，不丢人。贵人你好，我叫朱娘，您是打算买礼物来送人的吗？可不，我娘亲这么年轻，还用不上这些脂粉呢。这是阴质醉，平复脸部皱纹，延缓衰老都有奇效，就是贵了点，1小瓶就要50两。您看，这老板倒是没坑人，这东西有效果，但好贵。对比一下，贤妃就大方多了，不仅买了胭脂醉，还买了其他护肤产品。贵人您好，贵人再见，下次还来，我给您打折。看看，有钱就是好，多养人。等我有钱了，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谢谢，这饼真是又大又圆。娘亲，我想吃。拿了这么多东西，属实有些耗能量了。石安馋得走不动道：“刚才不才吃了吗？我是生了个饕餮吗？你想吃什么？茶叶蛋。去吧。老板，1颗茶叶蛋。只要1颗吗？不多来几个，这1颗就够吃1口的。丫鬟，你当着我的面就忽悠小孩，是不是不太礼貌？来10颗。什么地主家的傻孩子，这么容易上当受骗？老板尴尬地摸摸头，他只是开玩笑，谁想到小朋友当真了。想拒绝，石安还不同意。就要。小主人包起来吧。这老板经常会把剩饭剩菜送给乞儿，是个好人。好人嘛，就该多赚点钱。当然，我也有贪吃的成分在。隔老远，轩辕毅就听见石安内心的叨叨声。嘿嘿，不愧是他的闺女，从小就忧国忧民，心系苍生，真有我的风范。石安，他嚎了一嗓子。石安扭头去看，见到熟悉的身影，假装没看到。这么久都不来找我，哼，臭爹！他怨念不清，轩辕毅还想叫冤呢。不关我的事啊，临城匪患，在宫里处理剿匪的事情，不得已才错过了老将军的寿辰。臭小孩，小心！轩辕毅的声音陡然转了个调，平静的集市骤然混乱，一群手拿长刀的人窜了出来，直直朝着石安冲去。眼见着离石安不到1米，没时间犹豫，他纵身一跃，毅然挡在石安身前。完了，老子功夫差，今日是要交代在这了。正打算硬扛下这一刀，空中忽地飞出一把菜刀，当的一声打掉了杀手的刀。哪位好汉救我狗命？感谢苍天，救我爹狗命！天知道，我压根没把那些杀手放在眼里。要是那刀落下来，我能瞬间让那些人毙命。结果老爹给我来了个措手不及，差点吓死我。石安赶紧抬头去看看哪位恩人这么靠谱，结果一抬眸就看见了他娘。我娘，我弟娘，子儿。贤妃飞身一跃，一脚扎扎实实地踹在了杀手的胸口，另一手抄起竹棍，猛地抱了其中一人的头。眨眼的功夫，暗卫已经赶来，那群人见势不妙，忙要撤离。说谁派你来的？不想死就赶紧说。感动我的女儿，真当我是吃素的吗？混账玩意！娘亲万岁！好帅！他俩被迷死了，刺客快要痛死了。
他把脑袋偏到一边，正好对上父女俩崇拜的视线。饶是他心理素质再好，此时也一阵心梗。帅吗？我用命换的。刺客气的当场咬碎了嘴里的毒药，嘴里吐出一口黑血后，两眼一闭，再也没睁开。宝贝，怎么样了？他没事，我比较危险。参见。无需多礼。轩辕毅示意他还在外面，不要声张。贤妃也停下了话，赶紧带着父女俩回将军府。陛下，您身旁不是一直有人保护吗？怎么他们这么慢才跟上？我想着出来接你们回家，不会有什么危险，就让他们离远点。本来还想和老婆孩子逛街，那些人看着有些不自在，结果一时任性，差点把命赔进去了。呜，当真是江湖险恶。真无语过，真当自己是17、18岁大小伙，自己有多值钱，心里没点数。就他那项上人头，至少值几百万两银子，这么放肆的溜达，未免对自己的身价太不尊重了。真是奇怪了，怎么算不出来谁要害我呢？石安第一次对自己的法术产生了质疑，他忙闭上眼睛，又推算了一遍，才勉强找出点苗头。这是天道庇护，有大功德的人要害我，不是有大功德的人要杀我。我是犯天条了吗？给我整这么一出。首先直接排除女主：一，她没有功德；二，她没有钱，养不出这么多死士。虽然比较复杂，但给我几日也就能推出来是谁了。天道保不保护是他的事，想杀我石安，就算是天要护着也没门。石安没把这当一回事，他爹娘可就不一样了。两人拼命回想自己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怎么会有人要杀他们的宝贝女儿？参见陛下，您没受伤吧？嘴上是这么说，他的眼神拼命往后瞟，一心都扑在女儿和外孙身上。老将军，您敢不敢再不走心一点？朕无事。那就好，宝贝闺女、外孙，你们没事吧？没事，外公不担心。好，外公知道了。哪个天杀的狗玩意，敢害我的外孙？狗娘养的畜生！让老子知道，非砍了他的脑袋，拿下来当球踢。姐姐，你没事吧？我很好。石安仰着个笑脸，眼皮一挑，从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猜猜是什么？镯子。这份礼物真是有心了。谢谢石安，我很喜欢。喜欢就好，我也有姐妹镯。好，我会一直带着的。一定要带着呢，我特地在上面施了咒法，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反正带着就对了。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好，我送姐姐东西不是要求回报的。简单收拾了一番，就登上了回宫的马车。现在就开始想姐姐了。呵呵，这么多天不见我，也不想我，这么快就想念江七无了。果然被女儿忽视是我的宿命。石安是不是不舍得离开？你还小，感觉难受，这很正常。以后你就会发现，分离才是人生的常态。这短短几句话，把石安心态整 emo 了。是啊，等以后爹娘老了，我们也有一天会分离的。想哭。不过你放心，爹以后要是死了，一定会半夜飘回来看你，就趴在你床头，保证你想我的时候，一抬头就能看到。你有事吗？大可不必。第二日，轩辕毅要去上朝时，石安正好醒了。看他这么精神，他直接提溜着孩子一起去上朝。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我每次装睡都会被发现？都这么谨慎了，连呼吸的节奏都是刻意掩饰过的样子，没道理呀。问，就是靠实力。群臣在下面看得眉毛直跳。呵，女儿奴，这么宠着，怎么不放房间里让她躺着睡了？是不舍得吗？这金子做的龙椅，待会磕坏了您女儿尊贵的屁股，可怎么办呀？搞得好像就她有女儿似的。兵部侍郎，陇南城的匪患还未平，你可有推荐的人选？不是，您点我干嘛？我一个吃皇粮的，早就吃得满肚子肥膘了，能有什么建议？可能曾经是有个好脑子和好体格子，但现在，呵呵，就剩个好肚子。陛下，兵部郎中徐怀，此人可堪大任。朕要是没记错，徐怀是你亲小舅子吧？任人唯亲，干得漂亮。要是这人真是什么有能耐的也就算了，就是个草囊饭袋。之前挑人的时候，第一环就排除了这傻帽。按照安慰给他的消息，这蠢货出去吃个饭都能被人算计着给赔了几百两，派他去剿匪，怕不是去给那些匪徒冲业绩的吧？臣惶恐，臣只是按照能力推举贤良，还望陛下明察。看的人直翻白眼。兵部尚书看左右都没动静，心里直犯嘀咕：靠，这么安静。很好，
就你了，兵部尚书，你有何高见啊？陛下，臣觉得江将军的幼子江生仪智勇双全，是个可用之才。哦好，这小子怎么知道他想用江生仪的？舅舅好啊，我看看。他拇指点过中指、无名指，最后落在小指上。你就派我舅舅去吧，绝对的，他就是天选之子，文韬武略，这人才您就用吧。宣江生仪觐见。臣参见陛下。免礼。江生仪，你可愿带兵去平复陇南城的匪患？臣愿意。放心吧，以舅舅的能力，匪患肯定能平。那他正准备说话，兵部侍郎一个机身站了出来。陛下，不可。不是，你有事啊？陛下，江家大郎带兵镇守边关，二郎守护曹城。若是江生仪也带兵，这恐怕会生乱啊，还望陛下三思。其他的大臣也是这么想的，但他们学乖了，能不说话先不说话。明哲保身要紧。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敢出采帽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位哥哥都是手握重兵之人，自己姐姐又是高位妃嫔，为了不被皇帝猜忌，只做了个小小的文官。但带兵打仗这些他从小就学，让问问放过这唾手可得的机会，又实在不愿意。好你个王八犊子，老子好容易找到一个能用的，你再给我整跑了，我砍了你的猪脑当球贴。兵部侍郎，你真是一心为国呀，我看你很有意见啊，不然你上。臣无才无德，恐难当大任。知自己难当大任，你还一堆屁话，显得你特能放屁是吧？你行你上啊，不行你瞎比比什么？怎么不笑了？刚才不是笑得挺欢吗？皇帝去了趟江家，才顺嘴提的江生仪，没想到撞在皇帝心坎上了，皇帝不得爱死我呀！哈哈哈哈哈！臣错了，知道错了就给朕闭嘴。江爱卿，朕就封你为巡抚，赐上方宝剑一柄，见宝剑如朕亲临。匪患一事事关重大，爱卿不要辜负朕的一番信任啊！臣领命，请陛下放心。好家伙，合着是想让自己小舅子上，难怪不用他的小舅子。知道朕为什么赐你尚方宝剑吗？陇南的匪患一直不平，臣斗胆猜测是官匪勾结所致。皇上赐臣尚方宝剑，是想震慑那些贪官。我去，舅舅好勇啊，这是可以说的吗？没事，要是老爹待会生气，我就过去抱他大腿，让他饶了舅舅。实在不行，我就原地发疯打滚，阴暗爬行，让爹以为我中邪了，这样就没工夫生舅舅气了。呵呵，还真是个大聪明。朕要不要给你颁个奖啊，小孩姐？朕就是这个意思，你去的时候小心点，有事让新哥传递就行。这边后勤保障绝对靠谱。多谢陛下。皇帝迫不及待地给他忽悠跑了。看什么看？轩辕毅看到石安一脸的恋恋不舍，酸得直冒泡。来来来，朕教你写字。石安，这写字就要从娃娃抓起。古代版的鸡娃正式拉开帷幕。这行为虽然有吃醋的成分在，但也是为了锻炼孩子的嘛。皇后娘娘求见。皇后，原著里好像对她的描写不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让她进来吧。臣妾参见陛下。皇后，你怎么来了？臣妾来看看陛下，给您送一碗养生汤。汤很鲜美，皇后辛苦了。这个皇后，不是吧？皇后也有问题。我怎么看不透她呢？应该是个好人吧，毕竟这一身的功德也不是作假。那就好，这要是一国之母再是个坏人，我直接撞死算了。小公主长得很好看，像极了陛下。会说话，不愧是皇后，说话就是漂亮。皇后谬赞了，只是有几分像朕罢了，长得好看也属于正常。我只是客气客气，没想到皇帝这么认真。真是臭屁！陛下还真是喜欢小公主啊。他从皇帝那出来，坐上凤辇回了宫。侍女春花走了出来，跟他禀报：娘娘，您让我们给那些流浪孩子的钱财和衣物已经准备妥当了。皇后应了一声，走进了佛堂。娘娘，本宫都看到了，她很疼爱石安。娘娘，陛下对大皇子也很好的。凭什么？凭什么本宫就得一个人进宫，压抑痛苦？这个狗皇帝能儿女双全，还拥有那么多如花美眷，要不人家是皇帝呢？娘娘慎言啊，被人听到可是灭九族的大罪。诸天神佛庇佑，仙女愿意一生扶危济困，荤素搭配，只求你们整死那狗皇帝，让他不得好死，上朝猝死，心肌梗死，哪种死法都行，所爱之人都没好下场。求完神佛，他又担心佛祖不接这业务，毕竟这是太缺德了。于是他又起身，请出了几尊诡谲的像，动作虔诚地摆了摆，保佑皇帝一家不得好死，我也可以死，通通给我死。
平时走2步路都喘的女人，一到这个时候就生龙活虎。我怀疑皇后娘娘每天气虚体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天天跳的，一天跳2次，疯起来一直跳，半个时辰不带喘气的，能不虚才怪。这边春花兢兢业业打工，那边大皇子的婚礼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大皇子虽是长子，但并非嫡子，历朝历代的规矩，皇帝一般只出席太子的婚礼。为了防止那些大臣瞎想，皇帝并未出席。石安本来想去看热闹，但是他爹压着不让他去，给他气得鼻子差点歪了。怎么的，自己被雨淋了，就把别人的伞撕碎是吧？您可真是逢5进1，又到家了。女儿好会说话，看给孩子气的。要我说，皇帝也是活该，没事非逗孩子。那么大一个人了，跟儿子吃醋，跟妃子吃醋，路过的猪他都醋2口，整一个醋缸成精。小皇妹，你怎么没去参加大哥的婚礼啊？三哥，你觉得呢？怎么我不去是我不想吗？那也得臭爹让啊。得，彩皇妹痛脚了，没事，虽然你没去，但是我去了呀。我可能吃了婚礼上的清炖肥鸭、香酥排骨、红烧鱼，我全炫进肚子里了，保证把你那份吃回来。这傻孩子，要不还是闭嘴吧。三国，混蛋，这么会说话，你不要命了？吃吧，谁能吃过你啊？要不是你是我三哥，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社会的险恶。轩辕爵站着挨打，最后以交出了腰上的一块上等美玉为代价，才哄好了石安。石安扭捏了一下，还是收下了。我也不是什么见钱眼开的人，主要是三哥太客气了。对了，三皇子，您来我这是有什么事吗？七皇子道。七哥，石安好。今日倒是巧，你们2个一起来了。不巧，我们是约好一起来的。刚才正想和贤妃娘娘说，这不是父皇生辰快到了，想着来这一起和石安商量一下，送父皇什么礼物好。对了，贤妃娘娘，您打算送什么呀？这么吗？我能说我压根就不记得皇帝生辰了吗？早知道皇帝生辰快到了，他当时出门逛街的时候就顺手给他买个礼物了。母妃一定准备了很贵重的礼物，不想告诉咱们，怕咱们说漏嘴了是吧？有道理，有可能。呵呵，你们可真是小机灵鬼呢。是啊，母妃是准备了礼物，每个人的礼物不同，心意也不同，你们也要自己想哈。是，母妃说的有道理。贤妃娘娘有心了。娘亲真是人美心善又体贴。曹，汗流浃背了亲人们。那你们先聊，我先去给你们准备点心。还是位慈爱善良的好母亲。跑出半里地的贤妃听到这话，差点没把腰闪了。什么叫做捧杀？我如今是明白了，这回不仅要把皇帝的礼物准备得明明白白，还得把公主皇子们照顾好了。好，真不愧是好孩子，精准挖坑。贤妃娘娘已经准备了贵重的大礼，咱们也不能输给她。三哥，你这话说的，我母妃有田有地有车有房，人称富婆，你有啥？说得好有道理，竟无言以对。想我什么玩意不是皇帝赏的？要是按照礼物的贵重程度挑，他不得倾家荡产。心意很重要。2个哥哥一致赞同。千年的王，8万年的龟，哥哥们送之乌龟，祝父皇活成老乌龟。轩辕爵和轩辕锦瞪大了眸子，在他脱口而出之时堵住了他的嘴。石安，你年纪还小，这礼物的事情你把持不住，你敢说，我俩也不敢送。不然父皇活不活成老乌龟他们是不知道，他们被揍成龟孙是肯定的。亏他能想得出来，那送棺材不是升官又发财，寓意更好点。轩辕爵差点被弟弟妹妹的脑回路送走，掐着人中疯狂呼吸。不是，七哥你咋想的？你可真是个大孝子啊。童言无忌，大风刮去，莫怪。要不还是送给父皇一颗寿桃吧。桃子、桃子、桃梨孩子，有这俩卧龙凤雏在，我真的很担心父皇的心理状态。3个大聪明在这里讨论着送礼的事情。大皇子轩辕怀带着自己的老婆入宫给皇帝皇后请安。皇帝带他走了个过场，他亲爹对这儿女都挺宽容，想着他们第1天结婚，腰可能有点酸，就没留他们多说话。2人就一同去了皇后的景仁宫。儿臣儿媳参见母后。皇儿起来吧。他故意不提大皇子妃，上官子言向来懂规矩，肯定不敢动。立个规矩喽，谁让他们的幸福刺瞎了我的双眼。好的，谢谢母后。轩辕怀麻溜起身，一把就牵起了上官子言。夫君松开，这不合规矩，还没叫我起来呢。
言儿你放心吧，我母后是全天下最慈祥、温柔、善解人意的女人，她才不会像画本子里的恶婆婆那样，没事就给儿媳妇立规矩呢。没想到今早第一枪是这个蠢儿子开的。母后，您说是吧？那可太是了，皇儿真是深得我心。言儿你坐着，你昨日受累了，今天少站一会。这虎狼之词，闭嘴！皇后在上方看他们幸福的冒泡，牙齿差点酸倒。皇儿，你们夫妻和睦，母后看的可真是欣慰极了。这对赤金翡翠镯子是本宫娘家给的嫁妆，如今就传给你了。大皇子妃可要好好努力，早日为皇家诞下皇长孙。是母后，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总觉得皇后不太喜欢我。母后，这话不对。怎么，本宫只是想太子妃赶紧生下男孩，为您延绵子嗣，这有什么不对吗？这生男生女，女人说的不算啊，一般都是看男的。母后，您这话说的，要是生不出男孩来，儿子压力得多大？再说了，女儿也是传宗接代啊，您格局打开点。这么的，早知道生出这么个情种，我当年还不如生块叉烧。母后，儿媳知道了。闲聊了2句，就赶紧跑了。等人走远了，皇后直接原地发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娘娘息怒啊！不行，本宫一定是神佛拜的少了，我得多去拜拜，一天拜12个时辰，逮到哪个是哪个，绝对不能让他们成为相亲相爱一家人。娘娘，那可是您的亲儿子啊！娘娘，悠悠，哪来的情侣呀？隔这么老远就闻到恋爱的酸臭味了。小公主，嫂嫂好。只看到嫂嫂，没看到哥了呗？哟，就你个老婆脑，你能看到我吗？哥哥好。你怎么一个人跑来了？哎，别说了，跟那2个狗头军师研究半天，都没想好送父皇什么礼物，干脆就出来找找灵感了。出来逛街，礼物。什么？他说他出来逛街，顺便给父皇选礼物。没错，你们倒是有默契。他还想说些什么，石安突然握住了他的手，脸上表情微微一变。这是什么？这个是皇后娘娘赏给我们的新婚礼物。不对，这上面的东西有问题。什么意思？这对镯子上面的阴煞之气好重。怎么会？这对镯子我看过母后佩戴，还不止一次。这东西上面要是有煞气，难不成我娘中邪了？皇后娘娘是不是经常把这对镯子放在什么阴私之处，日积月累下才会染上邪气？完蛋完蛋，果然是中邪了。要不要去买点黑狗血泼在老娘脑门上，还是给我娘吃几百颗大头蒜？到底哪一个管用啊？你怎么了？没事，我尿急。憋着，我要看看。这东西虽然有邪气，但对我来说也就是小菜一碟，顺手的事儿。上官子言犹豫了一下，这要是其他东西，他就直接送给石安了。偏偏是皇后赏的，又不能直接送。第一次这么小气，怪不习惯的。快给他！我是说，石安既然喜欢，就给他看看，他有分寸，不会弄坏的。大哥说的对。好，都给你。一边捏碎镯子里的黑气，一边给他输入灵气，手镯表面的黑气一点点被消磨。好了，给你。这镯子你就戴吧，有我的灵气加持，一定会保护你长命百岁。嫂子身子有些虚弱，大概是体寒，这玩意戴久了，你身体好起来，保准3年抱俩。当然，前提是我哥行的情况下。大皇子被他盯得发毛，夹着腿后退了几步。石安打算回去了，忽然感觉身上的桎梏消失了，是天道收回了庇护。他赶紧闭上眼睛，嘴里默念仙法术语。少顷，小人睁开了双眸，里面满是惊诧。是他，前些天派人杀我的是皇后。他不可置信，瞄了大哥一眼，又默默收回了视线。这可抓马了。轩辕怀被他的话震得脸色瞬间变了。你是不是憋得实在难受？要不先去如厕？他甚至还要在父皇寿宴上杀他，杀我还可以忍，杀我爹就不能忍了哈。毕竟我杀不死，可爹爹是个脆皮，一杀保证死。母后是疯了吗？他怎么会？不行，虽然石安不会说谎，但万一是他看错了呢？哥呀，你这是憋得不轻，要不先回去上个厕所？这好好的大哥，怎么摊上这么个娘？麻烦你带石安回宫，我有事先走一步。放心，我就是想如厕，你先回去啊。好，早点回来，我在家里等你。哎，听说这尿频跟肾有关系呀？这肾可别有什么问题，下次有机会的话，给我哥调理一下吧。他哪知道他哥是被他吓的，才不是什么肾脏衰弱，这也导致他误会了他哥好久。我母后在哪？殿下，娘娘可能在礼服。皇后娘娘礼服的时候都不允许我们靠近，
只有春花姑姑能进去，奴婢帮您通传一声。不必，本宫不去见母后。是。轩辕怀避开了巡视的工人，小心翼翼地踏进母后的小佛堂。他拼着直觉走向皇后的屋子，并未看到什么佛堂。转了一圈后，他目光锁定在青花瓷上，瓶身轻轻转动后，室内的墙壁翻了个转。轩辕怀悄无声息地走进去，越走进去越冷。漆黑的密道里只有几盏灯亮着，诡异恐怖的画面只让人毛孔打颤。走了几步，他眼前出现了一个身穿漆黑色雨衣的女人。大神大仙看过来，我把皇帝一家给我，斗杀了，斗杀了，给我死死死！双手合十，诸天神佛被他拜了一个遍，哪个在家求哪个，主打一个真诚。还有我那个儿子，秀恩爱，死得快，让他们统统给我分了。愿天下有情人全都分手，我得不到的爱情，别人也别想得到。母后，皇后兴奋劲正上头，被他一嗓子嚎的，差点没背过气去，一整张脸立马变得又青又紫。母后，轩辕怀被吓了一跳，赶紧上前，他也没想到皇后会这个反应。书上说这种被吓傻了要怎么做来着？好像是扇他大嘴巴子。轩辕怀脑子和手同时出发，一巴掌接着一巴掌，直到把皇后脸都扇红了，才停下来。母后，您没事吧？孽障，谁让你进来的？母后，您疯了吗？您怎么能这么做？先是诅咒父皇，现在连我这个亲生儿子也不放过，这是怎么了？那么大一个温柔知性的母亲跑哪去了？你都说我疯了，疯子怎么回答你的问题？母亲，您肯定是中邪了，我帮您请太医。不用，我没病，我就是想你们一家付出代价，包括你，这满座的神佛也都是我请回来的。母后，儿子求您了，收手吧。虽然是故意把儿子养成这种柔软懦弱的性格，但是这看起来真是让人讨厌。傻儿子啊，求饶有用的话，还要官兵做什么？好孩子，告诉母后，谁在你面前嚼舌根了？母后，你还想做什么？真的要杀了父皇吗？那是死罪呀！他想告诉皇后，皇妹一定会阻止他，可是他不能。一来皇后不会信，二来万一他想不开，石安也会有危险。母后，我不会告诉您的，求您。他一句话还没说完，直接两眼一翻，晕死了过去。皇后把插入他脖子上的针拔了出来，一脸的嫌弃。不说就不说，停顿那么长时间干甚？浪费我感情。娘娘，大皇子可是您亲生的呀。放心，留了他一条命了，只是一点小毒，让他神思恍惚几日，等我计划完成了，他就可以适当的醒过来。把他拖回去吧，就说不小心被毒草割伤了，派几个心腹照顾着。是。皇后出了密室，叫来了一个婢女。冬花，奴婢在。去查查大皇子出宫的时候遇见了谁。本宫最信任你了，一定要仔细查，别错过一丁点线索。是。寿宫内，哎呀，这皇后也是，怎么这么想不开？现在这身体长大了一点，只要寿宴上她全程盯着父皇，保证不会让他有一点危险性。只是皇后可惜了。皇帝在那门口偷听，又感动又害怕，感动于闺女对他这么好，害怕于竟然是皇后。我连兄弟都想了一遍，硬是没想到是皇后做的，而且她的势力还不小，那些追随她的人全都咬舌自尽，愣是不给人留一个活口。娴妃的想法很单纯，动皇帝我可以接受，动我女儿那就不能忍了。皇帝的想法和他出奇的一致，动我可以，动我闺女那就抱歉了，不过也不用着急。石安说皇后会忍不住先动手，那就等她出招，再直接送她入地狱吧。我爹娘在干啥呢？闺女，要不要我帮忙啊？不要，跟我娘亲腻歪去，别来吵我呀。怎么，我不是闺女最爱的人了吗？马上就要生日了，闺女也不想着送她点什么礼物。呜呜呜！被老婆孩子嫌弃的皇帝没赶上多久就被催回去上班了，还得提前安排一些人应付皇后的招。爹爹再见。娘娘，大皇子出宫时见过小公主，公主年幼，应该不是她。咱们这位小公主可不是一般人，她可是小仙人啊。冬花，她可不能留。娘娘放心，奴婢一定会想办法帮您扫清障碍。好，本宫信你。丝毫没有被人惦记上的感觉。石安正在精心准备着礼物，之前别人送他的珍宝都被锁在了一个木箱子里，现在他每天偷偷搬运一点，做起了小老鼠。娘亲应该发现不了吧？最近这眼神真是差劲，怎么看不见孔呢？司书，你看看。他把针递给司书，司书强忍难压的嘴角，颤抖着肩膀引线穿针，顺便用背部挡住了娴妃的视线，让石安有机会溜出去。
看着石安得逞般的小背影，主仆两个笑得前俯后仰。太可乐了，哈哈哈哈！就他这小动作，还以为能逃得过我的眼睛。娘娘，要不要命人跟着小公主？算了，让那些丫鬟们隔远一点，别让别人打扰石安就行。石安则是一个人去了偏僻的院落。猪猪，哼哼，来嘞，你的兰博基猪正式登场。他叫的还挺费劲，石安为了方便交流，在他眉心上点了一下，就算是签订了主仆契约，以后肉猪也能修炼了。我貌美如花的小主人，今天又是被你迷死的一天。谢谢。我的爷，我的母，我的褂子，我的袄，俺老猪能说人话了。主人，您听到了吗？我对你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爱意如……停，不是，只有我和你听得懂你的话，也就意味着在外人眼里，他刚才一顿激情输出，还是在猪叫。但我也没招啊，我总不能让猪开口说人话吧？那猪猪真的得被当成妖精烤熟了。放心，你好好修炼，还是能有机会的。加油啊！放心吧，主人，我必定头悬梁锥刺股，卷成王中王，吃得苦中苦。行行行，有这决心就不错了，总不能一直叫你猪猪吧？但求主人赐名。我看你天资聪颖，眉清目秀，又英勇不凡，霸气侧漏，我决定给你起名叫猪霸气，星号邪魅，星号炫酷，星号牛逼 plus 星号苏哥，你觉得怎么样？不，你还是把我炖了吧，这名字说出去，他可怎么混啊？主人，我觉得可以缩减一点，那就叫你小苏吧。只要不是那一长串的名字，哪个都可以。给他起好名字，石安继续做他的礼物。哦，我的主人，您的手实在是太巧了。您的父皇要是看到您的礼物，一定会感动的涕泪横流，更加的爱您。淡定淡定啊，咱们保持低调。小苏，这个看顾礼物的重任就交给你了。您放心，猪在东西在，猪王东西也没不了。好，看着这宫殿地方不错，石安直接打坐修炼。狗洞里，一个人影爬了出来。冬花他一眼定位到石安的身上，从腰上取出一个绿色的瓶子。这里的毒药无色无味，只要灌进石安的嘴里，他必死无疑。结，我马上就要杀了娘娘的心腹大患，成为娘娘眼中的红人了。小公主，您可别怪我，您失去的只是性命，可您要是不死，我家娘娘失去的可是快乐呀。去死吧！冬花一眨眼的功夫，窜到了石安的眼前，掐着他的腮帮子。正在打坐修炼的石安，什么个事？夫妇休得动我主人！一道壮硕的身影从他眼前划过，下一秒，冬花直接被扑倒在地。小苏飞起前蹄，对准他的肚子，猛地就是一脚。冬花发出了痛苦的嘶鸣，嘴巴张得老大，一瓶子的药直接倒进了他的嘴里。想杀我主人，先过了我这关。冬花吓得人都傻了，拼命对外吐口水。小苏跳起来就是一巴掌。毒妇，给我爬！等石安再度睁眼，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衣衫破旧的宫女，披头散发，神色癫狂的到处乱跑，身后还跟着一只骁勇善战、英俊不凡的猪。他逃，他追，他们都插翅难飞。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嘞？这么快就沉不住气，派人来追杀我？得亏这丫鬟没有把药喂到我嘴里，否则我就能让她见识一下什么叫做豌豆射手。小苏，主人有何吩咐？别打了，姐姐，谁派你来的呀？冬花一睁眼就见到了石安那张人畜无害的脸，他心一横，伸出了手，死死地掐住石安的脖子。去死吧！住手！下人听到了动静，破门而入，正巧抓了个正着。他抱着必死的心，也是下了死手，手刚用尽，浑身就如过电一般，不停地抽搐。抱歉，忘记和你说一声了，动我会招来电击雷劈的。姐姐们，我没事。怪物，我不是。谁让你来的呀？我不会说的，你就是打死我，我都不会说。不用这样的，其实我知道是谁，咱就走个过场。你为什么这么能活？石安，不是，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贤妃听到了消息，就差没有急疯了。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剑挑断了冬花的手筋和脚筋，在她一脸痛苦时，火速卸了她的下巴。娘亲，宝贝，你有没有受伤？娘亲，不怕，安全。以后别一个人单独出来了。娘亲不用担心，我是谁呀？没人能伤得了我。
娘亲知道宝贝很厉害，就算是为了娘亲好不好？别一个人乱跑好吗？好，把他带下去，交给慎刑司严刑拷打。娘娘，他好像是皇后娘娘身边的人。皇后，她有意见的话就亲自来找我。感动我的女儿，管她是谁，都别想好过。石安被抱回了永寿宫，这边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皇后的耳朵里。这个丫头还真是不顶用。春花，替本宫更衣梳洗，咱们去会会这位贤妃。春花两眼一黑，差点没晕死过去。我才离开多一会，怎么就又害了小公主一次？娘娘啊，您是杀上瘾了吗？还愣着干嘛？把本宫最爱的那件衣服拿来。皇后娘娘驾到。来的倒是快，参见皇后娘娘。皇后正要压一压她的气势，结果就见她站了起来。站了起来。本宫还没说话，你怎么就站起来了？放肆，贤妃，你怎能如此无礼？司书，掌嘴！司书是个主子脑，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巴掌。贤妃，你这是做什么？嫔妾这都是为了娘娘啊！呵呵，放你娘的狗屁！为了我怎么那么不信呢？娘娘忘记了，臣妾生了石安后，身子一直比较弱，每次去见您，您都嘱咐我不用行礼。之前臣妾不懂事，每次都不听，现在想来我实在是不识好歹，服了您的面子。今日特意听了娘娘的话随意些，没想到这丫鬟竟然当众跟娘娘唱反调，臣妾只好替您教训她一番了。娘娘，您不会生气吧？本宫当然不生气，蠢货还不退下！春花被骂得心塞，捂着一张脸，灰溜溜的走了。贤妃也没有招呼皇后，自己先坐下了。皇后拳头紧了紧，还是先耐着性子坐了下来。贤妃，本宫今日来是找你要人的。娘娘是说那个要害石安的刁奴吗？臣妾已经把他送到了慎刑司了，现在应该被打得半死了，这里面肯定有误会，本宫要亲自带他回去审问。贤妃还是赶紧把人放出来吧。娘娘说笑了，那宫女是您宫里的人，若是把她交给你，恐怕别人会以为你故意包庇她呢。您放心，为了你的名声，臣妾一定会往死里审，绝不会让你被误会。贤妃，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要胡言乱语，臣妾宫中之人都可以作证。害了人还想跑，哪这么容易？只听你宫里之人的一面之词，不可信。本宫是给你面子，才特地走了一趟，你别不识好歹。我是六宫之主，想带婢女回宫，你觉得你拦得住吗？我是来通知的，不是来征求同意的，这就不装了。来人，呈上来。是。他一声令下，司书捧着墨绿色药瓶走了上来。那瓶子皇后看得十分眼熟，就是他亲自交给冬花的毒药。娘娘，这是从您婢女身上搜出来的毒药，您还有什么好说的吗？这没用的奴婢，被抓了也就算了，还把把柄留给别人，气死我了！为什么世界还不毁灭？为什么人类不灭绝？为什么只有我在生气？此事疑点颇多，本宫不信他会这么做，我会带他走。站住！娘娘，臣妾特地请了皇上的旨意，没有我的允许，他们不会放人，您还是歇一歇吧。放肆！贤妃，你胆敢忤逆！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今天就要贤妃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后宫之主。外面乌泱泱挤进来一大批人，冲着贤妃袭来。皇后解气，她今日就要当着众人的面把贤妃绑起来送进司牢，治她一个大不敬之罪。你敢！石安已经憋了一肚子火，正要发怒，贤妃旋身抽出腰上的软剑，哐当一声，桌子直接碎成了两半，飞起的茶盏碎片直接把皇后手划开了一个大口子。啊！反了，贤妃你要造反吗？皇后娘娘，臣妾身上有皇上御赐的黄马褂，我父亲亲自交给我，就算是您也没资格抓我哟。哦吼吼，嘿，抓不了了吧？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皇上驾到。等皇帝进来时，皇后已经换了一张脸，靠在桌子上，一手扶着胸口，满脸虚弱的样子。不是您专业学表演的吧？陛下，您总算是来了，臣妾呜。皇后强忍着恶心，扑到了皇帝的怀里。妈的，为了演戏，老娘忍。皇帝不解风情地避开她的触碰，差点让她闪了腰。我他妈忍。皇后，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吧。陛下，贤妃不分青红皂白，直接绑了臣妾的宫女，臣妾气不过说了她两句，她就要动手。臣妾实在委屈，宫女也是人，他们也有爹娘，事情还没查清楚，怎么能动用私刑呢？贤妃，皇后说的可是真的？那人试图谋害小公主，臣妾已经把他关起来严刑拷问了。
这都是贤妃，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皇后说的多有道理，宫女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家人，你万一打死他了，他家人得多伤心。你应该把他全家都抓起来，一起拷打，让他们一家人整整齐齐的上路，这才不会孤单嘛。妾明白了。我掏出40米长刀，给您削个苹果。不愧是朕的女儿，真是孝顺啊。妈的，不枉老娘天天烧香拜佛，要弄死你，你是真该死啊！你们一家人浓情蜜意了，拿我逗乐是吧？陛下，臣妾也不是想要责怪贤妃，只是我是后宫之主，这后宫的事情还是得管理的。对啊，皇后，你不说，朕都忘了你是后宫之主了。之前几天你去了吗？未曾。宫宴的大小事宜，你有安排过吗？也未。连朕的寿辰，您老人家都没出场吧？臣妾并非故意，只是身体抱恙，我就是故意的。怎么地，就不想给狗皇帝干活？那你这后宫之主当的确实不怎么明显。这样吧，我看你这身子骨1年半载也好不了，干脆就把你皇后金印收回，等你身体彻底好了再还给你。陛下，你不用自责，你身体不好也不是你的错，咱们夫妻一场，我要是再让你生病操劳，也实在太不是个人了。今日就交上来吧，你就不用谢我了，这都是朕应该做的。王八蛋，欺人太甚了。我操，我爹牛逼呀！皇后不会被气死吧？我操，我爹牛逼呀！皇后不会被气死吧？虽然但是，爹你是真的会说话，难怪皇后恨你恨的，大半夜坐起来都想给你2巴掌。你怎么还不走？呵呵，很好，臣妾告退。陛下，臣妾莽撞了。虽然没什么后悔的，但是贤妃为了自己的温柔表象，还是编了一句。实际上她想的是，我可真是一点错都没有，做得太对了，感动我女儿。皇后又怎么了？脸皮太厚都不好使，皮都给你掀了，大不了发疯。之前清醒克制，到头来还是让石安受了那么多暗害。若非女儿是仙人转世，早就死了不知多少回了。之后我一步都不会退让。你还是太保守了，以后记得把他全家抓来一起拷问，这样效率比较高。朕已经命人去绑人了，你下次注意啊。爹你是真溜啊，说干就干，这效率，怪不得你当皇帝嘞。闺女，你真没事吧？放心，妥妥的。那瓶药全到那丫鬟嘴里了，你们可得快点审，不然他人就得嘎了。大皇子妃求见。一家人甜蜜互动时，司书忽然来禀报，皇后刚走，大皇子妃这时候来是想要做什么？我大哥还真是个怨种呢。怎么个事？之前说皇后派人通传大皇子被毒草划伤，我特地派了御医去看，他一回禀只是微末的毒性，几日便能恢复，他也就没上心。毕竟皇后是大皇子的生母，他再怎么疯也不可能对大皇子动手。但现在看石安这反应，好像还有隐情。大哥发现了皇后在密室做法，想要咒死老爹，还要诅咒他的姻缘。本来想阻扰他，结果被他一针捅了脖子。我的哥真是太难了。嚯，没想到事情是这样的。事实证明，皇后的思维真的不能用正常人的脑子去衡量。好在人没事，毕竟是亲生的，就下了点让他安静的药。也不知道这爹和哥谁更惨，一个被扎，一个被诅咒。那女人发起疯来，六亲不认，主打一个撞死所有人。让她进来吧。对，赶紧让我貌美如花的大嫂进来，她肯定快急疯了。参见陛下，参见贤妃娘娘。快坐下吧，擦擦汗。你是为了大皇子来的吧？不是，也是。你在玩什么语言艺术？大皇子中毒昏迷，却一直叫着小公主的名字，嘴里还喊着小心。儿媳怕出事，特地前来告知。大哥肯定是知道了皇后要杀我，昏迷着都不放心，还得起来喊2句。他真的，我哭死，这份情我是记住了。合着就我不值钱，就惦记石安，他的死活没人管一下的吗？大皇子妃有心了，本宫和皇帝一定会放在心上，你不用担心。这样就好，那儿臣就先行告退了。爹娘，咱三是不是跟这种大型宴会犯冲呀？这话怎么讲？每次这种大场合，不是我的脑袋被人惦记，就是我娘的脑袋被惦记。这次可好，一家子的脑袋都被惦记了。景仁宫，春花听着密室里传来玻璃破碎、重物落地的声音，心里不由一跳。进去第一眼，差点把自己吓尿。我爹娘娘啊，您在做什么？这一地的碎片都是那些佛像和神像。
娘娘，您这么做会遭报应的，怪勿怪。我家娘娘只是脑子疯了，没有恶意的，诸天神灵莫怪罪啊。本宫还怕这些石头吗？瓷器吗？本宫虔诚供奉了他们这么久，屁用都没有，还留着干什么？安排的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很好，这回他们一家谁都别想跑。阿嚏！石安揉了揉小鼻子，是皇后在骂人，皇后还真是执着呀。石安，你看，你舅舅给咱们寄来书信了。让我康康，舅舅都写了啥？皇帝一边翻一边念给他听。江生仪已经到了陇南城，他正在打探土匪的数量，并且在秘密调查是否存在官匪勾结的情况。如果有的话，会立马控制住那些人。你舅舅可真是真的一员猛将啊！早知道江家的人都这么能干，才不会放任江生仪这么多年。舅舅的安排很妥当，但是我刚才又推算了一遍，他这回恐怕要受搓磨呀。这可不行啊！好容易找到一员猛将，正准备好好剥削一番，可不能折了呀。而且江生仪还是自己亲小舅子，要是出了点啥事，总感觉贤妃会想杀了他。石安闭着眼睛，估摸着还在算，轩辕毅也不敢打扰他。好家伙，这城主还真是好大一狗胆！城主竟然劫了朝廷给舅舅的粮草，还要火烧粮仓，这不是打算饿死他们吗？该死！早就怀疑陇南城的官员有问题，怎么可能精良的部队斗不过散装的土匪？果然是有猫腻。若是截取粮草，倒还好办，可以再命人送去。只是这个运送粮草的人一定得靠谱啊，否则就真危险了。陛下，大学士求见。让他进来。参见陛下。大学士啊，你来找朕有什么事吗？臣是想禀告陛下，翻译工作已经可以收尾了，如今书籍已经出版，销量也都还不错，还得多谢陛下为臣送来了一个好帮手。大学士，那你现在是有空闲了吗？是。朕这有一件抛头颅洒热血的事，就是有一些危险，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你这么说，谁会想去呀？陛下，臣一介文官，虽然想冲锋陷阵，但怕身体支撑不住，更加坏事，故不敢轻易答应。那好吧，为江生仪运送粮草这事，朕另选他人吧。等等，陛下，您的意思是？轩辕毅长话短说，把石安的推断说了一下，换来了石安一阵夸奖。亏是我爹，这默契值直接点满，以后谁再说我爹是昏君，我脑袋给他打爆。陛下，臣想明白了。什么？为陛下分忧是每个臣子应该做的事，我怎么能因为身体问题就不去做了呢？这简直是丢天下文臣的脸。倒也没那么严重。臣知错，现在自请运送粮草，以表忠君之心，还请陛下不要劝阻，给臣一个提升自我、报效家国的机会。林大学士，您是练过的吧？变脸见过，变得这么大义凛然的，真是没见过。他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也只能同意了。皇帝交代了一些事宜，又给了林承许一道旨意，让他去调人。拿到了圣旨，林承许刚忙去处理事情，石安偷偷溜出来，抓着他的手。怎么了，小公主？给舅舅。小公主是想要我把玉佩交给生仪吗？一定要给他。放心，我一定亲自交给生仪。希望这个玉佩能帮舅舅减轻点麻烦吧。陇南城，江大人，咱们来喝一杯。有江大人在，我等放心了许多啊。这杯敬您。城主大气，我也不客气了。方城主看他越喝越上头，心里也是暗爽。本来我还以为江生仪是什么硬骨头呢，没想到也是个好糊弄的主。今天敢喝酒，明天就敢收钱，人就是这么一点点烂掉的。至于江生仪会不会抵挡住，我只想说，拒绝是根本不可能拒绝的。今日江生仪是别想走出这个房间了。江大人，别停啊，继续喝，喝醉了直接给你塞2个妓女，明天醒来任由他长10张嘴也说不清了，只能乖乖任他摆布。大人你也喝啊？好，下官就不客气了。生怕江生仪起疑心，不到半个时辰，江生仪已经喝得迷迷瞪瞪了。他揉着眼尾，脸上爬满了玫红色。继续喝呀，怎么停了？说完，他砰的一声砸在了桌子上。方城主估摸着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厌恶地扫了他一眼，走进了隔间。大人，那2人已经安排好了，就在门口候着呢。那2姑娘都调教过了吧？知道明天该说什么做什么吗？大人，您就放心吧，他们是特意培养出来的兽马，绝对让人欲罢不能，保准让江生仪都舍不得放手。让他舍不得只是最基本的操作，最主要的是要让他不敢跟咱们作对。大人放心，他要是敢和咱们作对，那2姑娘就会一口咬定是他强迫的他们。这事要是传出去，别说剿匪了，皇帝生起气来，江生仪脑袋能不能保得住都还不一定呢。
这两个女子都有花柳病，要是江生仪不想身败名裂，就只能老实听话，任他们摆布。哈哈哈，两人正在笑着，忽然后脑勺一疼，再接着就不省人事了。江生仪拍了拍手掌，厌恶地捏起两人的后脖领。就这两个大傻叉，以为这点酒就能弄倒我？老子当年在边关时几斤白酒起喝，你就拿这点东西对付我呢？奇怪，不是叫咱们来吗？怎么没动静？哎呦，可能是醉得不省人事了。今日听说来的是个小鲜肉，咱们姐俩好久没开荤了，正好尝一尝滋味。一听这两位姑娘的调调，怎么像是要吃人？原来打的这个主意啊！一个用力把地上的方城主提溜起来，丢到了床上。这好东西，你就自己享受吧，我可无福消受。吱呀，门被推开了，两位姑娘扭着水蛇细腰，婀娜多姿地走了进来，直奔着床上去了。嘿，奶奶的，还以为叫老娘来是吃一口小鲜肉，合着一看还是老腊肉。不仅是老腊肉，这黄瓜还又老又小的。呸！我就说有这好事怎么能轮得上咱们姐俩？合着又是这辣眼睛的货色。姐姐快别说了，赶紧的吧，再拖下去隔夜饭都吐出来了。今天就把这狗东西榨干，长成这样真是纯诈骗。听到他们如狼似虎的发言，江生一下的就恨不得双手双脚并用爬出去，这辈子轻功就没用的这么顺溜过。一到门口麻溜就跑了，活像是被追魂一样。皇帝的寿宴正有条不紊地筹备着，宴会要开始之前，石安全程跟着自家老爹，生怕他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嘎了。石安，我要去更衣，这就不用跟着了吧？危险！怎么不懂我的苦心呢？万一贼人在你蹲坑的时候进去，杀你一个措手不及，你说我冲进去还是不冲进去呢？这考虑的还真是有点多哈。检查过了，安全无公害。快一些吧。父皇。轩辕一一走到屋内，等候多时的大皇子便跪了下来。臣有错，未能规劝母亲，请您责罚。起来吧，这事怪不到你头上，你能劝得动才怪，再多嘴两句，亲生的他都照杀不误，能留条命就不错了。真不敢要求太多。父皇，待会。石安在外面等得不耐烦，在他要破门而入之前，轩辕一赶紧出来了，带着他就去了寿宴。这次寿宴举办的挺盛大，后宫的嫔妃都来了。哇塞，好腰，好腿，又白又嫩又长，就是这小身板瘦的呀，看着都让人心疼，得好好养养。哈哈，我的妃子，你还心疼上了，能耐啊！总算是找到做皇帝的好处了。这要是我做了皇帝，不得把3宫6院都填满了，只要好看的都纳进后宫。石安要是长大了，得多禽兽。再说了，做皇帝怎么能为了美色？这么聪明的脑子，怎么净想这种事？大型宴会前面的节奏都差不多，皇帝简单应付了过去。这种时候，重头戏就是收礼物，各宫的妃子们就差没把棺材本拿出来了，挑的全都是贵重的物件，看得石安一阵眼热。钱可真是个好东西呀，要是进我的口袋就更好了。要是爹能每天过生日就好了。爹爹，怎么了？爹爹，等你死了，能把这些财宝都给我吗？我不死也能给你。财迷，逆女啊，真是逆女啊！她果然最爱我的钱了。爹爹，我错了，童言无忌，不要生气。你还挺会说话。贤妃娘娘献礼。到娘亲了，不知道娘亲会送什么礼物。贤妃都不想看他这糟心的娃子，要不是你们捧杀老娘，老娘也不用大出血了。真的会谢。陛下，臣妾献上的是一套紫砂壶茶具，这套茶具名曰松鼠葡萄，是宜城出名的大师雕刻而成。大师走后，天下只存这一套，臣妾特意寻来献给陛下。这看起来就好贵呀，真好看。爱妃有心了，朕会好好收藏的。都说越贵的东西越能体现他对你的爱，原来娘亲这么爱爹爹呀。石安的脑袋瓜很简单，爱他就为他花钱，花钱不一定爱，但不花钱一定是不爱。花这么多钱，不得爱死了。我不是，我没有，你不要造谣。皇后咬着后槽牙，看着他们二人亲密的互动，恨不得上前撕烂皇帝的脸。皇帝，秀你妹，就你有女人，搞得谁没有一样。皇后，你眼睛怎么了？没事，臣妾无碍，多谢陛下关心。谁关心你了？对了，皇后，这次你送了什么贺礼？这话出来，其他人也好奇了。
毕竟贤妃和其他妃子都送了厚礼，皇后肯定也不会拆是吧？他们的目光有如实质，看得皇后如芒在背，如坐针毡。送什么贺礼？送你去死，送你大家开席，你要不要啊？给你操办个生日宴会就够了，还想要礼物？臣妾并无太多积蓄，就为陛下亲自写了一幅字，祝您长寿安康。问我为什么送字，就是2个字，省钱。要的话，他那还有一堆，多的都能拿来擤鼻涕了。送给狗皇帝正好。那就谢过皇后了，礼轻情意重。爹，皇后就快动手了，你还吃？快点吃，再不吃待会乱起来，都得饿着。好家伙，死你都要当一个饱死鬼呀！委屈了谁，你都委屈不了你那张嘴。本来我还想叫娘亲离我近一点，但想了想娘亲的战斗力，还是算了。这要是打起来，还指不定谁救谁呢，护着脆皮爹就行了。陛下，臣妾敬您一杯。哈，陛下，臣妾特意寻了墨竹，给您制了一把扇子，希望夏日里能为您纳凉。美人有心了，下次可以给我也来一把吗？没出息，淑妃这礼物送的不错，朕很喜欢。那是，臣妾可不是什么随便人，不会像有些人尽送便宜货。这话内涵谁就不用明说了，就差指着皇后鼻子骂了。皇帝听得差点绷不住嘴角。这淑妃虽然做作，但骂起人来有种不带脏话的美。皇后后槽牙都快咬碎了，狠狠地一甩袖子，桌上的杯子被扫到了地面上，发出了清脆的声音。狗皇帝，拿命来！一帮黑衣人说着就朝着皇帝冲了过去。淑妃两眼一闭，倒头就睡。你们杀了皇帝，可就不能杀我了。皇后第一次有些失态。妈的，滚回去！我的预计是自己先嘚瑟一波，在皇帝愤怒不已的时候，再让人冲上来，一刀送他归西，直接把解气效果拉满。现在嘚瑟都还没开始呢，这些人这么早出来干屁？他们以摔杯为号，谁知冲出来个淑妃，直接打破了计划。这老鼠屎真特么该死！他拼命使着眼色，用眼睛骂人。黑衣人中的老大是一点没看懂，以为他的意思是让他冲啊，主子的命令必须得听。他二话不说，挥舞着大刀杀了出去。狗皇帝，去死吧！看我一刀一个，瓜熟蒂落！哐当，那刀没有如预计一般刺到皇帝的身上，而是被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带刀侍卫给拦住了。为首的黑衣人直接被当胸一脚踹出了3米远。妈呀，都踹出残影了，不愧是侍卫大哥，好脚！不是，怎么回事？我爹好像又知道了，这是提前安排好了吗？说吧，谁命令你来的？原来这一切他早就知道了。我就说怎么会这么顺利？这该死的狗皇帝故意炸我呢。狗皇帝，你别以为逼我，我就会告诉你我主人是皇。他话还没说完，直接被人被刺一刀。副首领像是看傻逼一样的看他。蠢货，敢暴露皇后，给老子死！副首领动手的下一秒就被挑断了手筋脚筋，剧痛之下，他竟然一声也不吭。哟，看不出来你还挺忠心。要杀就杀，想让我做叛徒，除非打死我。你这么忠心之人，朕也不忍心拒绝你。来人，把他拖下去打死，让其他人也看着，不说的跟他一起去死。对了，把那个金身行私的婢女也提出来，一起受刑吧。这么多人，我就不信了，一个都不招。皇后，你办事不力，幽禁景仁宫，无诏永不得出。以为这样就能废了我吗？笑话！自己究竟是做了什么，能让皇后冒天下之大不韪都要搞死我？他们之前没有感情，就是纯纯的利益结合，不存在因爱生恨这种戏码。那还有什么原因？母后，儿臣早就让你收手了，为什么就是不听呢？原来是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我当年就不该生下你。果然，人渣的儿子一样是杂碎。母后，就算儿臣不告诉父皇，你也成功不了。有时安在，父皇永远不会受到伤害。您不喜欢儿子，那儿子就不留在这碍您的眼了，先行告退。第二日天色大亮，客栈的房门被从外面推开，一群人闯入客栈，对着床上的人狂喷。江大人，你真是糊涂啊，怎的这么不知羞耻？是啊，您真是走。众人是方城主请来的托儿，此时正卖力的干活，主打一个认真。床上的男人被棉被遮住了脸，小心翼翼地挪动着，心里都快呕血了。怎么会这样？今日在这的不应该是江生仪吗？为什么变成我了？把我误会成江生仪正好，同样是毁了名声，没差别。你们在说我吗？众人齐刷刷回头，看到江生仪的那一刻，下巴都快惊掉了。不是，你怎么在这？这位大人说话真是好笑。
我不在这还能在哪啊？那里面的人是谁？淡紫色长袍的男人发出质疑，随即捂住了自己的嘴，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其他人对视一眼，也反应了过来，赶紧堵在了门口。江大人，这里混乱不堪，您止步吧。几位大人说笑了，那人差点污蔑我的名声，还不让我看一看这里面之人的庐山真面目吗？这是什么道理啊？江生仪刻意拔高了嗓门，客栈多住着些书生和江湖游子，这些人别的不一定强，但八卦心一定旺，一个个趴在门缝上听墙角，还有的直接跑了过来。滚开！江生仪趁机溜了进去，一把掀开被子。哎呀，方城主啊，怎么是您啊？快让开，快让开！这可是方城主一城之主的丑事，你们也敢看？他轰着那些江湖客，嘴上着急，眼里却满是兴奋。这可是第一手新闻，明天这话题不出现在茶楼酒巷，都算你们失职啊！江湖客心领神会，一个转身就跑了，那些围观的人也跑了。几位大人头皮发麻，手指不由得打颤。就这架势，他们不传出去才有鬼呀！你们也别看了，自家上司的热闹可是不好凑。想看我的笑话，我就让这人变成笑话。大人，狗东西，还不滚进来！是嫌本官丢的人还不够大吗？属下不敢。不敢。大人，您放心，您要求的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江生仪敢给您摆这么一道，我们一定会给他好看。我不是要给他好看，我是要他死。一来就给我难堪不说，还要来剿匪，剿匪就相当于断人财路，比杀了我爹娘还让他难受。江生仪绝对不能留。陇南城热闹不断，皇宫也很精彩。还是没人招吗？打得很猛，一个招的都没有，打死了几个也没用，不招就是不招。皇后还真是厉害，这洗脑能力一流啊！这放到现代，绝对的传销头头，赚个盆满钵满。是啊，得亏皇后没去部队，不然以她收服人心的能力，这天下说不定都得易主了。这皇后能让那么多人以命相护，也不全是坑蒙拐骗。资助孤苦，养育弃婴，还收留了许多流浪的乞儿。作为一国之母，她在这世上倒是算称职。这人做好事就是为了求神仙搞死老爹，你这……好家伙，你是真的行啊！他二话不说，拎起石鞍，直奔皇后的景仁宫。凭什么？我掘他家祖坟了吗？下手这么多！哟，您来了，陛下应该是没查出来什么吧？瞧把您给气的。皇后，朕自认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何要害朕？陛下说笑了，臣妾可从来没有害过您。陛下，您确定您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吗？您对我做了什么，还要我当场点破吗？我操，有大瓜！听这话，好像是有什么恩怨情仇。你说说，朕干什么你了？你大爷的！别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老子什么都没干啊！可皇后说了这句话后，就不再搭理他了，像是个锯嘴的葫芦一样。我查到了，宝贝闺女，你快说说，让我死个明白。这还真不能怪我爹，合着是皇后恨错人了。什么意思啊？皇后当年是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他们从小便二人心意相通。虽然两人家世不匹配，可男人文采斐然，又勤学苦读，待人以赤诚。皇后下定决心要嫁给他。本来男人都要上门提亲了，结果皇后却被一道圣旨赐给了父皇。男人上门恳求，却被太傅打断了腿，赶了出去。一对有情人就这么活生生被拆开，还是在最爱的时候，难怪皇后心里扭曲了。嫁给父皇后，皇后多番试探，才从老太傅嘴里得知是父皇看上了她，逼着她嫁女。她一个臣子，怎么能反抗得了上位者？原本她可以嫁给所爱之人，那人承诺此生只娶她一人，幸福近在咫尺，她却迫于皇权，嫁给了皇帝，和众多女子分享一个男人。换谁不黑化？是，这怎么跟我听到的版本不一样啊？当年明明是老太傅说，皇后心仪于他，想求他成全幼女的一番情谊。老太傅是他的老师，对我有教导之恩，加上皇后当时又名声在外，恶没有不娶她的理由，这才同意了。怎么会这样？这就是老太傅设的局喽。老太傅想要荣华富贵，舍不得皇帝这个香饽饽，就想着把独女嫁给皇帝。偏生女儿对财富权势没有一点心动，她又不想毁了多年的父女情，只好让我爹背锅了。真特吗？好大一口锅！皇后，你既然如此厌恶朕，当年为何要嫁给朕？你还敢提当年？当年若不是你强行娶我，我又怎会嫁给你？
轩辕义直接把太傅的原话送给了他，皇后的目光先是不可置信，又变回了疏离和戒备。敢做不敢认，皇上还真是刷新了臣妾对您的认知。我爹已经死了，你当然可以肆无忌惮地编排他了。您现在这么说，不过就是想要臣妾认罪。陛下，您就省省吧，臣妾是永远不会认的。你就是在讨厌臣妾，你也只能看着我稳稳地坐在这个凤位上。北宣国没有废后的传统，更别说毫无根据的废后了，那会动摇江山社稷。别说杀他了，就连废了他，皇帝都做不到。皇后真是恨爹恨到了极致，故意把大哥的性格养得如此柔软，就是想养废他。其实大哥是几位皇子中最沉稳有度的，但优柔寡断、瞻前顾后是他最大的毛病，而这些就是皇后亲自培养出来的。我就说自己的大儿子为什么性格会成这样，自己这么暴躁，皇后又是个疯子，怎么养出个柔软性子的人？原来他是故意的。轩辕义气得肝疼，1秒钟也不愿意多待，蹲下身抱起石安就走。父皇走到门口，迎面撞上了轩辕怀。轩辕义也猜到，他都听见了。哎呀，我的怨种儿子啊，是你爹坑了你，你娘被他爹坑了，你被你爹坑了，不是你的错，别想太多了。儿臣明白，母后，您真的这么恨我父皇吗？恨到连我都一起讨厌了？贱男人的种，你觉得我应该喜欢你吗？我就是故意的，把你养废了，这样就算你登上那高位，也是不堪重任，这北宣朝迟早会覆灭。大哥好可怜，干我大哥哥什么事吗？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要是哪一天我听到娘亲亲口说不爱他，我一定会哭出声来的。这是我也有责任，当年应该多方打探一番，这样也不至于娶一个不愿意嫁给自己的女子，让这恨牵扯到下一代人身上。陛下，您没事吧？朕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他把事情简要的讲了一遍，听得贤妃是欲言又止。这玩意就很难评。这事倒也不是没有转机，我记得老太傅好像有给爹爹写信，要是找到当年那封信。对呀，唰的一下站起来，赶紧命人去找信件。这玩意找到了，我此身从此分明了。爹爹，怎么了，我的宝贝闺女？爹，你声音咋这么恶心？跟我来。恶心归恶心，这是亲爹，不能嫌弃。轩辕义不明所以的跟他走了出去，绕到了一处荒废的宅院里。朱小苏已经在里面恭候多时了。主人，我爹好主人，您可算想起我了。别哭了，待会回去让娘亲给你吃大餐。石安用神念沟通，朱小苏一下就不哭了，笑容那叫一个谄媚。看到他身后跟着的轩辕义，他立马立正站好。可是大主顾不能得罪，亲爱的皇帝陛下，许久不见，您真是愈发气宇轩昂，霸气侧漏了。能见到您，真是猪助我，三生有幸啊。狗腿子！轩辕义不知道那只猪在干啥，只知道他眼睛一直不停地抽动。他是不是得猪瘟了？要不要给他火疗一下？转眼功夫就被闺女拉进了房间。一进屋子就能看到正中央位置摆的一个巨大的物件，上面用红布覆盖着，看不清真貌。还没等他发问，石安率先上前一步，一把扯下了红布，一条腾空的巨龙展示在人前，像是一座冰雕，美得令人炫目。这是送给爹爹礼物，我的亲爹呀，这个可是我耗费了数日做出来的龙腾9天雕像，用了好多美玉呀，要我钱财跟取我性命没差别，这次我可真的下血本了。昨日太乱了，怕给磕坏了，就没拿出来给你。轩辕义当然知道闺女有多财迷，这会看到这么贵重的礼物，感动的心里又酸又胀。主要是你也太惨了点，专业背锅10几年，还天天有人垂涎你的脑袋，估摸着自家老爹是有点子招小人的体质在身上滴，才决定送这么个宝物给他。这玩意驱邪避凶，很适合你这个体质的人，收下吧。爹爹可真是太喜欢了，一定摆在养心殿，天天看。谢谢闺女啊。不客气。他们俩的对话被跟着的贤妃听得一清二楚，她差点笑岔气。可以，你们父女俩可真是一对小机灵鬼。走吧，回家。贤妃抱起石安，怕把这小财迷心疼坏了，安抚他会给他多做几块玉佩。还是娘亲最好，我最爱您了。轩辕义一听，不服气地凑上去，表示他也能给闺女一堆珠宝。一家人说说笑笑，其乐融融。另一边，景仁宫内的气氛就诡异的令人害怕了。
来送信的张公公简直有苦说不出。不是，为啥是我啊？这皇后有多疯，我是皇帝的亲信，那是了解的一清二楚。这人连皇帝都敢杀，待会发起疯了，把他嘎了怎么办？看着皇后的脸色变得苍白渗人，嘴里不停喊着不可能，都是骗人的话。皇后娘娘，您别这样，老奴给您磕一个了。等我走了，您再发疯成吗？张公公，娘娘，您有何吩咐啊？不要怪我太怂，这年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又疯又不要命的。你请皇帝来一趟，就说本宫有事相求，若是他答应了，本宫愿意为所做之事付出代价。娘娘放心，奴才一定把话带到，先行告退。皇后把手里的东西捏成了一团，眼底一片猩红。良久，她喉咙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啊，原来这么多年我一直恨错了人，哈哈哈哈，我才是最大的笑话。闺女啊，我觉得有必要给你挑几个暗卫了。你认真的？我俩到底谁需要暗卫，我都不想说出来，怕伤到老爹的自尊心。轩辕毅确实够扎心，爹爹知道你能耐，但是有暗卫在你身边，很多事就不用你自己动手了。比如说杀人越货，呸，比如说处理点杂碎这种小事，不就不需要石安亲自动手了吗？说的挺有道理，这是我的底线了，多了真的不行。没问题，我的子带公主去吃饭，今天允许她多吃一口猪蹄。一说到猪蹄，石安的口水就忍不住了。轩辕毅好笑地看着他被抱走，心里暗自嘀咕：这么喜欢吃猪肉，还留着那只肉猪当坐骑，小孩子的想法是真的难懂。陛下，皇后娘娘求见。你跑这么快干什么？淡定。没淡定不了。他有说什么吗？他说请您答应他一个请求，就认罚。老太傅可真是我的好老师啊，老头人都走了这么多年，还给我上了一课。挑老婆需谨慎，不然容易小命不保。皇上驾到。张公公嚎了一嗓子后，赶紧关上了门，退到了门口。皇帝，行吧，不怪他，自己也挺害怕的。轩辕毅看着一地的纸团，不由得啧舌。这可不是我模仿的呀，这确实是老太傅的亲笔书信。陛下，我认得出父亲的笔迹。今日请您来，是想求你允许让我见齐远州一面。只要您答应，我就去认罪，要废要杀悉听尊便。齐远州是皇后的青梅竹马，他当年考中了榜眼，本可以留在京城，不知是不是因为不想触景生情的缘故，上奏请求外放，多年未曾回来。下，若您废了臣妾，就可以把皇后的位置给您真正期许之人。轩辕毅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答应了。从皇后处离开，轩辕毅认真处理了几日政务，亲自带着石安去挑暗卫，还是特地找了个艳阳天，图个好兆头。看来老爹是被这皇后的事整得怀疑人生了。爹呀，你就放心吧，我在这呢，你大可以放心。轩辕毅抱着他，到了自家祖宗留下的暗卫处，血衣。参见主上。血衣的首领这辈子只服从于皇帝，其余任何人他都不会给面子。石安看他没有搭理自己的意思，就找了个机会溜了出去。血衣的首领想要去拦，不必，随他吧。主上，我们只效忠于皇帝一人。所以啊，朕的意思是什么？你还不懂吗？是，属下明白了。他们秘密交涉了什么？石安是不知道，他只知道这里是真大。对于一个路痴来说，路太复杂，一点都不友好。这又是哪里呀？好像才走了一遍，怎么又绕了回来？前方好像有打斗的声音传来，安有些好奇，迈着小短腿凑上去看热闹。陆景环，两个7、8岁的男孩围着一个年纪略小的孩子，满脸的怒意。你别以为这次比试拿了第一，就证明你最强了，我就不信了。我们两人一起上，还赢不了你，不入流，你说谁呢？兄弟，这小子瞧不上咱们一起上。蠢货！他们的进攻对于陆景环来说，就像是放了0.01倍速一样，简直没有任何的威胁可言。要不是这小子赢了，咱俩也不至于取这么一个名字。路人甲愤愤不平。现在的暗卫首领是一个起名废，除了第一名由皇帝赐名，其他人的名字都由他来取。他为了减少麻烦，方便记忆，干脆从甲乙丙丁一路取到了申酉戌亥，每个人都卯足了劲儿要拿第一。小子，识相的自己认输，把名字还回来。陆景环无语，正要一剑挑飞他们时，眼尾余光却瞥到了一个穿着粉衣的小娃娃，金雕玉琢，冰雪可爱极了。
虽然这张脸还很稚嫩，但和他记忆中的人一模一样。是他，我的亲娘啊，见到天仙了！画本子里的战损美人，如今在我的脑海中终于有了形象。大美人，好好看。美人握拳，捂住嘴唇轻咳，唇边隐隐有血迹流出，身子因为受伤绷紧，看她的表情，好像是疼得厉害。好疼，这个样子，怎么可能不激起人的保护欲呢？看这架势，还是2打1群殴啊！这不是玩不起吗？你们俩不许欺负人！小妹妹没事的，我不要紧，你别管我了还。你多欺少，不要脸！兄弟俩，不是，臭小子，你敢不敢站起来？我们刚才明明都没用多少力气，怎么就飞这么远了？还吐血，分明就是装的。我终于找到你了。被血衣收进来时就没有记忆，也查不到来历，脑子里唯一出现的人便是眼前的小姑娘，或者说是长大后的她。既然找到了，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留在小娃娃的身边，想知道自己究竟是谁。臭不要脸的弟弟，咱们砍了他！路人甲忍不了了，呼哧着剑就冲了上去，石安小脸都圆了，嗷呜，一口咬住了路人甲的虎口。住手！不是，住口！路人甲感动的眼泪汪汪。操！终于有个明事理的人来了。石安，快松口，万一中毒了咋整？路人甲，不是，你怎么下嘴咬啊？他欺负人，无碍。多谢小妹妹出手相救，看多么的懂事，这简直是小受气包啊！怎么回事？暗卫首领就跟在轩辕毅身后。能让老大如此恭敬之人，只有那个位置上的人了。靠，得罪顶头上司的闺女了，怎么办？在线等，挺急。还不说？禀首领，只是私下切磋。才不是，2个打1个。自己滚下去领罚。是。爹爹，我找到想要的暗卫了。等等，不是我想的那样吧？就是他，长得这么好看，又心地善良，这种人才必不能错过。轩辕毅顺着他的声音看向那人，切，这长得确实挺好看。呸，一个男人长得这么好看干什么？再看看自家闺女那兴奋的目光，轩辕毅就酸的不行。就算知道他对好看的都这样，但总有种闺女要被黄毛拐跑的错觉。这家伙长得太没安全感了，而且连2个人都打不过，太弱了。这种长得好看的不要出现在我闺女的视线里。今天来的目的是找那种不起眼的，最好是一眼看去就辣眼的。禀陛下，草民是这届暗卫第1，刚才是失误，并不证明我弱。轩辕毅看向暗卫首领，像是问他是吗？暗卫首领不情不愿的点点头，都第1了，还输得这么难看，不就是想用这种手段吸引人吗？这种我见得多了。臭绿茶！哎呦，第1类更优秀了呢。石安想鼓掌，被他爹按着不让。鼓个屁，这个不行。暗卫首领看皇帝没要人的意思，有些高兴。陆景环此人悟性极强，又是天生的武脉，我还打算留下来多培养几年，再把自己这暗卫首领的位置交给他。现在就被带走，我多亏啊！爹好像有点不高兴啊，为啥不让我选漂亮哥哥呢？轩辕毅，我能说什么？难不成告诉闺女，他老爹是个小心眼，就是看不惯有人来和他分宠。这小子虽然功夫很好，但你看他这么容易被偷袭，一定是修炼还不到家。这个时候把他派到你身边，万一遇到危险，他嘎了怎么办？虽然美人不能放在眼皮底下看，有点可惜，但是还是我的命重要。草民认为，你觉得你合格了吗？真正合格的暗卫，把主子的命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主人的安全凌驾于一切之上，而暗卫只能成为一把刀，主人无用时便是装饰，主人有用的时候就要拿命去搏。你确定你做好准备了？这话十足的严厉，逼得他哑口无言。哎，陆景环是一个很有主意的孩子，如果他是世家贵族的子弟，那么毫无疑问，他的家族会因为他的庇佑辉煌100年。但可惜，他是个暗卫，这样的身份，拥有这样的性格和才华，并不是一件好事。宝贝闺女啊，你看这人功夫还不到家呢，咱们换一个吧。不要，说好的只选一个，现在挑了又说不行，主仆讲究缘分。既然这个不行，那就算了。陛下，既然小公主喜欢，属下会好好培养陆景环，等他合格了再派给公主，您看如何？这个可以有，您还蛮聪慧的嘞。那就按照你说的办吧。哥哥，送给你。他低头看，
是一个小玉坠。看到这个，旁人就不敢欺负你了。这可是我的暗卫，不能让人欺负了去。这户短镜是他家一脉相传的。虽然现在不能跟着小姑娘，但未来还是有机会的。我也能从石安身上找到自己想知道的答案。如果是保护这个石安的话，并不排斥。谢谢小公主。这个是独我有的，还是每个人都有？怎么感觉这话有点耳熟？错觉，一定是我的错觉。只给你。开玩笑，给一个我都心疼死了，还每个人都给，我又不是地主老财，哪那么富裕呀？多谢小公主，我一定会成为您的专属暗卫。好的，我相信你。少年，好好干，我在终点等你。轩辕一听的脸都要黑了，看到石安后退一步，赶紧抱起他就跑。这小子果然如我所料，心机颇深，还专属，还唯一，可去他的吧！想都不要想。没个几年光景，这小子是别想学成出师了。当着我的面忽悠我闺女，实在是可恶。好了，别看了，抓紧训练吧。我刚才的话有解围的意思，但也是真心那么想。若是你想成为小公主的暗卫，你现在的本事还远远不够呢。暗卫要掌握的不仅仅是武功。首领在他试探的目光中，以极快的速度挥动衣袖，几息过后，远处有飞鸟落地，还有暗器、毒药。暗卫就是要用各种手段替主子解决掉一切威胁。你还送那小子东西？你是才迷你忘记了吗？我给爹爹的更好。那送你的是上好的羊脂白玉做成滴，又能驱邪又能养魂，给他的就是个小玩意，你跟他比什么呀？虽然说我确实喜欢美人，但是我还是更爱财的，太贵的那是给不了一点。轩辕一勉强满意，正要回宫，就被石安喊住了。等等！石安看到一个身影从御花园走过，眼睛一下就直了。这是皇后的青梅竹马。啥？轩辕一脚步一顿，下意识找了个地方躲起来，后知后觉地想起，不是，我躲什么呀？这是我家。他从远处看去，只见一身着月白色长服的男子走过，露出的侧颜清俊秀美，整个人气质不俗，哪怕是轩辕一对他的态度有些复杂，也不得不赞他一句芝兰玉树的风。说不定是侧颜杀手。还以为爹跟普通人不一样，没想到也是个俗人哟。嗨，怎么说话呢？侧颜绝尘，正脸帅爆了好吗？难怪皇后念念不忘10几年，人家确实有这个资本。都说白月光的杀伤力，连他本尊都超越不了。要是皇后见到现在的他，恐怕会更加念念不忘了。扎心了，闺女。你们不是一个风格，我老爹有自己的长处，没必要比的哈。爹爹，跟上。不去，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有种负罪感。父皇。轩辕绝看着两人狗狗碎碎的身影，试探地发出声音：三哥，爹爹你不好意思去，就让我和三哥去吧。什么瓜？我也想吃啊。带他去看吧，朕乏了，先撤了。齐大人，奴才就送到这了，您进去吧。这事毕竟是皇家的秘密，就算我已经知道不少，此时也不敢入内呀。有劳公公了。张公公目送他进去，正要找个位置等候，就看到两道蹑手蹑脚的身影。看他转头，兄妹俩的动作整齐划一。嘘，张公公。好的，你们随意。这可是小公主，我敢拦吗？他假装看天看地，任由兄妹俩找了一个草丛。这里视角极佳，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里面二人的身影。皇后娘娘今天的装扮好娇嫩呀，还挺显年轻的。臣参见皇后娘娘。好久不见了，起来吧。你还是这样俊俏，只是我看着老了许多。娘娘容颜依旧。我们之间一定要这样客气吗？你如今过得还好吗？臣如今很好。像你这般优秀的人，应该已经是妻儿成群了吧？空气是长久的静默，两人都无话。怎么，怕本宫对他们动手？想来他能来这，已经是知道了自己的丰功伟绩。放心，本宫如今是半个废人，伤不到你的亲人和爱人。臣不是这个意思，我的妻儿们都很好。这也不是很好看啊。齐大人，你有本事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说呀。皇后，还有你呀，你转身干什么吗？不是，都这样了，不转身，难不成还要继续看他？不懂，这种悲剧结局的场合有什么好看的？臣告退。三皇子一个躲闪不及，带着石安华跪了出去。石安，偷听被人抓包是什么体验？偷听被人抓包是什么体验？还是一眼对上了当事人？要不我给你笑一个？哎呦，
三皇子，您没事吧？漂亮叔叔，我送你好吗？好的，谢谢小公主。叔叔，为什么不告诉他，你没有娶老婆？不仅没有娶妻生子，身边连一个女子都没有，一直一个人，真正是把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贯彻到底了。如果身边人不是他，那我宁愿不娶。没想到自己费心隐瞒的事情，竟然会被一个小丫头拆穿。小公主果真是聪慧。一般啦。说了又有什么用呢？只能平添她的难过和不甘。小公主，皇后娘娘如果认罪的话，结局会怎么样？终身幽禁，或者赐死。终身幽禁的话，余生太过寂寥，恨我，她或许会好受一些。如果是赐死，她不愿再想下去。宫门的距离不远不近，他们说话的功夫就已经到了。小公主，我替言儿替你说声抱歉，她本性不是如此，只是深宫多年，心性被磨得太甚，才会做出这等疯事。臣余生会替您祈祷求福，以弥补她对您的伤害。哎呀，其实不用的，您好好干就行，把县城治理好，把百姓安顿好，比什么都强。这种人才配得上皇后朝思暮想10几年，她这10几年的时间都在造福一方，建桥搭路，开粮仓，平冤情，用尽毕生所学，在替百姓做实事，谁看了都不得不说上一声佩服。父皇，你也在呢。不是说累了吗？轩辕毅，算了，给爹一个面子吧，不提这茬了。还是亲闺女懂事，不像臭小子。他瞪了一眼拆穿他的儿子，愤愤地抱起石安，往贤妃宫里走去。闺女，老爹我以后一定吸取教训，再也不乱选妃子了。3年1度的选秀，我5年选一次。入选的姑娘，每一个都必须经过严查。有心上人的不要，心思不正的不要，被逼着入宫的不要。反正再也不要来这么一茬了。这事也不能全怪你，这都是造化弄人，下次注意就行。来3年1选秀，在我家历代皇帝中就已经是少见的了，现在可好，改成5年了。这么说吧，老爹宫里妃子的数量，连先皇的零头都赶不上，是稍微有些修身养性了。任何一代皇帝看到，多少都得问一句：他要出家吗？但这话我是不敢说的，本来就食物链的低端了，再废话不是找死吗？石安他们回宫的时候，七皇子已经等候多时。七哥，你怎么来了？我的老妹啊，我可想死你了！为了见你，七哥真是好努力呀。哥呀，你也该努点力，要是再留级，等我入学了，咱俩就成同学了。朕早就让你好好学习了，就不听。现在可好，妹妹都嫌弃了。我这学习的能力不咋地，但是看老婆的能力一定不会差。再不济也不会跟爹一样惨吧？这还真不一定。好了，别站着说话了，坐下休息会吧。南疆国给朕送了一封书信，说是他们国家的圣女不日便会到咱们这来。圣女的接待事宜事关两国的和平，你们2个怎么看？3皇子和7皇子不是打配合吗？怎么扯上我们了？坐着看呗，还能咋看啊？亲爹不会以为这种大事他俩能行吧？之后真想做孩子，指望母猪能上树，都不指望这2个呆子。我觉得吧，这事可以交给大哥。我觉得三哥说的对，就是不知道这个圣女来这的目的了。好小子，终于提到点子上了。他们唠着嗑，石安也没闲着，在旁边掐指一算。父皇这上路开得好，南疆国都心动了，想派使者来和您交易，发展2国的贸易。这是好事啊！父子3人正要露出笑容，就听石安惊呼一声：啊，这好好的谈交易，怎么还打起来了？真是2国交战，全靠来使啊！什么？父子3人闻言一怔，心中大骇。本以为是双赢的局面，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如果那圣女来了，确实有要和我们开战的意图，那我也不介意直接杀了她。大不了就一战，谁怂谁孙子。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在读书这条路上基本是走不通了。若是选择从军，或许还更适合我。他们各自想得透彻，唯一没想到，石安的话还没说完。这也不能怪石安，毕竟他哪能知道这群老六还能听人心声的，只是沉迷于吃圣女的瓜。等爹爹和哥哥都撤了，他还在看戏。南疆国比较开放，圣女和圣子都有机会可以继承国君的位置。这位圣女这次来北宣，引起2国开战，跟这个圣子可脱不了关系。
属于是阴沟里翻船了。因为这次战乱，后来他在争夺皇位时输给了自己的弟弟。原本他的赢面还是挺大的，这是原著的剧情。现在我来了，必定是得想办法改变一下。我不喜欢战争，因为一旦开战，受伤的都是百姓，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主张打仗。第二日清晨，轩辕义早早来把石安提溜去了金銮殿，听着大臣们避避。皇后已经上了认罪书，不知道这些大臣会是什么反应。众位爱卿，你们怎么看？五岁，这是你让他们怎么说？要是换作之前，他们高低得来一句皇后不可杀，会动摇国本。但现在皇后自己认罪了，皇帝又是个暴脾气，你们自家人的事，我们插手就不太好了吧？实际就是怂。臣以为皇后罪责滔天，应当严惩。臣附议。轩辕义头大，用得着你们附议？说半天一句有用的都没有。真是问怎么罚？这也正常。虽然皇后是倒台了，但是老太傅桃李满天下，今日若是谁开口要处置皇后，明日可能就会被拉下马。再加上大家猜不透皇帝的心意，故而没人敢开口。陛下，臣认为，虽然皇后有罪，但毕竟单与大皇子有功，虽不能功过相抵，但也不可轻易杀之。若是皇后被处死，于大皇子而言，怕是有损。母以子贵，子以母贵，这两者相辅相成。若是杀了皇后，大皇子也会被天下人嗤笑，他们只会觉得他是一颗弃子。以后无论大皇子做了多少事，被人记住的可能也只有此事。坐在上首，轩辕义久久没说话。丞相知道这次他是赌对了。爹爹没有直接杀了皇后，是因为顾忌大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不杀了，反正他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我是不在乎。原本皇后也杀不到他，就是看我爹想不想杀人了。既如此，那便将皇后贬为庶民，终身圈禁冷宫。还有皇后家族的女子3代以内不得入宫选秀。这个大臣们纷纷表示明白。被杀怕了吗？正常，正常。陇南城怎么样？那小子求饶了吗？方城主一脸的邪笑。我命人火烧粮仓，哪怕江生一再谨慎，这里是我的地盘，想要做成什么事，还是轻轻松松。断粮这么多天，那小子要是还能硬撑，我跪下来叫他爹。大人，江大人他已经攻上了土匪寨，那些土匪和咱交往密切，若是他们被抓，必定会供出咱们。大人您快想想办法。方城主面目狰狞地看着下属，内心恨不得杀了江生仪。现在想办法，大概率是来不及了。江生仪已经把土匪窝给端了。程许，这次多亏有你，要不是你及时把粮草送达，我还真得栽在这。都这么多年朋友了，不说这些虚的，赶紧把这些土匪都关起来，让他们招出幕后之人。江生仪点点头，命人把他们捆了个结结实实，只把土匪头子抓了过来。这么多年剿匪，你都逃了过去，如实交代，背后的人是谁？否则我就要送你一套刑罚大礼包了。哪有什么幕后之人，你不要血口喷人，能躲过都是我英明神武。我才比孔孟，怎么就不能躲过官兵？还比孔孟，先贤圣人都敢碰瓷，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这鸟人连最基本的障眼法都看不出来，被我耍得团团转，还搁着大言不惭。行行行，你最行，棒棒棒，你最棒，带下去。生仪，现在咱们还在陇南的地界，我担心那个城主会做出什么事来，要不我们先走，直接把人押送到京城，那里的狱卒掌握着最先进的开口技术。死人也得张开嘴说话，不怕这土匪不交代。换作是别人，可能马上就会同意，但是江生仪不能这么做。这是我接下的第一个任务，不仅是做给皇帝看的，也是给天下百姓看的。程许，我不能出错。此回京城山高路远，等到们再回来抓人，变数太多了。我跟你一起。不行，要是要抓方城主，势必要等他先动手，这一看就有危险。哪能让林承许涉险？这就不是你说了算了。城内，方城主带着众人恭迎他们回来。江大人，短短几日便平定匪徒，您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呢。哎，小问题，本官又不是蠢货，几个小小的匪徒，还能让他们逃了不成？大人说笑了，城内已备好酒宴，咱们快快入内吧。大人真是年轻有为，我敬您一杯。大人真乃吾辈楷模，我也敬你一杯。他们知道江生仪酒量好，但这次这么多人，就算他酒量再好也不顶用。江生仪看说话的官员半白的头发，内心腹诽：谁跟你同辈中人啊？我风华正茂，这老头半截子入土，不会说话别硬说啊。酒过3巡，方城主频频往外看，江生仪眼神清明，含着笑问他：方城主，
可是在等您的下属来。江大人说笑了。谁跟你说笑了？那人被我逮住了，我想你也可以跟我走一趟了吧？要不是为了抓住他的手下，我也不会浪费这么长时间在这跟他磨蹭。外面早就埋伏的官兵听见了摔杯的声音，一窝蜂地涌了进来。方城主毫无动作，却在那些官兵要抓住他的前一秒，长袖一扬，一根细针直直朝着江生仪的胸口刺去。在场的人全部吓得脸色煞白。生仪大人，哈哈哈哈哈！江生仪，你也有今天！臭小子，你再狂啊！再狂，今天也得死。这是致命的毒针，沾上皮肤便会溃烂，刺进肉里就别想活了。方城主，你好大的胆子！反正都要死了，老子当然要拉一个垫背的。谁让你断了我的财路？你一个京城富少，不好好在家里当一个二世祖，没事来掺和我城中事务做甚？那些土匪每年至少能给我几千两白银，这做官能换来这么多钱吗？要不是你老子会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身为朝廷命官，你不拿百姓的命当命，纵容土匪烧杀抢夺，你还有理了？哼，百姓算个屁！官要是吃不饱，百姓有什么资格吃饱？他正要开口，江生仪忽的就站了起来，所有人都惊呆了。江生仪撕下一块衣料，从怀里掏出那根针，还有一块碎成了2半的玉佩。谢谢啊，要不是你提醒，我都不知道这玩意沾了皮肤会烂。你人还怪好嘞，相当的体贴。你是装的？要是不这样，怎么逮住你呢？忘了告诉你了，你那下属还没招你出来，我只是故意炸你呢。王八！他话还没说完，就被侍卫堵着嘴，像拖死猪一样拖了出去。江生仪拍拍手掌，正想和林承许逗趣2句，一转身，人已经走了。看这步伐，估计气得不轻。糟糕，玩脱了！等等我。朝堂上讨论完皇后的事宜后，轩辕毅就把南疆派使臣来谈合作的事情说了。众人一致商讨，最后决定把事情交给已经成年且成熟稳重的大皇子。刚处理完人家母后，就要人家干活，猪扒皮也没这么狠。皇家人真不是一般人能当的。他们内心想什么，皇帝是一点没放心上，大皇子也没放在心上。要不是今日大皇子的身份太尴尬，否则他也会来上朝，亲自揽下这活。毕竟我大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呐，若不是被养软了性格，真是皇位的第一人选。算了，不为难大儿子了。儿子亲口跟我说了，就算皇后不犯错，他也不想登上这个高位，他只想跟老婆贴贴。痴情种做男人满分，做皇帝就还好，还有宝贝闺女在，以他这小脑袋瓜教一教，坐稳这个位置绝对没问题。如果能少一点好色，少一点贪财，少一点贪吃，那就更好了。都是些小问题，无伤大雅，改不改都无所谓了。我再给女儿开创一个声势太平的天下，守江山对女儿来说还会难吗？爹是抽风了吗？这眼皮怎么一直跳？朱丞相刚才给皇帝解决了一个难题，退朝后那些大臣借机和他套近乎，跟他回家唠嗑。真的会谢？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些人没憋什么好屁，就是馋的新收的好茶才恭维我的。这套路我都用烂了，没想到被这几个玩意学去了。丞相，您这次可是给皇上出了个好主意，日后一定会得到重用。重你的大头！老子都做到丞相了，还重用？再重用下去，他就要朝着那龙椅进军了。说话也不过大脑。这南疆派了圣子、圣女过来，他们可是皇位的未来继承人，若是咱们能和他们交好，一定会有好处。众人跟着附和。等他们走后，后院的篱笆处，一个人站了起来，正是被关了许久禁闭的苏仙仙。圣子，这可是个好机会。宿主，这位圣子是未来南疆的国主，你只要按照剧情线走下去，就可以得到他的喜欢。苏仙仙敷衍地附和了一声，心里已经在畅想自己被未来国君追捧的滋味了。这简直是太爽了一点！来到这个破小说世界，做的那么多事都没成，不知道是走了什么霉运。这次系统向我打了包票，圣子一定会爱上我，我自然心猿意马。如果能跟他回南疆的话，我岂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宿主，您的想法很危险，我并不介意。男人永远都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你如果答应了他，成为他的妻子，那迟早有一日会被厌恶。我懂，不就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吗？我上辈子就是用这套吊着那群男人，对我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您的正缘是男主，其他人不过是过客而已。等太后回宫，女主和男主就可以开始正式见面了。
按道理来说，他们早就该见面了，可现在剧情偏离的有些离谱。太后没回宫，皇帝没暴虐，一切都往不一样的轨道发展。我倒是不怕，我一个主角，这剧情不管怎么变化，最后还是以我为中心。现在的落拓只是一时的，等他得到了男主的心，以及各色美男的爱慕，这世道还不是任由我横着来。京城繁华的大街上，一辆马车飞速在路上穿梭，人群正是拥堵时，这样横冲直撞，差点吓坏买货物的商人。嘘！车夫长喊一声，在骏马快撞上人前，紧急地勒住了缰绳。不到片刻功夫，车上下来一金发碧眼的男人。姑娘，正要开口调戏，眼前拿着一根大白萝卜的女人唰地拿下面前的萝卜，露出一张满是麻子的脸。姑你娘，老娘我能当你老母？大马路上横冲直撞，还拿个破扇子，一头黄毛，看着就不学好，撞坏了老娘你赔得起吗？你这女人怎么如此不懂礼数？本王好心服你，你还骂人，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说什么鸟语呢？砸烂了老娘的摊子，还说这等破烂话，赔钱！今天不赔钱，就别想走出这个地界。老娘无亲无故，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想占我的便宜，没门！哎呦，这哪来的外乡人，敢得罪张婆子？这人可是出了名的泼辣，得罪了他还想讨好，这也是他活该。马路这么宽，还嫁这么快，自己死人了，赶着奔丧都没那么勤快的。众人越说越起劲，男人看他们议论纷纷，脸上也有些挂不住，想走走不了，说话还听不懂。闹得整僵时，一辆马车从他们身后缓缓而来，遵循北宣国的律例，不曾超速行驶。上面坐着的正是从南疆来的圣女。给您，还是这位小姐懂事，不像某些人。哼，你这种蠢货也想跟我争？贱人！圣子是奴才超速了，今后会注意的。注意个屁！本王愿意。谁要那个破女人多管闲事？这些女子本就是因为迷恋本王的长相，才故意找借口想留下本王，用得着她来插手。车夫，摊上这种主子，有时候也挺无助的。主子，我怎么觉得他像是想要打死你？那是你眼瞎。像本王这种英俊潇洒、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美男子，怎么会有女人不喜欢？主仆二人还在这里磨蹭，那边的圣女已经到了皇城脚下，早已等候多时的大皇子，此时满脸笑意地迎了上去。你们北宣国的话，我会。公主远道而来，我们很是欢迎。皇宫里已经摆好了酒席，您跟我来。丑东西，你有心了。大皇子震惊的瞳孔放大。我是不是听错了？这人说什么？我来这是我家给你脸了，你就高兴吧。他一脸坦诚，说的话却惊掉了大皇子的下巴。他脸色青白相交，忽然懂得了为什么三弟和七弟会提醒他，这个女人不是善茬了。如今只得庆幸来这的是他，要换做我任何一个兄弟姐妹，今天这公主都别想全虚全意的进入皇宫。他脸色难看的带着路，圣女一脸的莫名，却还是跟上了他，一路进了金銮殿。众大臣都很好奇，早听说南疆国女人的地位很高，还真想见识一番。但南疆只是一个小国，除了东西稀有了一点，钱财丰富了一点，也没什么长处。他们国家的习俗也只能当做个例，讨个乐子而已。女子当政，终究不是正统。南疆圣女参见陛下。圣女免礼。国主，您长得真是人模狗样，本公主见了甚是满意。你说什么？他们的皇帝自己可以骂，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外邦女人说三道四的？他们的怒气让圣女有一些不知所措，看到坐在上位的皇帝，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他赶紧补充：我是说您长得真讨人欢心，看着就像个小白脸。简直放肆！你胆敢对我们皇帝如此无礼，什么档次也敢说这种话？竟然敢把他们皇帝形容成勾栏瓦舍的小官，不要命了吗？特别是轩辕锦，他本来还不到上朝的年纪，但今日破例来一趟，就是为了给够南疆国面子，结果一上来就羞辱他爹，他气得差点没把鞋拔子抽在那狗屁圣女脸上。大臣们气势汹汹，跟在圣女身边的几个壮汉见状，掏出了怀中的匕首，拦在了他的身前。快看，他们带了刀，来人呐，护驾！快看，他们带了刀，来人呐，护驾！群臣乱作一团，外面的侍卫闻风而动，抽出长刀就要砍人。住手！石安迈着小短腿，奋力地朝他们跑过来。还好能赶得及。我爹娘哎，这可不能杀。就这还不能杀？圣女她是想夸爹爹的，但是因为那个圣子身边的人谋害，故意教他错误的语言，才会让他词不达意。
救命！这场面是真混乱呐！石安哀怨地看了一眼老爹，平时都巴不得把我拴在裤腰带上，走哪带呢？今天为啥丢下我？要是早点来的话，也不至于成这个场面呢。我哪里知道是这样啊？正常人谁会想到有这么一出？我只是听女儿说，这个圣女会引起两国大战，害怕在大殿上杀人时会溅石安一身血，才特意没喊她，哪知道是这样。你们先住手。朕的意思是，公主与咱们语言不通，她的话未必是有意的。我的老爹，您可真是太聪慧了一点。听得三个皇子都有些无语，纷纷瞥向坐在上位的皇帝。哦哟，真好意思，这跟看着参考答案做题有什么区别？妹妹敢夸，你也真敢应啊！轩辕毅端着一派正直的模样，挥手劝退那些想要上前的侍卫，亲自起身朝圣女走去。圣女身旁的威武大汉一下子浑身警戒了起来。怎么办？就算老爹猜到了圣女是语言不通，但圣女不知道啊。这南疆国来的翻译官是一个叛徒，老爹让他翻译，指不定得翻译出什么惊人语录。怎么会这样？怎么连翻译官都是叛徒？我与南疆通文书时，特意请他们带一个翻译人员，毕竟北宣国人习得外邦文字的人虽说不少，但能与之交流的并不多见。这就跟现代孩子学英语一样，眼睛看得半懂，耳朵是一点没听懂。因为南疆那应了此事，轩辕毅就没有特意准备人，现在临时准备也来不及了。轩辕毅狠狠地瞪了那翻译的官员一眼，内心气闷。老爹，救星来了！圣女，这北宣国皇帝肯定是想要杀你。翻译官认为无人可以听懂他的话，肆无忌惮地挑拨离间。他们肯定是想着，如果杀了你，必能搅乱南疆的政局，才会借着这个机会对您发难。圣女有些拿不主意，看轩辕毅一脸的真诚模样，觉得事情不像翻译官说的那样，但他这次来确实一发出善意就会收到恶意，他也有些不确定了。我是听说了这里的皇帝广开商路，允许女子读书学习，才有心与他交好。但听说毕竟是听说，真实情况如何，无从得知。若是此人真要对我动手，我也不会坐以待毙，任人欺负到头上。南疆虽然比不上北宣强大，但各种能人一宝在手，想动我可没那么容易。圣女殿下，我北宣国绝无此意。一道朗润的声音从殿外传来，声音透着些许熟悉的味道，但是语言却是陌生的南疆国话。这人是谁？你会说我们南疆的话？正是。大学士，快问问公主，刚才所言何意？林承许把他的话转述了一遍，听得众人的神色各异。这好像和我们听到的版本不是一个意思。大学士，您真的没有乱说吗？把圣女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让林承许和他解释。好，谁教你这么说话的？我今天要是不来，两国高低的打起来。圣女，这都是谁教你的语言？到底是哪个误人子弟的东西这么教人的呀？这下总算是知道了，为什么我每次一张口就会换来众人诧异的脸色，原来是这个原因。他隐晦地瞥了一眼翻译员，眼底闪过一丝杀意。多谢这位大人相告，本宫感激不尽，来日必当报答。圣女千里迢迢而来，是为两国的和平久安，您功在千秋，我不过略尽绵薄之力。可以了，不用这么客气。人大老远来一趟，你们光站着聊啊，这多少不太礼貌啊！大学士，你告诉公主，已经为她安排好住所，让她先休息。两国通商的事，咱们改日再议。好，多谢。石安察觉到他的眼神在自己身上停留了几秒，不知是不是错觉，他也就没当一回事。幸好林大人提前回来，要不是他在殿外候着，听到圣女和翻译官的对话，今天这局面还真不好收场，搞不好当场就得打起来。陛下恕罪，臣未经传召就擅自入内，有失。有失个屁呀！爱卿就别说这话了，要不是有你在，朕可就真的要发愁了。朕要好好赏你，就封你为……这还能封啥？一品大员了都，再封下去就剩下2个位置。一个龙椅，一个龙床了。陛下，这些都是臣应该做的，臣无需封赏。他看了一眼身后的江生仪，献宝似的把人往前推。轩辕毅一下就明白了，赏他是吧？没问题。陛下，臣信不辱命，已平定陇南的土匪，押解贪污官员回京，请陛下定夺。按照我朝律法，贪污上千两银子者，家产充公，判斩立决；超万两白银者，全家流放岭南，3代以内子嗣不得入仕为官。那些抓起来的人，罪证确凿者，立即午门斩首。众人都被他一顿杀搞得习以为常了，听到这个答案，反而有种对，就是这个味的感觉。
要是哪天皇帝变得柔情似水，矫揉造作，说要给这些贪官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恐怕还会不习惯。江生仪，朕封你为九门提督，赏宅院一座，赐黄金100两。陛下，朕赏赐你，就是认为你受得起，不许推辞。九门提督这官可不小啊，不仅官职大，而且掌握着实权，京城的治安可就全仰赖这位提督了，相当于把皇帝1/2的安全交给我了，这能不慌？乖乖，我外祖家这权势得大成什么样啊？大舅舅戍守边关，二舅舅守护一方百姓，小舅舅现在是京城的保安队长。可以说，我娘要是想造反，振臂一挥，这不比皇后赢面大多了？我这都是为了谁铺路啊？没良心的小崽子！臣多谢陛下圣恩，必定不会辜负陛下厚爱。不客气，只要你别造反，跟你姐一起把我的皇位撸下来，朕就谢谢你了。出了金銮殿，圣女第一时间就命人把翻译官抓了起来。那名官员被一巴掌扇晕后，整个人肿得像发面馒头。等他再次醒来时，就看到圣女一脸寒意地坐在榉木椅子上。圣女，您听我解释啊。好，我听。一下子给翻译官都整不会了。他显然没想到是这个局面，脸色胀如猪肝，大脑飞速燃烧。圣女，您不能听从那个官员的一面之词，他是故意这么说的。对，他就是故意的，想要借机挑拨离间咱们的关系。圣女理解似的眨眨眼眸，缓步走到了他的身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人踹飞了出去，直接飞出了残影。敢在圣女面前撒谎，简直是蠢得无药可救。自己找死，他们为何要插手？圣女！翻译官还想说什么，忽地惨叫了一声，然后再发不出任何的声音。圣女收起刀子，拿起干净的绢布擦拭着刀身，再将染了血的帕子扔在那人身上。不愿说实话，这舌头留着也没什么用了，拖下去吧。众人没有一个有意义的，麻利的拖人，清理血迹，动作熟练的就跟干过800遍一样。圣女若是留下他的舌头，可能还能套出真相。不用查，本宫知道幕后之人是谁。除了我那蠢货弟弟以外，还有哪个人会对我动手呢？只是以他哪个半脑，大概率想不到这么隐晦的方式，背后一定有高人指导。查。从金銮殿离开，石安就回了永寿宫。娘亲，去哪呀？娘亲带你去拜拜佛。拜佛？我对佛修并不多感兴趣，因为我们的联系并不多。我是属于上古神族，他们一族诞生时，连人类都还不曾出现。修道之人、修佛之人都是后世出现的。我们互不干扰，也不会有任何矛盾，因为他们都有一样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这个世界，保护弱小。这也是神明和仙人存在的意义。闺女，你在想什么？贤妃知道她可能不信这些，但是她相信。石安锋芒太盛，招来了太多目光。我虽然会努力护着孩子，但也希望神佛能护佑我的女儿。贤妃到了宫中的佛堂，这里香火鼎盛，但平时人却不多。世人就是这样，有需要的时候求神拜佛，不需要的时候便抛之脑后。3天打鱼2天晒网的，就算真有神佛的存在，这行为连脸熟都混不上。突然感觉女儿说的好有道理，他当即双手合十，虔诚地拜了拜，求了1签后，就到阁间寻找德高望重的僧人解签。石安自己掌握力量，自然是有不信的底气，就自个到处乱窜。时不时认一认摆在佛堂里的各个佛像。这送子观音像前摆放的香火最多，看来也是各宫娘娘的心之所向了。石安也跟着拜了拜。这下我是替我爹拜的，辛苦菩萨了，主要是替我爹赔罪。我爹10天半个月进不了后宫一趟，最后锅要菩萨背，这是我看不下去。外头阳光正盛，石安起身后正想要去找娘亲，忽地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女子声音：贤妃那个女人凭什么呀？扯到了娘亲，这就不能当作没听见了。她机灵的一闪身，直接躲在了观音娘娘像的身后。娘娘，您小点声，自家娘娘这没脑子还爱泡的性格，迟早有一天得害死她。臭丫头，不知道本宫胆小怕事吗？笑我作甚？究竟是谁吓唬谁呀？菩萨呀，我都天天拜您了，房间里还放着您的佛像，怎么就不保佑我生一个孩子呢？您看那个贤妃，不过就是生了一个小公主，就得意成什么样了？这权力划分，她直接就拿了大头，她仗着谁的势力呀？宫女。菩萨有时候也挺无奈的，拜他就拜吧，怎么闹起来了？
我也是佩服他，这是跟谁都能聊2句呀。菩萨呀，您看我天天供奉您，您要是不能给我送一个孩子，要不就把别人的孩子送我得了。我看那小公主就不错，要是贤妃嘎了，您能把孩子给我吗？娘娘，您在说什么呀？当着菩萨面前作孽，你是生怕他老人家找不到您是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傻子的话，菩萨您可千万别信啊！我只是想要个孩子而已，又没干坏事，激动什么？这话听到石安耳朵里，可就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了。敢当着我的面诅咒娘亲，真是在找死！他眼珠子一转，嘴角露出一丝精彩的笑容。他知道该怎么收拾这个女人了。大胆凡人，竟然在本座面前说这等恶毒之语，该罚！一道庄严无比的声音从上方飘来，在寂静的环境中显得格外突兀。淑妃脸差点都吓歪了。小易，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娘娘真的有声音啊！随着他这句话说完，淑妃抖得更厉害了，眼神不安的左右乱飘。你们再看何处？本座就在你们面前。腿脚一软，结结实实的跪了下去，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菩萨恕罪，菩萨恕罪，信女没有恶意。菩萨，我家主子只是没脑子，您就看在他脑子不好的份上，饶了他这一次吧。是啊是啊，而且信女说的也没错呀，那贤妃就是一个妃子，现在手里的权力比皇后还多，我只是不服气，想挫挫她的锐气。您看在我一片赤诚的份上，能不能把她收拾一顿？你打算放他一马，毕竟脑子不好使也不全是他的错，但是脑子不好使还想出来害人，就是他的不对了。你满心恶毒，满嘴诅咒，竟然还想本座帮你！淑妃还没来得及狡辩，眼前划过一道金光，结结实实地封住了他的嘴。本座就给你一丝惩戒，让你记住教训。说完，主仆二人眼前一黑，直接被掀飞了出去。敢欺负我娘亲，送你一份大礼哦！这份礼物，相信淑妃一定会喜欢的，不要不要的。他转身正要去找贤妃，一回头就对上了自家娘亲和蔼又危险的表情。喂！石安嘴角的笑一下就绷不住了，他的视线掠过贤妃，落在他身后的和尚身上。此人身上功德深厚，金光乍现，晃得石安睁不开眼。好尴尬，当着人家大师的面 cos 菩萨，真的不会被打出去吗？知道不妥还敢？他转念一想，女儿是为了给他出气才做了这种事，想骂人的嘴又停了下来，最后把希冀眼神投向了大师。大师，这孩子为我出头，我来骂不合适，要不您来？来吧，骂我吧，毕竟这事确实是我做的不地道。做得很好，下次不许了哦。这大师看着古板无趣，怎么灵魂这么多姿多彩？好，我下次不敢了，主打一个积极认错，死不悔改。下次还敢？娘娘，您刚才问我的问题，现在可以回答您了。请大师赐教。小公主命格贵重，遇到危险必会逢凶化吉，您不必担忧。您须得好好培养公主，有她在，可保北宣国千年太平。这么多年，这是重点吗？我只怕这孩子锋芒太盛，会影响他的命格。佛祖们，这孩子是帝王之相，又兼具着气运之主，露点锋芒算什么呀？还影响他命格？哪个小犊子能影响得了他？但这话我肯定是不能说出口的，有损我大师的形象。娘娘若实在不放心，可以多做一些善事为小公主积福，也可以多添一份香火钱，我们平时会为小公主诵经祈福。大师说完，眼睛不自然地闪了一下。我这也不算胡诌，毕竟出家人不打妄语，我提的建议都是有用的。早说啊，能花点钱出去，我心里就踏实多了。谨记大师教诲。娘娘，小公主能来北宣是天意，您只要好好引导她，将来会有享不尽的福气等着您。贤妃恭敬的点点头，又聊了2句，才牵着石安离开。离开时，石安悄咪咪回头看了大师一眼。怎么感觉这人知道的还挺多？师傅，小公主真的能忽悠北宣吗？她是个女孩子啊。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能说出这种话，证明你修行没到家，好好悟吧。师傅，您好厉害啊，什么都知道。要不我怎么是师傅呢？御书房内，轩辕毅和林承许一起招待着圣女。皇帝陛下，我为之前失礼的行为感到抱歉。圣女一边说，林承许一边翻译。这点小事，圣女不必挂怀，咱们还是谈正事吧。你可以不计较，但我不能不敞亮。
我看了您给我们国主的文书，上面说只打算收南疆百姓3%的关税。我今日代表南疆表态，贵国的货物3年内我们不收任何关税，3年后按照货物售价的1%收取，10年后我们两国再共同商议。那么大的吗？这女子当真是好聪慧。这等条件自然是对北宣有利的，但是和他们签订条约的是圣女，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她上位了，这条约才能永久生效。南疆国的圣女果真是名不虚传，是真的心思百转。不得不说，有点东西在身上。两人达成一致后，开怀一笑。圣女既然来了，我们就是朋友。镇国事繁忙，不方便亲自招待你，就让大学士和大皇子亲自带你到京城逛一逛。两国交好，就得好好了解一番，连吃带拿才能促进友谊长存。圣女，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可以直接和我说。这话本是客气一番，谁知圣女想了想，还真提出了一个意见。轩辕一听了，表情有些僵硬，还真的没办法直接答应，只好说晚些给他答复，便匆忙地送走了他。陛下，您留臣下来，有事吗？朕这次见到圣女，觉得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不是想让我去和亲吧？这可不行啊。经过这事，朕觉得咱们需要多培养几个能说外邦语言的人，否则只靠你一个人太吃力了些。哦，这样啊，不是让我卖身就行。这事交给臣，一定会给您满意的答复。好好好，国家就需要这样的人才。想起了什么，急匆匆朝后宫走去。正在御花园摘花的淑妃脖子都等酸了。小懿，不是说皇上今天会经过这吗？人呢？娘娘来了。淑妃抓紧指挥，直接扑了上去。这次她要拿回属于她的宠爱。我去，什么玩意？一坨黄色的东西明晃晃地朝轩辕一冲过来，他下意识就是一脚，直到听到重物落地的声音，他才反应过来，这是个人。淑妃，你来这干嘛？陛下，臣妾只是想看看花，一不小心才摔了个踉跄，臣妾失礼，还望陛下恕罪。说完，他便嘤嘤地哭了起来。是朕没注意，误伤了你，你回去好好收拾一番吧。淑妃心中一喜，皇上没骂我，还关心我，这下有戏了。他张了张嘴，柔情蜜意的话已经想好了，下一秒却不受控制地道：“你个老登，眼瞎了是吧？老娘这么大一坨你看不见啊？踹我一脚，把我踹坏了，你那3两重的骨头赔得起吗？”此话一出，他立刻收获到来自丫鬟和皇帝醒目的注视。淑妃吓得心脏砰砰跳。不是，我明明不是这个意思啊！怎么回事呀？臣妾不是这个意思，老娘就是这个意思。你一个皇帝，3宫6院是摆什么？天天去贤妃那，当老娘是死人呢？你要是不行就直说，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这话一出口，淑妃连自己9族怎么死都想好了。皇上，您听。你别说了，看来淑妃你对朕的意见很大呀。不是，就是，你既然如此讨厌朕，那便禁足3个月，罚封1年，以后没事别出来晃悠，省得你见到朕就心烦。皇帝一肚子的气离开，留下淑妃面色铁青。怎么会这样？心里深处的秘密怎么会不受控制的说出来？这不科学呀！娘娘，会不会是您触怒了菩萨才会这样啊？我要赶紧去拜菩萨，我这辈子再也不说贤妃坏话了。哎呀，又是一个想勾引皇帝的妃嫔，这招早800年就不好使了，怎么还有人用？总有人年轻嘛！哈哈哈哈，笑死了！什么东西？究竟从哪学的？我给淑妃下了真言咒，让她一想搞事情就忍不住说大实话。没想到这第一个实验对象就是我老爹，太可乐了。原来是你这个小兔崽子干的。强忍着打孩子屁股的冲动，亲生的亲生的亲生的，打坏了，心疼的还是自己。更何况想到还要求这臭屁孩办事。谁让他说我娘亲不配的？我娘亲管理后宫多年，又没出一点纰漏，怎么就不能掌权了？大家都想要权力，怎么抢不过别人就说人家不配吗？输不起。原来是骂了臭宝的亲娘，也难怪石安生气。就说他女儿这么聪明善良又大方的孩子，怎么会无缘无故欺负人呢？原来是这样啊！陛下，您来了。爹爹，您怎么来了？爹有事想请你帮个忙。石安这么小，什么事要来找他帮忙？女儿才多大，这么小就让他打黑工？爹爹说，圣女开口想要你一起陪她游玩，你去不去啊？圣女，陪吃陪玩陪笑，我才多大年纪就要干这事了？事成之后送你一件大礼。有礼物？早说呀！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石安年幼，出去的话会不会有危险？你放心，有大皇子和大学士在，朕还会派暗卫一路跟随，绝不会出事。你也该信任闺女一些，她有多厉害，咱们又不是没见识过。贤妃眉心勉强松开了些，虽然但是关心孩子本就是父母天性。实在不行，到时候教石安武艺吧，法术不能乱用，那武术应该没问题。闺女自求多福吧。轩辕毅本来还担心自家宝贝会不适应跟别人一起出去，抱着石安去见圣女时，还安抚了她几句。姐姐，抱抱。圣女一惊，早听说小公主特别，没想到胆子也大。在南疆，那些小孩别说抱了，看到她不哭都是好的了。姐姐，我好喜欢你，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好香。而这，好，我就多余操这个心。早知道妹妹好色，但没想到这么好色。这句最美的女人，她说过多少遍了？反正我是记不清了。皇帝陛下，我先带小公主去玩。姐姐，你好香啊，我最喜欢你了。你喜欢这个味道啊？这可是99种毒虫研磨所致，每一种都是剧毒，所以才这么香呢。石安还没什么反应，在场的2个大男人已经露出了震惊的表情。早听说南疆喜欢的东西很诡异，没想到诡异成这样，妹妹不会被吓哭吧？这真是太酷了，能把99种有毒的虫子调和成没有毒的，还能产生香味，是姐姐自己弄的吗？圣女，是。姐姐太厉害了，那姐姐可以教我吗？我最佩服天才了，教教我好不好？讨好美人嘛，不寒战。可以。他大方的应了，石安吧唧一口亲了上去，迎着圣女震惊中带点茫然的表情。他无辜的眨巴眼，漂亮，亲亲。靠，坏消息，遇上流氓了。更坏的消息，这流氓是我的妹妹，想报官。有意思，这小姑娘确实不一样，这么好色，不如跟我回南疆，那里女子地位崇高，长大了可以娶一群美人。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她还只是个孩子。石安认真思考了一会，坚定地摇了摇头。大皇子内心长舒一口气，还好，妹妹虽然好色，但是她有底线。我在这也可以有好几个舞。大哥，你捂我嘴干啥？还捂你干啥？你还是闭嘴吧。女童言无忌，您别当真。尽力挽回妹妹的形象，然而没一点用。圣女已经透过现象看本质了。人家就是随便说说嘛，我给自己算过，自己这一世没有任何的情缘，所以就算每天美人不离口，这心里门清都是过客呀。不过不要紧，万水千山总是情，亲情友情也很行。小家伙，看在你这么讨人喜欢的份上，喜欢什么姐姐给你买。说着他就带着石安上街去购物了。2个大男人跟在他们的身后，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买东西。这哪是逛街啊，这不是进货吗？他没老婆，也没孩子，更没陪过女人出门购物，所以自然不清楚女人战斗力有那么强。轩辕怀角都磨出泡了，却看石安和圣女面不改色的昂首挺胸地扫荡着，颇有一种蝗虫过境片叶不留的冲动。不是，他们都不累的吗？大皇子，听说女子逛街时的体力和他们跑步时的体力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吗？前面是什么？怎么这么热闹？去看看，什么事啊？那人腿脚极快，打听到消息之后就回来了。禀主子，是丞相府的大小姐在办事会，很多官员子弟都来了。好，女主这是解了禁足了。姐姐想看吗？这女主挑这个时候办事会，就是为了勾起圣子的注意，一场好戏呀，这不得凑热闹。想呢？举办诗会的地方是酒楼的后院，圣女抱着石安就进去了。今日苏仙仙为了博得雅名，让自己才女的名声传播得更远，便广邀青年才俊，不论何种身份，只要有文采，都可来这诗会。姐姐坐。谢谢。哎，这哪到哪呢？长得好看，脾气火辣，出手大方的美人，这狠狠踩在我喜欢的点上。殷勤点怎么了？小公主人还没凳子高呢，就已经会讨好女人，想我30来岁，连女人的手都没牵过。看来这种事还真不是靠年纪，得靠天赋啊。什么时候一个哑巴也能来诗会了？我们吟诗作对，他来阿巴阿巴吗？真会气。那哑女往后退了一步，眼神也无语，真当他来这是自己乐意。琼姐姐，这是我姐姐，今日不过是带她来见见世面，你不要生气啊。这是户部侍郎流落在外的女儿。几个少女小声咬着耳朵，不断把打量的视线落在哑女身上。看着实在是有些粗鄙不堪呢。
被那些乡野村妇教养长大的孩子能有多气派？笑话！也就是子玉人好，才带她出来见见世面。换了别人，谁想带这么一个姐姐出来丢人现眼？这不是我家四嫂吗？他没注意到，这话一出口，不远处有一道身影颤了颤。这个叫子玉的也太不要脸了吧！这两姐妹就是真假千金照进了现实。也怪户部侍郎年轻时太过孟浪，勾搭了太多女人，情妇众多，其中之一就是他夫人的丫鬟，没给个名分，久而久之，人家就扭曲了。趁夫人生产之际，把村妇的女儿和夫人的孩子调了包，这才导致真正的千金沈子宁流落在外。好不容易找回亲生女儿，他们又舍不得假千金，对外只称是找回了另一个女儿。谁想这假千金还不知足，占了便宜还要想办法羞辱人，装腔作势，占了人家的人生还装白莲花，真是不要脸，坏女人！石安愤愤不平，迈着小短腿就冲了上去，走到一半就被人截胡了。谁呀？阻止我英雄救美！四哥，不是，你来凑什么热闹？四皇子轩辕九，不是你说这是我老婆吗？我老婆，你还挺上心。轩辕九虽然平素露面不多，但打扮尊贵，气质不俗，一看就不是池中之物。在场的贵女自然有看上他的，特别是离得最近的沈子玉，看着俊美如柱的男子，大步流星地朝自己走来，脸颊跟火烧一样，羞涩的不行。子玉，看来是来找你的，你魅力真是大。确实，咱们家子玉金尊玉贵，貌美非凡，什么人见了都喜欢。可不是，哪像那个土包子，看着就让人讨厌。沈子玉被众人捧得飘飘然，仰着头迎上前去。公子，轩辕九直接绕过了他，他扑过来的身子差点没站稳摔出去。再一扭头，只见轩辕九温和地把被人群挤到一边的女子带了出去。姑娘，你没事吧？沈子宁一愣，很快反应过来，用手语回了一句没事。没想到轩辕九也用手语回了他一个好的。我四哥什么时候学会的手语？是听石安说，魏老的老婆口不能言，才找人随便学了一点。这是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的了。自己这般花容月貌，竟然连一个男人都吸引不了。就算这人不喜欢我，也绝不能喜欢沈子宁。公子，您别怪我姐姐，她只是喜欢凑热闹，才求我带她来看诗会。我也是实在没办法才带她出来，扰了公子的雅兴，很是抱歉。哪来的碧螺春，真是够茶的。今日明明是这个名义上的妹妹，强行拖着她出来，不出来就要死要活的。若不是为了耳根子清静2日，我才不会出门。没想到又碰上了一堆糟心事。他抬眸看了眼轩辕九，内心无奈叹气。这人估摸着也是看不出自己这个便宜妹妹的茶艺。也罢，我何时说过生气了？用得着你来揣测我的想法？你是谁啊？你说是你姐姐求你带她出来的，请问她怎么求你？她口不能言，她怎么求你？你看得懂手语吗？你又说你没办法才带她出来的。你要是真不想带她出来，大可以直接走啊。她是会拿刀架在你脖子上吗？有才，太有才了！现在的四哥眼睛还没瞎，分得清绿茶。我就没瞎过。在原著里，四哥也帮过沈姐姐说话，所以他才会在四哥受伤后救他一命。没想到，当年海尔青木名的小少年，长大变成了油腻霸总，不仅认不出老婆，还要伤害老婆，简直是太人渣了。早知道他们的缘分是现在开始的，我就先一步出手，怎么也得让姐姐躲过这场孽缘。公子有所不知，姐姐流落在外多年，父母对她十分愧疚，所以万事都依着她。她要出来，我也是实在不敢拒绝她，到时候父母知道了，肯定会责怪我。什么东西，一个哑巴也懂得仗势欺人？就是，真是不要脸。沈小姐多温和一个人，也被逼成这样。可见这女人心肠有多坏。沈子玉假装为难的让他们别说了，在没人看见的角度，不屑地睨了沈子宁一眼。看吧，就算是真的大小姐又怎么样？只要我一句话，所有人都会站到她这边。麻雀终究是成不了凤凰。放屁！真是够会放屁的，见识过这便宜妹妹说话的艺术，无比佩服，黑的都能说成白的。多谢这位公子，这就算他误会，他也没话好说。毕竟一个舌灿莲花，一个阿巴阿巴。现实真的一目了然了。在他打算悄然离场之际，两只手同时握住了他。沈子宁一惊，垂眸看去，一大一小两只手搭在他左右2个手腕上。你不用走，这位沈小姐，你应该是户部侍郎的女儿吧？
那你看起来跟自己爹娘可真是一点都不像啊，不像这位姑娘和侍郎夫人，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话一出，围观的众人好像嗅到了瓜的味道，眼睛都亮了。本来打算散场的人也不走了，眼神似有若无地看过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是最清楚吗？听说户部侍郎的女儿被人抱错了，堂堂的三品大员也实在是愚蠢，这么多年了，真真假假都分不清。什么？一旦激起千层浪，众人就像进了瓜田的茶一样，上蹿下跳的。放肆！哪来的乡野村夫也敢乱说我家的事？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敢造谣朝廷命官，把他给我送去官府，好好审问！傻逼！你确定？还愣着做什么？给我绑起来！他带来的下人赶紧冲上前，手还没碰到轩辕九，就被他一脚踹飞了出去。他扯下腰上的龙纹玉佩，眼神睥睨，敢绑本皇子，户部侍郎真是好教养。皇子，刚才还在看热闹的人瞬间就呆了，定睛一看，轩辕九手上拿着的确实是当朝皇子的贴身玉佩。参见四皇子，参见四皇子。众人虽然是跪着，但表情一个比一个精彩。这可是四皇子亲口爆出的瓜啊，皇家精选，必为优品，至少瓜保真。四哥好像那个显眼包，但好歹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姑且称呼他为老六。确实够六。四皇子，臣女知错，求四皇子恕罪。别，我还是更喜欢你刚才那桀骜不驯的样子。今日这事，我必定会找户部侍郎好好讨教一番。沈大小姐，你想离开吗？他用手势比划着，神子宁看懂了，犹豫片刻后点了点头。这里乱七八糟的人太多，我是多待一秒都嫌恶心。多谢四皇子，走吧。这月老牵的是钢筋吧？这都能凑到一起。四皇子听到这话，脚步更快了。小皇妹好像很不看好我们这一对，绝对不能给她棒打鸳鸯的机会。四皇子不会欺负人家姑娘吧？欺负人家姐姐只是不能说话，可不是柔弱呀。谁给大学士这个错觉的？待会四哥就要被迷得神魂颠倒了，真是不值钱。原著里要不是四皇子被迷惑了，一叶障目，一心维护救命恩人，以他的个性，这两人绝对不会是那种结局。果然，恋爱还是要看别人谈才甜，瓜要捡别人的吃，太够味。等他们都走了，沈子玉才缓过神来，好容易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小姐，您没事吧？小姐得罪了四皇子，还在众人面前暴露了假千金的身份，这之后还有我们什么好日子过吗？要不我现在去投靠大小姐，这样说不定大小姐还能饶他一命。不愧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主仆，他眼珠子一转，沈子玉就知道这人在想什么。小姐，狗奴才，咱们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敢背叛我，我先弄死你！奴婢不敢，奴婢不敢。去叫马车，我们现在就回去。我必须提早回去布局，否则等沈子宁回去了，一定没我好果子吃。刚才发生的闹剧，身为东道主的苏仙仙是一点都不知道。刚从酒楼里出来，就遇上了抱着石安的圣女，她眉心皱起，隐隐有些不悦。圣女的长相明媚艳丽，是极具攻击力的美，苏仙仙对这种人向来不喜欢，总有种要和她比美的冲动。再看到她怀里的小屁孩，苏仙仙表情更不悦了。又是他，今日可是我出风头的好日子，这些人最好别不是去来打搅。公主又怎么样？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就是一个古代人，连人人平等都不懂的未开化之人，有什么好高贵的？这人又发什么神经呢？但转念一想，石安又无所谓了。反正我也不喜欢这个所谓的女主，这人不喜欢她，好像也正常。小姐，酒楼老板请您去一趟。狗奴才，这点小事也要本小姐亲自去，我请你有什么用？好不容易等到这一个扬名立万，又能吸引南疆国圣子的机会，不允许任何人打搅，不管什么事都推后再说。敢打扰本小姐，我扒你一层皮。是，真是这很难评。想到待会他可以借着人类老祖宗的智慧结晶，扬名立万，石安就像是吞了苍蝇一样恶心。轩辕怀也看不上他的行为，暗自摇了摇头，实在是不堪。虽然我不会把奴才当作兄弟姐妹，但也不至于不把他们当人看。只有小门小户才会随意大骂奴才，上不得台面，没品。感谢各位赏光，来我办的诗会。苏小姐，早就听说你诗仙的美名，今日又给咱们带来什么佳作了？必不会让公子失望。浓眉高鼻的金发男人从人群中挤到了前方。
看着在人前意气风发的少女，心脏抑制不住的砰砰直跳。这女子长得真是好看，这样天仙的人写出来的句子一定更加优美。宿主，圣子来了。我知道了，今天我一定会让他迷上我。油腻。正主到了，苏仙仙很快就挑好了题目，以花为主题，作诗，时间限制为1炷香。石安看了一眼，就觉得兴致缺缺。花，那可太多了。自古以来，文人墨客以花为题，做了多少名句佳作。以苏仙仙的知识储备，就算她没什么储备，那个系统也能给她无数选项。这要是还能出错，等等。石安不信邪的算了算，再瞅瞅女主，又瞅瞅圣子，一口唾沫堵在喉咙之间。我去，你们也太会玩了吧！是给你答案，你都不会抄的程度啊！疯了吧？怎么了？我的妹啊，你别话只说一半啊，后面是啥？没眼看，真的没眼看。宿主，您确定要选这2首诗吗？你别管，你一个人工智能，不懂。时间到，众人纷纷献上了诗作。小生抛砖引玉了。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木末一词用得妙，方兄观察细致，小弟佩服。不敢当，不敢当，献丑了。那我也来一句：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疾病中。好诗。其他人鼓掌喝彩。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这是有感而发。体弱多病，辜负了大好时光，真是可惜。有人带头，这诗会渐渐热闹起来，不少闺阁女子也做出佳作，婉约豪放，各有风味。好，哥哥姐姐们文采都很好，国家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此等舞文弄墨的事，我的小脑袋瓜子暂时欣赏不来。看这一代人成长得如此好，我就可以放心摆烂了。圣女姐姐喜欢吗？还行。那等我长大了，学会以后再念给你听。苏小姐，您可有佳作？自然有，早就听闻苏小姐文笔极佳，今日可要让我们开开眼界。是啊是啊，京城第一女才子，我们期待已久了，还请苏小姐赐教。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芙蓉临霜容，秋容顾上好。他自满地念出这句诗，雨落，视线终于和圣子交融在一起。简单的对视透露出一股情意缠绵的意思。圣子虽然不懂诗，但却被他语调中的浓情勾住，深深地望向了他。众人还未反应过来，苏仙仙又做了第2首诗。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奴未出来难，教君自忆怜。这首诗本就暧昧，他念的时候腔调委婉动人，听得圣子心发痒。好美，果真是美人如花，动人心魄。这可真的会挑诗，不是说诗好不好，主要是真不合适从一个未出阁的女子口中念出。一首是恩爱云雨的诗，一首是男人和媳妇的妹妹偷情的诗。这是可以说的吗？石安简直大脑爆炸，众人好像还没反应过来，愣愣的没出声。怕不是系统出手干预了，否则如此露骨的诗作，不可能没有人反应过来。看看已经眼神拉丝的女主男配，胃都要倒酸水了。他们谈恋爱，为什么受伤的是我？我只是嘴巴毒了点，罪不至此啊。女主为什么会选这首诗，我多少也能猜出一点。都说南疆国民风开放，这圣子也是个好色之徒。看苏仙仙那舍不得挪开的眼神，就知道她这是想要吸引这位圣子的注意。只是那圣子他也听不懂啊，你搁这缠绵作甚？抛媚眼给瞎子看。姑且不论这诗词如何，就说他从一个女孩嘴里说出来，确实是不合适。更离奇的是，他刚才听着竟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怕不是真如石安所说，是那个叫系统的在作怪。看众人反应平平，苏仙仙有些不悦。系统不是说会帮我的吗？怎么这些人还不说话？虽然能得到圣子的喜欢，已经达到了目的，但没有让大家追捧，总有些不甘心。真是一群乡巴佬，连好诗都品不出来。苏小姐，大皇子，公子有何赐教？姑娘，你这2首诗，我有许多不懂之处，还望赐教。你说，这教君自忆怜是什么意思？请您狠狠地疼爱我吧。还有这个碧玉破瓜时，又是何意啊？碧玉，嗨，破瓜，通俗易懂，懂得都懂。还是你会问？每一句都精准地踩在不能播的点上。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看他不作答，轩辕怀追问道，眼神透着清冷。其他人也仿佛清醒过来，一时间
众人的脸色一个比一个好看。这应该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意思吧？都这样了，怎么不是呢？有些世家出身的大小姐反应过来后，瞬间涨红了脸。这是什么虎狼之词？青天白日说这等淫词艳语，真是没眼看。这个大皇子怎么回事？难不成是故意拆我的台？这是我的诗会，你若是不能理解，那就出去。我不需要和你这种不开化的人多说。他只顾着一时痛快，却不曾想，这样正是坐实了轩辕怀口中的猜测。有一些女子已经坐不住了。本来今日来这诗会是打算见识一番这小诗仙的文采，没想到直接从文化频道转到了颜色频道。趁着人多，有人已经悄悄离席了。第一次见这种说不过别人就把别人往外赶的主人，每次见他都觉得自己对他的认知可以重新突破下限。你们还愣着做什么？把这几个人给我丢出去！打手如同门神般威严地站在门外。苏仙仙看到他们，心中多了一丝底气。今日真心来捧场的，我苏仙仙欢迎。若是故意找茬，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简直放肆！圣女冷哼一声，看她的眼神像是在看死人。还没人敢在我面前如此失礼。姐姐，不生气。石安拽了拽她的袖子，凑到她耳边嘀咕了2声。她暴躁的火气瞬间熄了下来，在抬眸时眼神玩味。呵，还有人能蠢成这样？外面站着的打手纹丝不动，苏仙仙脸上有些挂不住，张嘴就要骂。店小二先一步开口：苏小姐，咱们这边会帮您把客人请出去，只有一点，您答应我们的银钱得先结账。刚才就跟苏府的小厮说了，要先算账，可他一直推脱。他们收到消息，这小姐压根没钱，这才着急起来。我爹可是丞相，你难道还担心我会不给钱？一群小人，狗眼看人低。管你爹是谁呢？你爹就是皇帝，也得给钱，50两银子，概不赊账。小姐您得请我们赶人。他这态度属实是把苏仙仙气得打颤，深吸了几口气才缓过神来。正要结账，忽然发现自己口袋的钱不够，这下他的表情更难看了。怎么回事？堂堂丞相千金，不会连50两都拿不出来吧？苏仙仙自视甚高，哪里能受得了这种羞辱，当即红了眼眶。她柔弱地看向人群正中的男人，眼泪盈眶，好不惹人动容。圣子上前一步，忽然被人撞了一下，不悦地扯开下摆，喊了一声滚开，就大步走到苏仙仙身边。堂堂的名店竟然为难一个小姑娘，你们可真是不要脸！一个男人为难女子，真是不害臊。走吧，大哥。几人离场，圣子如同斗赢了的公鸡，耀武扬威得很。美丽的姑娘，请不要被这些小人打扰，你值得最好的东西。我见你第一面就被你吸引，很想和你在一起。多谢公子解围。小二再三催促，圣子才反应过来，扯下腰中的荷包递给了他。拿去，滚远点。小二接过荷包一看，脸一下就绿了。来人，把他们给我绑起来！没钱你冲什么大款？亏他还以为这人是什么富家子弟。好家伙，要把妹你倒是拿出真钱啊！给我一堆纸，还是厕纸？哈哈哈哈哈，笑死了！石安出了院子，腰都要笑断了。得亏咱们走得早，不然得被困在那了。那些书生小姐现在全被困在那里，拿不出钱，谁也不许走。这酒楼的老板有的是钱和关系，压根不怕得罪人，敢赖他的账，简直是做梦。我特地拿了新的纸给他，用来擦眼泪正好。这小家伙确实够可爱，傻乎乎的。被困在酒楼后院，所有人的脸色都阴沉了下来。几位贵女亮明身份，直接让人来接他们离开。苏仙仙还想找他们帮忙，被他们奚落了回去。没钱冲什么大款？本小姐这辈子就没这么丢人过。以后你苏家大小姐的局，我绝不会上门。苏小姐，你不要脸面，我们还要脸，不必多说了。本来还吹捧着苏仙仙的文人墨客，见他实在拿不出钱来，脸上也很难看。要不是要守君子之风，此时也早就破口大骂。只是几十两银子而已，这些人为何态度会变化这么大？庸俗小人，这些女子被养在深闺里，教养的脑子坏了，小肚鸡肠，又势利眼，活该只能当个路人甲。他看向圣子，心里也埋怨，一个大男人出门怎么不带钱？本来想着做事一手，引这人注意，到时候他自然会抢着替自己给钱，自己博得好名声，又可以分文不花。没想到这人也没带钱。若非他的身份够贵重，苏仙仙此时也要翻脸。
最后这场闹剧还是以南疆国师亲自送钱来才得以解决。哎呦，圣子最大的助力来帮忙了。此时的石安已经在回宫的路上，看到用法力画出来的画面，心里不由得好笑。这国师也真是可笑，表面不站队，背地里却悄悄支持圣子，否则以他的脑子也想不出利用语言坑圣女的法子。这事我要不要告诉圣女姐姐啊？说了她也不能信呢，说不定还会以为自己是在危言耸听。毕竟一个孩子的话，谁也不会当真。小孩子别不开心，多笑笑，长大了就笑不出来了。你是会安慰人的。回到皇宫，圣女先一步回了寝殿，她派出去的探子也回来了。如圣女所料，果然是国师在背后操控。本宫知道了，国师果然是好样的。这笔账我总有一日会亲自讨回。抛去战队哪一方不提，光是差点害得两国打战这一点，这件事就不能善了。弗莱克战中，殿下，您为何去掺和这等事？圣子能来北宣，还是我求了国主许久才同意的，只是不能作为使臣出现。这日后还是要进宫拜见北宣国皇帝。若是今日闹大，给北宣国皇帝不好的印象，将来如何能在夺位中取得助力？殿下，您到底有没有听我在说话？国师，您说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特别的女子？你喜欢她什么？那女子文采斐然。听你胡扯！殿下，你连北宣的白话都听不懂，还指望听懂诗词呢？她貌美如花，我对她一见钟情。呸！什么一见钟情？我看你就是见色起意。你缠别人身子，下贱！圣子的生母是他的救命恩人，若非还有恩情没还，他早就一巴掌过去了。这个二柱子二傻子，脑子缺根弦的小犊子！不行，必须赶紧带这个好色脑离开，否则以这蠢货的智商，必然会被那女人坑害。凭我这么多年的经验，那个女子看着就不是善茬。哎，这蠢货实在是配不上南疆国君的位置啊！若不是国师一直不留余力地帮他，以圣子的脑子，妥妥一轮游啊，哪那么费劲了？要是能让他们俩反目就好了。现在和他们签订合约的是圣女姐姐，理论上来说，他们现在是站在同一战线地，再加上我也看不上那个圣子，自然是希望最后取得胜利的是圣女。轩辕翼从屋外走进来，忽然出现，差点把石安吓一激灵。石安下意识给了他一拳。爹爹，你没事吧？这有什么？你这点力气，再给爹来几下，爹就被送走了。石安抱歉地给他吹吹，暗暗用法术给他修复。轩辕翼心里得到了一丝安慰，至少闺女还是懂事又听话的。要是像那个圣子一样好色又无脑，他才真的会气死。对了，国师不是对女主很不满吗？如果能让他看到圣子对女主入迷，是不是会让圣子失望？就算达不到反目的效果，让他们离心也是好的呀。主打一个挑拨离间，成不成再说，反正也不吃亏。但这个目标想要实现，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得让他们有机会相处，可惜了，这机会可不好创造。轩辕翼听到后眯了眯眼睛，有了自己的想法。想创造机会也不是不可以。宝贝，今日和圣女出去，可有什么好玩的？有哎，四哥跟美女姐姐跑了。什么？皇帝和贤妃一脸诧异地看他，一脸不可置信。四哥喜欢姐姐，带人家回家，这个应该没毛病吧？带人家回他家。混账！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老父亲聚了一把辛酸泪，直接命人把轩辕九给喊进了皇宫。石安看着轩辕翼潇洒离去的背影，伸出手够了够，发现够不着。四哥就是英雄救美，把人家姐姐送回家了而已。老爹这么激动做什么？石安啊，你跟你四哥什么仇什么恨？你要搞死他啊！陛下，等等。石安，这一个两个都怎么了？奇奇怪怪的。他盘起腿打坐，一边打坐一边吃瓜。眼前赫然播放着四皇子和沈子宁相处的画面。轩辕九把人送到了府邸门口处不远，就不敢再前进一步了。谢谢你，本来应该清洗好再还给你，但外男的衣服我带回去说不清。本来那对眼神不好的亲生父母就对我意见颇大，再看见他披着男人的衣服，估计能一嗓门直接把我送走。轩辕九表示理解，他好懂礼数，好大气，他好喜欢。想到这个姑娘刚才霸气跳水救人的身姿，轩辕九的心脏就把持不住的乱跳。神了，
姑娘，我先走了，改日一定上门拜访，你一定要等我呀。刚才是不是表现得太冷淡了？可是太热情的话，会不会把人吓跑？世界千奇百怪，呆子可可爱爱，都是常态。他转身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本想能休息一下，没想到人还没进门就被自己的亲生爹娘堵住了。你这个蠢货，还敢回来！老爷，您先消消气，还是切身来说吧。哎，不知道这家人又要演什么好戏了。子宁，你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呢？你怎么能和外人说你妹妹不是亲生的？你知道这样对她伤害有多大吗？我知道你心中不满，可当年的事情又不是她做的。子玉别哭，你永远是娘亲的女儿，谁都没办法改变。得到四皇子青睐又怎样？回到家里还不是任由我搓磨？娘亲，您别怪姐姐了，她也不是故意的，只是她得罪了四皇子，女儿实在担心，才不得不和你们说一声。玉儿做得对，多亏有你在。若非玉儿和四皇子求情，你这个蠢货非得害死我们一家人。啪啪啪，这戏精彩的沈子宁都忍不住拍手叫好，就差没搬来一块板凳啃点瓜子了。他指了指自己的嘴，又指了指户部侍郎的脑袋，意思是我都哑巴了，怎么说话啊？你能不能长点脑子？但显然这脑干缺失患者是看不懂他的暗示。果真是被乡野村妇教导的不成样子，再放任下去，他迟早有一日会害了全家。说其他的可以，但说到教养，沈子宁就坐不住了。说谁都可以，说我养父母不行。怎么，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来人，把他关进房间，明日就扔到庄子上去。什么时候学会了规矩，什么时候回来。真是老太太钻被窝，给爷整笑了。沈子宁一双好看的丹凤眼微眯，鄙夷地看了这一家三口一眼，挥手打开了下人们来抓他的手，径直回了房间。爹爹，四皇子对我是有些不同，但是您先别说出去。沈子玉毫不害臊地把角色对调了一番，把得罪人的换成了沈子宁，获得青睐的人换成了自己。他这谎言实在太过拙劣，稍稍一打听就能戳穿。可惜户部侍郎夫妇是对傻子，压根没想过去打听。再加上丞相千金这事闹得太大，沈子玉连丢人都排不上号，自然不会有人特意告知户部侍郎。哎，身为女子，我不愿和女子动手，但架不住有人实在太蠢，作死都做到他面前了，再纵容下去，这胃口不知道会被养得多大。又一次在交锋中赢了，沈子玉别提多高兴了，晚上胃口都好了不少，干了2碗米饭，3个猪蹄。看到户部侍郎夫妇震惊的目光，他才想起来自己的伤心人设。女儿太伤心，不知不觉就多吃了些许。爹娘不要嫌弃我。你吃，多吃点，咱们家还不至于少你一口吃的。这可是我亲自教养的女儿，金枝玉叶，怎么能受一点委屈？好孩子，多吃点。顶着2人期待的目光，沈子玉想拒绝都找不到话，只能硬着头皮硬啃。好吃吗？好吃。沈子玉脸都憋紫了，最后借口困了，才勉强逃离。他们的，这辈子再也不要吃这么多菜了。从来都是小鸟胃的大小姐，属实有点招架不住，跑回房间就吐得一干二净。二小姐，您没事吧？卑主忘恩的狗奴才，给我去门口跪一整夜，没我的吩咐不准起来。夜半，几声蝉鸣传来。死的，怎么会这样？沈子玉一脸的虚脱，扶着墙颤颤巍巍走了出去。边走边能听到扑哧扑哧的声音，正想着怎么把人提溜出来呢，没想到老天爷都在帮我。都怪他们，没事给本小姐加这么多菜做甚，害得我闹肚子。若非房间的夜壶被他拉满了，也不用大晚上到外面来如厕，又脏又臭。该死的，一家子都该死。沈子玉拉起裤子，恶心的不行，刚抬脚走一步，眼前瞬间一黑，整个人顺势往后一倒。他被摔懵了，纤纤玉指往后一摸，感受到粘稠的物体粘在手上。救命！快来人！免费送他一脚的沈子宁快步往外走，生怕被这熏人的味道弄走。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这么能拉。既然这么喜欢满嘴喷粪，那就让他多吃点吧，吃啥补啥。生怕沈子玉的声音不够大，没人来救他，沈子宁相当好心的帮忙，挥手叫来一个小厮，给他打了个手势。快来人啊！二小姐掉粪坑了！二小姐掉粪坑里吃大粪了！再不救她就臭了！他不光站着喊，而是边跑边喊。没多久，整个府邸都知道二小姐掉进了粪坑。打更的路过，顺耳听了一声，第2日整个京城都知道。本来跪在侧门的丫鬟可以及时的阻止他，但听到他说掉进茅坑的是沈子玉，
丫鬟瞬间跪得笔直。什么茅坑，什么小厮，我怎么啥都看不清？这大晚上的，阴风阵阵，说不定谁在说话，他可不敢凑热闹。老爷，小心！看他们爱女心切的样子，作为亲生女儿的沈子宁心里也没一点波澜。他们很爱他们的女儿，同样，我的养父母也是。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伤害到他。我从未把这对夫妇当作亲生爹娘，自然不会被伤到。沈子玉那家伙的账我已经算了，这对夫妇，呵呵。他冷笑一声，悄悄入了户部侍郎的房间，把他珍藏多年的宝物都偷了，顺便顺了一袋银子。小厮喊了一晚上，嗓子都冒烟了。大小姐，这事我办好了。这是答应给你的报酬。大小姐，我明天就撤了，您也抓点紧啊。沈子宁拿着钱，第二天潇洒离开，留给他们一堆烂摊子。石安在宫里睡得香甜，第二天才吃到了瓜。这时候京城都传遍了，他难受的撇嘴：哎，这瓜都赶不上趟，早知道就熬夜吃瓜了，这错过一手消息，伤害了我多少温柔。娘娘，淑妃娘娘求见。啊，她来做什么？她怎么来了？莫不是发现我装神弄鬼吓唬人了？让她进来吧。他还没想好措辞，就见一道慌里慌张的身影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淑妃左脚绊右脚，一个没站稳，脸朝地结结实实给他磕了一个。不用行此大礼。贤妃姐姐饶命。妹妹，你先起来。这是做什么？姐姐，妹妹我之前对您不敬，神佛震怒。这些日子我浑身发痒，心神不宁，备受折磨呀。姐姐，您就看在咱们一起入宫多年的份上，饶了我这次吧。我再也不敢了。娘亲看我干啥？不是我干的呀。那能是谁干的？那傻子干的。自从他上次听到佛像说话，就吓得天天做梦，每天都是娘亲脚踩祥云，飞升成仙的画面。他自己想就算了，还得告诉淑妃一起想，两人没事就凑在一起，自己吓自己，久而久之就吓出毛病了。要不说是主仆呢，真是一对卧龙凤雏，一个敢说，一个也敢信。淑妃妹妹，本宫信你不是有意的，自然不会怪罪你。先起来吧，这要是让人看见，不知道会传出什么闲话。小易，你感觉怎么样？娘娘，不养了，果然有用啊。就说贤妃是神仙，要么也是神仙的亲戚，不然也不会。他一说原谅他们身上的症状就好了。多亏了他，要不是我看了许多话本子，深谙神仙下凡历劫之道，自家娘娘早就被自己作死了。本宫也不养了，小易不愧是你，我以后再也不跟贤妃作对了。以后皇帝来我宫里，我就装死，不跟贤妃争宠。以后贤妃让我抓狗，我绝不撵鸡；叫我声东，我绝不鸡西。好。哎，两位细过了哈。人才，真是人才。贤妃姐姐，以后您有事就吩咐，千万别客气，放肆的蹂躏我吧。淑妃抬眸看了看天色，作为难状。姐姐，我被禁足了，求了好久才得到一炷香的时间来和您道个歉。等我禁足解了，马上来找您，您一定要等我呀。人傻，但时间观念强。好，妹妹你路上小心，早些回去吧。一出门就见到了轩辕毅。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小易，咱们快走。娘娘，您遮着自己的脸有什么用啊？皇上又不瞎，你要遮也是遮他的脸啊。一个两个，是把我当傻子还是当瞎子了？淑妃可有伤到你们？那可就太没有了，就是差点吓到我们。这话没说错，贤妃简要解释了一番。这对主仆倒真是傻的很有能耐。也罢，既然他知道以后要怎么做，就免了他的禁足吧。这后宫虽然人不多，但心眼却不少。哪怕贤妃不想拉帮结派，也得有自己的小团体。没有团队，得自己一个人干到死。陛下，圣女回来以后，可有提出什么不满的地方？对呀，圣女姐姐对我满不满意？我这可是尽心尽力了，爹爹你答应的礼物别想赖账。圣女很满意。圣女对石安那叫一个赞不绝口，态度把轩辕毅整不会了。这就好比派出一个卧底进敌人的帮派，一眨眼功夫，卧底干成骨干了，这怎么不震惊？那就好，我就说我这么可爱，怎么会拿不下姐姐、爹爹礼物？这个嘛，等一段时间你就会收到了。对了，朕想在宫里办一个宴会，邀请众位大臣的儿女一同参加。一是为了促进年轻人的交流，这二嘛，也是让圣女见见咱们北宣的青年才俊。这次南疆的圣子也会出席，
应该会十分热闹。等等，圣子也要来，那我的想法不是妥妥的了吗？这一对痴男怨女，凑一起不谈情说爱才怪。有好戏看了，可不是有好戏了，轩辕毅也期待着。看戏常有，自己搭戏台看戏不常有。想着看热闹的他，压根没想到这场戏会牵连到石安。他知道以后差点把苏仙仙给宰了，要不是顾及石安说的女主死了可能会影响小世界，苏仙仙都已经在阎王内打好几年工了。这次宴会要是能削弱圣子的助力，就算是没白干。如果让他那些舔狗的力量都削弱，或者他们没看上女主，这世界就要换一种玩法了。被大臣在朝堂上得到了皇帝要办宴会的消息，那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丞相大人，早就听说你女儿才华横溢，皇上办这宴会对她可是件好事啊。苏仙仙干的事，半个京城都知道了，夫人小姐圈都传遍了。现在她可以说是被整个贵妇贵女圈排挤，她还浑然不觉。苏丞相，你该高兴啊，要笑啊，你怎么不笑呢？苏丞相被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的脸色铁青，好容易摆脱围堵，回去就看到了苏仙仙一脸急切的样子。爹，你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你怎么知道？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了，你就说是不是？苏丞相拉着一张脸，把皇帝办宴会的事情告诉了他。哈哈哈哈，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知道，你知道头！真的很想撬开他脑子看看里面进了多少水。这次进宫不仅有官宦人家的子弟，还有很多王孙贵族，切记不要给我惹祸。爹啊，你就是太老古板了一些，凭你女儿的本事，将来这天下都是我的传说。丞相他果断转身走人。我还是去看看家里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行的话就早点卷铺盖跑路吧。宿主，我的数据显示，那个叫石安的孩子并不简单。他能有什么特别？一个小屁孩而已，轻轻抬手就能捏死，我才是主角，其他人不过是书中的配角而已，有什么好害怕？宿主，您没有发现，自从他出生以后，书里的很多事情都改变了吗？这难道不是因为我带来的蝴蝶效应？不是，难不成他也是穿越者？若真是这样，绝不能留下他。一个时代只需要有一个穿越者就够了，若是多了，也不是。那你说个鸡毛？就算他不是，他本身也和奇怪，建议宿主想办法和他搞好关系。好了，知道了。不过就是一个小屁孩而已，还不好打发吗？随便给2颗糖就能哄跑了，有必要这么认真？他在家里费心准备，其他人也没闲着。特别是刚丢了好大一个人的沈子玉，此时恨不得打扮的花枝招展，艳冠群芳，好把他那黑历史给压下去。他打扮的珠翠满头，自信满满的挤进了平时交好的姐妹圈，结果人还没到，那些姑娘就四散开来了。就是他掉进茅坑了，听说他鸠占鹊巢10几年，还把真正的大小姐赶走了。这是真的吗？真是看不出来，长得浓眉大眼的，竟然心肠这么歹毒。姑娘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聊起来，丝毫不避讳，听得沈子玉满脸通红。他很想开口辩解，平时舌灿莲花，如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站在远处的石安，凭借着5.0的视力，看的那叫一个清楚。活该叫他欺负子宁姐姐，本来就占了别人的荣华富贵，不想着如何弥补也就算了，还满心想陷害旁人，活该被姐姐收拾。沈子玉正气的头脑发懵，视线瞥到一道清俊的身影朝他快步走来。他定睛一看，正是前几日见过的四皇子。沈子玉本就迷恋他的皮相，看他如此着急为自己而来，瞬间把其他事情给忘了。若是能坐上四皇子妃的位置，我何须看其他女子的脸色？相反，这些人还得巴结我。你姐姐呢？姐姐，沈子宁。该死，又是他！怎么都没想到，轩辕九开口的第一句还是那个贱人。四皇子殿下，咱们几日不见，您就只想知道姐姐的消息吗？不然呢？难不成还要听你的消息？你可真该死啊！殿下，前些日子我们之间有些误会，我回去以后惶恐不已，好在今日又见到您了。等一下，我没心思听你长篇大论，我就想知道你姐姐在哪。我对令姐心生仰慕，想求见她一面，麻烦你告知我她在哪。直接说沈姑娘在哪不就行了？避避个没完了。为什么？凭什么？他沈子宁凭什么这么好命，一下就得到了四皇子的喜爱？输给别人都可以，唯独沈子宁不行。殿下，我姐姐病了，
在家中养病。等他好了，我一定把您的话带到。若是您真的喜欢我姐姐，可以先去和我爹娘提亲，这样才不会错过，不是吗？养病？哼，等我回去了，就安排庄子上的人弄死那个小贱人。只要他死了，户部侍郎的千金就只剩下我一人。四皇子来提亲，理所当然是我出嫁。四哥，你别听这女儿逼逼叨。石安从远处跑过来，什么养病啊？明明就是他故意陷害，让子宁姐姐被赶到庄子上，还想回去弄死子宁姐姐呢。什么？轩辕九震惊地瞪大双眼，不可置信地打量了眼前的女人一通，把她看得浑身发毛。殿下，您在看什么呢？你看，她心虚了。轩辕九深深地看了沈子玉一眼，抱着石安，大不留心地离开。到了空旷的位置，石安澄澈地看着他。石安是想提醒哥哥，那个女人不是什么好人，对吗？石安震惊，你怎么知道？四哥牛逼了！要不是我在他身上没发现一点修仙的迹象，说不定就要以为他是仙人了。能掐会算呢。这个嘛，都说小孩子的眼睛干净，最能分辨人心，所以四哥猜你是想提醒我，这不就赶紧把你抱走了吗？这真是神一样的队友啊！我哥这脑子真是好脑子，词汇量有限，只能夸到这个地步了。看来父皇操心的对，小皇妹这文化水平是要操心一下学业了。其实四哥早就听说了，他们把子宁姑娘赶到了乡下的庄子上，刚才只是在试探她而已。你不用担心，就是不知道这子宁姑娘会不会有危险。四哥别担心，子宁姐姐安全。放心吧，子宁姐姐可不是一般人，几个老婆子想奈何她，简直要笑死。要是让四哥知道收养子宁姐姐的人是谁，他就不会这么担心了。那对夫妇可不是一般人呐。小皇妹，等宴会结束，你能跟四哥出宫一趟吗？咱们一起去找姐姐，把她带回来好吗？轩辕九虽然之前和石安接触不多，但每次石安发挥特殊技能时，他都恰巧在场，自然知道他的不同。有他在，莫名的安心啊。瞧你那不值钱的样，好，嘿嘿，我也喜欢和美人姐姐贴贴呢。半斤笑8两，一个爹生不出2种娃，美色当前都不砸子值钱。哎，这个家没有我可怎么办？一个两个都这么依赖我，真是甜蜜的负担嘞。小孩安慰好了四哥，又奔向了另一个怀抱。圣女姐姐，怎么才几日不见，好像又胖了一些？当然，这话是不可能直接说出口的。要是把小丫头都生气了，可就麻烦了。姐姐，好热闹！这小姑娘长得挺好看，这北宣国皇室的基因确实是不错，都生的一副好皮囊。不过也正常，就算历代皇帝不咋子好看，架不住他们会娶老婆。美丽的女子生出好看的娃，这一代代传下来，绝对的美人胚子。嘿嘿，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美丽。参见圣女。国师，您不是一向不喜欢出门吗？怎么这次也跟着来了？禀圣女，此次出行是陛下吩咐。圣子他言行颇为莽撞，陛下不放心他一人出门，这才特意吩咐老臣跟随。是吗？那就麻烦国师好好看护着圣子。刚提到此人，他就大大咧咧地出现在那，学着北宣的文人。光下看美人，愈看愈美。圣子对着不知何时出现的苏仙仙大献殷勤，那谄媚劲把国师看得直倒胃。白话都没学明白，还在这咬文嚼字。国师，你说是吧？还在这装着呢，明明就是站在圣子那一边的，装什么中立呀？圣女看到石安频频看向国师，内心有些讶异，不自觉地打量起了石安。那边郎有情妾有意的两人，完全不顾在场众人的指指点点，边打闹边嬉笑，实在是有伤风化。本来就辣眼睛，还捂到老娘面前，不想活了吗？苏仙仙本就看圣女这张脸不爽，打闹之间故意往这边跑，看我直接撞飞这个女人！哎呦，我去！他一个撞击过来，圣女抱着石安侧身一躲，女人直接摔了个四脚朝天，哈哈哈哈哈！看热闹的小姐们乐坏了。摔跤看多了，没见过摔得这么有观赏性的。没事吧？没事，我只是一时没站稳。这位姐姐应该不是故意不服我，害我摔跤。我去，好大一股茶味，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多少年的碧螺春啊，茶韵幽香，不入流，什么人都能看得上。你什么意思？快给苏小姐道歉！冲冠一怒为红颜，脑子有那个大病。什么意思？瞧不上你的意思？什么人都能看上，
可见你也不是什么好鸟。多大的人了，还这么幼稚，我可没工夫跟他玩过家家的戏码。你要知道，就算是道歉，也该你跟本宫道歉。凭什么？觉得用傻子形容他，都是对傻子的侮辱。论官位，我是南疆一品大员，而你连朝堂都没上，顶多算个白身。论辈分，我是你长姐，我管教弟弟，你说凭什么？你是要道歉呢，还是我打死你啊？熟悉他的人就知道，他这是动怒了。圣子知道这个疯子是真的干得出来这种事，心脏狠狠跳了2下，求助似的看向了国师。国师却为了避嫌，错开了视线。我错了，你别动手。还以为这小子会演绎出宁死不屈的戏码给他这个小情人看，结果没想到还是这么没种。小丫头，看到没有，男人是靠不住的，关键时候他们跑得比谁都快，他们连自己都护不住，你还敢指望他给你出头？记住了，永远只能靠自己啊！搁着点苏仙倩呢。他听出来了，看那女主的表情，估摸着也是听出来了。啧，姐姐，你放心，母猪会上树，男人都靠不住。我不会想着靠别人，玩归玩，闹归闹，别拿一辈子开玩笑。是个聪明的。至于谁蠢，就不用直说了。他抱着石安离开后，苏仙仙手心肉都快被自己掐烂了。公子，我肚子不舒服，先去如厕。他找了个借口，匆匆忙忙就走了，实则是怕自己再留下来会对这个圣子发脾气。如今没什么依仗，自然不能对这看着还有用的男人生气。美人真是贴心，身材也好。听这话，差点没气得翻白眼。你对了，这女主身材真是越来越好了，别说男人了，就我一个女子看的都有些移不开眼。这成效这么显著，怕是系统没少出力。我早就跟您说过了，不要去招惹他们。你现在一个都对付不了，去了就是白送人头。您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得到他们的喜欢。闭嘴！宿主，请您明白，您现在是一个孤魂野鬼，若是您一直不能让众人动心，我们也可以换别人。换别人就意味着苏仙仙的灵魂会被从这具身体里赶走，就像原主一样。而苏仙仙原本的肉身已经被送进了火葬场，若是再从这具身体里离开……等等，本小姐听你的就是了，不就是让小孩子喜欢吗？这有什么难的？他在巨石后待了许久，才起身打算回宴会上，没想到刚走几步就看到了一个身影。小孩蹦蹦跳跳的，很是活泼。因为在皇宫，他身边没跟任何人。眼见着他要往偏僻的地方走去，仙仙心里顿时涌上一股恶毒的想法。这个小孩凭什么这么好命呢？被全家人维护着，一出生就享受荣华富贵，哪来像他，什么都要自己去争取。宿主，您打算干什么？你放心，我会让他喜欢上我的，只不过嘛，得先吃一点苦头。这孩子生来就被泡在蜜罐子里，什么讨好能打动他的心呢？但救命之恩就不一样了。石安在前面小跑着，他刚刚吃瓜吃太饱，喝了几口水顺顺。小孩的身子总是反应得很快，没多久就尿急了。他火速上好厕所，看着湖水清澈，便捡起一片绿叶舀起水，清洗着自己的小手。就是现在！苏仙仙抓住机会，一击即中。哈哈哈，这小屁孩就要掉进水里了。这湖水冰凉，水底离地面不浅，等他快被淹死了，自己再去救人，到时候何止是石安喜欢我，整个皇室都得奉他为上宾，还有谁敢提我之前的事？他的如意算盘打得正响，仿佛已经看到美好的未来在和他招手。谁曾想，面前的小孩就像鬼魅一般，忽然不见了踪影。他后背一痛，整个人失重般的往前摔去，扑通一声砸进了水里。苏仙仙吓得呼吸急促，害怕间已经忘了自己会浮水，挣扎的用力扑腾起来。救命！刚浮起来，又陷了下去。救我！石安冷漠地看着他求救的模样，眼神是彻骨的冰寒。对于这个女人，他是不会有一点同情心。刚才身后有人跟着，我早有察觉，一直没拆穿，不过是为了看看他究竟要做什么。他一个会水的大人，都尚且会被水淹死，就没有想过一个孩子掉进水里会怎么样吗？哪怕是他亲自来救，就这么肯定一定能救得上来？蠢货！石安冷着眼看着他的叫声从激烈到虚弱，估摸着差不多了，才放声大喊：
救命啊！有人掉水里了！那些护卫听到呼救声，瞬间闪现，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把人给捞了起来。小哥，你是我的神，旋风少男都没你悬呢。轩辕毅刚来，就听到女儿在心里夸别人的声音，好看的脸瞬间耷拉下去，瞥了那个侍卫一眼，气得冒酸泡泡。石安，你有没有受伤？爹爹，我没事哦。这傻子想推我进湖里，被我反将一军，现在搁那躺着呢。就是这个女人，先是要勾引我的儿子，如今又来伤害我的女儿，真是该死啊！要不是还不能杀他，我才懒得喊人救他。我不是什么圣母，这种要杀我还想害他家人的人，我才不会心慈手软。可惜时机未到。什么狗屁女主，什么档次，让我受这么大气？咦，这女主怎么看起来有哪里不对劲？有什么不对劲？我怎么没看出来？趁着他还没醒，石安跑到他身边，伸出手在他胸前捏了2下。啊！围观的女子害羞地遮住了眼睛。小孩子不懂，所以不尴尬，但是他们会替人尴尬。这可是凶啊！小公主在做什么？这也太孟浪了一些。父皇，姐姐的怎么和别人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不过是苏姑娘身材太好而已。这个乡巴佬，没见过世面的小犊子，怎么能这么碰我的心上人？也不知道家里人怎么教他的，我还没碰过呢。住手！姐姐的胸怎么一个大一个小啊？他捏了捏，啪的一声爆炸声响了起来。原以为是系统帮忙，没想到都是科技与狠活人才。刚才还在遮眼睛的人，瞬间就不遮了，眼睛瞪得像铜铃。齐刷刷扫向苏仙仙，苏仙仙被胸前的疼痛感给弄醒。这都是假的，看不出来啊！什么东西？你怎么在这？不对，被推进水里的人明明应该是这个小屁孩，为什么最后是我掉了进去？是你推我的，对不对？一定是你干的！你小小年纪，怎么能如此恶毒？怎么允许你自己杀人，还不让别人反击吗？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大胆！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诬陷公主？苏仙仙一时间有些恍神，呆呆地看着他。要不是这皇帝年纪大了点，嫁给他也是不错，可惜了，是个暴君，配不上我。放肆！陛下，臣女没有撒谎，就是小公主她推我的。你是说我女儿1岁多点的小孩，把你一个10几岁的人推进了水里？你自己说这合理吗？众人也跟着点头。小公主才多带点，你要撒谎也得想好措辞吧。更何况当今圣上有多宠孩子，举国上下皆知，得罪小公主，她就是个妖物，她看着就不像正常小孩，肯定是什么作恶多端的妖精。陛下您不要被她迷惑了。这回是真忍不了，我再怎么也是差一步就飞升的锦鲤，地表最强大能，怎么也算得上半仙。说我是妖精，你全家都是妖精。爹爹，他自己摔倒，笨蛋。告状吗？谁还不会了？石安的意思是，他是自己摔进水里，然后诬陷你是吗？对，不说他推我，就算是好的了，否则以爹爹的脾气，他8代祖宗都得被挖出来。轩辕毅，好吧，女儿良苦用心，她再气能怎么办？忍着了。陛下，您听臣女解释。她才1岁半，她能撒谎吗？可是苏仙仙御前失仪，诬赖公主，按律当杀。念丞相年迈，为国辛劳多年，判杖责100，赶出宫去。要是换了别人，100就嘎了。但有那个什么系统在，这女人不会死。既然杀不死，就让她多吃点苦头吧。陛下，求您收回成命啊！苏仙仙还没来得及求饶，男人的声音就先一步发出。他吼得撕心裂肺，喊得声嘶力竭，不知道的还以为轩辕毅要杀他亲爹呢。得，忘了这个蠢货了。他边喊边扑到苏仙仙身上，跟他紧紧相拥。圣子，您在做什么？还不赶紧起来！我不，仙仙她单纯美丽，怎么会撒谎？她一定是被诬陷的。圣子，仙仙，这一对苦命鸳鸯紧紧相拥，情意绵绵，眼见着就要不知天地为何物了，恨不得撞晕自己，省得被这种场景荼毒。这回不只是国师脸绿了，在场的人就没一个脸色好看的。见过蠢货，没见过蠢成这样的货。他这话不就是当众质疑皇帝的判断吗？是想说皇帝诬陷你小情人了呗？什么玩意啊！看来圣子对朕的决定很不满。北宣皇帝，我们圣子绝无此意。我就是这个意思。圣子才不管国师的良苦用心，当场就反驳他，满心满眼都是要为苏仙仙出气。
傻逼！破空的声音唰的传来，鞭子以看不到速度直直抽向圣子。苏仙仙高亢地喊了一声，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倒了下去。你跟他废话这么多做什么？拖下去！这人的行为只代表他自己，不代表南疆。意思很明确，别为了傻子伤了两国的和气。很快，一群暗卫就出现了，风驰电掣地把苏仙倩嘴给堵上了。几秒钟的功夫，现场恢复了安静。少年，好速度！那边国师也趁乱把圣子拖了下去，只是看他的眼神多了几分失望。这些都被石安收入眼中。这是你们年轻人的场合，朕就不来掺和了，你们继续吧。爹呀，你已经老了，我还年轻啊，你别把我抱走了。行，是我多余了，他走还不行吗？边想着，他气呼呼地把石安交到了圣女手上。去吧，去和你的美人贴贴吧。爹，这是怎么了？好像是有些不高兴。这年纪大的人就是不好猜呀。还没走出多远的轩辕翼又被扎了一下。难不成是更年期到了？小家伙，有什么想说的吗？美女姐姐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还装，刚才他都看见了，这小家伙秘密还不少。算了，不想说就不说吧，我很快就要回去了。这个令牌你收着，有事可以凭他找人帮忙。姐姐真好，小心，国师。知道了，小孩，放心，最后赢的人一定是我。圣子被拖回了客栈里，一醒来就开始嚷嚷：国师，你好无情，你为何不救仙仙？我救你个大头！你到底喜欢他什么？给你下降头了还是怎的？痴迷成这样。你不懂，像你这么冷漠的人是不会懂的。仙仙她美丽、善良而真实，她连胸都是假的，真实个毛线！圣子话被堵在喉咙里，憋得脸红脖子粗。国师无奈叹息：还好，虽然不聪明，但好歹能听进去劝。那是因为仙仙爱我，她特意为我调整身材，一片痴心，我怎么能不动心？毁灭吧！第一次这么后悔，当年选了圣子，若是他选择圣女的话。而被他念叨着的苏仙仙，此时正在受杖责。啊！板子打下来的一瞬间，他眼珠子都要爆炸了。痛！怎么会这么痛？这些人是要杀了我吗？救命！他想要咒骂，想要逃脱，却被按得严严实实。板子精准无误地打向他的屁股和大腿，就像是要生生把他分成几半。痛！你为什么不帮忙屏蔽痛觉？你也想害死我吗？宿主，您私自行动，造成这样的后果，又能怨得了谁？这么长时间，您的积分还是初始值，自然不能兑换痛觉屏蔽的技能。我先赊账，这总行了吧？你不会真想弄死我吧？放心，会给您留一口气在。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圣女回国的时间。一点都不喜欢分离。他看着圣女骑着高头骏马驰骋离去的背影，悠悠地叹了一口气。轩辕翼抱着他的手一顿，酸酸地想：天天说舍不得别人，怎么不见舍不得老爹？不过没关系啦，家里还有人等着我就行。看来在闺女心里，我还是挺重要的嘛。赶忙给石安准备礼物。等礼物准备好了，他兴致冲冲地去了永寿宫，才得知石安被抱走了。这怎么没人跟朕说呀？真是幼稚鬼！石安去帮四皇子追老婆了，我总不能拦着吧？这成什么人了？这么大人了，自己不会追啊？还得靠妹妹。将来洞房也让妹妹去。石安自己想去凑热闹。好吧，那没事了。坐上轩辕九的马车，很快就出了皇宫。妹妹，咱们要不要先去户部侍郎家一趟？去个屁！那对父母偏心眼偏到北极了。他们知道四哥喜欢沈姐姐以后，对他可没好处，说不定就要利用他做事情了。哥哥，先去找姐姐。四哥，你是不是喜欢姐姐？喜欢。那姐姐喜欢你吗？不知道。先让姐姐喜欢，再去她家。如果沈姐姐喜欢四哥，两人看对眼在一起，自然是好。如果不喜欢的话，就算四哥提了亲，两人勉强凑在一起，也是一对怨侣。他要是不喜欢你，你就要放手，这是对女孩子的尊重，也是给自己留体面。如果他不喜欢我，我不会勉强。他要是能喜欢我就好了。他能不能喜欢我啊？觉得小皇妹说的是对的，只是对自己没什么信心。恋爱脑。等等我，着什么急啊？又不是不等你。谁跟你着急了？我这不是想石安了吗？三哥，你怎么来了？你四哥胆小，让我来给他壮胆的。谁能想到，平时看着稳重沉默的人，在感情上这么怂。
这个必须嘲笑一辈子。两个没谈过恋爱的人给他当军师，一个敢说，一个敢信，真牛。这不是怕小黄妹无聊，给他找个伴吗？怎么还成他的错了？有三哥在，确实不错。怎么说？本来只有我一只单身狗，现在好了，来了俩。谢谢，但是不必反复提醒。马车保持着不快不慢的速度往村里开去。这一家子还真是拎不清啊，再怎么样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真的就一点都不信任她吗？别人怎么说，他们都相信。以正常人的思维来想，要是自己的孩子因为自己的过失走丢了，还患上了哑症，父母不应该多加补偿吗？他们却从未站在亲生女儿这一边过，把她送到乡下，有没有想过那些刁奴会怎么对待子宁姐姐？一个不受宠的大小姐，送到了偏僻的山庄里，独自面对一群膀大腰圆的壮汉仆妇。沈子玉还特地吩咐让他们好好招待子宁姐姐。老陈，加速，绝不能让自己的心上人受委屈。哦。从马车上下来，轩辕觉扶着身子趴在草丛里吐。要不是知道兄弟是为了救心上人，他高低得给他一拳。三哥，你先吐着，我先行一步。有异性没人性啊。三哥，你怎么样了？四哥也是，姐姐一个人能干死一群人，她能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做甚？你说什么？你为什么不早说？哦。三哥眼睛抽筋了，这身体也太菜了，是时候好好锻炼一番。住手，不许欺负沈姑娘。管家、奴仆，他们抬起沉重的脑袋看向轩辕九，恨不得给他一巴掌。谁欺负谁啊？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沈子宁一鞭子抽了下去。愣着做什么？继续。他眼神冷然，看的那些丫鬟婆子心里害怕，嗷呜一声干起了活。活该，子宁姐姐一来，这些人就打算饿着她，还让她干粗活，要折磨死她。这个下场也是活该。要不是我子宁姐姐是天下第一剑的传人，早就被他们搓磨死了。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天下第一，真传？那我还跟傻子似的说要保护她，好丢人。四皇子，你怎么来了？我路过。好烂的借口。四弟的心上人看着柔柔弱弱，但挥起鞭子来能抽死一头牛。脑子已经想到以后四弟被追着打的画面。两人行走在田野麦间，后面跟着两只单身狗，画面出奇的和谐。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责打他们？我不知道原因，但我知道沈姑娘不会无缘无故打人，我相信你。可我们才见了一次，你凭什么信任我？我相信一个会毫不犹豫救人的人不是一个坏人。沈子宁设想过很多回答，就是没想到他会这么说。这是家公子，特别还是皇亲国戚，我是最不想招惹的，所以我都已经想好了，轩辕九要是说漂亮话来讨我欢心，我一定会直白拒绝。至于怕他报复什么的，根本不存在。我一介江湖儿女，回侍郎府纯属意外加好奇，感觉无趣就撤。想报复他，能找到他再说。至于报复我那对爹妈，那请便，我没意见。你还真是挺聪明。谢谢夸奖。四哥还真是，怎么形容呢？怎么就让这憨憨讨到美人欢心了呢？靠真心就可以了吗？关键美人真的吃他这一套，这一下应该用不上咱两个狗头军师了。术业有专攻，石安没老公，所以不能指望他。至于我，可能是被苏仙仙吓坏了，现在觉得自己的眼光有问题，靠自己找老婆是没戏了，还是算了吧。短短几日，人家已经坐上了爱情的火箭，恋爱谈得风生水起。这朵紫薇花送给你，很好看。你在说花好看还是人好看？花好看，人更好看。谢谢。四哥，吃饭。他去做饭，轩辕九和轩辕绝在一旁打下手，谁也没注意到小不点离开了。再回来时，手里捧着一碗清水。姐姐，喝水，这下就没有遗憾了。姐姐的父母是一代剑客，为了拯救无辜的百姓，死在了魔教徒众的手里，算是为了大义牺牲。这福泽自然会庇护着他们的子女。我这一碗水下去，姐姐的哑症就能好了。石安高兴地扭屁股，他专门算好了时辰，才递给沈子宁。就是要成天时地利人和。为了忽悠四哥，借口说我手里有一颗千年灵药，专门治疗哑症的。本来没抱多大期望他能相信，没想到他一下就信了，让我赶紧治。
我这个哥哥也太好骗了，属于是被人卖了，还得给人数钱的主。这么傻可怎么办呢？算了，他强，他说什么就什么吧。吃饱了以后，轩辕九单独叫住了沈子宁，觉得有些事情是时候该说出口了。我是个不值钱的孩子，回不回宫倒是不打紧，主要是我把皇帝的亲闺女拐走了，再不回去的话，可能父皇就要亲自来削她了。子宁姑娘，我有话要对你说，我想说，我喜欢你。哦吼，这么直白。藏在草丛里的石安眼睛都瞪大了，轩辕觉想看得清楚些，被他一把摁了回来。别这么明显呢。出乎意料，沈子宁并没有什么意外的神色，只是静静地打量了他许久，看得轩辕九愈发紧张，心脏砰砰直跳。如果我不答应你，你会怎么做？如果你讨厌我，那我就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如果你只是还没喜欢上我，我可以追你，直到你喜欢上我。原本以为轩辕九会强取豪夺，否则又怎么会让小丫头把那碗有问题的水递给我？那碗水什么意思？我百毒不侵，所以喝就喝了。如果轩辕九要做什么，我会毫不客气。那是……糟糕，忘记姐姐洞察力极强，她是不是误会什么了？轩辕九想要解释，面前的少女忽然弯下了身子，剧烈地咳嗽起来。沈姑娘，怎么回事？石安说了，这个药能治疗哑症，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没得到你的同意。等等，我能说话？太好了，吓我一跳，差点怀疑自己的仙术。三哥，我们走吧，让这两人自己唠吧，他们就不做电灯泡了。没问题。怎么回事？我想听实话。我的喉咙是出生时被冻坏的，我父母穷极半生也未能找到治疗的灵药。一个孩子如何得到这种药？而且不管是什么灵药，也无可能一剂见效。我如果说我妹妹是仙女，你信不信？我这么说话，人家会不会以为我脑子有病啊？要是别人敢对我这么说，我绝对毫不犹豫给他一个大嘴巴子，指着他鼻子问他：你看我像脑子有泡吗？但这就是事实，这找谁说理去？沈子宁没有马上反驳他，思考片刻后点点头。我信。你不信的话，这么傻的人被骗还差不多，骗人是没什么可能了。神仙的存在听着遥不可及，应当是活在传说中的人物，但也并非无人见过。谢谢。是我妹妹帮的你，我没帮什么忙。但是要是没有他把人带来，就算石安想治我也没机会啊。这些他不会直说，只是带着轩辕九去田间闲逛，顺便找一点东西犒劳一下大功臣石安宝贝。石安正在和轩辕绝斗蛐蛐，无聊的手掌称帝。三哥、四哥能讨到老婆吗？不知道啊，晚上吃啥呀？情情爱爱，还没有一顿大餐让我感兴趣。这刚吃饱就饿了。四哥讨不讨得到老婆不知道，但三哥再这样下去肯定讨不到。哎，我都出来5、6天了，也不知道爹娘想我了没有。阿弟，小公主还没回来吗？禀陛下，还未。这没出息的儿子，追个人还要妹妹壮胆，半天都追不到，没有他爹一般的英俊潇洒、机灵头脑。我说怎么打喷嚏了？肯定是我家闺女想我了。有没有可能你只是单纯的着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小公主想娘亲的时候，顺带想了您一下。不行，我得赶紧把闺女叫回来，答应她的礼物还没给她呢。红烧鸭、猪肚鸡、醋溜白菜、乳鸽子，今天是过年还是过节呀？这么丰盛嘞！小公主喜欢吗？那就开吃吧。风卷残云的把菜给吃了。小公主，叫我石安吧。这些天为了让四哥发挥魅力，我是一点魅力也不敢发呀。这要是和我一对比，四哥不得被秒成渣。就他这一副恨娶的模样，搞不好会哭成什么样。我还要谢谢你呗。好，石安，谢谢你的药。嘘，姐姐不要告诉别人哦，喝了就忘了吧。虽然我是神仙转世的事情已经被传了出去，但世人更多还是当个玩笑听，因为这并不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但如果他能治人救命的本事传了出去，可能就不太平了，很容易引起躁动。我是不怕，但为了省点麻烦就不提了。放心，我不会说出去。为了报答你，我打算教你武功，你觉得怎么样？姐姐，我不要啊。且不说武功对我没用，古代人习武可是要冬练3九，夏练3伏。我一个被封建主义的荣华富贵腐朽掉的小朋友，是一点也不想吃练武的苦啊。姐姐，你看看我这一身膘，你舍得让他离我而去吗？开玩笑的，
不喜欢就算了，这可是小仙女，一拳能打死老师傅，我哪里敢班门弄斧，故意逗孩子的。姐姐好坏哟，逗小孩就喜欢这种腹黑女王。轩辕九看他们越靠越近，眼见着就要贴在一起，赶紧横插一脚。好家伙，这臭孩子是真的会跟他抢老婆啊，他都还没名分呢，不能让别人抢了心上人的注意力。沈姑娘，我有话要对你说。终于要表白了，快说快说，我等着看呢。瞥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孩子一眼，他领着沈子宁到了白日挑好的一处表白圣地。白天那场不算，太仓促了，也没有结局，所以得抓紧时间找到了他目前能找到的最合适的地方。这处是一片花海，虞美人盛开，颜色各异，娇艳欲滴。沈子宁一看这架势，就知道他想做什么，一时间脑海里闪过很多思绪，最终归于平静。沈姑娘，我和你说过，我喜欢你，但是没有得到你的回答。不管是什么结局，我都想知道你心里的真实想法。就算他不喜欢我，拒绝我也没有关系。石安说的对，喜欢和不喜欢都是别人的权利，不能因为自己喜欢他，就强迫他一定要选择我。只是希望，就算子宁姑娘拒绝我，也不要讨厌我，再给她留一点希望也好。和他相处的日子也确实轻松快乐，说不喜欢是假的，但也仅限于喜欢。我不会为了任何人停下我自己的脚步。我的心向往着江湖，要的是策马奔腾，遨游天下，而不是困于一方天地，做一个深闺妇人。并不是说深闺妇人不好，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人都是找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我也想，你带上我好不好？当事人和偷听的人都陷入了沉默。你是皇子？对啊，那有什么关系？我又不争那个皇位，将来皇帝上位，我们这些兄弟要是想活命，肯定得做个闲人。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啊。我们这些皇子最多混个官职来当，要是干得太好太出色，说不定还会被当作觊觎地位，搞不好脑子都要搬家。我们相识一场，你应该也不想我死吧？所以可以的话，能不能带上我啊？轩辕绝再也不会抱怨自己没老婆了。要舔成四弟这样的，有老婆才是应该。我没老婆，那不是正常吗？知道四哥恋爱脑，但没想到他能爱成这样。要不是条件不允许，估摸着就算子宁姐姐说他家要找一上门女婿，四哥也会积极举手报名，冲在爱情的第一线。如果父皇不会打断他的腿，倒插门就倒插门，什么都没有老婆重要。等一等，温和有礼的大哥不想当皇帝，看着有点腹黑沉稳，实则心眼子不多的四哥也不想当皇帝。再看看我三哥，捧着下巴在那甜美吃瓜，一副傻白甜的架势，看着也不太想当皇帝。七哥就压根不在考虑范围内，能指望一个13岁了还在那上房揭瓦，为了不上学和爹娘斗智斗勇的人去当皇帝？你不当我不当，老爹皇帝自己当，我还是不操这闲心了。轩辕绝侧目瞄他，这不是还有一个吗？看父皇那样，多半是选好了人。嘿嘿，反正赖不到他身上，能者多劳。小皇妹，你哥未来的荣华富贵就交到你身上了。实在不行，老爹还是宝刀未老的年纪，再造个第8胎应该不成问题。轩辕九表白后，整个人就是一个精神恍惚的状态，捂着脸娇羞的傻笑。又还没答应你，傻个什么呀？就是顶多是试用期，还没转正呢。三哥，你没谈过恋爱，不懂。子宁那样性格的女子，能说出和我试一试，这不就是对我最大的证明吗？但是你们说的对，恋爱期我一定不能懈怠，明天一早就回府里，好好学习如何做好男朋友，最好是学一手好厨艺。俗话说，要想赢得女人的心，就要赢得女人的胃。他脑袋已经在畅想，未来和子宁姑娘一起江湖闯荡，子宁去杀敌，我就在后方打点；子宁去打猎，他就去做菜。如果他累了，自己也可以学。今天早点睡，明天加油干。今日是我沉默次数最多的一次。同上对比一下四弟，突然发现自己从前最舔的时候，也不上他如今的一半。这恋爱脑是不是祖传的呀？但我爹也不是啊，难不成隔代遗传？这问题他还没思考明白，天就亮了。沈子宁习武之人，习惯了早起，知道兄妹三人起不来，就先把饭煮了。答应轩辕九试一试，并非是头脑发热，而是深思熟虑了。虽然我不相信轩辕九会为了他放弃奢靡的生活，不顾一切随他离去，但谁也没规定谈个恋爱就一定要走向结婚吧。如果轩辕九表里不一，谈一段时间就可以直接跟他说再见。江湖儿女喜好随心，不用在一棵树上吊死。
要是谈着谈着发现还不错，那就到时候再说吧。过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大小姐，老爷和夫人来了，请您去正厅见面。如今老爷和夫人来了，又有二小姐替他们出气，我们这些人再也不用这人的制约了，让你再得意，看老爷和夫人怎么收拾你。带路吧。对于这仆人的得意，他丝毫不去理会。笑死，连我养父养母都不曾用封建礼教的孝道来压制我，这半路出家的亲爹妈有什么资格？但那对夫妻显然对自己的认知不够到位。不孝的东西也不知道来迎接父母，教养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你就是太善良了，他那样对你，你还想着他。若不是宝贝女儿提要求，他压根都不会踏足这偏僻的地界。爹爹，老爷夫人，你们可要为奴婢们做主啊！什么事？婆子赶紧把沈子宁这些日子干的好事全说了个遍，边说边哭，可谓是声泪俱下。对，就是这么演，本来还想提点这婆子几句，没想到她这么上套，演技这么好。二小姐，我那全是感情啊，谁跟你演了？你们看，大小姐仗着身份随意搓磨我们，奴婢们是真的受不了了才说的。老爷夫人明鉴，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逆女，把那个逆女给本官叫来。叫什么叫？叫魂啊！混账东西！他人才刚站稳，沈老爷忽然暴起，猛地挥起手，一巴掌朝他脸上扇去。他力道极大，若是真让他扇到，恐怕脸得肿成猪头啊！只听一声脆响，在一旁看热闹的沈子玉发出一声惨叫：“死老爹，你打我作甚？”户部侍郎也愣了，一脸的错愕。他明明是要打这逆女，怎么会打到宝贝女儿身上？哎呦，我们的心肝，你没事吧？闺女，爹不是故意的，我是要打那个蠢货，是不是你搞的鬼？自己年纪大，腿脚不好站不稳，还怪在别人身上。凡事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有没有好好锻炼，眼睛是不是糊实了，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别一天天乱说。你混账，真是混账！你怎么能说话了？也是，我10几年不说话，现在开口确实挺意外。像你们这种开口都不如闭嘴的人都能说话，我说几句话不稀奇吧？我是可以说真相，但一来他答应了石安，就一定会信守承诺；二来这些傻子有什么资格让我说实话？不行，绝不能让爹娘喜欢上这个贱种，否则我怎么办？等他们喜欢上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就会怨恨我，怪他拆散了他们一家人，到时候别说荣华富贵了，自己能不能活着都不知道。姐姐，你怎么能故意装哑来博取爹娘的疼爱呢？我知道你好不容易当上了千金大小姐，想要更多的爱，但是再怎么样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啊，骗人总归是不对的，你说是吗？本来沈家夫妇还没想到这一层，沈子玉一开口，他们瞬间反应过来，看向沈子宁的眼神里多了一丝探究和厌恶。是小门小户养出来的丫头，心机如此深沉，手段也恶劣，你个孽障！你以后别叫我爹，我没你这种卑劣的女儿。好啊，你不想当爹的话，可是当孙子呀。你看你都快气成孙子了，气性怎么这么大？好了，你少说2句。夫君你别生气了。是啊，爹爹，再怎么说姐姐也是您的亲生女儿，姐姐要是不好，别人也会说是您和娘亲没教好啊。如果时间能重来，我是绝对不会认这个女儿，必须把她赶出去。从今往后，我们断绝父女关系，桥归桥，路归路，老死不相往来。老爷，爹爹，您别说气话了。再说了，想断绝父女关系，哪有这么简单？准备纸笔，我要亲手写断亲书。这书在这个朝代，相当于父女决裂的意思。也就是说，以后父母无论是生是死，都不用这孩子回来看顾。同理，孩子如何，父母也不用插手。沈老爷被气得心脏堵得难受。敢忤逆我，我倒是要看看，在这女子难以抛头露面的时代，离开了侍郎府，沈子宁吃什么喝什么。你若是现在求饶，我看在父女亲情的份上，还可以给你一口饭吃，否则不必。这留着一层父女关系，有些事情我做起来都畏手畏脚的，谁不牵谁孙子。沈老爷差点没两眼一黑，晕死过去，全靠沈子玉死命掐他人中才挺着。死老头，要晕等签了断亲书再晕。你这丫头能不能懂事点？为什么不能跟你妹妹学一学，非要和父母争辩？你的教养在哪里？写啊！他这颐指气使的态度，差点给老头再气死一遍。他颤颤巍巍地抬起手指，一笔一画写完了断亲书，一式2份，这可是证据，防止这2人以后不认账，继续用孝道来压我。老爷夫人，那奴婢们受的罪怎么办？
她如今都已经不是什么大小姐了，既然你们被她打了，就把她抓起来打一顿吧。这也是一报还一报，就算是打死了，也是她活该。这说的是人话吗？石安才睡醒，就算到发生了什么，火急火燎的带着2个哥哥杀过来，鞋子都快跑飞了。这已经都不算是父母亲人了，这是仇人才能说出的话吧？这都算得上滥用私刑了。户部侍郎可真行啊！敢惹我是吧？那就都别活。那几个婆子正要上前，忽然眼前闪过熟悉的影子，煸炒腊肉的滋味，时隔多日，他们又体验到了。啊，老爷夫人，救命啊！反了，简直是反了！几秒过后，脸上火辣辣的疼。一个畜生，竟然敢对父母动手！不是说了以后就没关系了吗？你是不是玩不起呀？你想干什么？我是你生父，就算断绝了关系，要你死，你也得死。这就是父权，忤逆已是大罪，更别说动手殴打长辈了，简直是大逆不道。生你妹啊！生父，你也配说这种话？生我的人是他，养我的人是我爹妈，你呢？你就贡献了一下哆嗦，有什么脸在这冲长辈？因为你，我差点死在寒冬腊月里，这条命早就还给你了。既然你想打死我，那我就先抽死你，以后江湖不忌。说着，长鞭在空气划过漂亮的弧度，鞭子发出了一声狰鸣，仿佛是知晓了主人的心意，逮着沈大人的脸疯狂地抽。老爷，爹啊！父女俩如同过街老鼠，边跑边叫，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这时候皇帝来了。我的妈，这女子也太吓人了，给他爹打的都快成孙子了。不过这也不关我的事，得赶紧找到宝贝闺女。爹爹，剧里产生美，该说不说，是真的想老爹了。看着怀里的小丫头，轩辕一酸的呀。臭丫头，玩疯了，都不想你爹爹。哪有，我可想你了，还想娘亲，还想宫里的糕点，还有我的猪。那你还是先别想了，只有一颗心，怎么想的人这么多呢？吐槽归吐槽，他还是问出了自己刚才就想提的事。闺女啊，你长大了，不会像那样似的打爹爹吧？石安，那是那人欠揍，说不定哦。爹爹要是坏，我就揍你哦。老爹，你要疼我，不然等你老了，牙齿掉了，就给你吃豆腐。好好好，爹爹记住了，一定不敢不疼你。这两人还能再幼稚一点吗？参见父皇。没出息。这话啥意思？这是嫌弃我追不到老婆了？父皇这是不当皇子，不知老婆的难追。对，刚才父皇看了全程，以他的观念，会不会觉得子宁姑娘大逆不道？到时候不让我娶老婆，硬生生拆散我们这对有情人，让我们相爱不能相守。不行，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父皇，子宁不是你想的那样，她是一个好姑娘。您，我知道呀，我是说你不行，不是说人家姑娘。你想哪去了？皇帝这性格真是有点不羁哈，还挺不一样的。民女参见陛下。起来吧。为了确保石安的安全，轩辕一早就把户部侍郎一家上下都查了个遍，自然也知道他们真假颠倒、鱼目混珠的蠢事。若是其他人，我也不好插手。这眼看着小姑娘就要成为自己儿媳了，那心必须得偏一下。你们俩谈朋友了？是。父皇，不是，你一个大老爷们，人家姑娘还没害羞，你娇羞个什么劲？四哥还真是柔弱不能自理。嗨，这傻子就交给你了，不满意就揍，不用留情面。这一家子还真是有意思。子宁姐姐以后就能拥有一个小娇夫，这个夫君是个忘妻的。等他们成婚的时候，子宁姐姐真正的亲缘也会到，到时候亲情爱情双丰收，想想就不错。回宫的路上，宝贝，我答应你的礼物准备好了，你就不好奇吗？要是前几天还想知道，现在这时间拉得太长，好奇心都磨没了。还有什么惊喜是我18天不知道的？我决定封你娘亲为皇后。啊！三脸震惊，不是其他，主要是太突然了。宫里也得到了这消息，一时间全体震撼，一时间永寿宫的门槛都快被人踏破了。要不是贤妃装病闭门谢客，这一天下来光跟人唠嗑都能累瘦5斤。娘娘，陛下此举不知有何用意？你放心，陛下绝无他意，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不是我自信皇帝有多爱他，而是他相信皇帝疼女儿。何况石安生来就与众不同，本就该有不一样的路。既然陛下想助石安登上那个高位，皇后的位置，我就不能推辞。娘亲，
小宝贝，出门这么多天，有没有想娘亲？想娘亲的人，想娘亲煮的点心，桂花糖蒸栗粉糕、玫瑰酥、如意糕、马蹄糕。停，你搁着报菜名呢。小宝，跟着哥哥们吃了不少好吃的吧？那是，主要咱们中有一个猎手加厨师，什么山珍海味都能吃到。你还真别说，宫里都不一定能吃得到这么原汁原味的菜。猎物都是现杀现吃，青菜都是从土里现拔的，拔出来的时候还能闻到泥土的清香。一想到吃的，石安那叫一个滔滔不绝，但他不敢说实话，怕娘亲待会让他减肥。哪有啊，人家只吃了一点点。要不是能听到他在想什么，说不定也信不了。这演技也太差了，就多吃了一点点。以后每天早晨起来跑半个时辰。于是第二日，石安一大早就被从床上挖了起来，动一动。石安不情不愿地挪了挪小屁股，抬了抬小脚丫，鬼精地看他。娘亲，你看我动了哦。飞原石安，贤妃忍了他3分钟，实在忍不了，抄起竹条要抽他。石安一个火力加满，唰地冲出去了。娘亲，别打我，我动还不行吗？御花园闪过母慈子孝的画面，要不是天刚亮，这里没什么人，否则石安的光辉事迹就要广为流传了。娘亲，跑不动了，娘亲，明天跑，求求您了，好不好？贤妃看他无赖又卖萌的样子，一时间还真拿他没招。恰巧轩辕毅路过，直接拎着石安的脖梗，把他挂在手臂上。跑累了，正好跟朕去上个朝，脑力和体力双重运用，瘦得更快一点。刚上朝，父女俩就收到了所有人的瞩目，不为别的，就为轩辕毅封后的信息。陛下，老臣觉得贤妃娘娘封后不合规矩。臣附议。这次他们倒是团结，就知道会这样，早知道就多让他们跪一会了。这一开口没一句爱听的。这些大臣看着是忠心耿耿，直言纳谏，其实心里想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还不是为了在后宫的女儿、妹妹、亲族，否则会这么团结？呵呵。林承许站在前方，满脸愤愤。要不是今日圣仪上朝时多次提醒我不要开口，此时必定要为贤妃娘娘说一句话。可惜今天才得知，原来我和贤妃被传了这么多年的流言。我一个正儿八经的读书人，兢兢业业的为国为民，泼天的富贵没享受到，泼天的屎尿盆子倒是泼了一脑袋。我自然是不怕的，但贤妃娘娘身为女子，如今又要封后，正是处于风口浪尖的时候，为了贤妃好，还是不开口为妙。你们说封贤妃不好，那倒是说说看，贤妃有哪里不好？陛下，贤妃与子嗣无功，不能为后。这不是生了吗？石安满脸问号。这女儿只能算半个，自然不算数。你说女儿算半个，那你娘亲是不是你外祖母的女儿？你祖母是不是外太祖母的女儿？这自然是。你说他们算半个，那你呢？1/4个。太烦这种没脑子的人了，恨不得把他砍成4败。礼部侍郎被骂得脑袋蒙蒙的，惨败收场。户部侍郎看他熄火，也不甘示弱。陛下，贤妃娘娘家权势太大，锋芒过盛了。若是她当了皇后，这江山不稳，社稷不安呐。你还是挺忠心的啊。这是臣的职责，臣不敢居功。真以为夸你呢？你个白痴，自己家的事还没整明白，搁着管起我的家事了。那朕要问问你，这天下是谁的天下？这自然是陛下的天下。那如今坐在这龙椅上的人又是谁？也是陛下。那你操什么心？我都不怕贤妃一家砍了我，你倒先替我操心起来了。你管的还挺宽啊。户部侍郎有那个闲工夫，不如先管好你的女儿，眼下心忙的玩意。骂得好，会匀你就多匀点，要不是身体受限，高低给他一脚。一脸折了2位大臣，朝堂上的声音瞬间小了许多。刚刚出头的2位脸都要气绿了。一群小人，让我们冲在最前面当炮灰，见势不妙就躲起来，真是一点脸都不要。朕今天来是告知你们这件事，不是和你们商量。你们有意见可以提，虽然没用，没意见的就闭嘴，老老实实上朝。若是觉得真那么闲，朕也可以给你们找点事情做。我就不信了，这些大臣家里就一点事都没有。我相信他要是命人去查，绝对能翻出不少肮脏事。若是真给他惹毛了，那就都别跑。封后大典的事，等太后回来再办，该说什么做什么，你们自己考虑。大臣一看他这样，哪里还敢说什么？威胁，明目张胆的威胁。
偏偏他们还一句话都不敢说。算了，等太后回来再说。我们是劝不动皇上没错，但太后可是皇帝亲娘，若是她开口，就光是孝道这一点压着，皇帝都不敢不听。想到这一点，在场的人纷纷都闭上了嘴。哎呦，我爹还有点霸总的劲吗？悄悄，这王霸之气展露无遗，看给这群大臣都训成龟孙了。前朝动荡，后宫也不太平。贤妃前脚刚谢绝了妃子们的求见，这些人就凑到了一起。他们本来就困在深宫，整日无事可做，闻到一点腥味都要扑上去，更别说立后这么大的事了。贤妃她凭什么呀？林嫔不满地嘟囔。论资历，她比不过梁妃姐姐；论功劳，她哪里能和于嫔姐姐比？梁妃是进宫多年的老人，从皇帝还是皇子的时候就跟着她，确实是资历颇深。于嫔生了6皇子，六皇子是一个有慧根的孩子，早早就跟着太后出宫礼佛，小小年纪就替皇帝尽了孝道。和这2位比起来，贤妃哪里比得上？一个嫔妃，平白受这么大恩典，她怎么敢要的啊？就是，要是换作是我，肯定会拒绝。德不配位。一群指责的声音中掺入了一个异样的存在。你们在这说贤妃，不就是看别人当皇后酸了吗？整这一出真好笑，说的这么冠冕堂皇，还不是自己想当不上？淑妃，你几个意思？说的好像你不想坐上那个位置一样。我不想啊。淑妃那一脸的正色，一点伪装都没有，看样子是真不想。可是这怎么可能吗？这后宫的女儿，哪一个不是奔着母仪天下去的？不想当皇后的嫔妃，不是好嫔妃。我不信。要是之前我还真想坐上那个位置，也好给爹妈长长脸。现在都知道贤妃是仙人转世了，还去跟仙人抢，这不妥妥成炮灰吗？你爱信不信，有那个心没错，毕竟能长份粒银子，不丢人。都是为了钱，谁比谁高贵了。但淑妃看不惯他们说一套做一套的嘴脸。你们想就想，别抢不到，还要说别人不配呀，这嘴脸太难看了，别输不起哈。淑妃，你刚出禁足就来找姐妹们，也真是想念我们。于嫔一脸云淡风轻，说出的话却是绵里藏针。淑妃娘娘，您之所以会被禁足，就是因为嘴害的，你以后说话还是要注意一点，否则哪天被皇上彻底厌弃了，就再也说不了话。真不知道他怎么有脸出来乱晃的，要是我是他，这辈子都没脸见人。可不是就是不要脸，都这样了，他还敢出来蹦跶？香嫔冷嗤一声，眼里满是不屑。几人也附和着说话，一副孤立他的模样。淑妃虽然心大，但被这么针对，心里又愤怒又憋屈。娘娘，他们人多，现在起争执，落不着什么好处，说不定传到皇上耳朵里，又得被关禁闭。淑妃是个闲不住的性格，让她关禁闭，比打她一顿还难受。此时憋得满脸通红，也不敢上前。娘娘，私塾一个没看住的功夫，贤妃已经走了出去。见过贤妃娘娘。起来吧，本宫来得晚，这里真是好热闹啊。贤妃娘娘，不过就是姐妹们随意打趣几句，您让淑妃出来是陛下的意思。怎么，林嫔妹妹是觉得自己能做陛下的主了？臣妾可没这么说。是吗？我听你言之凿凿，还以为林嫔妹妹多了解皇上的心意，都能判断陛下会不会厌弃一个人了。你还有林嫔妹妹，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淑妃位分在你之上，你就算不毕恭毕敬，也得注意分寸。淑妃在后面伸脖子，恨不得鼓掌赞成。没错，跟谁俩呢？我位分比你高哎，你还欺负人？德不配位，还不让别人说了吗？他不说话，贤妃还不想搭理他，一开口，贤妃就不得不跟他掰扯了。那你倒是说说，有谁配这个位置？那自然是梁妃娘娘和于嫔娘娘。哦，于嫔妹妹也这么觉得吗？我了解梁妃就是个闷罐子，这是不可能是她主张的。那主谋是谁，就不言而喻了。本想坐山观虎斗的于嫔，没用的东西，贤妃妹妹说笑了，陛下的决定我怎么敢知会呢？看到没有，人家正主都没这个意思，你们倒是急着替他出头。看到众人变化的脸色，贤妃知道自己的话是起效果了，趁着他们思考人生的功夫，拉着淑妃闪人。嫔姐姐，我们几个在前面为你冲锋陷阵，你倒是躲在后面装起了好人啊。合着是我们自作多情了，人家都没那个意思，咱们跟着瞎叫唤什么呀？还不散了？都什么破事啊！你好自为之。
梁妃知道这是他做的局，因为一起入宫的情分，不便插嘴，只是提醒了他一句，便悠然离去。呸！装什么清高？等本宫的儿子回来了，一定要你们好看。我可是有皇子傍身的女人，跟这些女子可不一样。小六跟在太后身边多年，深受她的喜爱。等太后回宫，不急就快了。姐姐，你好厉害呀！你是我的姐呀！你这嘴怎么长的？我怎么就长不出来呢？我以后要多和姐姐学习，以后一个挑10个，不在话下。知道你很激动，但你先别激动。他想说什么，但看着淑妃已经和他的丫鬟对视上了，两人如出一辙的反应。我抱上大腿了。没错，你抱上大腿了。哎呀，老天开眼啊！本来还想拦着娘娘，不让她出头，幸好啊，没拦住。现在贤妃肯定是更喜欢我家娘娘了。这谁能想到啊？这擎天柱一般的大腿，让他家二货娘娘抱住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但以后那种场合，你别去掺和。他们人多，你说不过别人。好吧，你说的有道理。而且于品有孩子傍身，你跟他唱反调，他会记住你的。记就记呗，我也能记他，我还能记他一辈子呢。这不是怕你吃亏，那人一个实心砖，你一个蜂窝煤，连心眼子都是空的。要是别人算计，能躲得过去吗？姐姐你就放心吧，我也是有后台的人了。这怎么说？我爹当上了御史，他之前一直是个候补，本来是轮不上他的，这不是皇上杀了几个，又流放了几个，他就顶上了。以后要是谁欺负我，我就给我爹写信，让他参那群人的老爹一本。我爹说了，这朝堂上的没一个干净的，让我放心大胆做。这妇女还真是有点东西。淑妃说完以后，想起来自己早上没吃饱，挥手和他告别，火速回宫里吃饭了。这好不做作的做派，给贤妃看呆了。回宫后想到他就想笑，还真是像只猫，对着外人张牙舞爪的，对自己人软软乎乎，偏生爪子被人剪了，牙扣也不锋利。明明是个战五渣，却还是喜欢冲在前面。那我像什么呀？像蜘蛛。那我像什么呀？像蜘蛛。像蜘蛛？哎呀，娘亲真会说话，我哪有蜘蛛苗条啊？今天朝堂上大臣们有说什么吗？没有啊，都很乖的。呵呵，谁敢有意见呢？我爹一张嘴给他们全干扒了。敢在老爹面前耍他们的花花肠子，爹爹直接掏出肠子给他们捋直了再塞回去，还挺暴力。娘，他一抬眸就看到自家儿子一脸兴奋地冲了进来。哈哈哈，哈哈哈，娘亲要当皇后了。啊，这老哥，你这笑的也太不值钱了。不是，你要做皇帝呀，整这么兴奋。我不是，我没有，你不要诬赖我啊。再说了，皇帝狗都不干，兢兢业业就要每天起早贪黑，关心家国大事。这想当昏君，恭喜你，没几年就败光家底，被人兵临城下，狗头割下来泡酒。综上所述，皇帝是个高危职业，谁干谁玩命。娘啊，您可别误会，儿子对那个位置一点想法都没有。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娘啊，您又不是不知道，儿子在读书这条路上，我是一点路都没有了。我终日盼父成龙，盼母成凤，没想到您这么争气。好小子，搁着等着我呢。哥哥没出息。你哥这人没什么好处，就是有点自知之明。我一个小学都读了8年，你说我是不是该拼爹拼娘？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还真想不到什么来安慰他。哥哥，你是个好人，至少咱们还有人品能拿得出手。谢谢啊，有被安慰到。娘，我带妹妹出去玩了，您有事先忙。好，去吧，路上小心些。娘娘，您在担心什么？太后娘娘就快要回宫了，有什么不妥吗？这丫头是直肠子，说了也听不懂，听懂了跟着担忧。太后是个奇女子，可以说当今陛下的位置是她一手谋划得来的。陛下对她的生母是非常尊重和恭敬。娘娘是担心太后不喜欢小公主吗？娘娘多虑了，不是。太后娘娘是皇上的生母，皇上喜欢小公主，她又怎么会不喜欢呢？那不一样，若是普通孙子孙女，太后会喜欢，可皇上的心里可没打算让石安普通啊。太后就算再开明，若是知晓了皇上的心思，恐怕也会有隔阂。此时过多的操心，也不过是做最坏的打算罢了。石安跟着轩辕锦在宫里疯玩了2天，几天下来兴致缺缺，
哎，连狗洞都挖了好几个，这宫里真的好无聊。谁说不是呢？要不咱们出宫去？不去，出宫那是出不了一点。老爹憋了泡大的，这接下来几日，朝堂内外可要热闹了。哼，老爹还有什么惊喜是我不知道的？现在他在和大学士商量着，估计明天就有好戏看了。到底是什么呀？有什么是我不能听的吗？奇怪了，我七哥怎么了？御书房内，铺垫这么久的事就要实现了，是不是挺激动？陛下，您在做一件功在千秋、利国利民的大事，只是这条路上终归会有太多人不理解，您恐怕会受到不少质疑，这都还是委婉的了。什么质疑啊？说那么好听，都能想到有一部分读书人会怎么编排他了。放心，朕知道会怎么样。陛下真乃英雄，孤勇者。我就是不做，头上的屎尿盆子也不少啊。爹爹，我支持你。这是好啊，做成了全天下女子都受益，虽然容易被其他男人骂，但没关系，老爹身体好，扛得住嘛。再说我也会帮忙的，你放心，我在。石安豪气万丈的挺挺胸脯，一脸仗义，但对上了一脸无措的轩辕锦，他啊吧啊吧两声，没搞清楚状态。本来想说儿子愿效犬马之劳，儿子愿当犬马，挺有想法，但大可不必。其实让七哥上也好，明天他还能派得上用场。那些大臣要是闹，几个哥哥就站着，至少能起到一个造型上的作用。金銮殿上几位皇子第一次来的这么齐全，朝臣们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爱卿们，朕有事要宣布。朕宣布，从今往后，女子读书可以像男人一般参加科举考取功名。女子以后不仅可以科举做官，亦可以通过武举的形式做官，也可从商务农。天下之大，男女都是朕的子民，亦应共享盛世。从今往后，天下女子便可以多一条出路，不必只有嫁人生子这一条路可行。陛下三思。一声落下，朝堂上几乎跪了80%官员。这次他们是下了狠心了，一步不退，齐心协力反抗。之前的事情他们让步，多半是因为没触碰到他们的底线，再加上皇权的压迫，他们不得不退让。但现在等爹爹的诏令颁布，这天下女子就有跟他们争官位的权利了。看着自己的蛋糕被瓜分，他们怎么能坐得住？更何况女子读书，走出了家门，看过了天下的繁华，又怎么会甘愿成为男人的附属品？这群既得利益者能忍得住才怪，集体破防了呗。在我看来，只有本身就不优秀的人才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自己实力够强，谁来能强的了？女子学堂已经办了许久，但能入学堂的人并不多，没有好处，不能做官，普通人家自然不会花这个钱把孩子送进学堂。学多了，有了自己的思想，就更不好控制了，不是？朕还想说一事，平民百姓若是愿意送女儿入学堂读书，这人丁税可减1半。下，请收回成命。若是陛下不收回成命，臣等跪拜至死。你们爱跪着就跪着吧。这次他们是铁了心要阻止，从天蒙蒙亮跪到了日上三竿。眼看晌午了，他们不吃不喝，一直跪着，有几个老臣都跪晕了过去。另一群没表态的大臣也跟着着急。不是，你们跪个什么劲啊？我们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直接离开，又怕被说没有同僚情。真是一天天怎么摊上这些同事了？他们还真是有办法，现在倒是够团结。要是能拿现在的一半决心和毅力去报效朝廷、为国为民，他们一个个全得青史留名。谁说不是呢？其实吧，想要搞定他们，只需要请几个人出场。朝堂上的官员看着是人多势众，但领头的就那么几个，搞定他们，这事就好办多了。石安眨了眨眼睛，咕隆着身体，凑到轩辕一耳边，小声地说着什么。正在朝堂上站着的几个皇子面面相觑。七皇子轩辕锦看大臣们同仇敌忾的样子，心里很是不服气。怎么的，搞针对，搞独立是吧？这么多人霸凌我爹一个，呵呵，那也要看我同不同意。兄弟们，你们是不是爹的亲儿子？现在是咱们孝顺，是咱们报答父皇。有话快说，这弟弟怎么这么傻？轩辕锦一噎，赶紧把计划说了出来。这不好吧？要是把他们气死了，给他们惯的。我同意。也罢，舍命陪君子了。反正事情已经乱套，加我一个。于是大晌午，所有人饿得饥肠辘辘，热得汗流浃背之时，
几个太监扛着大桌子就走了进来。诸位，静一静。我看各位下定决心，想来也是不愿意改变主意了。作为同僚，本皇子没什么能帮你们的，就只好留在这陪着你们了。这人是铁饭是钢，我肠胃不好，先吃了。你们轻便啊，继续，千万别起来。他说完，伸手招呼着兄弟几个上桌。会还是你会啊？之前怎么没发现三哥这么会气人呢？不是，谁要你们陪着了？你们父子都是一伙的，一伙的。他们表情坚定，目光沉沉，跪着地上，腰骨挺得笔直，忽略掉那几声不争气的肚子叫。看起来真是铁骨铮铮啊，感人的嘞！哈哈哈哈，几个哥哥好有想法。哟，那个礼部尚书在干啥呢？跪着就跪着，你抠什么鼻子啊？靠，你抠就算了，怎么还乱弹？还弹到户部侍郎嘴里了。陛下，七皇子他们。张公公又好笑又害怕的来跟他禀报，生怕几位皇子把人给气死了。陛下是否要阻止？不必，笑死，儿子头一回这么合我心意，我阻止个毛线！不煽风点火，添油加醋都不是我的风格。轩辕一挥手把他叫来，吩咐了几句。你是真的孙啊，这你都能想出来。于是在金銮殿上吃饭的几个皇子收到了几盆冰块，还有几个扇风的机器。工人姐姐在一旁为他们解暑，几个皇子吃得一脸享受。几位大人，这味道还不错，你们要不要一起？哎呀，三哥，你怎么能这样呢？大人们意志坚定，你怎么能这么侮辱他们？你瞧瞧，我给整忘记了不是？大人们继续啊，我肯定不能动摇你们的决心。要不是不能以下犯上，现在就抄家伙抽这两人脸上了。熊孩子，一群熊孩子，有没有人来管管啊？丞相低着头，肚子再也忍不住发出咕咕的叫声，心里那叫一个悔啊！早知道就不跟着这群人一起跪了，得罪皇上不说，这一把年纪还要饿肚子跪着。要不是这身份在这，真想跑路。那个皇子们，老臣可不可以吃一口？刘御史，快来，您年纪大了，饿着对身体不好。众人合着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刘大人的闺女是淑妃娘娘，淑妃娘娘和我娘亲颇有交情，老刘人也挺好，跟那些整天嘴里喊着老臣要以死明鉴，但怎么都不死的御史一点都不一样。刘御史听到这话也没一点不满，相反还相当自豪。那是，我跟那些妖艳贱货可半点不同，我都不敢说死，生怕皇帝哪天真让我死一死。真是毫无气节，简直是丢了我们御史台的脸，跟这种人同朝为官，真是老夫的耻辱。刘御史跟听耳旁风一样，完全不在意，一屁股坐下。第一次和皇子们同桌吃饭，地点还是金銮殿，别的不说，就这体验，这辈子都难有第二次。刘大人，吃好喝好，别客气，当自己家一样。是，多谢三皇子，真香。其他人跪着，看不到他吃了什么，只能听到一声声吸溜声，眼前看不清，却忍不住脑补：这猪大骨有多香，这老小子吃的有多享受。几个也站着的大臣忍不住凑了上来，加入了他们。反正我们也不站队，没必要委屈自己的肚子。老了，总不能亏待自己。等他们一行人吃饱喝足，皇帝才传来口谕，让他们赶紧撤。这可是金銮殿，吃的一股鸡鸭鱼肉的香味，以后还怎么上朝啊？象征性的骂了他们两句，让他们把现场打扫干净，就算是惩戒了。与此同时，那些接到皇帝口谕的大臣家中也纷纷炸开了锅。全京城的女子一时之间蠢蠢欲动，几匹骏马在长街上飞驰，上面坐着几个神采飞扬、目光炯炯有神的女子。哎呀，这些女子怎么能如此不知礼数？小云，不得无礼，他们是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可是小姐您，既然您赞成，为何不去啊？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家中嫡女，母亲家族大多显贵，有人称妖。虽然我也是嫡女，可母亲娘亲败落，父亲又宠妾灭妻，为了不让娘亲为难，我终归不敢踏出那一步。有些事情你可以没有勇气做，但是不能嘲讽那些敢于出头的勇士。长街上的马匹越来越多，纷纷朝着京城的方向前去。一个人，那是孤掌难鸣；一群人，少年自由少年狂。朝堂上，日暮降临。哎呦，这觉睡的真是够沉的，你们还在呢？草，你绝对是故意的。哎，就是故意的，气死你！爹爹，他们好坚持，都跪了一天了，还不消停呢。是啊，这比起之前可以说是意志坚定了。
之前每次都是熬几升，坚持不了一炷香，今天都好几个时辰了吧？忍住，不生气不生气，他就是故意羞辱我们，绝不能上套。你们真不回去吗？让女子为官，又不是挖你家祖坟，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谁说不是呢？陛下，女子做文官也就算了，怎么能当武官呢？那小身板弱的，连刀剑都扛不动，怎么保护京都，保护天下百姓？这话说的就有失偏颇了。要不要看看你身后？人群中突然发出一声声惊呼。兵部尚书演得太沉浸了，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片阴影覆盖住了。风华，你怎么来了？温风华扛着大锤子，咚的一声落在了金銮殿上。听说爹觉得天下女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扛，柔弱不能自理。围观的大臣都不敢说话。这姑娘力气爆棚，那锤子至少有几十斤重，看着一拳能打死我们好几个，这叫柔弱不能自理。那他们呢？哈哈哈，这兵部尚书真是祖坟上冒青烟了。他自己武功不行，排兵布阵也差，没遗传到他祖上半点。没想到他女儿这么强，一身腱子肉，力量爆棚，还头脑灵活，深谙行军打仗的策略。哎呀呀，都是他夫人教的好。风华，这是金銮殿，不是你胡来的地方，你快回去。我今日是奉了皇上的口谕来的，不算是胡闹。既然爹爹看不起女性，那我们今天就比划比划吧。兵部尚书看到他手上那对大锤子，手脚就发软。我哪敢跟这个小祖宗打呀？他12、13岁的时候，自己就因为轻敌，被他一锤子从马上抡下来了。现在心里更打鼓，我都一把老骨头了，这一锤子下去，骨头都得给他打散了。胡闹！这金銮殿上怎可舞枪弄棒？朕恕你无罪，这自家人切磋也无伤大雅。早听说兵部尚书家的小姐文韬武略，一手双锤，使得虎虎生威，我还挺想看。好你个老六！爹爹要是怕了，也可以不用打，跟我回去就行。不打，但是不回去。你确定？也行啊，我娘托我给你带句话，既然你瞧不起女人，以后也就不用回女人的房子了，一个时辰后不到家，后果自负。哎呦呦，某些人要妻离子散喽。这位尚书夫人可谓是女中豪杰呀！当年兵部尚书和女扮男装的尚书夫人相识，被他一拳撂倒，自此迷上了他，一度以为自己的取向出了问题。本来都打算终生不娶了，意外得知她是女子，高兴的3天3夜没睡觉，跑着马上人家门提亲，岳父岳母还没看上，做了好一阵的牛马，才靠着耙耳朵的性格，从一众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这一辈子就只娶了一个老婆，对他那叫一个宠溺，也算是个好男人吧。还有这一出，啧，没看出来啊，这兵部尚书还是个痴情种。什么？兵部尚书后知后觉，闺女说了什么？那跪着的膝盖嗖的一下站了起来，踉踉跄跄的往外冲。你个小兔崽子，怎么不早说？夫人呢？我的夫人呢？等着我呀！全场寂静，鸦雀无声，只剩下兵部尚书鬼哭狼嚎的声音渐行渐远。他一走，跟在他身后的几个官员面面相觑，挑了个没人注意的空档，悄咪咪溜了出去。笑死，老大都走了，他们留下来干嘛？充数吗？这破事他们以后再也不掺和了。再说了，女子当官也不全无好处，谁家还没几个闺女了？这要是能出一个女官，他们家祖坟都得兴奋几天几夜。礼部尚书看着大家有种军心涣散的前兆，也有些坐不住。这舞刀弄枪终归费不了多少脑子，读书这种事太耗脑子，女子可做不来。众人一听，正要小声议论，也停了下来。说的有道理，这考试这么难得事情，他们这些在朝为官的都考了7、8年，男人尚且如此费劲，女人学起来更不容易。女子还是安安静静做个内宅妇女，读那么多书做甚？多浪费。父亲这话是看不起女儿了。石安正想骂人，铿锵有力的声音便从大殿外传来。哎呀，又一个漂亮姐姐来了。你来作甚？回去。他急得想跳脚，傅青书却不回应他，朝座上的帝王一一拜。爹爹，女儿3岁识字，5岁熟读律法条令，7岁便可作诗。虽然不算有大才，也不是个草包，我还记得我做的诗句，爹爹都对不出来吧？这女子读书怎么就比男子差了？那都是我让着你的，别胡闹了，赶紧回家。爹爹不服，我可7步作诗，您年纪大了，我要让您给了17步可够，还是要比文章或者比作赋。
女儿都可以，爹爹挑一挑。礼部尚书被他步步紧逼，脸上汗都要下来了。我自然知道自己女儿是什么水平，也知道自己早就比不上她了，但这众目睽睽之下，这不是让我的老脸往哪搁呀？这礼部尚书就是怂了。傅姐姐的文采跟女主那被吹嘘出来的京城第一才女可不一样，人家那是真的有才华，那才是真的天子门生，宰相根苗，这老头拿啥跟人家比？我爹说女子不用读书，但我从小他就让我看书，众位叔伯知道这是为何吗？我爹说了，那没文化的家庭才不让女孩子读书呢。真正的贵族怎么能不让女子学习？不仅要学习，还要比所有人都学得好。傅青书莲步轻移，走到骠骑将军身边，对他道：王叔，我爹就经常对我说，您家就是个破落户，竟然不让女儿读书，可见这爹没脑子。李叔啊，我爹说了，你儿子做的文章狗屁不通，连给我擦鞋都不配。你女儿的文采倒是不错，只是你老是贬低她。小姑娘有点文采也不敢表达，还有杨叔。眼见着大臣们的脸色越来越沉，笑脸一点点散了，坐在上面的轩辕一脸都要笑烂了。哟，你还有今天呢？这点傅姐姐倒是没撒谎，这礼部尚书是从侍郎升上来的，年轻时也算是文采斐然。他这爱好就是看点诗词文章，每次看到那些写的狗屁不通、堆砌辞藻的诗文，他就牙酸眼睛疼，只能拿女儿做的文章来洗眼睛，嘴里还说着要是要考教他一番。实则傅姐姐都心知肚明，给他面子而已。现在他可不会客气了，这通身的才华，之前没有机会，无法实现抱负，他就算再不甘也得忍着。但如今这么好的机会，傅青书记性还挺好，很快就对号入座，找到相应的官员。叔叔，我跟你们说。停，我跟你走就是了，你别说了，求求你了，还不成吗？要是再让这小祖宗待下去，整个朝堂的人都要被他得罪干净了。礼部尚书拉着小女儿就跑，火急火燎，脸都不敢抬起来。好，他身后那些大臣盯着他的背影，虎视眈眈。合着这家伙平时就是这么看我们的是吧？还天天跟我们讲女子读书无用，自己在家拼命鸡娃，自己卷还不让别人卷，老臣告退。几个被傅青书找上的大臣气汹汹地走了，势必要找那人算算账。什么叫做没文化？什么叫做破落户？给我们好好解释一番。眼见着人又少了大半，还在现场的大臣有些惴惴不安。这下一个来的是谁啊？他们平时是嘴严，但是谁都不敢保证自己傲然的抱怨几句，没被自家那熊孩子听去。上朝嘛，哪有不疯的？骂领导骂同事不是很正常吗？他们都着急。工部尚书一脸的自信。我就不一样了，他女儿明理懂事，断不会像那两个疯丫头一样。陛下，若是今日您不收回成命，老臣便一头撞死在这金銮殿上。要不是条件不允许，轩辕义甚至想给他比一个手势，请吧。皇帝没有言语，工部尚书心一横，猛地朝柱子上撞去。快拦住他！工部尚书一头撞在了下属的肚子上，那人脸色一僵，哇的一口吐了出来。一瞬间，整个大殿都是倒酸水的味道。操！忘记这老东西吃的脑满肠肥了，这一下差点没直接送我去见太奶。陛下，臣心意已决，您不用阻拦。关键我爹也没拦着呀。门外一道病弱身影出现时，他有些吃惊。爹爹，您怎么样了？好孩子，爹没事，但今日爹爹要坚持劝解，如果爹爹回不去了，你和你娘亲要把日子过好。爹爹，您真的决定好了吗？没错，为了陛下，为了这北宣的天下，我今日甘愿一死。好，那爹爹你上路吧。不是，啥意思？王雅欣站直了身体，从袖子里掏出来一件东西，往头上一戴，眼泪说来就来。哇，爹啊，你死得好惨啊！他边哭边拍手，专业哭丧团队都没他专业。我可怜的老父亲啊，这世间的苦有10分，你吃了8、9分啊！你一路走好哎，莫回头。哇塞，这画面太精彩哟！能活着看到这个场景的，那是真不多见呐。谁说不是呢？这姑娘本来就长得柔弱，脸色又白，身上还穿着一件白衣，头上还戴着一块白布，青天白日都够吓人了。现在还是傍晚，阴风阵阵，夏天都不热了。闺女啊，这可使不得，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你别吓爹了。不是您说您今天要死在这吗？女儿先提前演习一下，怕正式场合的时候不熟练会出差错。爹，您就放心吧，
我娘亲说了，您要是走了，她立马就改嫁。以后我们一定会善待我们的小爹，绝不让别人说您不会教孩子。回家，你个混蛋玩意啊！新爹，这辈子你都别想，你娘是我一个人的。又是一个耙耳朵，哈哈哈！丞相大人倒是笑容明媚，您家的闺女比起这几位也丝毫不落下风啊。这就是明晃晃的讽刺了。丞相怎么会听不出来？他气得鼻子都快歪了，却没办法反驳。谁还能比他那闺女丢人？被打了几十大板，扔回了府里，真是没脸见人啊！陛下，像刚才3位有勇有谋的女子，毕竟是少数，您不能因为个例就相信所有女子都有这个能耐。户部侍郎这话说的不错，有才华的女子确实不多，但是那正是因为从前没有人给他们这个读书习字走出家门看天下的机会，官员的子女有这个机会，所以他们出类拔萃。若是天下女子都能有同等的机会读书做官，结果自然不一样。底下的官员还想反驳，门外忽然涌进了一大片黑影。仔细一看，密密麻麻站着的全是女子，她们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是全天下想要学习、有野心、想要改变命运的女子。参见陛下。各位姑娘，免礼。谢陛下，给天下女子机会，我等必不会让君主失望。谢陛下。一声声感谢震耳欲聋。这天下未来必有尔等的一席之地，少年人好好努力吧。这不是户部侍郎家的大小姐吗？你闺女也在呀！丢人现眼的玩意，还不滚回去！这已经够乱了，还来凑热闹。你算什么东西？逆女，你再说一遍，你那点能耐，在家丢人也就算了，还跑到大殿上说大话。这可是未来儿媳妇，自家人还能被外人欺负了？沈姑娘文韬武略，朕有意让她成为小公主武学的启蒙之人。沈卿是想说朕没有看人的眼光吗？臣不敢，臣只是教训一下小女，让她不要过一次啊。小女，朕怎么记着你已经跟沈姑娘断绝关系，还签了断亲书啊？难不成是朕记错了？什么？还有这事？众人吃到了大瓜，跪着的身子都笔直了许多，心里瞬间就平衡多了。这对比一下，感觉他们闺女来金銮殿都不怎么炸裂。下没记错，确实是签了断亲书。各位大人，我跟这位大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还请大家做个见证，省得往后说不清楚。真是，这热闹好看了。哎呀，老兄，你这闺女有出息啊，得了皇上的赏识，你们家真是祖坟冒青烟了。您瞧我这个记性，这闺女不是你家的了，我说错话了不是？皇上重视又怎样？这种不忠不孝的女人，怎么跟我的子玉相提并论？幸好及时赶出了家门，省得后患无穷。这场大戏勉强告一段落，但他也不心急，招呼着儿女一起到永寿宫吃饭。这四川的厨子新开发了一道菜，你们都来尝一尝。一口大铁锅架在中央，红彤彤的汤底看着就让人舌头发麻，呛鼻的味道直冲天灵盖。这是麻辣火锅，红油锅底，看着就好吃啊！再加点毛肚、香肠、羊肠、猪血、金针菇、藕片，真是香晕了。陛下，这会不会太辣了？不辣，你尝一尝。不行，坐小孩那一桌，那边是给小宝的，实在不行就和他一起吃。不行，说谁呢？今天就让皇帝见识一下，究竟是谁不行。我不要，我要吃辣的。太后过几日就要回来，你们准备一下。太后去礼佛多年，她走的时候，几个皇子年岁尚小，印象更是不深，但感情深不深，送礼都得真。儿臣先行告退。哎，这可有热闹看了。大理寺卿府，陛下真是任性妄为，哟，痛！老爷别乱动，刚上过药的，跪了一天了，脚也酸了吧？来泡泡脚。皇上这是要不顾祖宗规矩，胡乱行事啊！说什么女子也能顶半边天，女人要是有这么能耐，那还要我们这些男人做什么？他们就该在家相夫教子，抛头露面，成何体统啊！后面几个字直接变成了颤音，热腾腾的气息直接从脚底板窜到了天灵盖，差点把他头颅掀翻。夫人，你干什么？给你几分脸面，真当自己是盘菜了。本来想着这老东西跪了一天，不爱和他置气，明天再收拾他。谁想到这人还给脸不要脸了。既然你看不起女人，那老娘就不伺候了，您自己过吧。夫人，为夫不是这个意思。等他追上去的时候，他夫人院里的大门早就关上了，其他家庭也上演着大差不差的画面。顺天府尹就因为多说了皇上几个字，直接被他夫人当头胖揍。夫人，你这是做什么呀？你个狗东西，竟然敢骂皇上！
当今圣上是最圣明的君主，是天下女子尊崇之人，你竟敢言语不敬！你个不中意的玩意！不是，什么个情况？不就是说了，等太后回来要找他告状吗？哪一句有辱骂皇帝的？夫人，我才是你夫君啊！再敢让我听到你嘴里吐出一个对皇上不敬的字，我脑袋给你掀了！还敢说让太后教训皇上，先让这家伙感受一下什么叫做酣畅淋漓的胖揍。要是我有皇帝这么个儿子，那恨不得给他捧掌心里宠着。虽然我不知道太后怎么想，但若太后不向着皇上，那么我们这些女子也会为皇上出头。他看了眼自家夫君，脑海里想象了一下帝王的面容，不仅一阵烦闷。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丢，真是辣眼睛。怎么人家夫君就是帅气多金，我男人就是中年秃顶加油腻？这也是大多数官员夫人此时的心声。天色蒙蒙亮的时候，石安就起床吃早餐了。起这么早啊？娘亲，早睡早起是我美好的品德。那有美好品德的小公主，先去跑2圈，看看实力。娘亲学坏了，这坚持锻炼是更好的品德。娘亲，那我没有品德。好好好，能屈能伸啊。正想说些什么，轩辕毅已经从门外走了进来，一进来就扶着老腰，一副亏损严重的模样。哎呀，爹爹是去做贼了吗？怎么变成这个德行？爹爹，身体不舒服，来，我给您盛饭。看在我这么孝顺的份上，娘亲应该舍不得让我跑圈了吧？我这么乖巧，老爹不得被我感动迷糊了。呵呵，要是没听到他的心声，还真准备感动一波。准确来说，要是轩辕毅没听到这丫头心声，能被他忽悠瘸了。啧啧，菊花疼，菊花伤，窜西窜得很悲伤。你说什么？太后的銮驾明日就能到了。是啊，娘娘，太后娘娘就要回来了，六皇子也要回来了。回来了，终于回来了。本宫付出了这么多，终于要有回报了。想当年，太后为国祈福，去佛寺修行，我的孩子才3、4岁，为了抱上太后这根大腿，不得已忍痛把孩子送了出去。这都快10年了，总算是到我收利息的时候。等六皇子回来，我一定要好好利用。母子多年不见，做娘的竟然只想着利用儿子，这有钱有权的人家，特别是皇室，亲情真是淡薄。深夜，一辆马车缓缓开进皇宫。什么人啊？这大白天的不来，晚上来，真把自己当皇帝了不成？这马车里的不是陛下吧？上次就这个点，他口无遮拦，把皇帝给骂了。好在皇上没听见，留了他一条命。不是，那他是皇帝他老娘。那他老人家身体好啊。太后，您怎么提前回来了？这明日太后銮驾回朝，人山人海的，怕是半个京城都要被封锁起来。那有什么问题吗？这人一多了，百姓们还怎么做生意？他们都是靠着这些收入谋生的，少一天进账，对他们来说损失不小。太后娘娘，您真是太善良了，难怪能教出皇上这么为国为民的人。这样也好，这个时候回来也没人来打扰，图个清静呢。是吗？今日之后怕是没个好觉睡了。第二日一大早，石安就收到了太后回宫的消息。这么多年了，母后应该不会揍我吧？虽然是10年不见，但对她的害怕还是刻在了骨子里。我都这么大把年纪了，她娘大概率会给我留点面子。老爹呀，这个我有经验呢。石安一脸娴熟。这种被娘亲追着揍的事情，我不是每天都在经历。能活得好好的，我可是有秘诀的。说来听听。要是真被揍了，你就哭，抱着他的腿哭，一把鼻涕一把泪，声情并茂感动他。还以为是什么好主意，我这么大人了，揍可以挨，脸不能不要。好吧，要脸你就别要皮，哪有好处都给你占了的不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轩辕毅注意到那些爱跟他唱反调的，今日格外的安静。事情反常必有妖，这么安静，肯定没憋什么好屁。太后娘娘驾到！好看，太好看了吧？他祖母都50、60岁了，这张脸为什么这么嫩？这古代护肤品有这么溜吗？他在犯花痴，其他大臣则是在心中喝彩。终于有一个人能压得住当今皇帝了。天知道，我们之前过的都是什么憋屈日子，现在好了，太后回来了，这皇上想要为所欲为，也要看太后答不答应。臣等参见太后。恭请皇太后圣安。众卿平身。皇帝，你可知错？平淡的几个字，群臣激荡，他们目光发热，
看神一般看着皇太后，又挑衅地看着皇帝，让你再嘚瑟呀，现在知道厉害了吧？皇太后当年可是垂帘听政的主，后来莫名离开皇宫10年，说是为国祈福，但真相如何，谁能得知？根据我的猜测，大概是这对母子闹翻了。太后这回来的也太是时候了。儿臣不知。陛下真是好大的能耐！哀家离宫10年，离开前让你亲政，你就是这么管理天下的。哀家才回来不到半日，让哀家来劝谏的大臣就有数十位。哦，太后莫不是在危言耸听？朕的臣子怎会对我不满？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怎么会对你不满？怎么不会？合着我们前几天跪了一天，是白跪了呗？皇上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昨日寻哀家做主的大臣可以站出来了，让天子好好看看他做的是有多荒唐。几位大臣面面相觑，见有人给自己撑腰，大大方方地站了出来，都是些熟悉面孔。让人意外的还有恭亲王，毕竟他是个老好人了。哎呦，这老头终于不藏了，平时就为难老爹，还老是以长辈的身份压我爹一头，偏偏他每次都装好人，让人拿不到错处。恭亲王，您怎么？太后娘娘，臣是陛下的皇叔，本该教导他，但君臣有别，陛下屡次不听劝告，臣也无计可施，这才寻您帮助。我都是为了北宣的江山着想，若是能让陛下醒悟，臣愿主动辞官。陛下，你听到了吗？你皇叔年纪大了，早已力不从心，你怎能如此不懂事，还不赶紧随了他的心愿，让他辞官？大臣，恭亲王。太后，臣不是。也罢，今日就由哀家做主，放恭亲王回封地养老，也算是全了他一片忠义之心。被人拖着走的恭亲王，我不是这个意思。帅呀，这劳什子恭亲王，每次老爹一有想法，他就阻扰，打着长辈的名义，干着倚老卖老的事。现在可倒好，直接被皇祖母端了。你们几位，这怎么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啊？太后不应该和我们一起控诉皇帝，拿回权力吗？你们有心谏言，哀家很欣慰，但辱骂皇帝，言语无状，视为不忠不义，把他们拖出去，每人杖责30。不要啊，太后！陛下恕罪，陛下救我们！皇上，你可有意见？母后的决定，儿臣不敢多言。大臣们瞬间心如死灰，看到母子2人相视一笑，他们后知后觉，这对母子是一伙的。好家伙，我们对太后一腔信任，没想到太后直接当面给他们一刀啊！小样，这群傻子不会以为皇祖母会帮着他们对付自己亲儿子吧？真以为别人都和他们一样，大脑发育不完全，小脑完全不发育吗？这位皇祖母可是个奇人。想当年太上皇宠爱贵妃，甚至为了贵妃把皇后都打压得郁郁而终。若非贵妃早逝，这皇后的宝座就要换人了。这后宫中人被打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在的皇太后，也就是当时的贤妃，并未参与宫斗。可这贵妃发疯，竟然把矛头对准了皇祖母，想要杀了她，抢当今陛下的抚养权。后来计谋没得逞，便想把他们母子都杀了。而太上皇知道了，也不阻止，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搓磨。贤妃直接一个抱起，左手杀贵妃，右手宰皇帝，趁着太上皇死了情人伤心之际，扮演了深情人设，引得他动心。背地里密谋屠龙计划，宰皇帝，扶幼子。等爹爹坐稳皇帝的位置后，功成身退，简直是女中豪杰。等下了朝，太后走在前面，轩辕义跟个受气包一样，老实的跟在他身后。石安也跳了下来，自己走路，顺便给老爹壮胆。爹爹别怕，皇祖母好人，不舍得揍你。我不怕呀。那你倒是别抖啊！我皇祖母这么杀伐果断又霸气侧漏的女子，难怪我老爹害怕。你是来安慰我的吗？虽然不知道母后在不爽什么，但从小的经验告诉我，只要太后露出这个表情，那就是犯事了。一顿竹笋炒肉跑不了，现在我都当皇帝了，总不能还揍他吧？一路进了寿康宫，看着太后挥手平退了婢女，轩辕义心凉了半截。这不就是要打我的前奏吗？太后刚转身坐下，他当即腿一软，啪地跪在地上。娘啊，儿子好想你啊，多年不见，甚是想念。看他声情并茂、声泪俱下的模样，石安一整个无语住。
合着我说的时候你不屑一顾，实则都在逐句背诵是吧？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呀！奥斯卡小金人没有他，我石安第一个不服气。知道错哪了？我不应该一下子得罪这么多大臣，儿子下次一定委婉一点。错，你错在不该这么纵容他们，让他们告状告到我面前，真是无语死了。你是不是忘了你老娘为啥要去佛寺啊？我不就是嫌他们这些大臣烦吗？你又天天被告状，告得我一个脑袋两个大，10年过去了，你怎么还这么不行啊？实在不行你砍他们呀！烦我作甚？当年的我还没有现在的修为，现在我有风当场就发，主打一个窗死他人。而当年那些大臣一找我告状，我就想发疯，但是我不能那么做，只能内耗自己。后来我实在怕憋不住大开杀戒，就借口去佛寺为国祈福，结果回来第1天继续被投诉。总算知道老爹的暴脾气是遗传谁的了。孙女见过皇祖母，皇祖母，我好想您哦。你从未见过我，怎么会想我呢？爹爹提到过您，说您是天下第一慈祥的祖母，又漂亮又温柔，还疼小孩子。石安可想见到您了。老爹啥也没说，这都是我的词啊，我可爱的屠龙战士，我最敬佩的人呢。太后听他念叨了一长串，飞了一个眼神给轩辕毅，这就是你说的特殊之处。轩辕毅乖巧的点头，确实挺特别。哎呀，祖母这张脸真好看，年轻的时候肯定是大美人，要是我能遗传祖母就好了，这得长得多赏心悦目，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照镜子，吼吼哦吼吼吼。真的吗？有这么好看吗？我就说我的保养方式有用吧，小孩子是不会骗人的。哎呀，这怪不得说要生个闺女，这小嘴甜的，不像那个臭小子，跟他爹一个德行，嘴里吐不出一个哄女人的字。你还好啊，哈哈哈哈哈哈！乖孩子，真懂事。这是祖母日日佩戴的首饰，今日送给你，希望你天天开心。谢谢皇祖母，孙女不能要，这是第1天见面，我想留个好印象，让皇祖母觉得他是一个富贵不能淫的坚定之人。皇祖母肯定觉得我是一个不贪财好色的人。我这么懂事，他还不得喜欢死我呀！哈哈哈哈哈！这么喜欢我，以后还不得用金子银子砸死我呀！轩辕毅，太后，皇祖母，您可千万别收回去呀，求求了！您再多问一次，再多问一次，我就要了。孙女只是意思，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是1秒也装不了啊！拿着吧，长者赐不可辞，起来吧。寿康宫的偏殿，他是在这吗？娘娘，六皇子就住在这。人家都是儿子来拜见母亲，哪个像他这样还要亲娘去拜见，真是好大的面子。人家不是说了要来拜见你了，你自己着急要提前过来，怪谁啊？娘娘，您和六皇子多年不见，一定要好好联络一下感情。想让人家给你办事，站在你这一边，肯定要给点什么吧？钱这种东西，他家娘娘没有，那就只能打感情牌了。联络个屁！当年要是没有本宫，他能抱上太后的大腿，过上现在的好日子吗？他本来就该感恩戴德。对，你说的都对，你要这样想，那我也没办法。两人在门口站了一会，等人去通传，才得以入内。见他没有出来迎接自己，于嫔心里已是不悦。一进入殿内，他脸上立马换了个表情，挂上了慈母的笑容。皇儿，多年不见，母亲真的好想你啊！于嫔还没入内，就被当头一瓢冷水淋了个透，一脸伪装的温情，差点破功，咬着牙开口：“皇儿，你这是做什么？”阿弥陀佛，我看母妃面色发黑，口齿生疮，近日恐有一劫，故洒下净水，驱一驱煞气。有一劫？你妈才有一劫呢！儿啊，咱们有快10年不见了吧？想当年你离开为娘身边时，走路都还不太利索，如今已经长成个俊俏的少年了。我时常在想，你会长成什么样？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母妃，想象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我劝您先别想。于嫔，这怎么跟想好的不太一样？母妃若是睡不着觉，应该不是想儿子想的。您大约是到了更年期，心思浮躁，才会如此。第一次见面，儿子也没什么好送给你的，这一本妙法莲华经就送给您了。母妃，您6根不净，多念念经有好处。于嫔，这是什么品种的奇葩？念什么经？这儿子都念出魔怔了。儿子，你离宫多年，
为娘却一直为你谋划，就为了你能登上高位，你不要让娘失望啊！太后娘娘那边这话说的够明显了吧？母妃，儿子个不高，怕是登不上高位。我看您腿脚也不太方便，还是少蹦跶，踏实在地上待着吧。混账！少给我插科打诨！你不用伪装，你是我亲儿子，怎么可能没有野心呢？之前在佛寺，你有野心也无处施展，现在回来了，娘亲自然会帮你。我就不信了，那个位置你会不想要？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拒绝那个位置的诱惑，能拒绝的人很少，但不巧，轩辕琛就是其中一个。娘亲，站得越高，摔得越惨啊！没那金钟罩，别把地位要。你若是来念经，儿子欢迎；若是来说其他事，儿子就不奉陪了。轩辕琛冷下脸，于平气得要打他，却被他身边的护卫拦了下来。娘娘，请吧，下次再来找你。哎，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劝诫生母，但看起来效果并不明显。个人有个人的缘法，多说无益。阿弥陀佛。太后，那我也去找六皇子了。简单的复述了一遍，太后听后不在意的摆摆手。没事，他不得输。从小到大，我就没见过谁的嘴能说得过我这孙子。那可是念经能把我念疯的大师，亲口认证过的有慧根之人，嘴皮子的攻击力不亚于大炮。想给他洗脑，做梦。对了，晚上要办一个小小的家宴，你去把那臭小子叫来。祖母，我已经来了。祖母，端庄雅正，古语有云。你先别云，这不像我孙子，这活像个爹。爹，大孙啊，你少说话，我做好还不行吗？对了，你妹妹有点特殊，你到时候见了不要害怕。有何可怕？只要保持平常心，万物皆是平常。祖母，你要淡定。好好好，你最好保持你的态度。寿康公祖孙两个在讨论，永寿宫也是热闹非凡。四叔，让你准备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忘记教小宝一些漂亮话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太后面前留下一个好印象。娘娘，您要的长腿的，不是1000年的人参已经包好了。哎呀，这小丫头怎么磨蹭这么半天？也罢，我先去拜见太后，等小公主收拾好了，马上带她去寿康宫。说着，他就火急火燎地冲到了寿康宫。臣妾参见太后。娴妃心里虽然紧张，但也觉得正常。这婆媳关系是自古的难题，太后对她冷脸也在她意料之中。太后，这是1000年的野山参，臣妾命人从北地寻来献于太后，还望您不要嫌弃。贤妃有心了，看来这位太后是不太喜欢我。娘亲，祖母和娘亲怎么不说话？会不会是娘亲太端庄了，祖母她害怕呀？贤妃，太后，这位祖母平生最怕大家闺秀，只要一遇到体面人，她就紧张的手脚冒汗，看给我祖母吓得都不敢说话了。难道是我会错意思了？太后不是对她不满意，而是害怕。别说了，就这点秘密全让你抖落出去了，我在儿媳妇面前的形象啊！太后，您去北方听禅多年，想来修为高深，若是有时间，臣妾还要向您多讨教一番。贤妃聪明地抛出话题，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氛围。太后扯了扯僵硬的嘴角，努力给她一个友好的眼神。只是这眼神怎么看怎么狰狞。怎么个事？娘啊，您可真会说话，我祖母最害怕的就是听禅了。马屁拍到马蹄子上，这没道理啊！太后在佛寺待了这么多年，怎么会害怕？我祖母也太逗了吧，哈哈哈哈哈哈！什么好玩的事？说来听听。祖母也是个天才，为了不去上早课，专门找了一个身形和她十分相似的人，学她的声音，戴着围帽去上课，还借口说是生病，戴着帽子防止传染他人，结果第1天就被识破了。这就有点意思了，都戴了帽子了，那些人如何认出来？祖母千算万算，没算到方丈对他的了解，被拆穿的时候还满脸的不服气，问方丈如何得知的。方丈很直白，说以他对太后的了解，他是不可能一次性背诵出一整篇佛经的。如果是真的，那就不是生病了，那是悟了。还有呢，祖母看这招不成，就打算从鸡身上下手，给鸡下药，让它每天晚起几个时辰，这样就能多睡一会。其实这招也没错，只是他一不小心没控制好量，还拿错了药。祖母让人下安眠药，结果下成了泻药，给鸡都吃嗨了。
加上那天鸡舍没关好，几百只鸡漫山遍野的跑。第二天最早起来的小和尚看到那个盛景，都吓沉默了，遍地都是鸡粪呢，根本没法下脚。不知道哪一步就是惊喜等着你。太后盯着贤妃戏谑的目光，感觉浑身都不自在，尴尬，大写的尴尬。她现在巴不得能换个国度生活。为什么这么隐秘的事情，这小丫头都能知道？捐了100万香油钱，才勉强让方丈消气，替她保命。这一下全给小丫头抖露出来了。太后，原来你是这样的太后，真是人不可貌相。孩子啊，你来吃点东西吧。咋回事？怎么感觉祖母有点奇怪？奇怪吗？那就对了，孩子啊，你知道吗？知道这么多是会被灭口的。没事，你多吃点，瘦的都让人心疼。贤妃，这皇后你好好干吧。多谢太后，臣妾还有诸多不足，以后还要靠您多多提点。我祖母最怕后宫琐事了，可能是宫斗的时候脑子使用过度，这一闲下来就不想用脑子了。您向她请教怎么管理后宫，还不如问她吃不吃煎饼卷大葱。煎饼卷大葱好啊，不愧是她孙女，精准拿捏我喜好。好好好，你这么玩是吧？太后，臣妾宫里有几个厨子，精通南北8大菜系，手艺更是一绝。看您身材纤瘦，想来在外用的不太香。若是您不嫌弃，臣妾明日就让小厨房给您送几道菜。这感情好啊！一道吃，太后来了兴致。贤妃有心了，你一片孝心，哀家就不客气了。记得送肉菜，太后最喜欢吃肉。幸好闺女说的及时，否则又得踩一个雷。太后听到石安的心声，虽然有被拆穿的尴尬，但也没有真生气。祖母，这簪子真漂亮，这镯子成色倒是不错，配寻常老太太挺合适，但我祖母戴着就有点不合适了。贤妃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太后也能听见闺女的心声，所以总担心这小丫头说错话。连太后都好奇了，这镯子好看，怎么我不能戴吗？这镯子50、60岁的奶奶戴合适，可我祖母保养得意，说30多岁都有人信，戴这个不是把她趁老了。祖母戴上纯白厚镯子，肯定比这深绿色好看，还能衬托出她皮肤白皙。真是的，祖母怎么保养得这么好？这看着都让人流口水。小丫头怎么这么可爱呢？祖母可太稀罕你了。我还没来得及耍流氓，被祖母捷足先登了。石安也喜欢祖母，两人开启了亲亲模式。贤妃，你是怎么养孩子的？有没有什么育儿心得呀？怎么这么招人稀罕呢？我能说没什么心得吗？这孩子都是野蛮生长的，更何况我和皇上都养不出石安这不羁的性格。想到这，贤妃的视线瞥向了太后，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隔代遗传？太后娘娘谬赞了。哀家养了2个孩子，全是老古板。你那个六哥就会让我雅正端庄，要淡定。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孙子呢，我还以为孩子都这样呢。看来是小闺女贴心，老娘再也不养臭小子了。刚走进来的六皇子，参见祖母，参见贤妃娘娘。这就是我那沉稳、聪慧、不坠凡尘的六哥吗？哎呀，我家一家子恋爱脑，六哥是唯一一个冷静且不近女色的男丁了，都属于稀奇动物。不近女色？这孙子不会不行吧？皇家的人，你说他不近女色，总不能近男色吧？薛元琛听到脑海里突然出现的声音，恍神了一瞬，满眼冒金光地看着他。大师，我要拜你为师。啥？六哥，我是你妹妹呀。这不碍事的，从今往后你管我叫哥，我管你叫师傅，咱们各论各的。我之所以会这么激动，是因为教导我佛学的师傅临行前告诉过我，这一次回宫会遇见一个贵人。师傅只说此人是女孩子，十分的奇特，见面了她就会懂。你脑子抽风了吧？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听说小皇妹你是神仙转世，应该会画符吧？我想学这个。你这诉求还挺直白。你小皇妹不会，别发癫了。不是说让她淡定吗？你就是这么淡定的。我女儿是仙女，不是许愿池里的王八，这个她还真不一定会啊。这个我还真会，六哥，我不会画符，我只会画画。你想学吗？直接说我会画符，我就要被人盯上了。这画画也是画，学不学就看六哥的了。只是六哥学画符做什么？
不会拿去做坏事吧？我学，你放心，我一定不做坏事。啊，六哥怎么猜到我担心什么？难不成他有读心术吗？臭小子，这是你爹特意嘱咐，不让说。要是让你妹妹怀疑，仔细你的皮。妹妹，你们这种小仙女心怀天下，你放心，我学了肯定不乱来。看来这哥哥还是挺聪明的。轩辕琛看他解除了怀疑，当即把他抱了起来。臭小子，你干什么？我还没抱够呢。皇祖母，您年纪大了，抱妹妹难免力不从心，还是给我吧。说着抱着人就跑，一溜烟没影了，把太后气得够呛。混账！这小混蛋就是天生来讨债的，在佛寺管着我也就算了，回皇宫还跟我抢孩子。站住！轩辕觉不知从哪个角落冒出来，一眼就看到自家妹妹被别的男人抱怀里了，上前就要抢。放肆！你抱我妹妹做甚？你自己没有妹妹吗？这是我师父，他是你师父，我还是你大爷呢。三哥，六哥啊，这靠，差辈分了。这要是让老爹听见，不得抽飞我。哈哈，六弟呀！轩辕琛眼睛深如一滩秋水，冷冰冰地扫了他一眼，就抱着石安去了晚宴的席位。嘿，这小子什么意思啊？不叫我三哥就算了，还无视我。你站住！幼稚的哥哥呀！他坐在仆席上，一左一右两个哥哥。来，吃葡萄。轩辕觉给他喂水果，看到石安吃了后，得意地扫了轩辕琛一眼。哼，看到没有，妹妹跟我最亲，吃葡萄都不会去籽的吗？不像我都是精心挑好才敢给妹妹吃的。石安，怎么感觉哪里不太对？气炸了！这小子是喝了多少碧螺春？怎么茶里茶气的？三哥别生气呀，最喜欢你们了。六哥去佛寺待了这么多年，功力果真是深厚，他三哥怎么能争得过呢？不过六哥跟着祖母离开10年，没有父母相伴，就算知道他茶也舍不得说他了。好像也是哦，这弟弟从小背井离乡，在外孤苦无依，只有一个祖母相伴，肯定从小哭着找妈妈。这么一想，轩辕觉有些怜悯六弟了，看他的眼神都带着心疼。有病就去治，整什么幺蛾子？眼见着轩辕觉又要炸毛，一声皇上驾到，打破了僵局。哎呦，我的个亲爹呀，您总算来了！这两人一言不合就要吵架呀，没办法，魅力太大也是一种烦恼，夹在中间很难做人的。老爹，你得为我做主啊！妹妹最喜欢的不是我吗？这老六上来就跟我抢人啊！这是好解决。他一个箭步快速捞出石安。参见父皇，父皇，还是我抱着妹妹吧。你还小，这抱孩子这种事还是交给我吧。叫你抢啊，你还能抢过老爹？看什么看？你连抱都没抱到，嘲笑谁呢？谁都别拦着我，我要跟这个弟弟比划一番。好在时间不够，很快人就来齐了，三皇子也没有打架的机会。这次是小家宴，来的人并不多，只有几个皇子、皇上和太后，还有娴妃这位未来的皇后。因为轩辕琛的缘故，于品也得了恩典，和他们聚餐。可惜在场的没人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给他气得冒烟。狗皇帝，眼睛是瞎了吗？老娘打扮这么好看都不看。石安，吃饭别挑食，你要是再不吃的话，小心拉不出粑粑。老爹你就唬我吧，只有长期不吃水果蔬菜才会这样。我爱吃水果，少吃点蔬菜没事，拉得通，路路通。你是不是找打？陛下，你是不是找打？不是，娘啊，这是为了闺女好呀。一顿不吃又不会怎样，你小时候不爱吃菜，我有没有逼着你吃？是，行动上是没有，只是跟他说再不吃嘴巴给你打烂。他还是个孩子，怎么感觉我失宠了？他正嘚瑟呢，抬眼就瞅到了娘亲。娴妃温柔平静，连微笑的弧度都恰到好处。老子数到3。石安抓起碗筷拼命炫，平时吃一口能吐出来的菜，硬生生炫了半碗，对上了老爹戏谑的目光。哟，不是很能耐吗？就你这怂样。哼哼，随跟了，都是怕娘，谁瞧不起谁呢？陛下，太后，臣妾敬你们一杯。于嫔有心了。太后，琛儿出宫多年，多亏您悉心照顾，臣妾再干一杯，祝您长寿康健。太后，臣妾年少时十分敬佩您，只是没有机会与您相伴，这才让亲生儿子与您一同出宫。如今您回宫了，臣妾喜不自胜，今后恐怕要多叨扰您了，还请您不要见怪。你敬佩我？说说看，敬佩我什么？啊，这不是随便说说吗？成年人的客套。
难道你听不出来？但刚刚石安那一顿夸，直接把他的期待值拉到了最满。夸我好看，可以。什么算好看？哪里好看？为什么好看？这都得给我列出来呀！太后，臣妾之前就觉得您温柔、善良，还心胸宽广。这真的是夸他，不是在骂他吗？温柔，当时一杯毒酒送先帝上路时，笑得确实挺温柔。您一手养大皇上，慈母之心是天下母亲的表率。臣妾一直以您为目标，也想做慈母。慈母？谁啊？我娘啊！你管拿着棍子抽得他儿子满世界跑的猛女叫慈母？你管被朝臣吵得头疼后想提剑暗杀他们的女人说温柔？这哪是夸他，这是要戳爆他呀！于嫔，你很会夸，但是先别夸了。这对母子怎么回事？夸他们还有错了，真是欠骂！太后赶紧把石安抱进怀里，把脸埋进石安的肉肚子里，吸小孩。哟哟哟，软软的，香香的，一口一个小孩，嘿嘿嘿。表情逐渐变态，石安害怕的缩了缩身子，换来祖母慈爱的笑。刚才那后背发麻的感觉一定是错觉，祖母这么好，怎么会吃小孩呢？一个女娃娃而已，有什么好稀罕的？凭什么皇上和太后对这个小贱种这么上心？太后娘娘可真是喜欢小公主，琛儿还不和妹妹好好学一学，省得被祖母嫌弃了。琛儿，母妃只是开个玩笑，你可别真和妹妹计较。他说完，得意洋洋地扫了轩辕琛一眼。想置身事外？做梦！作为我的儿子，若是不和我站在一队，也必须和他的敌人对抗。祖母更喜欢石安，不是很正常吗？这是什么值得讨论的事？这儿子怎么这么没出息？这孩子……谁跟你说笑？我认真的。祖母若是问我他今日的妆容好不好看，我只会说别闹，多注重内在美。石安就不一样了，小皇妹会说妆容甚美，能不能给她也涂一涂？祖母问我她是不是老了，我只会说老是不老，就是一把年纪了。小皇妹就会说祖母那不是老，是岁月带给她的美好。换做你是祖母，你喜欢谁？合着你小子知道啊？那你天天损我，是不是皮痒啊？额娘，息怒息怒，童言无忌，童言无忌。都是你这臭小子遗传的，嘴里吐不出一颗象牙。什么死直男，会不会说话？这孩子竟会说笑。本来想给六皇子提个身份，现在看来没这个必要了。此等挑拨离间、心里诡谲的妇人，确实不该给她高位，否则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癫狂的事。娘娘，太后和皇上都这么宠爱小公主，您还是别和贤妃娘娘作对了啊！宫女话刚说完，就被于嫔狠狠扇了一巴掌。吃里扒外的东西，再让我听到你嘴里说出这样的话，小心你的狗命！宫女帘害怕的一抖，不敢再开口多言。于嫔在外人眼中是个不争不抢的老好人，最是好脾气不过，但只有他们这些贴身伺候的宫女才知道她的性子有多古怪难辨。莲儿，本宫记得你做如意高士一绝，奴婢只是略懂一些。不打紧，把这个加进糕点里，做好以后给贤妃送一份去。怕什么？只是些延年益寿的药而已，又不是让你害人。本宫还没蠢到实名害人呢。而心里松口气，说了一句不敢，行了礼后便离开了。这点东西当然害不了人，但加上另一样可就不同了。他在这一心害人，他的儿子却跟在石安身后认真学习。六哥学画符想做什么呀？看他这面相，是个无欲无求的人。画符招桃花、招财、长寿，总不能是希望自己貌美如花吧？打住，石安，我想学能够庇护百姓的福祉。你六哥打算走遍天下，入世就是。小了，格局小了。六哥画画，来吧，六哥，实现梦想的第一步。轩辕琛同样满怀期待，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笔。准备好了。嗖，什么东西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不消几秒钟，一张符纸就画好了。驱邪符可保护凡人平安、诸邪不侵的符纸。好东西啊！六哥，你学会了吗？小皇妹，我都没看清，你再试一遍。石安乖巧的点头，又拿起一张，刷刷又是几笔。这回看清了吗？看到轩辕琛一脸迷茫，他没有办法，同样的操作又做了几10遍，写到他手都酸了。轩辕琛还是一脸云里雾里。这怎么画的？这不是有手就行，我从小就会呀，看了一眼就能画的呀。六哥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扮猪吃老虎，哥哥试一试。可能眼睛不会，但手会了呀。轩辕琛沉默了几秒，拿起了笔开始画。
第一步就卡住了。小皇妹，你画符的时候有没有默念什么口诀？那心里需不需要想什么？石安继续摇头。那你靠什么呀？难不成是自信？我画符的时候，脑子就只有一个想法，干就完事了。哥哥，放松。石安想破脑袋，想出了点端倪。六哥是个人哦。怎么，我长得不像吗？人好像没有法术，所以画符对他来说有点高难度，哪怕是普通的朱砂和黄纸一结合，都需要极强的力量牵引。而六哥是肉体凡胎，体内的力量暂时不足，前期想要学画符，需要其他东西来代替。画出来的符纸虽然功力不如朱砂画出来的强，但对于初学者比较友好。轩辕琛，哥哥，等一等。哥哥，用墨水。凡人之躯用朱砂画符还是有点难度，用墨水应该会减少点阻碍。轩辕琛接过墨水，以笔蘸墨，再次尝试了一遍。这次还好，至少抬得动。照着画。兄妹俩一个乐意教，一个乐意学，很快就消磨了几天光景。轩辕琛继续去画符了，石安则找了个事情做，拿起铜板往天空一抛，落在桌面时，一个竹子做的木桶遮住了下落的铜钱，小手在上面摇晃。这又是什么？益智游戏，小朋友玩的。哥哥，你要一起吗？怎么，我看上去这么傻吗？哄孩子呢？我算卦呢，六哥，但是不能直说呀。这自从修为到了化神期，就没再长进一点。看了半天，也就只能得出应该是天道制约。凡人之躯，修为高深，放在哪里都是定时炸弹。天道没有剥夺他的思维，让他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幼童，就算是万幸了。如今画符不能说是在画符，只能说在鬼画符。算命也不能说算命，要说是玩转人生的游戏，主打一个换汤不换药，玩的就是字眼。这文字游戏确实让你玩明白了，有没有用先不说，用就对了。六哥不玩，你先自己玩吧。因为怀疑天道制约，石安也不敢滥用法术，怕引起注意。现在唯一吃瓜的方式就是靠手上这几枚铜钱了。六哥有惊无险，说的应该是被挂在树上的事。他小手一抛，换了一个人。娘亲有惊无险，奉病加身。哎，谁要害我老娘？给小姑奶奶站出来！从外面走来的轩辕毅一脸不解。谁能害他娘？贤妃都快要坐上皇后的位置了，谁敢对她动手？有点勇啊！爹爹，他发呆之际，石安正好看到了他，一看他这面相，脸色瞬间严肃下来，立马为他算了一卦，得出结论。石安的表情复杂中透着一点疑惑，怎么这么奇怪呢？哪里奇怪了？这卦象上说父皇最近有野桃花，还会见血。阿弥陀佛，这可不敢混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是绝对不可能做这等秽乱的事情。父皇，你最近不要出门，让暗卫哥哥跟着你。根本没这个必要，在皇宫内一朵野桃花，我自己不愿意，难不成还有人能对他霸王硬上弓吗？好，放心吧，小宝，我知道了，先回去吧，你娘亲叫你回家吃饭了。六哥再见。臭老爹，不信我，但这卦象很清晰，没有生命危险。既然这样，那我就不插手了，让老爹知道什么叫做生活的险恶。轩辕毅看着石安吃饱饭，和贤妃黏黏糊糊了一阵，第二日满意的起床。爱妃，你辛苦了。怎么就这么手痒呢？他给轩辕毅穿朝服的手不由得紧了紧，勒得他咳嗽了2声，才满意的松手。陛下恕罪，臣妾不是故意的，您不要怪罪。朕无碍，爱妃不必担心。你好香啊！你好骚啊！这皇帝真是一点不矜持。什么味道？是这个吧？还挺好闻的。陛下喜欢的话就送给您了。轩辕毅想了想，就是一个香囊，也没推辞，就收下了。那朕先去上朝了。娘娘，于嫔娘娘这些日子日日送吃的过来，您却一口都没吃到，不是被猪吃了，就是被皇上吃了。怎么说话呢？皇上怎么能和猪比？可皇上怎么能比得上猪呢？上完了早朝，轩辕毅批了批奏折，越批头越晕，撑在桌上揉着太阳穴。陛下可是乏了，陛下为国为民，夙兴夜寐，还是要保重身体啊。马屁可以拍，但不用整这么大。也罢，朕可能是坐久了，出去走走吧。陛下想去哪里？随便走走。张公公点点头，
越看方向越不对。这不是去永寿宫的方向吗？想去找老婆就直说，我是敢说皇帝好色吗？问就是随便，就会为难他这个干活的。娘娘出门了。是，娘娘和于嫔娘娘去御花园走动，很快就回来了。娴妃和于嫔一起参见陛下。两位娘娘都未曾带奴仆，说是很快就回来。要不奴婢叫人去请他吗？不必了，朕亲自去吧。娴妃向来没什么心眼，那于嫔看着就跟莲藕似的，满是心眼，让他俩待一起，不放心我。抬腿就往御花园走。陛下，张公公想跟上去，被他挥手喊停。这几步路我还能出事不成？不用跟着了。娴妃和于嫔在花丛中漫步。娴妃姐姐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快当皇后了，这精气神就是不一样。可能是睡得好吧，妹妹你精神不好，是睡不着吗？就让你再嚣张一会，等待会。娴妃姐姐真会说笑，我有什么睡不着？你看这石竹花好看吗？不错。娴妃姐姐，我看这景象难得，想找人画下来，您先去那等我，我等会就来。说着，他没给娴妃拒绝的机会，转身就走了。看着娴妃朝那花丛处走去，于嫔的脸上露出得逞的笑容。都安排好了吧？娘娘，人已经到了。娘娘，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啊？这可是未来的皇后，要是这件事被发现，是杀头的死罪。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除非你要背叛本宫。奴婢不敢，奴婢不敢。我的计谋天衣无缝，发现绝对不可能。他离开的太匆忙，没有注意到那道倩影已然不见踪迹。人呢？轩辕翼从永寿宫出来，半天找不到人，急得抓脑袋。不是说在这吗？砰砰，假山后突然传来几声碰撞的声音，他心里一惊，莫不是出事了？拔腿就往里面冲。一阵剧烈的挣扎，看着突然冒出来的壮汉，轩辕翼眼睛瞪得像铜铃，手脚并用，拼命的挣扎。救命啊！快来人，有刺客！他心里狂喊，嘴上却被一双大手捂得严严实实，叫都叫不出来。壮汉是中年男人，一身的汗臭味，拖得那叫一个干净，对着轩辕翼就是一顿乱来。来人啊！有没有人啊？朕的节操啊！为什么？怎么会手脚无力？平时就算再弱，也不至于这么容易推到啊！小美人，你喊啊，喊破喉咙都没人来救你。一身的酒气，话一出口，差点没给轩辕翼熏晕了。操！这人到底喝了几斤？只能拼命扯着嗓子喊，边求救，他边扒拉住自己的衣服，一脸的死不屈服。今日要是让这大汉得逞了，我这辈子就别想做人了，就是死也要保住自己的贞操。来人，快把这对奸夫淫妇抓起来！还好，节操保住了。可等他反应过来时，恨不得把脸埋进脖子里。不行，这场面要是让人看见了，我还活不活了？他想逃，却逃不掉。大胆贤妃，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公然和野男人私会，还做出这等不要脸的事！你们几个上前把他们分开，交给皇上发落。侍卫们本来只是听他说这里有动静，担心有野猫出没，伤了贵人就不好了，才跟了上来，没想到吃了这么大一个瓜，一时间都僵在原地，不敢上前。这可是未来皇后，今天这事要是被皇上知道了，他们全得祭天。不就是惧怕贤妃的权势吗？这都不敢，我来。好生热闹啊！妹妹这是在做什么？不敢置信的回头，却见贤妃衣着完整的站在他面前，连表情都没变一下。怎么回事？贤妃怎么会没事？那躺在地上的又是谁？于嫔怒不可遏，大步朝野男人走去，狠狠掀开他。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哪个贱皇上。尤其看到皇上身上佩戴的鸳鸯戏水香囊，他两眼一黑，差点没晕过去。怎么会这样？这个香囊怎么会在陛下身上？我们都听到了什么？躺在这的是皇帝，他身上的是一个彪形大汉。靠，他们是看到了什么宫廷秘闻？皇帝心甘情愿地躺在地上，任由男人。妈妈呀，我们还能活着回家吗？在场的所有人全部到永寿宫听候发落，若是有一个传出去，小心你们的脑袋。爱妃，老婆，你要相信朕啊，朕是清白的。因为这里距离永寿宫最近，他赶紧把人带了回去。皇上别担心，臣妾知道您是被迫的。青天大老爷呀，没有你，朕可怎么活呀？他们身后跟着被堵着嘴、绑得严严实实的于嫔和大汉。放开本宫！贱人，闭嘴！他气得眼眶发红，恨不得把于嫔撕碎了。今日之事都是由于嫔而起，若不是他们这几十号人也不用提心吊胆，
把命悬在半空中。小弟冷静。老子冷静个屁！这事要没有于平的手段，打死我都不相信。作为世家出来的人，这种烟杂手段我见得多了，却不想今日平白被连累，要赔上一条性命。去请御医，别惊动别人。司书脑子转得不够快，但脚步够快，火急火燎就出门了。皇上别害怕，臣妾在呢。这是怎么了？石安刚起床，就看到侍卫们跪了一大片，于平被打成了猪头压在外面，赶紧跑了进来。这是我不花钱就可以看的吗？闺女，快给你爹做主啊！你爹差点就脏了。本来还想嘲笑一下老爹，但他眼眶发黑，嘴唇发白，一脸的虚弱，这明显就是被人算计了。太可恶了，连我爹这个大男人都不放过，这究竟是有多 JK？ 太过分了！于平也太可恶了，竟然想对我娘亲下手。如意膏无毒，但和香囊里的粉末融合，就能变成迷药。中了这种药，时间一长就会手脚无力。那男人身上的香味是引子，只要一靠近，就会全面激发出药效，所以老爹才会毫无反抗的力量。最可恶的是，这种药很毒就很毒在中药的人看着是清醒的，所以所有人第一印象都是他是自愿的。只有本人才知道他有多无助，醒着但是没力气反抗，张嘴却出不了声音，简直是一个孤立无援的状况。于平也太坏了，竟然想要害我娘亲身败名裂。石安都不敢想象，若是今日躺在那的真是娘亲，会是怎样的后果。连贤妃听了，都惊出了一身冷汗。我自信自己武力超群，不害怕别人的陷害，所以敢跟着于平出门。万万没想到，他竟然心思缜密到这个程度。一旦被抓，任凭他长了10张嘴，也说不清。还好还好，娘亲没事。可我老爹就差点清白不保了，爹爹，你好冤呐！闺女啊，你爹是造了什么孽了？碰上这么个毒妇，我要杀了他，杀了他！早让你带几个暗卫了吧，你不听，差点就菊花开了。我怎么知道？我以为的野桃花，美女，勾引，实际的野桃花，口臭大汉，还有胸毛，以后这辈子都不敢直视男人了。血光之灾，这卦象确实没错。还好是手臂出血，我滴个爹呀！闭嘴！好，你爹没事了，你去外面叫姐姐们给他熬一点粥润润嗓子。好了，陛下，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你放心，臣妾会为你做主的。太医来了一趟，简单的开了药，也查不出病因，只说要多休息。真是好手段，连太医都查不出来，可想而知，若是主角换成我，会有什么下场？他往外走去。侍卫们见了他，又惊又怕，跪着磕头，参见贤妃娘娘。起来吧，今日之事都是于嫔设计，陛下无辜受牵连，你们也是无端被卷进来，本宫不会滥杀无辜。多谢娘娘，多谢娘娘。今天发生的事，臣保证，今日之事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外传，若有人泄密，听凭贤妃娘娘处置。我等铭记娘娘大恩。这边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太后的耳朵里，是贤妃命人通报的。娘娘，这等龌龊事，您是否要出面？不必了，贤妃会处理的。聪明婆婆的第一件事，人家小年轻的事，该不插手就不插手，除非他们处理不来了，自己再出面。人家董事告诉他一声，自己表示知道就行，不掺和就是最好的帮忙。这孩子也真是笨，一把年纪了，差点晚节不保。这都什么倒霉孩子！六皇子曾嬷嬷看着轩辕琛离开的背影，想要去叫他，却被太后拦着。放心，他只是去看看，这小子有分寸。永寿宫的库房内，四周一片漆黑，于嫔被五花大绑踢倒在地上，怎么喊都没人回应。贱人！他刚出声怒骂，抬眸却看到了不该出现在这的人。你怎么在这？快救我出去！是你做的吗？蠢货，你在说什么屁话？还不快放开我！我是说，今天的事是你谋划吗？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这明明就是贤妃她嫉妒我，故意陷害。她嫉妒你什么？嫉妒你的品味？嫉妒你不受宠，还是嫉妒你年纪大？逆子，你是在指责你母亲吗？我只是实话实说，这件事牵连了父皇，你觉得你能躲得掉吗？我也不是故意的呀，谁让皇帝脑残，非要拿那个香囊坏了我的好事？被欺负又怎样？不是也没什么损失吗？对了，你是皇子，去帮我求情，看在你的份上，他肯定不会追究下去。你有没有想过，
这件事情暴露了，你会怎么样？而我又会如何？你怎么样？我生了你，你就欠我一条命，你就是为了我死，都是应该的。你要是不救我，你就是不孝，死了都要下地狱。从你把我交给太后的之时，在你心中，我便是可以舍弃的，可以为你谋利的棋子。我有劝过你的，可惜你听不进去，造成如今的局面，也是你咎由自取。师父在我回来时说过，我生母恐会惹出事端，伤人害己，现在已经应验。他长叹一声，默然离去。这边，轩辕毅在床上休养了好几天，才好容易从阴影里走出来。前几天晚上都不敢闭上眼，一闭上眼就是猥琐大汉，朝着他发出桀桀的笑声，立马能把他吓醒。一醒就扑到贤妃的怀里，嘤嘤求安慰。娘子，乖啊，今日咱们就去把那群人收拾了。好，都听娘子的。真是奇也怪哉，最近看着男人还有点顺眼，难不成是老来俏？哎呦呦，好甜哟！你看这狗粮，它又大又多，这要做夫妻了，就是不一样哈。死丫头，怎么嘴这么碎呢？娘亲爹爹，挺好，还能想起我。走吧，今日带着你们爷俩去算账。三人很快就到了正殿，于嫔被捆，就这样还不老实，手脚并用的在地上咕咚。绑着我算什么本事？你这是滥用私刑，都是嫔妃，谁比谁高贵？贱人，快放开我！松开他！贱人，你不得好死！啪啪啪，张公公手疾眼快，冲着他的脸哐哐来了3下，速度之快，手到之处，只能看见残影。公公好手！抱歉了，陛下娘娘，惊扰了你们，奴婢先给他洗一洗嘴。于嫔娘娘，您学会怎么说人话了吗？不会的话，奴婢再亲自教导您一番呢。于嫔娘娘，好好说下，切记切记。陛下，臣妾冤枉啊！贤妃不问青红皂白就绑了臣妾，若是您不给臣妾做主，我死了也罢。你说你冤枉，你倒是说说看，本宫怎么冤枉你了？我根本没有害人，就凭一个香囊，你怎么能抓我？他说完，才意识到了什么，赶忙闭上了嘴。本宫何时说过是因为香囊才怀疑你的？臣妾只是猜测。我送了您香囊，这香囊又恰巧出现在皇上的身上，又出了这档子事。陛下，哪有这样巧的事？这背后一定是有人要陷害臣妾呀！这嘴不去演戏可惜了，黑的给你说成白的，女的给你说成男的，主要是表情还这么坚定，没有很强的信念感，都演不出这效果。这小嘴还挺会说，一个脏字不带，骂的却挺脏。贤妃看于嫔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架势，朝四叔使了个眼色，他马上命人去把人带了上来。轩辕毅看到这大汉，满脑子都是极限画面，差点干呕出来。跪下，说谁让你做这件事的？贤妃娘娘，这事就是我做的，您不要胡乱猜测。是吗？你想好了，这件事若是你主谋，可是要诛九族的。奴才本就是个孤儿，孑然一身，有何惧怕？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只是您别想要我帮你去诬陷他人。你这个恶心的狗东西，朕要杀了你！陛下，冷静。想扳倒我，做梦！这人就算是死，也不会出卖我。就喜欢他们讨厌自己，又杀不了自己的模样，气死这个贱人！真是无语死了。看他表情就知道，肯定觉得我娘亲拿他没办法。石安闭上眼睛，心中略微一算，就知道于嫔的底气是什么了。原来是这男人和于嫔的丫鬟是养兄妹呀。为了让妹妹得到自由，他才会冒着杀头的死罪来做这种事。于嫔拿着人家妹妹的性命，所以这男人就算是自己死，也不能出卖于嫔。否则跟于嫔有关的人，特别是他的贴身丫鬟，都逃不了一死。真是好算计。原来是这样。就算我知道真相，也没办法告诉爹娘啊。这个男人是被抱养到女孩家中的，因为没钱，他们一家子为了逃税，也没登记户籍，又生活在深山老林里，想找人作证都不容易。要是说了，该怎么解释嘞？他和轩辕毅对视一眼，都看出对方眼中的不甘。陛下，臣妾看他是不会说实话了，不如拖下去乱棍打死。那就听爱妃的，拖下去乱棍打死，死后五马分尸，丢进乱葬岗。最后一句纯纯是个人恩怨了。爹爹和娘亲在搞什么？怎么就要打死了？这进度这么快的吗？不审了？死了好啊，死了就再没有人可以指认我了。陛下，求陛下开恩啊！陛下，奴婢有话要说。闭嘴！
你个贱婢，你！于嫔想撕扯他，张公公上前就是当胸一脚，直接给人踹得脑瓜子嗡嗡作响。抱歉娘娘，奴婢腿抽筋了。说吧。哥哥是为了我才走到了这一步，我怎么能视若无睹，心安理得地接受用哥哥命换来的自由？他猛地磕了几个响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差一步就能脱罪的于嫔，此时看着他的眼神，恨不能杀了他。贱婢，你污蔑我！陛下，求您明鉴，臣妾从未做过此事。陛下，贤妃娘娘，这是于嫔交给奴婢的药粉，让奴婢放在如意膏里送给贤妃吃。这是哥哥身上用的熏香，奴婢偷偷留了一份。陛下，这就是全部的真相。您不信，可以请太医来查。这3样东西放在一处，就不信太医查不出来。你这是何必呢？哥哥，都是我的错，若不是我和你哭诉，你也不会想要送我离开。我宁愿老死宫中，也不想你为了我付出一条性命。陛下，这件事是于嫔吩咐奴才做的，奴才怕胆小坏事，才喝了酒，没想到遇到了您。您要杀了我可以，求您饶了我妹妹。这把他们给镇压下去。人不是好人，但哥是好哥。于嫔，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看他满嘴的臣妾冤枉，就知道他还不死心，干脆让人把太医叫来。禀告陛下，这喝起来确实是迷情香。拖下去，杖责100。普通人打50大板就筋骨寸断，活生生疼死。这100大板，估摸着就成了一团血肉了。可见轩辕毅对这女人的怒意究竟有多深。陛下，陛下，臣妾知道错了，求您饶了臣妾吧。儿臣求见父皇。千钧一发之际，轩辕琛在殿外求见。琛儿，你想替你母妃求情吗？救我，快救我！你是我儿子，你要是不救我，就是不忠不孝。父皇，她是儿臣的生母，儿臣实在无法看着她活生生被打死，要不还是赐死吧。这100大板下去，不死也得死，还不如给他一个痛快。六哥，你真是笑死我了！啊，你这个贱种，我要杀了你！要不打50大板？这和100大板有什么区别吗？都是死，差那1板2板的吗？至少显得我手下留情了。禀陛下，50大板已经打完。还活着吗？半死不活。那就送出宫，找一座深山老林，命人好好照顾。对这种想要害娘亲身败名裂，又害他爹差点菊花开的女人，同情不了一丝。我爹还真是善良啊，都没舍得打死，还给留了一口气，还命人好好照顾。真是很难见到这么以德报怨的人了。以德报怨？谁？看他脸不红心不跳的，仿佛闺女夸的人就是他似的。不愧是当皇帝的，脸皮就是厚。以德报怨，报不了一点。皇帝这招才是真的损，打得半死不活，下半身瘫痪，以后吃喝拉撒只能靠着外人。送到宫外，等于身家性命都交到了伺候的人手里。不想他死得那么舒坦，所以才吊着他的命。就算是打了100大板，皇帝也会想办法留他一命。或许轩辕琛是看出来了，想要给他老娘一个痛快，结果他不领情，那也是没办法了。娘子放心，他是个例。看他笑得人畜无害，贤妃后背无端的生出一丝冷汗，勉强笑了笑。好像有点吓到老婆了，怎么破？挺着急的，怎么办？朕是不是吓着贤妃了？回了御书房，批了2份奏折，不自觉的嘀咕出声。陛下，要不您赶紧把人扶正，当了皇后兴许就不怕了。看着轩辕毅目不转睛的盯着自己，他吓得差点给自己一嘴巴。叫你多话，皇帝的事是我这个下人能插手的吗？贸然开口，真是越发不把脑袋当家了。说得好，没想到你个没老婆的哄起人来还挺有一套。你还有什么惊喜是朕不知道的？笑不出来，根本笑不出来。我把你放心上，你把踹沟里是吧？好，还得是你。陛下谬赞了。等轩辕毅走了好久，贤妃才从恍神中脱离出来。好险，差一点就被男人勾引了。还好，轩辕毅让我重新意识到帝王心海底针。娘娘，那对兄妹已经处置了。是都死了吗？那男人被赐了毒酒，他妹妹被打了10大板。皇上开恩，允许他伤好后带上哥哥的尸体出宫。说到这，司书都有些惊讶。要知道，就男人犯的罪，诛他9族都算轻的了。他妹妹虽然举报有功，但也参与了这件事，按律也该受重罚。陛下网开一面，留他一命，还允许他带着哥哥的尸身回乡安葬，确实是没多少人能做到。我爹爹真帅，
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也不牵连无辜。实话实说，就没见过这么明理的帝王。要不是于嫔踩到了他的底线，要害他的老婆，恐怕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能看得出来，在爹爹心中，娘亲还是很重要的呀。原本靠着六皇子，于嫔至少能颐养天年，活得很滋润。可惜了，人心不足蛇吞象，最终毁灭于自己的野心和欲望。贤妃娘娘，张公公，是皇上有什么吩咐吗？娘娘大喜，陛下有旨，7日后册封娘娘为后，时间已然定好，不日圣旨就会传遍六宫。啊，这么着急的吗？怎么这么急？之前不还说挑个黄道吉日要好好准备吗？这可一点不着急，皇上心里急着把娘娘娶进门，这个日子都是他紧赶慢赶挑出来的。母后，朕要娶皇后了。怎么，显摆你有老婆是吧？儿子不是来问问您的意见吗？少嘚瑟，老婆子我可没啥意见，贤妃是个好孩子，这皇后之位赶紧给。怎么感觉哪里不太对？母后怎么比他还着急的样子？知道的是给我娶媳妇，不知道的还以为太后娶媳妇。皇帝你都一大把年纪了，不是哀家说你赶紧找个人安稳下来吧，这皇后之位再不给，我都怕你烂在手里。不是，怎么在老娘嘴里？这皇后之位跟地里的成堆的大白菜似的，这么不值钱的吗？你是忘了你爹是吧？先皇后打死不跟他葬在一起，这老不死的做鬼了还闹腾，成天给你托梦要人陪着。要不是我直接杀去皇陵，对着那家伙的牌位一顿输出，再避避，老娘直接让你成孤魂野鬼，那老东西才消停下来。你看看他年轻的时候不是喜欢贵妃吗？老了，贵妃也不陪着他，说什么这人走了，只有原配能跟着。你要是再不找个皇后，死了以后可咋整啊？我还真是谢谢您了，都替我想到死后了。还好哀家不怕他，要是让他打扰了安姐姐死后的宁静，我死了都没脸去见他。他要是再闹腾，哀家直接请道士做法事再给他送走一次。提到先皇后，太后心里想起了一件事，是时候把人接进宫里，因为贤妃要封后，需要从娘家迎回宫中，她可以回家几日。石安非常乖巧，自己去找小玩伴。我去找姐姐了。母亲。正厅内，温承玉端坐在位置上，看到他来，赶紧去迎接。母亲不必多礼。贤妃拦着他要行礼的手，两人正要唠家常，偏殿忽然走出一个身着浅绿色长衫的妇人。偏这是大嫂的亲妹妹，他们儿时关系还不错，算是好朋友。后来一个嫁进宫里，一个嫁给了伯爵府的嫡公子，他们渐渐也就断了来往。阿宁，不，现在应该称呼皇后娘娘了。还未行册封礼，还是称呼我为贤妃吧。偏你怎么会来这？他低头一看，江七武也来了，只是小姑娘神色有些不悦。大姐大姐夫离家，这小丫头自小无父无母，性格也诡异。我这个做小姨的，只能时刻看着她，以防她伤人。伤人？上次听石安说，会给江七武留下一道法术，保证他灵台清明，不易受情绪所控。怎么又会伤人了？好久不见了，我还真想和你好好聊聊。七武，石安来找你了。他在哪？应该去你房间等你了。去找妹妹玩吧。两个小家伙和家人说了一声，就跑到外面疯玩了2天。皇宫的吉服在封后大典前2日就送到了将军府。这不是扛了一座金山在身上吗？娘亲结婚以后，可不可以把上面的珠子扣下来给我呀？好多钱，好多钱！这闺女真是大财迷，真怕她冲上去抱着衣服啃了，那不值钱的样子，还真是令人熟悉。四叔，这礼服放在这里，找人看好了。四叔知道轻重，等贤妃走后，安排了2个宫女看着，才离开去做其他事。姐姐，咱们是要在这守一天吗？是啊，等到明日主子回宫，咱们就可以离开了。我觉得是没必要看着啦，毕竟谁有这胆子来动未来皇后的衣服？这要是被发现，杀头的死罪还会牵连家人。我们站在这，估摸着就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真有歹徒来，亡命之徒，我们打也打不过，很可能都来不及。妥妥送菜的命。娘娘忙不过来，你们2个来一个人帮忙。离着老远，一个小宫女朝他们挥手，年长一点的宫女怕有什么急事，就先去帮忙了。你一个人可以吗？放心。人走后的下一秒，她直接倒地不起。
夫人已经撂倒了。被他称呼夫人的女子，浑身遮得严实，根本看不清长相。他推开房门，眨眼的功夫便出来了。时间紧迫，得快些处理掉这件衣服。夫人，若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不会有人发现的。他特意找了一座假山，就是为了烧掉这件嫁衣。夫人，这么做对您一点好处都没有，何必冒这个险啊？怎么没有好处了？能让她当不成这个皇后，对我来说就是好处。你怕什么？我现在就把这衣服烧了，神不知鬼不觉。郑翩翩特地找了个隐僻的位置，准备好了火盆。丫鬟吓得不敢说话，只能四处望风。假山后面时不时就冒出个人影，一个头缩回去，又冒出一个头，又缩回去。你个没脑子的蠢货，给老娘滚回来！丫鬟被骂得一抽抽，赶紧把身子收了回来。火盆里的火烧得跳跃，看着火舌一点点冒起，郑翩翩眼神逐渐疯魔。烂掉吧，烧坏吧，解！你们在做什么？千钧一发之际，炮弹腾空而起，砰地撞向郑翩翩。石安眼疾手快，上前就抱住了衣服。哎呦，我爹娘嘞，这可值老钱了！这疯婆娘弄啥嘞？坏人，你等着！拦住他！郑翩翩惊慌了一瞬，猛地伸手一把扯过石安，把他吊在半空中。石安，夫人，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玩意啊？他看到了，我不能留着他。你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你自己来的不是时候。这老女人疯了！郑翩翩顾不得丫鬟的阻拦，笑容愈发狰狞。杀了他，杀了他！已经迫不及待看贤妃崩溃痛苦的丑样了。飞时击空，只听一声凄厉的尖叫，郑翩翩痛呼出声，手上的力道一松，石安整个人摔了下去。姐姐，江七无的眼睛在他身上仔细巡视一圈，确认没有受伤后，才松了一口气。姐姐，他要掐死我！他看到江七无时，眼神瞬间一变。你个死丫头，竟然帮着外人来害你小姨！咦，咋这么不讲卫生嘞？是你先害人，还有她是我妹妹，不是外人。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若是被其他人发现，可就危险了。七无，你听话，她是公主，咱们只是平民百姓，你们不是一路人。你现在帮小姨杀了她，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对你动手了。什么？郑翩翩以为他是害怕了，心里更加有底气。好孩子，你快动手吧，这么点的孩子，很轻易就折了。到时候往河里一丢，就说是失足落水，谁也怀疑不到咱们头上。看江七无迟迟不动，他失去了耐心。江七无，你不要忘了我教你的规矩。若是今日你不帮我，你知道的，我有100种法子弄死你。你不想再被银针扎透手臂了吧？你这次帮了我，我就再也不说你精神失常，你也不用再被我控制了。江七无从小就有发狂的症状，最先发现的人就是郑翩翩，他也理所当然地控制着他。每次只要说他发病，就可以把人带走进行治疗。至于这治疗的手段，特殊的病自然要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姐姐，痛！你该死！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有什么本事啊？他双手死死捂住了嘴唇，震惊的险些失声。他看到了什么？眼前的小娃娃俨然化身为金刚铁头壮汉，举着比他高10倍的巨石，啪地砸向了自己。郑翩翩边跑边躲，吓得满地乱窜。石安面无表情地捡石头砸向他，再捡再砸。蠢货，你是死人吗？还不拦着他！丫鬟这才从震惊中脱离，撸起袖子要上前帮忙。江七无一脚直接踹中了他的胸口，把人踹飞10几米。干得漂亮！无，不要，你不要过来呀！现在说太晚了。石安跟看死人一样，毫无温度，随手扯下了一片芭蕉叶，叶片宽厚肥大，他轻松捏着一端，啪的一声扇向了郑翩翩的脸。啊！石安继续动作，主打一个熟练，啪啪的巴掌声响彻整个空间。江七无，你在那杵着做什么？再不救我，我杀了你！你还敢威胁他？石安真是怒了，他向来不喜欢直接出手教训人，让你欺负人！石安挥起拳头，对准他的眼睛就是砸。混蛋！砰砰砰！等石安打到出气，郑翩翩也就剩出气的力气了。他要继续打下去，还是被江七无拦住了。你干嘛？都这样了，还要为这个什么姨妈求情吗？手都红了，立着了怎么办？就要揍他，揍得他满地找牙，这辈子不敢来烦姐姐。
我之前一直没有戳穿你，不是因为害怕，只是我还记着小时候的那一点温情。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对石安动手，这个世界上没人可以在我眼皮底下伤害我的妹妹，就算是我自己也不可以。两人快步离开，急着将凤袍送回。躺在地上气若游丝的郑翩翩死死地盯着他们的背影。石安，你怎么？凤袍丢了，我和石安拿回来。这是怎么回事？他看向江七无，耳朵却悄悄往石安那个方向竖了竖。按照自家闺女的了解程度，以她嘴碎的程度，就算嘴上不说，心里肯定忍不住。果不其然，在江七无生硬的解释和石安流畅的讲解下，他很快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好大的胆子！是本宫小瞧了他，那个胆小又爱粘着我的女孩身上。可惜了，那小女孩终究是被时光这把杀猪刀砍得稀烂。娘亲，你没受伤吧？没有，1v1我就没再怕的，从未有过败绩。你还挺骄傲，以后做事情要记得多考虑。他想杀了石安，这种人以后遇到了就往死里打。贤妃把两个孩子收拾了一番，又把丫鬟叫过来吩咐了一遍，直接把罪魁祸首是谁都说了，让丫鬟们小心此人。看守凤袍的小姑娘发现凤袍丢了后，连自己怎么死的都想好了，没想到最后被找了回来，她眼睛肿得跟核桃一样。奴婢多谢小公主，多谢江小姐。不客气。主仆几人在房间里聊着，外面突然吵吵嚷嚷起来。娘娘，是那个郑翩翩，她说要来找娘娘讨一个说法。娘娘交给奴婢就行，我不把她祖宗80代拉出来骂一遍，都算我口齿不清晰。冷静啊，冷静！还不急着收拾她，明日就要封后大典了，今天就姑且先留她一命，让她进来吧。妃，你怎么教育孩子的？放肆！伯爵娘子是连最基本的礼数都不记得了吗？妾身参见贤妃。郑翩翩想起身，贤妃忽然捂唇轻咳，灵芝心领神会上来就是一脚。伯爵娘子，主子还没发话，您可千万跪好了。你来这是想说什么？娘娘，小公主动手打人，联合江七无，把妾身打成这副模样。今日您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明日我便去告御状。知道打了人，不知道打得这么艺术，差点没憋住。你是说两个加起来10岁的孩子，把你一个40岁的人给打了？没错。你确定吗？当然了，这有什么好不确定的？我不信，除非你能证明给我看。这怎么证明？我的丫鬟，对，我的丫鬟可以为我作证。你这人好生无礼，你的丫鬟自然替你说话了。我还能给我们小公主作证，她从来没有动手打过人。来，娘娘，奴婢全程跟着小公主，才没有看见她动手打人。我们小公主年幼可爱，柔弱不能自理，你怎能说这种话来污蔑人呢？第一次无法直视这个词，说我金刚芭比都比说她柔弱来的真实，真是为难这个小姐姐了。你也看到了吧，有人替石安作证，本宫总不能冤枉一个孩子吧？若你非要说石安打你，那你就把在哪里打你，怎么打的你，这些细节说清楚，本宫也好判断啊。他是在。郑翩翩张开的嘴猛地闭了上去，后知后觉的冷汗直流。那小丫头片子把我揍了一顿，就把衣服抢走了。现在贤妃手里有凤袍，若是我说自己在哪里见过石安，岂不是会被怀疑？这个小白眼狼，看贤妃这样，应该是还没怀疑到我身上，否则早就兴师问罪了。看来那小白眼狼没有出卖自己，若是现在说，就是不打自招。妾身记错了，是妾身自己摔了一跤，脑子糊涂，胡言乱语了。这就好办了不是？来人，把伯爵娘子拖下去，重打20大板。什么？你凭什么？就凭你污蔑公主，又指责本宫不会教子，本宫就能治你一个大不敬之罪。只打你是看在姻亲的份上，拖下去。丫鬟们办事很牢靠，3下5除2的功夫就把人拖走了。外面很快便传来板子落在肉上，皮开肉绽的声响。活该，是他欺负你。好，姐姐知道了，我以后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其实之所以不反抗，也是嫌麻烦。练武过后，痛觉愈发的缺失，哪怕被针戳或是摔伤，都渐渐没了痛感，所以也不在乎自己身上是不是多了几道伤疤。不哭，你要去宫里找我。等外公觉得我武功合格，允我放假，我就去找你。好吧，
还好有外公在，姐姐练武没时间，就没办法回她那外祖家，就省得被那个疯婆娘折腾。贤妃听着他们的对话，命人告诉老太太一声，最近就别让郑翩翩上门了。理由她没有明说，但她知道老太太会照做。好热闹，好热闹啊！石安看着娘亲戴上了凤冠，披上凤袍，激动的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好多钱，好多钱！这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任谁看了不说一声富啊！老爹还特地命人送了几十箱金银玉器、笔墨字画、名贵草药，发财了，发财了！真想抱着这些宝贝睡觉啊！怎么这么贪财？这丢人丢到老祖宗面前了。太庙祭拜后，帝后就可以回宫接受百官朝贺，后宫也同样的热闹。哎呀呀，这个好漂亮！我的娘，这个脸好嫩！姐姐杀我！她一进美人窝，就跟蝴蝶进了花丛，流连忘返啊！哎呀，我就说我这眼神好吧。她发呆之际，一身紫色蝴蝶装的女人在御花园里到处飘荡。你们看我，其他本事没有，就这抱大腿的眼光，那叫一个一流啊！不是贤妃封后，你搁着穿的跟朵花似的，上蹿下跳，你要干啥呢？但现在贤妃封后已经是尘埃落定了，他们还确实不能说什么。人家就是战队成功了，这招谁说理去？他凭什么呀？贤妃怎么看上这么个二傻子当队友？是啊，还没我聪明呢。淑妃娘娘，还是您眼光独到，一眼就看出贤妃。哦不，皇后娘娘命格贵重，您真是厉害。淑妃被轰得笑开了花。夸我其他方面没啥感觉，因为多半是假的，知道自己没啥优点。但夸我大腿强，夸我眼光好，这个他高兴了。哎呀，没有了，你们多练练，也可以跟我一样。吼吼哦，吼吼吼！看着不远处接受完朝臣祝贺的轩辕毅正朝着走来。这要是不仔细看，谁分得清是谁娶媳妇啊？轩辕毅隔得远，还没听清，走近一看，和淑妃撞了个面对面。看这淑妃穿紫带金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娶老婆的是他呢。参见陛下。不对啊，我怎么记得淑妃之前见我还挺热情的？这才过了几个月，我难道贬值了？淑妃嘴角的弧度都写着随意。我现在可要抱紧皇后娘娘的大腿，战队的第一步绝对不能跟老大争宠。我虽然傻，但小弟的基本涵养、团队成员的优良美德，我还是有熟读的。反正大腿已经混到了巅峰，跟着大腿走，怎么也不会吃亏。那还争什么争？他瞥了一眼轩辕毅，眼神一闪而过的嫌弃。连个孩子都不能让他生出来，指望他有啥用？哎，淑妃娘娘大概是觉得我娘亲的大腿比我爹好抱，所以现在瞧不上我爹了。毕竟跟着我娘亲，她只要陪吃陪喝，跟我爹还得多一项增值业务。她跟老爹这么多年还没生出个孩子，估摸这回应该是觉得老爹质量差吧？说谁质量不行？我可是有8个儿女的好发。之前怎么会这么舔呢？真是没脸看。臣妾也告退了。咱不看呐，是恶评。这被自己女人嫌弃，不是每个男人的必经之路吗？更别说你这女人这么多了。这要是让我选，软玉温香在怀，被骂成筛子我也认呐。要是分我几个就好了。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我要去找他老婆贴贴。抱歉，皇后，我回来晚了。不晚。他都要累散架了。他等了半天，也没等到皇帝说话，就在那站着不动。轩辕毅看着如今的妻子，虽然不是第一次娶正妻，但却第一次心情如此激荡。哇塞，我老婆好美！嘶哈嘶哈，从前不仔细看女子面容，今日细细打量，才发现为何文人骚客要说灯下看美人，月下看花了。真是好看，美啊！陛下，能不能快点？发什么呆呢？几十斤重量带的，我都要脖梗前倾了。娘子辛苦了，你别生气啊。这是什么？丫鬟们来来往往，一个石盒子引起皇后的注意。南街的馄饨，北街的酱牛肉，东市的水晶饺子，听说这些味道都不错，我怕你饿一天难受，让人去买的。吃饱了，咱们就可以安置了。贤妃扒拉了几口，快速解决了桌上的饭菜，一把他拽进了床帐中，顺便一掌熄灭了蜡烛。一夜到天明。我去。怎么了？给太后请安。四叔，快把衣服送进来。怎么回事？这个点还不叫我们？陛下娘娘，是小公主说不要打扰你们的。啊！父母俩都愣了，想到石安那个充满颜色的小脑袋瓜，他们瞬间闹了个大红脸。这来自女儿的关怀和体贴，真是令人羞耻啊！
他们一踏入宫殿，刚请安呢，就听到石安小嘴巴巴的：“可算是来了，我这花手都要摇烂了，再不来，我可真整不出才艺了。忙点好啊，给我累成狗了。估摸着昨夜爹娘也累得够呛，特地起了个大早来这里耍自己给祖母看，还吩咐了丫鬟们不用催他们。这么好的女儿，打着灯笼都难找啊，你俩就偷着乐吧。”谢谢你啊。奇怪，祖母怎么不让他们起来呀？哎呦，这不是听得太入迷了吗？这比台上专业讲故事的说的还逗乐呢。起来吧，这是哀家第1年入宫时孝义仁皇太后赏的，现在就给你了。多谢母后。不客气，不客气。我的呢？去，别来捣乱。娶老婆还管老娘要钱，多厚的脸皮呀！所以爱是会消失吗？祖母，祖母的乖宝，这个金耳环给你。真的会谢？金耳环在石安手上过了一遍，还没捂热呢，就到了轩辕毅的手里。给你的，新婚快乐。本来以为祖母会给你红包，我就没准备，看在你这么想要的份上，我就厚着脸皮给你要一个吧。对不起了，小口袋，本来是要长胖的，现在缩水了。不过能哄老爹也是值得的了。这个小财迷能把钱给我，虽然这是借花献佛，但到了他嘴里的东西能吐出来，真的是罕见啊。这金耳环我回去就得裱起来。嘿嘿嘿，给那几个没闺女的兄弟好好看几遍。女儿奴，来呀，乖孙，吃紫薯团子。皇后啊，以后这个后宫就交给你了，你多费心啊，千万不要撂挑子不干了。我可不想一把年纪还来替儿子处理后院。母后放心，儿媳一定会尽心尽力。我不是不放心你，我是担心我儿子，他脑子一根筋，要是惹你不高兴了，你就来告状，母后替你收拾他。等一家3口都走了，太后和曾嬷嬷唠嗑。太后，您看帝后真是甜蜜呢。是啊，自古以来亲密无间的帝后就罕见的很了。先皇后和先帝就是一个反面例子。姐姐若能遇上一个正常人，也不会最后抑郁而终了。姐姐要是再熬一段时间，老娘就宰了那老东西了，太可惜了。当年我们贤良淑德4妃，再加上先皇后，打牌九从来不缺人，一个没空，终有人能补上。现在可倒好，走的走，离宫的离宫，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了。对了，让你去接那丫头，接来了吗？禀太后，已经派人去接了，那是先皇后唯一的侄女，太后想念姐妹，想见一见她的后人。我们这些做奴才的肯定是不敢拖延。好，这见不到故人，总想着见一见有故人之姿的女孩，以解相思。奇怪了，怎么卦象显示有个惹人嫌的人要来，能是谁呢？算了，不管，今天先努力冲破一下化神中期，其他的都是小事。我有预感，等冲破了化神期，这方天道就无法制约他了。到时候法术大放用，这不香吗？一顿饱和顿顿饱，我还是有数。你怎么了？哎呀，修为突破不了，烦着呢。不过我有预感，这次进宫的人是一个转机，说不定时机到了，自己的修为就蹭蹭往上涨了。六哥，什么？你生气吗？你娘亲出宫了，你会怪我们吗？六哥虽然从小不在亲娘身边，但肯定也是渴望母爱的吧？这些天我和爹爹都顾着忙娘亲封后的事情，没人去关心哥哥，他肯定会不高兴的吧？哥哥要是生气，就不会来找你了。石岸，你要记住，这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法，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我生母的事与人无尤，都是他自己做的决定。你们不因为他怪我，就已经很善良了，我又怎能怪你们呢？师父已经算出生母有此一劫，我试图阻拦，却发现他已经利益熏心，救不过来就算了，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豁达。等石安第2天去太后宫里蹭吃蹭喝请安的时候，才知道为什么这卦象这么诡异了。哎呀，老曾你快看，这孩子还真是有巧思呢。太后话里透着些惊喜，对着仿制的冰箱有些爱不释手。这把水果放进去没多久，口感就变得又冰又爽，这可真是好设计。太后喜欢就好，也不枉仙费心准备一场了。石安进来的一瞬，脸色微微一变。要不是卦象上说自己的转机就在这次，我可能要当场撒泼打滚了。
我现在对苏仙仙的意见非常大，无比讨厌的程度。我想她应该也是，没想到还能在宫里见到她。石安来了呀，快到祖母这来。怎么这个表情？你们认识吗？之前来过宫中，和公主有几面之缘，只是没有机会细聊。公主可能觉得臣女有些陌生，不太习惯吧。那你们多玩几回就不会这样了。和先皇后长得有3分相似，自己和先皇后是好友，我自然希望这些亲人也能相处融洽。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女人究竟要玩什么把戏。太后握住石安的小手，想给他弄了一块西瓜。祖母不爱吃。哎呦，还有你的小馋猫不爱吃的。一到外面，石安就耷拉着脸，丝毫不想搭理这个女人。小公主，我先给你道个歉，之前的事是我不对，误会了你推我。这次入宫，我希望能够弥补你。哎呦，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态度这么良好，他这显然是要搞事情啊。算了，先看看他要做什么吧。没关系，才怪。那小公主，能带我去您的宫殿逛一逛吗？我也是想和您多增进下感情。去我的宫殿，这女人不会想去找男主吧？顾泽确实有在永寿宫住过一段时间，可他长大以后就搬了出去，因为身份特殊，就让他住在上书房的偏殿，也就是皇子和贵族们学习的地方。那里有临时给这些贵族子弟居住的地方，他爹特意给顾泽安排了固定的房间。石安心里想着，却也不戳破，带着他走了一大圈。顾泽哥哥不在，没人玩，不想回家。顾泽不在，他去哪里了？我的意思是，这位叫顾泽的男子怎么不陪小公主玩？顾泽表哥，你可有罪受了。顾泽哥哥在上书房睡觉。上书房？怎么跑那去了？小公主，我想去上书房看看他们读书的样子，你能带我去吗？真当他3岁小孩呗，连演都不演一下的吗？好啊，笨蛋，傻瓜。一路上，工人看见他们都跪地行礼。苏仙仙接受着他们的跪拜，心里却高兴不起来。她要努力才能博得的，凭什么这臭丫头一出生就有了？她上辈子是拯救世界了吗？这辈子命这么好。就在那边。小公主，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上个茅房。一到地方，她就迫不及待把石安丢下，想去找她的男主。去吧，他不去，自己怎么看戏呀？臭小孩，你干啥呢？哎呦，嘘，怎么个事？那个坏女人要找顾泽哥哥。这样啊，他想干啥呀？能干啥？反正没好事。我可怜的顾泽哥哥哟。顾泽是个好人，所以呢？你要拦着吗？我不能让他有危险。我先看一看，他要是被欺负了，我一定替他报仇。看戏就看戏，说的那么高大上干啥？他们跟着苏仙仙绕过一处僻静的竹林，走到上书房的后方，正是贵族子弟居住的位置。好巧不巧，他正好遇上了顾泽。苏仙仙看着男人第一眼就被他深深吸引了，他一下就认定这绝壁是他的男主。小女苏仙仙见过公子。顾泽，不愧是男主，这声音也好听。姑娘，这是后院，暂时还没有开出给女子休息的房间，你还是不要久待比较好。公子，我出来闲逛，迷了路，公子可以送我回去吗？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良好的素养还是让他答应下来。一路上，苏仙仙各种和他搭话，一边说话，人还要往顾泽身上靠。他学了不少勾人的手段，引诱一个成年男子，那是一点问题没有。但他忘了，眼前这个还只是个男孩。顾泽被他烦得不堪其扰，最后都失去了表情管理。谁来管这女的？顾泽哥哥，你没事吧？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用美色诱之，钱财获之。顾泽这是在成长。你们俩在这看什么呢？人都进去了，瞅着外面的砖头有什么意思？哎呦，六哥，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没关系，人进去了，这不是还有一个会现场直播的石安吗？哎呦，这女人真会胡说，竟然说我不喜欢走动，把我送回去以后，她自己迷路了，这不是欺负小孩吗？我被丢下的人都没说话，这家伙真会恶人先告状。就知道他心不正，但把他们不到2岁的妹妹随意丢下，还能扯谎扯得这么自如，
用心也是太险恶了。若不是石安非常人，寻常的小娃娃被丢在外面这么久，不知道会有多危险。呸，什么东西？哎呀，这女人也太勇了吧！竟然直接向太后娘娘求恩典，让顾泽陪她一起逛皇宫。太后虽觉得不妥，但当事人都没出言拒绝，她也不好插话。哎，顾泽哥，一时的让步会换来你一生的内向的。可惜顾泽听不到他的心声，这苦他是非吃不可了。于是兄妹三人无言，但极其合拍的想到一块去了。第二日就起了个大早去蹲守。六哥、七哥，他们怎么来了？路过，约好了。哦，先约好，然后路过，那还挺有默契啊。对，有默契。来都来了，一起看看吧。石安一手牵一个哥，带他们在草丛里窝着。泽哥哥，你看那边的花，真好看啊！这花长得真是鲜艳，但花朵如美人，盛开的时间总是短暂的，真是令人怜惜。那是假花，你老了，他都不带哭，你不用联系他。有这功夫，不如先联系自己哥。早听说男主是个大直男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不过再怎么直男，遇见我也得变成绕指柔。我猜的没错，只要靠近男主，系统就会出现。所以今日我一定要取得男主的喜欢，至少要想办法跟他增进感情。他想要干啥呀？女主怎么越走越靠湖边了？他不会也想把男主推下去吧？救命！救命啊！苏仙仙在水里拼命地扑腾，手把水面拍出了数丈高的水花。顾泽却十分的冷漠，静静地看着他扑腾。等他扑腾累了，才淡漠开口：姑娘，这个水深还不到1米，你只要不是侏儒，都能站起来。噗！男主这嘴也太毒了。公子，我太害怕了，一时失态，公子可否拉我一把？男女授受不亲，还请姑娘自己爬上来。阿嚏啊，好凉！公子可否把外衣借我？于理不合。再说了，我也冷。现在可以确定，这人就是在故意引诱她。之前怕冤枉这姑娘，一直没有以最坏的想法去揣测。现在看来，揣测的晚了，只能在这受累。公子，你为何不看我？是因为害羞吗？不是，我斗鸡眼。你是油盐不进啊！公子若不给我衣衫，那你可别偷看呀。你放心，绝对不可能。在苏仙仙再次废话之前，他撕下一块布料，把眼睛蒙住了。公子这是做什么？这样，您怎么看路？没事，我会听声辨位。苏仙仙心里真是没了一点办法。听到几道脚步声从远处传来，她忽然来了主意。阿妖！下一秒，啊，苏姑娘！几个小宫女正是太后宫中的人，看到她摔倒，连忙上前搀扶。人呢？人？哪有人啊？苏仙仙发愣了一瞬，立马反应过来，顾泽跑了。她愤怒地跺了跺脚，怒气冲冲地朝寿康宫走去。今天非得向太后告一状。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进了寿康宫。妹子靠你了，看那苏仙仙气的不轻，也不知道她会怎么编排顾泽。需要我救场的话，千万别客气。爹爹怎么也在？参见陛下，参见太后娘娘。快起来吧，你这孩子也是，怎么好端端的走着，能掉水里？还好这孩子细心，跑回来叫曾嬷嬷给你送衣服。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辛苦了，让你被这女人缠上了。没事，都是她活该的，只要之后别让她来找茬就行。对了，小公主他们在跟踪我，那你再坚持几天。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些什么？顾泽呀，哀家看你们小年轻玩得挺好，仙仙在宫里这几日就有劳你多照顾了。越看这两小孩越满意，可能这就是闺蜜亲人的滤镜吧。好的，太后。哎呀，爹爹竟然没戳穿苏仙仙的嘴眼，真是父女心连心呐，真是有默契。一起看好戏，这之后不得拿点金银珠宝，好好安抚一下表哥受罪的肉体和心灵。确实，要是让我们去接触那个女人，恐怕没有几千两都不能洗除这种阴影。这是顾泽他应得的。好孩子，辛苦了。不辛苦，命苦。这次之后，我再给你放假1个月。多谢陛下，这就不拒绝了，这都是我拿命换来的。你放心，实在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你就来找我。舅舅永远是你的依靠。我年纪小，你可不要骗我。放心，骗谁也不能骗你啊。然后顾泽就成功被他忽悠走了。你们看热闹倒是看得欢快。
这不是也是想看看这女人究竟想做什么样吗？算了，只能辛苦顾泽了，就当是提前让他经历一遍红粉骷髅头的恐吓吧。以后找女人也会多长一个心眼。你们盯着他们也好，要是顾泽实在撑不住，你们也上前帮个忙。父皇英明，父皇放心，知道了，爹爹。回到了偏殿，苏仙仙的脸都绿了。那男主明显就没看上我，我到底还要热脸贴冷屁股多久？宿主，您最好别忘了您现在的任务。上次打板子，我不过多说了几句，系统就真的不理我，活生生看着他被打晕。要不是还和我绑定，估摸着这个系统会眼睁睁看着我没命，被送回丞相府之后，他更是彻底销声匿迹，俨然一副放弃我的架势。若非是男主出现，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理我。若是没了系统，我这些野心抱负该如何实现？哪怕再有脾气，也忍了下来。那你说我该怎么办？男主他一点都不喜欢我，我总不能逼着他爱上我吧？男主他想要的是爱情，你的皮肉诱惑不了他，请正常追求。那你说我该如何正常追求他？你是人还是我是人？追求这种事情，你要我一个人工智能教你？很生气，但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翌日清晨，天才刚亮，顾泽的房门就被敲响了。苏姑娘，何事？我亲手做了一些糕点，特意送些给你。咱们都认识有几日了，就别这么生硬，换我先就好。好的，苏姑娘。噗哈哈哈！假山后面，兄妹三叠罗汉地站着，耳朵竖得老高。你不让我进去吗？这糕点太后都觉得好吃呢，你也尝一尝吧。他搬出了太后，顾泽才想起来答应太后的事，再不情愿也得让他进来。一进门，他没急着坐下，而是跑到所有窗户前，啪的一声把它们全打开。泽哥哥，这是做什么？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有人会说闲话。泽哥哥，我不怕。我怕，咱们还是这样聊吧。还有，你可以叫我全名吗？这么喊着我心里发毛。死直男，要不是看在你能帮自己的份上，都想当了他。顾公子，你尝尝看吧。栗子糕，我最喜欢的糕点。看到顾泽的表情好看了一些，苏仙仙暗松了一口气。还好提前问了系统，这回肯定能留下好印象。顾公子怎么样？味道不错，曾嬷嬷的手艺真好，她昨日才吃过，一模一样，相当的不错。苏仙仙不知道他已经发现了，还在那暗自庆幸，幸好自己起得早，拿了一盘栗子糕，不然还得特地跑一趟御膳房，多累啊！至于让我亲手做，那不可能。追男人就追男人，累着自己是不行的。抱歉，忘记问你要不要吃了。说着，把手上最后一块糕点也吃了，满足的笑了笑。太后那的糕点不是经常能吃到的。没事，顾公子，我还有东西要送你。他从身后拿过一个包裹，小心的放到了桌上。这是我亲手做的，你不能拒绝。等我走了之后，你再看哦。顾泽打开包袱，脸色刷的就变了，恨不得把手里的东西给丢出去。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个表情？轩辕锦看不真切，在假山上探头探脑，差点掉下去。难怪顾泽哥哥这个反应，谁家好人送才认识2天的人谢意谢哭啊？不是，这苏仙仙是疯了吗？这什么意思？他知道吗？这送这么亲密的东西，他是想要做什么啊？不怪顾泽一副被侮辱的良家妇男模样，这换谁能淡定？还说什么亲手做的？一个晚上做出一套衣服，你织女也没这么神速。头疼，真是头疼。顾泽捧着包裹，都快要哭出来了。一路上把轻功运用到非一般的水平，兄妹三直接被他甩在了身后。他捧着烫手的山芋，一进御书房就交给了轩辕毅。这个送您了。什么玩意？不是，你几个意思啊？这有点暧昧了吧？苏仙仙送的。你给我干啥？您不是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您求助吗？还说您永远是我的依靠。是，这没错，但是吧。好，那就交给您了，臣告退。不能再把这女人留在皇宫了，太伤害顾泽了。参见皇后娘娘。门口，张公公的声音传来。轩辕毅正要龇牙乐了，视线一扫，落在了衣服上，瞬间乐不出来，手忙脚乱的要收包裹。陛下，看来陛下这魅力不减当年啊。这不是妃嫔送的，是顾泽拿来的。啊，陛下，您的魅力真是挺广啊。不是顾泽送我的，
是苏仙仙送给顾泽，他丢给我的，差点清白不保啊。苏仙仙，她怎么来了？此女最好远离。小宝好像留着她还有用，我才没阻止。但今日之事也不能就这么算了，顾泽一个清清白白的男孩，可不能白白被人占了便宜啊。苏仙仙还不知道顾泽去告了状，兴高采烈地回了寿康宫。这回男主总能体会到我的一片爱意了吧？也不枉我浪费最后的一点积分，为他换取衣服。妈妈，怎么了？姑娘，我是奉太后的口谕，来告知您一声，以后就别去打扰顾公子了。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姑娘自己清楚。姑娘，女孩子还是要矜持一些的好。送陌生男子贴身衣物，这等轻浮做派，实在不是大家闺秀之举。贱人，这个男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负心汉，狗杂种。苏仙仙举起一个杯子就要砸，系统冷声提示：这个是官窑烧出来的白瓷，摔坏了你赔不起。你不是系统吗？摔坏了修不就行了？你要是再赚不到积分，可是要付出代价的。还能杀了我不成？那你说，现在我还有什么办法？讨好、色诱、送礼，能做的都做了，这男主就是不接招，我能怎么办？现在倒还真有一招。机械的声音在他耳边响动了一段时间。这个能行吗？万一被发现，那就看你敢不敢了。此招虽险，胜算却大，就看你愿不愿意尝试了。这一次，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你还挺热血。苏仙仙老实了2天，石安他们都以为没戏看了，没想到第3天他又出现了。得，这瓜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那个盒子里装了什么？上书房后院，顾公子，顾公子，我知道前几日的行为实在是不妥，也知您对我真的没有兴趣。你总算知道了，这是我为公子准备的甜汤。如果您实在不喜欢臣女，我也不是死缠烂打的人，喝了这碗汤，咱们就当回朋友。不是，咱们什么时候有超过这层关系吗？他们连朋友都不算好罚，你讲话注意点。顾公子连最后这一点情面也不愿意留给臣女了吗？小公子，要不您就委屈委屈，喝一口。切，真以为我傻呀？这女人居心不良，谁知道里面放什么东西？万一报复我，给她放什么毒药，让我终身不举，找谁说理去？他回了张公公一个眼神，意思是要喝你喝，反正你不怕。苏小姐，您不要误会，顾小爷没有恶意的。你怎么在这？你妹的，这么一个大活人就站在这，你说呢？合着他前面都扮演的是空气，不怪顾小爷不喜欢他，这没眼力见得近。苏姑娘说笑了，顾小爷不是不喜欢喝您煮的甜汤，而是今日圣上换他多用了一些，这才吃不下去。既然他吃不下，那就交给奴才代劳。说着，他举起碗筷，哐哐就是干，没几十秒，碗就见底了。他擦了擦嘴，洋洋自得。瞧，这是我干的，真是漂亮，既解决了顾小爷的麻烦，还给了苏姑娘面子，皇上见了都得夸我。二位看着我干嘛？老奴这脸上有花吗？啊，这是怎么了？你保重。张公公，怎么了？这汤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小问题，好问题。怎么办？现在怎么办？为什么那个死太监会喝了汤？那汤用了我10积分啊，他也配？你现在要关注的重点应该不是这个。怎么办？那人喝了我的汤，又是皇帝身边的人，万一被发现，按照皇帝的性格，不打死我才怪。你说过，这个汤对男人100%管用，但是他是公公，顶多算是半个，这还会奏效吗？这个主要看个人体质问题。要你有什么用？这个都回答不出来。关键是我就没见过太监喝这种药的。那边听完石安半吊子心声的轩辕锦兄弟实在放心不下，就兵分2路，一个跟着张公公，一个跟着苏仙仙。不是什么一个情况？七哥，等一等。不用着急，赶得上，这都什么人呢？好不容易追了上去，轩辕锦停在路边大喘气，一抬头，一脸诧异：你怎么在这？你也在？你们在这干嘛？轩辕毅低声询问。最后的最后，父子4人整齐划一趴在了怪事后面。啊！寿康宫的偏殿忽然传来女人惊恐的叫声。苏仙仙正准备关门，就看到满目通红的张公公站在她的门口，她下意识要关门。
却被张公公用手挡住了。你想干什么？这该死的阉人，不会是想对我图谋不轨吧？苏姑娘，奴才有话要对你说。我不想听，走开。苏姑娘，我爱你。这声我爱你穿透了整个寿康宫，穿透了在场所有人的耳窝。靠，我的奴才脏了，这让我以后如何直视张公公？走开，本姑娘不喜欢你。我爱你就够了呀。你连那个都没有，你拿什么爱我？你凭什么？凭我的真心，我有一颗爱你的心啊！砰！一声巨响，房门被重重关上。苏姑娘，我爱你啊，我最爱你了，哪怕你不爱我，我也依旧爱着你。我的眼睛，我的心都在说着我爱你。太他妈恶心了，这恶心程度不亚于吃了2斤屎。这也怪不得张公公这一大把年纪了，临老晚节不保，太冤了。苏仙仙也真是个东西，这药本来是个顾泽的，就是一见钟情水，喝了的人会爱上第一个看到的女人，本来应该是顾泽，结果变成了张公公。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原因。陌生人给我东西，不要，像这种主动要的最不可取。要是往后都是这样，别说他丢人，自己这个主人的脸也别要了。还好张公公不像正常男人，正常男人喝了就是爱一辈子，张公公喝了顶多就是几天。把他给朕拖下去，丢人啊！陛下，然后坦然地跪下。陛下，求陛下做主，您身边的张公公，呜，他侮辱臣女，还求您给臣女做主。张公公又不行，他如何侮辱你？他用言语侮辱我。这件事朕一定会查出真相，苏姑娘别着急。怎么办？他不会查出来吧？不知道。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这不是系统出品吗？你为什么不清楚？这天下能人辈出，我只是人工智能，不是人工全能，怎么能保证呢？没有100%确定的情况下。哎，这水是系统出品的，也不知道我爹能不能查出来不对劲，万一老爹被恶心到了，直接斩了张公公怎么办呢？那以后可就没人偷摸给他放水，让他吃点心零嘴了。不行，为了领张公公的清白，我要挺身而出。你要去哪里？娘亲，巧啊，我要伸张正义。正义个屁！去练字，下半年就要去学堂了，还这么胡闹。娘啊，我才2岁，你怎么忍心？娘亲，以德服人。是啊，他就叫德，你服不服呢？服。张公公啊，不是石安不救你，而是我相信老爹，他不是昏君，一定不会胡来，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怂了呢。娘娘为何不让小公主出门？小公主还这么小，练字会不会太吃力？石安天资聪颖，也早会，但本宫担心他。若是不好好引导学习，再聪明的天才也会有平庸的一日，这也是陛下的意思。石安写了几张字，趁着没人注意，偷摸趴着身子溜了出去。幸好我矮，溜出门真方便。也不知道爹爹发现问题了没有，张公公的脑袋我来守护。他才溜到御书房，就听到轩辕毅的声音：多谢大师告知，张公公是被药控制了，否则朕还真要误会他了。阿弥陀佛，是陛下细心，发觉不妥，贫僧才能为张公公解释。两人一阵商业互捧，眼神都在偷摸瞄门外。应该是听到了。欧了，抱歉啊，为了给孩子一个解释，拉人家大师出来打诳语了。一回生二回熟，只要香火给的多，不是够心诚，佛祖不会怪罪的。哎呀，大师啊，您可真是大师啊！爹爹，怎么了？看张公公。好，放开我，放开我！我的心肝，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见他？我爱他！你们这群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在一旁看热闹的顾泽心有余悸。还好，那东西他没喝，要是变成张公公这个德行，宁愿吊死。石安也是看不下去了，双手捏诀，轻声道：醒。张公公昏黄的双眸忽然一僵，随后露出了清澈的模样，脑袋一歪，直接昏睡了过去。现在等他醒来就行了。轩辕毅寻思着差不多了，给顾泽打了个手势。顾泽凑到他身边，半弯着身子：陛下，去吧，拿回属于你的尊严。说什么玩意呢？那边得到皇帝的准许，顾泽跑得飞快，一溜烟就到了苏仙仙房门口，满脸都是过年的喜庆。顾公子，你是来安慰我的吗？我好害怕啊！我来只是声明一点，我不喜欢你，还请姑娘不要再使手段了。我之前在西楚下作手段见得多了，
一看他给自己送东西，就知道不简单，那是碰都不敢碰啊。结果被张公公抢着喝了，然后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顾公子说什么呢？我听不懂。听不懂吗？稍后陛下应该会亲自来跟你解释，你慢慢听。最讨厌这种又蠢又坏的女人，小时候就在这种女人身上吃了不少亏，现在更烦这种人了。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皇帝真查出来了？顾公子，你是西楚的皇子，难不成真想一辈子留在北轩，受别人驱使吗？你这话什么意思？今日这事实在是和我没关系，公子你要信我，我有办法可以让公子坐到那个位置上。现在的皇帝算什么？只要你愿意帮我解困，我一定投桃报李，将来整个北轩都是你的。我不怕顾泽不动心，这么大的诱惑，我不信有谁能忍得住。本来只是想知道这女人是不是哪国安插来的细作，结果听了一耳朵的大胆发言。拜托，皇帝是我舅，还是一国之君，我不去信皇帝能帮他，转来信这个满嘴谎话、脑子奇葩的女人。我有病啊！苏小姐，你的提议很好，你行你上，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你不信我？不应该吗？苏小姐，你就站那吧，我已经把话说得够清楚了，建议你别纠缠我了，我代表全家谢谢你。把最后一个字说完，他逃也似的跑了，留下苏仙仙在原地跺脚。怎么办？皇上怀疑我了，顾泽也不相信我，这下子我要如何自救？系统也不说话，苏仙仙急得浑身冒汗，想起了一个人，立马跑了出去。等了1日，张公公终于清醒了。昨日发生的事情在他脑海里过了一遍，他脸色瞬间一变，比吃了1斤屎还让他难受。他抱着柱子开始大吐特吐。你淡定点，还好没损失什么，就当买个教训了。怎么不算损失啊？奴才的清白啊，奴才的脸啊，这让我以后怎么在皇宫混啊？张公公别哭，也就1、2、3、7、8、9个人看到了。女儿啊，要不别安慰了呢？好了，别哭了，失去的清白也回不来了，赶紧去揭穿那个女人，把她弄走。张公公听到这话，擦干了眼泪，雄赳赳气昂昂的起身，一路杀到了寿康宫。把苏仙仙给我带上来。陛下恐怕不行，苏姑娘在太后娘娘身边。哟呵，还挺会找靠山。爹呀，冷静冷静，冲动是魔鬼，这毕竟是女主啊，您杀了她还是对世界有影响的。想到这，石安也感觉奇怪，苏仙仙到底做了啥？为什么昨日天道突然放开了对自己的限制，还收回了对苏仙仙的偏爱？原来是男主和他闹掰了，这等于亲儿子和亲女儿开撕。天道觉得哪一方有理，就站在哪一边。没想到受益的是我呀，还有这好事呢。母后，儿啊，这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仙仙这事做的确实不对，用了下作手段，但看在没酿成大祸的份上，饶他一条性命吧。哦，母后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孩子说了，他给顾泽下药，确实是不对，但罪不至死。这痴心一片，顶级的恋爱脑，但偏偏没有办法。那太后想怎么处理？就把他关在家里，10年不得出门，这处罚还成吗？对太后这种闲不住的人来说，10年不出门，真是要了老命了。禁足，这所谓的女主胆子肥得很，今天禁她的足，明天就敢跑出来，各种蹦跶，令人厌烦。就知道他不满意，但是我也没招啊，总不能真杀了吧？我的亲奶呀，这哪是简单的下药啊，这都用上了黑科技了。什么？要是这药给了顾泽，这一辈子他都得受到苏仙仙的牵制。若是老爹喝了，那岂不是完犊子？虽然我有办法解，但想想也头疼。什么药有这种效果？其实皇祖母轻拿轻放，也是看在先皇后的面子上，也能理解，他们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关系实在好，不然也不会想接他的后人来皇宫。可惜了，太后这一番好意，终究是用错了人。什么意思？现在的苏仙仙身子被孤魂野鬼占据，真正的苏家小姐已经离开了。怎么会这样？好端端的，怎么变成了灵异事件？故人的亲人怎么就被孤魂野鬼上了身？关键时候还得是闺女靠谱啊。奇怪，怎么都不说话了？陛下想怎么处置？苏家嫡女屡次犯上，还用下药这种卑劣的手段，儿子想将她流放到天津卫，眼不见为净。不妥。还好是穿到了这具身体上面，苏仙仙的身份还算是有点用处。
把他流放宁古塔，远一点，省得他跑回来。什么？太后，为什么啊？您不是答应了要救我的吗？您不是说要看在姑姑的面子上，给我一次机会？堵住他的嘴！这种鸠占鹊巢的人，竟然还有脸说出这种话！利用我对真正的苏仙仙的宠爱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用心何其恶毒！压下去，永不许入京。这不对呀，苏仙仙还没被天道完全放弃，能给人流放了吗？这天道不会降下惩罚吧？啥？她是女主没错，我还真龙天子呢。况且只是流放，又没杀了她，这惩罚哪门子？感觉自己体内的桎梏又松了一些，说不定今日冲刺很快就能突破化神期了。到时候真要罚，我替爹爹扛，保证伤不到他。快看我闺女多体贴，我闺女太爱我了。秀你妈妈，在我面前秀孩子，瞧把你能的，自己秀不了怨谁呀？还不是这臭小子不争气。好了，哀家累了，你们也回去吧。皇祖母，我们下次再来。皇祖母在为朋友伤心呢，咱们还是别在这打扰她了，这个也能理解。自己好闺蜜英年早逝，好容易留下个和她相似的亲人，结果还被人占了壳子，这换谁能好受？早知道就不刺激老娘了。石安被抱回了永寿宫，一进宫就有些不舒服。怎么没吃就撑了？吃点鸡蛋羹。吃饱了，娘亲，我要睡觉啦。等石安离开没多久，天空迅速聚集起了乌云，越来越多，逐渐把整个天幕遮盖住。狂风四起，落叶旋飞，整个地面仿佛都要被掀翻了。快去请陛下！下意识地往闺女的房间赶，快靠近时，却被一股强劲的力量阻拦在了门口。果然是冲着小宝来的。我说为什么会莫名的慌张？娘娘，这外面好像要打雷了，这是要变天的节奏啊！怪异的天气持续了一整天。第二天，轩辕毅已经坐不住了。几个皇子收到消息，也慌了神，纷纷朝宫里赶。这是怎么回事？这真是冲着石安来的。外面的百姓不知道，只以为是异常天象，倒是还没混乱。石安不会有事吧？这些雷看着挺懂得储蓄的道理，感觉要憋一个大的，但会不会一道雷电下来，给闺女劈傻了吧？石安之前是锦鲤，这不会被电成烤鱼吧？闭嘴！当务之急是先想办法护着石安，去把苏仙仙给我带回来。难不成真是因为他？老天爷啊，这命令是朕下的，要锁你就锁我的命，锁我闺女干什么？石安正在屋内闭关，处于一种玄妙的忘我境界，丝毫没关注外面都变成什么样了。这场异象最害怕的，除了轩辕家以外，就是北轩的男人。第一声雷响落下时，哇的跪了一群人。老天爷，我错了，您千万别劈我啊！其平时爱发誓的男人呼啦啦跪了一地。老天爷，我那都是随便说说的，您可千万不能当真啊！神灵保佑，劈不到我，劈不到我！被人押解着送去宁古塔的苏仙仙，忽然得到消息，要她回京，可把她给高兴坏了。我就说我是女主，老天爷怎么可能不帮我？我要是被流放，整个北轩都得跟我陪葬！哈哈哈哈！啪！我哈你老母！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丞相独女，千金小姐。你们敢对我动手？都被流放了，还这么傲气呢？跟个神经病计较什么？你们等着，等我回到京城了，我弄死你们！你们说妹妹不会被打回原形吧？不过就算石安变回一条鱼，也是最可爱的大鱼，我一定给他找个大池子养起来。你说的是妖精，我妹是仙女。说的都是什么话？外面的云越积越多，忽的一道雷落下，声势浩大，虽不见其形，却能感受到巨大的能量波动。哪怕他们肉眼凡胎看不清，也能感受到一股劲将他们往外推。我去！几个人差点飞出去的瞬间，一股亲和的力量裹住他们的腰间，扶着他们站。小请门被推开了。这雷劫度的一点水平都没有。可能因为这些流程他上辈子都走过一遍，这次的雷劫一点感觉都没有，跟挠痒痒似的。刺挠！姑奶奶，这还算没水平？再折腾几天，他们连买哪都要想好了。爹娘和哥哥怎么这个表情看我呀？可惜我修为到了合体巅峰的事不能告诉他们，不然他们一定会替我高兴。这点我也是没想到，本来以为最多能到合体初期，没想到雷劫一过，直接到了巅峰期，这找谁说理去？哈哈哈哈！合着你是在渡劫？早说啊，把我吓得半死。爹娘，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哥哥，来干嘛？怎么有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嘞？虽然挺让人操心，但也是值得的呀。我们是想来找你出去玩的，看你一直没出来，就在这里等你。尴尬，好几天没出门吃饭，娘亲不会以为我是怪物吧？肯定又去偷吃了吧？这么多天都没出门，要不是娘亲忙得很，早就来揍你了。你好牛逼，还得是老婆，这瞎话编的，我差点就信了。无他，我真干过这事。娘亲，石安讨好的蹭了蹭他，趁着爹娘聊天之际，跟哥哥们溜了。真要带我出去呀？你不想出去的话也可以。要出去。一点不稳重，小丫头说啥就是啥。大哥真好说话。大哥挺宠孩子。三哥、六哥、七哥。哎，哥哥在呢，要不要三哥抱啊？要抱也是我来，我臂膀有力。几人打打闹闹，一路出了皇宫。他们到了京城最新开的一家酒楼里吃饭。大哥、三哥、六弟、七弟，石安没事吧？石安。轩辕九看到被抱着的石安，也是有些愣，但在大哥的眼色中明白了什么，没有多问。四哥，你怎么来了？子宁姐姐。哟，陪老婆呢？我们在外面行侠仗义，一听到消息我就回来了，可不是有了媳妇就忘了妹子的人。也不知道四哥追到老婆了没有，应该没那么菜吧？作为我的哥，要是连老婆都不会追，你可是太弱了。想我石安，靠着这张可爱的脸，收获了多少小姐姐的宠爱。四哥不可能一点真传都没接收到吧？华姨妹妹在内喊我，但是没有证据。另外两个兄弟还好，他们年纪还小，倒是不着急。几位兄弟，这是我未婚妻沈子宁。子宁，先喝些茶，这些茶助脾胃，喝一点，待会能多用些。三哥，能不能学起来？知道自己为啥没有老婆了吗？不是，坐着也能被攻击。没老婆，那是不想娶老婆，才不是因为娶不到。四弟，你打算一直在江湖混了？虽然老爹给他批了追求老婆的假，但一个皇子满江湖的乱跑也不太好看啊。对啊，大哥，你是不知道，这江湖啊，有江湖的美。在江湖待久了，这朝堂是一点不想回了。江湖和朝廷完全不一样，江湖有他自己的规矩，拳头够硬，能力够强，才有说话的底气。要不是子宁姐姐，你都被揍多少回了？这出门在外，四哥这张嘴就没停过。虽然是伸张正义吧，但你武力值不行啊！要不是有老婆，这不得被打成一块块的。好端端的，拆我台做甚？没想到四弟妹是这样的，倒真是有趣。那你们不打算回来了？这个嘛，看情况。看什么？又不是为了你。他们闯荡江湖这么长时间，在伸张正义之时，也看到了很多的不公平。沈子宁皱了皱眉，把路上的见闻和几个皇子说了。普通人在江湖是真的不好混。江湖虽然是自由的，但是没有规矩就会产生不公。所以我的想法是，考个武状元，将来有机会能平衡江湖和朝堂。听起来有些大言不惭，但我心中确实有这个计划。若能当武状元，才有资格把自己的理想抱负告诉皇帝。当今陛下不是迂腐之人，他若是知道了江湖局势，一定会给我实现理想的机会。好主意呀，姐姐真棒。沈姑娘大义，我等佩服。不敢当。轩辕九这小子怎么这么幸运？多好的姑娘，他也配得上。别嫉妒哥，这都是我不要脸换来的。你有点东西。过奖。过几日皇叔就要回来了，咱们作为小辈，记住要礼数周到。大哥，听说小叔叔和黄奶奶关系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什么都好奇，只会害了你。别瞎打听，真相是我也不知道。切，还能为什么？不就是跟三哥一开始一样，脑子拎不清呗？还跟皇祖母闹翻，说他傻白甜都是夸他，顶多算是个蠢笨憨。这是什么大瓜？当年我们几个不是年纪太小，就是消息闭塞，听不到任何八卦，只知道皇叔和黄奶奶大闹了一场，然后就离京出走，多年未归。听说是在地方当什么官，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亲生母子闹成这样？到底是什么原因？你别话说一半。害怕心上人尴尬的轩辕九早早就把他送到了门口。子宁，你在这等我一会，我去就来。去吧，不着急。他站在原地等待，欣赏福月酒楼的繁荣。这里不愧是新开的店里最受欢迎的地方。子玉，这不是你姐姐吗？可别胡说，这个乡下来的丫头怎么能跟子玉比呢？好了，你们别这样说，姐姐。姐姐，你要是后悔了，也可以跟我说一声，我去和爹娘说。滚！沈子宁，你什么意思？子玉一片好意，你做甚推他？
就是，难怪说穷乡僻壤出刁民，你真是野蛮。今日不给我们一个说法，就别想走出去。大家别这样，姐姐以后是要做公主吴起师傅的，你们这样说，惹她生气了可怎么好？这句话看着是在为他们考虑，实则是告诉他们，你们看不上的人，将来可是一国公主的老师。这种差距，让这些心高气傲的大小姐如何能？皇上不过是随意说几句而已，他还真当真了。就是皇上当时不过是为了打脸大臣们，才故意这么说，真以为是瞧上他了。某些人也不惜把脸照照镜子，自己配不配？怎么？就算有皇子护着又怎么样？还不是被我踩在脚底下欺负？这女人戏怎么这么多？姐姐，你也别怪他们说话难听，只是实话实说罢了。毕竟陛下也不是真心请你。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井底之蛙？当今陛下英明神武，他的决断岂是你这种目光短浅之人可以评判的？你什么意思啊？温风华，你不要以为你有个尚书爹撑腰，我们就不敢得罪你了。你们好大的胆子，敢编排当今圣上，真不怕害得自己父母族人都跟你们一起受罚吗？这些女子都是什么人养出来的，竟这般口无遮拦？就是，咱们陛下是最好的明君，怎么能让他们这样污蔑？我要是这些女子的父母，都恨不得给他们一巴掌，简直是混账。我们只是在说你，又不是说陛下，你不要扰乱视听。要我做公主的师傅，是陛下亲口所言，你明明知道，却说他只是戏言，这样还不算是牵扯陛下吗？还有你们，别人三言两语就被他当枪使，无脑的蠢货。说得好，本来还觉得这姑娘不一定够格做公主的老师，今日一见，确实是硬气霸气。你这个朋友，我交了，今日之事若是陛下问起，我定当如实相告。说的没错，若是我们有机会面圣，一定把这事告知他。这般愚蠢的女子，也敢编排他们的梦中情主，当真是不要命了。姐姐，今日之事是妹妹失言，但是你引导众人误会于我，你也不是真正的清白。今日不若就算了，差不多得了。你别真以为自己有机会见到陛下。谁说我的心上人没有机会见到我父皇了？四皇子，子宁，我给你买了这里最出名的点心蟹粉酥，待会带回去尝尝。我不过是给喜欢的人买了个点心，回来就看到你在威胁他。沈家小姐，你好大的威风！还有你们哪来的胆子，敢随意判断我父皇的想法？四皇子，我不是这个意思。是啊，绝无此意啊。怎会知道？会这要巧，四皇子会在这，而且他说他的心上人是沈子宁。早知道这样，我们绝对不会开口乱说话的。四皇子，我作证，就是他们说的。这个，还有那个，他们都说了。哈哈哈哈，风华姐姐也是个妙人呐，谢谢你，举报侠。诸位的教养，我今日见识到了，一定会铭记在心。你们的真知灼见，我也会一五一十上报给父皇，咱们后会有期。哎呦呦，四哥真不错，子宁姐姐也好霸气，就喜欢这种互相宠的恋人，这种恋爱才有看点吗？你姐姐傍上了四皇子，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可真是害死我们了。今日我回去，必定会被爹娘打死的，你这个害人精！瘫坐在地上的沈子玉，满脑袋都是怎么保住自己，压根没精力和心思跟他们辩驳。今日是有四哥替子宁姐姐出头，他们这些人才害怕。若换作是普通人，他们只会往死里欺负，变本加厉。这种拜高踩低的人都不是好人，早晚会尝到坏果子。今日就算是踢到了铁板，一点不同情他们。第二日，石安一大早就被叫到了寿康宫，原因无他，太后想他了。乖孙女，昨日去玩什么了？酒楼吃饭，看热闹。说来听听。就慢悠悠地把昨天见到的事情都说了一遍。太后听了，眉眼染上一层笑意。行啊，老四这未来的媳妇是个聪明的，懂得借势不说，人也机灵，又心怀大义。哀家倒是想见一见他。有机会的啦，我有算过，四哥和子宁姐姐是姻缘天成，以后他俩必能和和美美过一辈子，不用急于一时。要是把子宁姐姐吓到了，去哪里陪哥哥一个媳妇？我连一个媳妇都没有，肯定赔不起。禀告太后，小王爷来了。我叫石安来这，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我不想一个人面对自己这个小儿子。臣参见太后。对这个小儿子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切，拽什么呀？谁在说话？轩辕毅的表情可以称得上惊恐，他慌乱了许久，好容易镇定下来时，锐利的视线在宫殿内转了一整圈，最后落在了最符合声线的石安身上。这个小丫头，这是你小侄女，叫石安。没礼貌！这丫头明明没说话，我怎么能听见声音？难不成是心声？早就听说这个小丫头不一般，但今日一见，说什么小仙人，怕不是小妖怪吧？否则也不会出现这么离奇的事情。找机会一定要告诉皇兄，让他请大师来捉妖。义儿，你在外这么多年，过得可还好？臣过得怎么样，都是太后娘娘所赐，何必多问呢？当年之事，你还在怪母后？您是最没资格说当年的人。义王，您怎么能这么跟太后说话？你闭嘴，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当年的事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您倒是说说看，有什么误会？我对林袅袅一见钟情，又身份对等，满心欢喜的求太后赐婚。她当时都是妃位了，只要她同意，自己就能抱得美人归。这么多年了，我实在没想明白为什么您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说不出口了吧？说个屁呀！说人家姑娘没看上你，嫌弃你是个只会吃喝玩乐、屁用没有的二世祖，还是说你低于人家求偶的标准，颜值不达标，身高不达标，哪都不让人满意，不说是给他留点自尊。没想到这小子还蹬鼻子上脸了。这小屁孩胡说八道什么？我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喜欢他的人从皇宫排到了大运河，多的都能掉河里。这小丫头骗子张嘴就是胡诌，要不是怕人说我发疯，我已经把石安吊起来打了。好了，别站着了，坐着喝点茶。不愧是我最喜爱的孙子，说的话甚得我心啊！这么多年，我一直憋着没说，就是为了维护小儿子那脆弱的男人自尊。没想到他变本加厉，就算这是自己亲生孩子，我也是有些嫌弃了。算了，没必要跟这种普信男生气。反正这笨蛋过几天也要遭罪了，让你不尊重皇祖母，活该。他没把石安的警告放在心上，太后倒是上了心。会是什么事啊？我知道石安不是简单之人，他说遭罪那这是一定挺大。可是什么事情能让一个亲王、皇帝的亲弟弟、太后的亲儿子遭罪呢？乖，多吃点，瘦的可不好看，咱们小宝得吃得圆滚滚的才漂亮。瘦了祖母可心疼。瘦，这丫头再胖下去都看不到腰了，还瘦呢，真会胡说八道。小宝，你皇叔很久没回来，皇祖母想请你帮个忙，带他到处转转好吗？说是到处转转，实际上就是让石安跟着轩辕毅，他身边有侍卫保护，不会出事。但轩辕毅要是出了什么人力所不能及的事，他还能帮个忙？到底是亲儿子，也不想他真出什么事。不要，谁需要他带？我从小长到大的地方，用得着一个小丫头骗子带？切，我才不乐意带他呢，没礼貌的丑八怪。好了，别吵了，这也是增进一下你们叔侄的感情，不许拒绝。谁稀罕？不对哦，我跟着他也好。这家伙要倒霉了，我要去看热闹，看他被收拾，我一定要叉腰笑，往死里笑。小混蛋，想看我的热闹？好啊，那就如他所愿，到时候看看究竟是谁看谁的热闹，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他说这话时，眼睛紧紧盯着石安。你这个小妖怪，等着被收拾吧。你个丑八怪，等着被算计。两人都没憋什么好屁，太后看着头疼，没聊多久就让他们回去了。这天色还早，石安闲着无聊，就溜到金銮殿后方看戏。陛下，如今四海升平，国泰民安，都是仰仗您的功劳。臣有一个提议，臣想为您建一个金身，供万民跪拜，既能提高陛下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也能让您得到先人的庇佑。户部尚书，这是你怎么看？我能怎么看？站着看呗。好端端的把问题抛给我做甚？陛下，臣认为沈大人此言甚是。不管3721，反正是拍皇帝马屁的事，跟着一起拍总没错了吧？甚是，是你个大头，朕看你是昏了头。我年纪轻轻，要什么金身雕像，他敢见，我都不敢要。你是钱多的烧得慌是吧？这么有钱，要不给朕来点，省得你攥在手里总不踏实。臣不敢啊。我看你也没带脑子，靠一个金身就能提高皇帝在百姓心中的地位，那古往今来的帝王早就把金身摆满天下了，天天不想着怎么为国为民，一点小聪明全用在这事上了。滚！也是怪无语的，这朝上的够热闹。仁兄，你还真是妙口生花呀。
比不得丞相大人有一个好女儿。沈大人别谦虚，您的女儿也不遑多让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个嘛，您还是回家问令千金的好。提醒您一句，不要将榆木当了珍珠啊。一个女儿被众人嫌，一个受皇子青睐，这也算是少见了。这丞相倒是个吃瓜达人，可惜了，他的亲生女儿不在，若是还在的话，他们这一家子何该是其乐融融、和和美美，也不会闹成这样。可惜了，若是真正的苏仙仙还在的话，知道穿越女这样用她的身体，害得她家宅不宁，恐怕宁愿把身体烧了，也不愿意留下一副躯壳。那边还在赶路的苏仙仙猛地打了个喷嚏，一边吸鼻子一边怒骂：“谁在骂本姑奶奶？你算谁的姑奶？”官差大哥当场就给了他一脚。原本还担心过这女人被押回京城后会报复我们，没想到皇帝的旨意一天一个样，走到半路又叫他们给押回来了。你们竟敢这么对我！等我发达了，不会放过你们的。这年头要是这么容易发达，我们也不会干这行干了10几年，更不会遇上这么个奇葩，真是钱难挣屎难吃。户部侍郎到了家中，还是一脸不解：“爹爹，子玉，四皇子可对你主意？”爹爹何出此言？今日在朝上听他们说，我的一个女儿得了四皇子的喜欢，另一个惹人厌恶。我自然知道子玉你不会惹人厌烦，只是这四皇子女儿之前只是说四皇子对他有些不同，这才多少日子，怎么就变成四皇子爱慕自家闺女了？也没怎么看见子玉出门啊，什么时候的事？父亲，我本来不想说的，但谁知四皇子如此高调，倒被他人知晓了，让父亲丢了人，女儿实在羞愧。听了他的解释，户部侍郎也没多做怀疑。本来也是，闺女知书达理，漂亮大方，四皇子会喜欢，简直再正常不过。不喜欢她，难不成还要喜欢那个大逆不道、目无尊长的沈子宁吗？好闺女，这怎么能是让爹爹丢人呢？你能让四皇子喜欢，咱们整个家族都跟着受益呀。若是将来四皇子能登上宝座，他们全家的地位都得往上提。不愧是爹的女儿，爹以你为荣。小姐，咱们这样，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四皇子将来的皇子妃，必定得是身份高贵之人。他沈子宁一个被父母厌弃、逐出家门之人，有什么资格成为皇子妃？到时候还不是得被沈家认回来，才有资格嫁入四皇子府。若是到时候真要如此，老爷夫人肯定会知道真相啊，他们肯定会认回大小姐，到时候小姐您的地位……回来？哼，做梦！我怎么可能会让沈子宁有机会回来呢？就算是回来，也是为我做嫁衣。你去把消息传出去。小姐，去啊，愣着做什么？要我请你吗？虽然不情愿，但小丫鬟也没有办法，只得听命做事。沈子宁，我会把你的一切都夺过来的，你这辈子都得被我压在脚底下。自从石安答应太后要跟着轩辕义后，他每日都被送到轩辕义在宫内的宫殿，两人互相不对付，但碍于种种原因，又忍了下来。你说什么？这是真的吗？轩辕义收到贴身小厮的信，乐得牙齿全部露出来。哈哈哈哈哈！我就说嘛，林袅袅心里是有我的。在这瞎得意什么呢？这小丫头不是说林袅袅对我没意思吗？看不上我吗？明日我就要带她去看看，亲自打她的脸。臭小孩，明天皇叔带你出宫，尝尝见识。第二日，石安看见一个穿红着绿的男人，差点晃瞎了眼睛。小屁孩看什么呢？没见过我这样颜值和身材兼备的花美男吗？什么叫做孔雀开屏？我算是见识到了。袅袅约我到醉风楼相聚，那多是年轻男女聚会谈情之地，可见他心中是有我的。哎呀，我的袅袅，我有缘无分的爱情啊！都知道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地方了，还约你去，怕别人不误会。这种道理3岁小孩都懂，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个皇叔人到中年还这么笨蛋。我们袅袅可贴心了，还特意租了个包厢，说要敞开门户交流，省得我被人误会，名声受损。这般贴心的女子世上少有，要不是看这小妖怪是个女孩子，年纪还这么小，早把她丢出去了。怎么会容忍她这么羞辱自己的女神？恋爱脑遇上错误的人，那简直能把自己害死。门户大开，所有人都能看见呢，还什么连累名声呢？这传出去，哪里还有什么名声啊？拜托，有脑子的都能想明白，谁家已经为人妇的女子会私下里约见一个未婚男人？
关键这个男人以前还和自己传过绯闻。哟哟哟，皇叔要完蛋喽！轩辕一脸都青了，却想不出话来反驳，差点把自己气死。因为石安的插科打诨，他到了醉风楼，却迟迟不敢进去，心里总感觉有根鼓在敲。进去呀，进去呀，去了你就遭殃了。臭小孩！皇叔，怎么啦？小屁孩，你还有两副面孔呢，没事。不要紧，待会进去了就有事了。这让我还怎么有胆子进去？皇叔，你也在这呀？正在轩辕一左右纠结的时候，后面忽然传来一道温柔的男声，如春风化雨，解救他于两难之地。阿怀，对这个大侄子，轩辕一印象不错，此时见到他更有种见了救兵的感觉。轩辕怀不仅自己来，身后还跟了一长串，一家齐齐出动。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来陪妹妹一起玩，没想到是您带她出来的。什么？是这臭丫头叫上他们出来的？有这么巧吗？哼哼，要不是祖母要我照顾你，我才不帮你喊人呢。皇叔应该是约了人吧，要不进去再谈。敲门的声音落下，轩辕毅的脑子又开始分泌甜蜜的泡泡，手心沁了一层薄汗。进。林小姐，多年不见，毅哥哥怎么这么客气，叫我袅袅就好。他笑得正灿烂，门外忽然涌进来一群人，他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他们，这些是我小侄子小侄女，他们非要跟出来，我作为长辈的也不能拒绝。你不用在意他们的，咱们聊咱们的就行。林袅袅知晓了他们的身份，自然不好冷着脸。来送个果盘。您好，您的肉脯到了，这是最新的蜜饯。小厮的通传声根本不带停，一次两次三次，林袅袅差点黑了脸，心里暗自窝火。这蠢货，出来还带着小孩，不仅破坏了我的计划，还打断我的进程。这么多年了，还是如此愚蠢。怎么感觉皇叔在谈恋爱？我们像是把风的。可嗨，这是可以说的吗？别说，还真像石安说的这样。怎么感觉像在偷情？闭嘴！石安还在呢，说这些不能播的作甚？有什么不能说的？感觉石安这色逼比我懂得还多。别说，你还真别说，这奇妙的背德感。毅哥哥，身体不适吗？我爱，只是有些呛到了。那就好，这是我亲手削的，毅哥哥尝尝味道怎么样？谢谢，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果子。是吗？我还以为只有我思念哥哥，没想到你也记挂着我呢。我当然。可。石安，没事吧？配合他演戏。什么记挂不记挂，这话哪能随便说？我这恋爱脑皇叔啊，这要是让别人听去，一个亲王记挂人家大臣的媳妇，明日早朝，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皇叔，许久不见，侄儿也想你了。小爵有心了，多谢林夫人记挂。不客气，毅哥哥，这么多年，我时常在想，若是当年我嫁给了你该多好。你看我说这些做什么？真是昏了头了。人就是这样，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他这么一提，轩辕一脑海也不禁浮现，如果当时娶了她，自己现在会如何？一定是娇妻在怀，儿女绕膝，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若非太后阻拦，他们何该？切，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真不害臊。从小我就是个鉴表达人。说什么当年不就是你当面和太后拒绝了这门亲事吗？太后和贵妃同台打擂，林家压根就没看好太后，觉得最后的赢家肯定是贵妃，这才让女儿拒绝。后来发现押错了宝，才后悔不已。可他们也知道太后肯定不会同意这门亲事了，只能让女儿嫁给国公的儿子。不就是仗着祖母心疼儿子，不忍心告诉他真相吗？装什么神情啊？原来是这样，装腔作势的女人他们见得多了，后宫里百花齐放，什么手段我们没见过。虽然轩辕毅是不相信石安的话的，但看到侄子侄女一致的表情，不禁有些怀疑。难道？毅哥哥，你在想什么？没事，太后前几日叫我进宫，说了些陈年旧事。林夫人，你当时为什么要拒绝我？那死老太婆怎么把这事抖露出来了？我当时只是觉得我配不上你，所以才……原来真是他拒绝的，母后为什么不直接和我说呢？他想问，又想起石安的话，忽然明白了，整个人安静的可怕。毅哥哥，你怎么了？你夫人，你能顾念当时的情谊，约我出来见面，我很感动。但如今咱们一个是亲王，一个是命妇，都不再是不懂事的孩子了，以后这种见面还是不要有了。毅哥哥，林夫人，以后你还是称呼我为王爷吧，哥哥什么的，与理不合。说完，他也不顾林袅袅难看的脸色，大步朝石安走去，一把抱走了他。皇叔，你等等。
几个皇子在他身后追啊，连一个眼神都没分给林袅袅，最后一个出去的还好心的把门给他关上了。林夫人，再会。不，咱们还是再也不会。一张好看的脸，看着却是十足的狰狞。夫人，王爷这样子，咱们的计划还能进行吗？这次不行，就下次，我不信连一个蠢货都利用不了。轩辕毅走出门时，脸色并不好看。抱着石安走出客栈的这段路，楼下的客人们讨论声不停。这就是翼王啊，上面那一个是不是国公夫人？这一男一女共处一室，当年据说还有过一段，这么大的乐子百姓怎么会错过？你们说，翼王这么多年都没回来，这一回来就……他们还想继续讨论，忽然注意到了轩辕毅怀里的孩子，脸色纷纷一变。刚才还在看乐子的人，此时瞬间闭嘴。快住嘴！这几位是皇子。快别胡说了，这皇子都跟着了，王爷能和国公夫人有什么？我就说嘛，咱们陛下刚正不阿，人品贵重，他的胞弟一定也是品行高贵，你们还在这瞎猜。对于他们忽然转变的口风，轩辕毅松一口气的同时，后背也出了一层薄汗。不敢想象，若是今日轩辕怀他们没出现，这消息会传得多离谱。到时候不仅是我，连皇兄的名声都要被我连累。还好有你叫上他们，这恩情皇叔记住了。切，才不是为了你嘞，我是为了爹爹和皇祖母。要不然这种瞎子我压根不搭理的好吗？我请你们吃饭，你们想吃什么都可以。我想吃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我是请客吃饭的长辈，不是许愿池里的王八。再说了，这么多能吃了吗？随意就好，客随主便。这里没什么新样式，但咱们京城的老几样，只有这里做的最正宗。今日多谢你们几个了，不然你们皇叔就算是长了嘴，也说不清楚。总算是聪明一回了，没被那坏女人耍得团团转。我也是太喜欢他了。你们懂那种年少时期爱而不得的苦吗？不懂。深情的人总是被辜负。咱们家专出恋爱脑，恋爱脑不可怕，遇上对的人就行了。是啊，我就是遇人不淑。但皇叔啊，你这不是恋爱脑，你这是舔狗啊！这种喜欢的人不喜欢你，还要利用你的戏码，不就是舔狗的标配吗？不要侮辱恋爱脑了，这连恋爱都还没谈上呢，算不上恋爱脑。他们的皇叔精神状态还好吗？没被石安气疯吧？虽然他说的也没错，但是不要这么直接啊！皇叔的命也是命。皇叔，喝点茶。还是大侄子心疼皇叔。他们挑了个2楼最大的包间，从他们的视角往下看，正好能看到大厅。你们听说了吗？神府的小姐要嫁给4皇子了。什么时候的事？就这2日，京城都传疯了。侍郎千金和皇子王孙，这身份也算是登对了。可不是，听说啊，这婚期都快到了。可以啊，四哥，你这好事将近啊。七弟别说了，宁儿还没答应我呢。悠悠还害羞上了。户部侍郎的女儿谁啊？当然是侍郎的嫡女沈子玉了。什么？怎么了？我喜欢的是沈子宁，不是沈子玉啊！这不是乌龙了吗？这是哪个不靠谱的瞎传，害死多少人啊！这要是百姓疯传，天下都认定了这件事，就算小四不想娶那沈二小姐，也不得不娶啊！还能有谁？坏女人！这件事除了沈子玉以外，还能有哪个人瞎传？他就是想利用全天下人，逼我四哥娶她，这心思实在是恶毒。有什么忙需要帮的你就直说，皇叔一定会帮你。早知道皇叔这么仗义，我刚才就少骂几句了。这事还是得问问子宁姐姐的意思，她才是主角呢。皇叔，各位兄弟们，麻烦你们跟我回家一趟。这委屈他受大发了，必须找老婆哭唧唧，再想办法处理。另一头，下朝回家的户部侍郎走到哪都能看到百姓们的目光。侍郎大人，恭喜啊！喜从何来？大人您不知道吗？您闺女和4皇子情投意合，全京城都传遍了。他急匆匆地赶回家，就看见自己夫人喜滋滋地给沈子玉准备首饰。咱们子玉是个大姑娘了，很快就能嫁人了。这些东西都是娘亲从小就给你传的。这些东西整个神府攒了几十年才有，但若是我嫁给了4皇子，这些东西不是想要多少有多少吗？夫人，你这是在做什么？你看看，咱们养的女儿多出息，连皇子见了都义不开眼呢。以后你这老头也能借闺女的光了。好，很好，不愧是老夫亲自教养出来的孩子，就是有出息，有本事，比那个孽障强多了。爹爹，您也不要怪姐姐了，这妇女哪有隔夜仇啊？爹爹，您把姐姐接回来吧。不可能，那等逆女接回来作甚？气我吗？
爹爹，我快和四皇子成婚了，到时候天下百姓都会看着。您也不希望您和我姐姐断绝关系的事情传遍天下吧？这段亲仪式毕竟不光彩，闹得人尽皆知，对谁也没好处。更别说户部侍郎有多么的好面子。老爷，把他接回来吧。想来这些日子他在外面也吃了苦头，知道不能忤逆尊长了。这父女决裂，对咱们紫玉的名声也不好，到时候连累她不能嫁给四皇子，可怎么办？对呀，这死丫头可别害了他们一家人。等送走了户部侍郎夫妇，丫鬟手脚都软了。小姐，这样真的可以吗？没胆子的蠢货，我敢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现下谣言满天飞，哪怕是皇子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娶自己所爱之人，他们一定会来一趟沈府，到时候我就可以提议姐妹同嫁，既成全了他们，又能堵住百姓的嘴，还让四皇子欠我一个人情。可是小姐，他们二人情投意合，您插足。闭嘴！我堂堂户部侍郎的千金，会斗不过一个乡下来的丫头。等嫁入四皇子府，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弄死沈子宁，到时候就算他爹娘想重新谈好亲生女儿也是无用，只能来谈好他。宁宁，你确定要这么做吗？乔四哥这不值钱的样子。确实不值钱。不值钱就不值钱，值得就够了，有老婆就够了。这些单身狗是不会懂得的。我已经做好决定了，还是说你不愿意？若是你想娶的是户部侍郎的女儿，那你可以娶沈子玉，我不会纠缠。我注定不会有家族助力，你后悔了可以。我不要。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腻了？这才多久啊？什么跟什么？胡说八道什么呢？既然不是，为什么要把我往别人怀里推？我想的是如何和你一起面对，你却总想推开我。安静点，这大庭广众之下给我整哭，鸡鸡这套还要不要见人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保证不再说这话，这下总可以了吧？合着当我们不存在是吗？当着面杀狗啊？嗨嗨，你们看什么呢？对了，这件事还要请大家帮忙。跑腿的事就交给我了。我和皇叔一起。那我就负责招揽客人吧。大家各司其职，很快就去忙了。那我干点啥？你就负责给你沈姐姐解闷吧。小公主，你想吃什么？姐姐给你煮啊！姐姐真好，我最爱姐姐了，煮什么都爱吃。他们做了一整日的准备工作，第二日天大亮，一群人就打算出发杀去沈府，不想被人抢了先。出来，开门！你确定这是他住的地方？禀大人，确实是小沈姑娘的住所。他哪有钱住这么豪华的地方？定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身为父亲，却以最恶毒的想法揣测自己的亲生女儿，实在是离谱。大人说的是，户部侍郎那个臭老头怎么来了？晦气，吵人家吃饭。逆女！我记得你好像说过，这辈子都不想见到我。怎么，你这一辈子这么短，这么早就要去地府报道了？还是说你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把说过的话都忘了？大小姐，您快别说了，你们毕竟是亲生父女，把老爷气坏了，对您有什么好处？沈子宁抠抠耳朵，有些无语。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是这狗东西自己说的，这辈子不认我，现在来扯什么亲生不亲生，真是笑话。你个混账，赶紧跟我回去。回去？你妹妹就要嫁给皇子了，怎么能出你这么一个丢人现眼、被赶出家门的姐姐？你就该祈祷，该每天跪在佛像前替你妹妹祈福，感谢她让你能回沈家，能让你重新做回大小姐，享清福。那我还真是谢谢他全家了，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还有，你不光记性差，连眼睛都没有吗？我现在过的日子比在你那破地方过得舒服多了，回去享个屁的福。你能住上这种房子，凭借的是什么？你自心里清楚。这些钱有的是我当时卖掉古董换来的，更多的是我接下江湖通缉令赚来的赏钱。只是看着老东西的样子，怕是没憋什么好屁。我得到的都是我辛苦换来的，你以为我是靠什么？辛苦换来的？真以为所有人都是蠢的吗？这里的大宅子，少说要小千两的银子，凭借沈子宁一个女儿佳佳，就是打一辈子散工也赚不来这些钱。现下还大言不惭地和我说是努力换来的，本想给你留些颜面，没想到你给脸不要脸，非要我挑破你干的那些勾当。你一个女儿佳佳不自尊自爱，跑去勾搭妇人，出卖皮肉，若非是子玉替你求情，我多看你一眼都嫌脏。到我家门前羞辱我给你脸了是吧？他神色变化的一瞬，
户部侍郎感觉不妙，正想要让人拦着他，声音还没出口，人已经飞了出去。啊！老爷，小厮们大惊，纷纷上前要绑住沈子宁，被他一人一鞭，直接抽飞了。一声声巨大的砸地声落在耳边，户部侍郎抬眼看去，小厮全部躺在地上哀嚎，沈子宁却在一步步朝他逼近。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谋杀亲爹吗？你眼里还有没有天理王法啊？天理是吧？王法是吧？我看你挺有理啊！第一次见到上门辱骂主人的王八犊子，我这不抽死你，都对不起你一番咒骂！快来人啊！杀人啊！什么事啊？这么热闹？周围的百姓都惊了。不是说4时才有热闹看吗？特地来了个大早，怎么还是没赶上热乎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像是闺女打亲爹了。啥？见过爹打儿子的，儿子打老子的，这闺女揍爹的，这真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啊！我是你亲爹，你敢打老子，就不怕天打雷劈吗？这哪有子女打爹娘的？这真是造孽啊！这女娃娃怎么敢这样？简直是目无尊长，目无王法。亲爹是吧？王法是吧？他抽出怀里的断亲书，在天下百姓面前读了起来。这是户部侍郎一笔一画，一字一句亲自写上去的，言辞之犀利，用句之狠毒，令人脊背发凉。你当年亲口所说，签了断亲书，这辈子下辈子，生生世世都不再结亲缘。若有违此言，便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你。这年纪也不大啊，怎么脑子竟记不住事呢？这只有犯了大错，如通敌叛国、作奸反科之辈，才会被父母签下断亲书。这小姑娘才多大年纪，她哪能做下多大的错事？这亲爹竟然写了断亲书，还用了最恶毒的话诅咒她，这换谁能好言好语起来？我看这老头也是活该。就算是成了婚的成年人，父母也不可能会随意写下断亲书。这姑娘才多大，哪能承受得了这些？他这是要杀了她了。可不是，好不容易生活好过点，这老东西还要上门来闹，换作是我，杀了他的心都有了，抽他一顿都算是轻的。你们知道什么？我女儿将来是要嫁给4皇子的，你们这些平民百姓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这要嫁给4皇子的，不是户部侍郎家的千金沈子玉吗？这个被打的跟猪头一样的男人是户部侍郎，还真是户部侍郎。哦哟，这都是什么热闹？吃瓜吃到大官身上了。这要是真的，他可是未来的皇亲国戚啊，谁敢得罪？百姓们自觉后退。就在他们准备要报官之时，风神俊朗的男子从里面缓步而来，坚定地走向沈子宁。4皇子，您怎么会在这？用震惊已经不能形容户部侍郎的心情了。不是说要娶子玉吗？为什么轩辕九会从沈子宁的房子里出来？我为什么不能在这？我来我未婚妻的地方，难道还要跟大人你报备吗？未婚妻？好大一口瓜！什么未婚妻？4皇子，您不是要娶我女儿子玉吗？什么子玉？大人你还没喝酒就已经醉了吗？可别混说，到时候让我未婚妻误会。我们的婚事已经禀报给了父皇，就是还没正式成亲而已。你不可别张嘴乱说。对了，本来是要告诉你一声的，但是想想你已经不是子宁的父亲了，这是你掺和不合适，所以没和你说。他说的未婚妻，我的亲生女儿才是要嫁给4皇子的人，不是沈子玉。我还来这？不是沈子玉啊，我们都误会了。这正主都出面了，肯定是传错了。究竟是谁啊？到处乱说。这吃瓜人最恨的是什么？不就是吃到烂瓜呀？不保真还恶臭。沈子玉肯定没想到我4哥4嫂这么勇，会直接跟百姓坦白，勇敢又大方，真是好甜呐。各位父老乡亲们，昨日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和大家澄清这件事。我和子宁情投意合，定下终身，实在不想被无耻小人的谣言破坏感情，还望大家广为宣传，还我们一个清白的名声。这小人到底是谁啊？怎么乱说话？这小人嘛，当然是沈家唯一的千金沈子玉了。怎么真会有这种为了嫁入皇室就乱传自己谣言的女子？沈大人，你家的家教甚好，教出来的都是这样的，大家闺秀啊。之前贵府的千金已经胡言乱语了一次，敢当众智慧我的父皇，本王被诸事牵绊，一直没来得及上报，这次一定会数罪并举。大人放心，你也逃不掉。他懒得和这种人继续废话，拉着媳妇往里走。户部侍郎还没来得及求情，人就已经不见了。各位叔伯姐妹们，今日这事，烦请各位广为宣传，势必要把神府女儿做的肮脏事传出去，不然我4哥真要被这等坏女人算计了。皇子放心，咱们一定不会让沈家女儿做的错事害了4皇子。大家记住啊，我未来4嫂可不是沈家人了，
也烦请大家传播啊。七哥真棒，论添油加醋，煽风点火，我七哥谁都不带怕的。皇子放心，我们一定宣传到位，肯定不会连累子宁姑娘。对，放心就是。看来这当官的也不一定都是聪明人，也有眼盲心瞎的啊。这话说的在理，就没见过这种把好好的闺女往外推，还签下断亲书的父亲。听说这沈子宁才是亲生的，另一个是报错的。外界的吵闹声已经影响不了户部侍郎了，他整个人失魂落魄，明显是没缓过劲来，跌跌撞撞地朝沈府走去。活该！走，皇叔带你去看热闹。牛啊，见过看人热闹的，没见过追着人看热闹了。原来我家这火上加油的本领是从上一代就有的呀！你赢了，小意思，莫要骄傲。这不是沈老弟吗？哎呀，你怎么这副模样啊？还没恭喜老弟呢，女儿得了皇子的喜爱，不是就要做国丈了？哎呀，瞧我这个记性，这被四皇子看上的是被你赶出家门的亲生女儿，不是你那养女。这国丈大人，你怕是做不成了，下辈子吧，下辈子换一副眼睛再来。丞相大人还有心思管别人的家事，有这闲工夫，不如多教导教导自己的亲女儿，她也不至于会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我那闺女是自己废了，但老兄你不一样啊，你闺女出息啊，就是跟你没什么关系而已。怎么有比我皇叔还要牛逼的人？他只是追着看热闹，不像是丞相，他是追着挖苦啊！真的不怕被打死吗？好好奇他是怎么活到这么大的。问丞相怕不怕，他当然是不怕的。老弟啊，这边新开的酒楼上了一道菜，叫做鱼目混珍珠，我下次一定请你吃啊。丞相笑容灿烂如菊花，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看户部侍郎这气冲冲的样子，估计沈子玉这回是跑不了了。怒火直冲天灵盖的户部侍郎一回家就直奔沈子玉的房间。老爷，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快看，这些都是我给子玉准备的嫁妆。准备嫁妆？一提到这几个词，户部侍郎最后一丝理智也没了，砰的一下掀翻了台面上的金银玉器。老爷，你的脸！户部侍郎理都没理他，跨步上前，猛地一巴掌抽在沈子玉的脸上，发出好大一声脆响。哎呀，你这是做什么呀？又不是子玉害你挨打，你打他作甚？闺女马上就要嫁给四皇子了，你伤了他的脸，你是疯了吗？疯了？你怎么不问问你的好女儿，她做了什么？她为了能嫁给四皇子，到处宣传四皇子爱上了她，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她做的事情了。这怎么可能？老爷，这话你是从哪里听来的？会不会是别人乱说？乱说？人家四皇子亲自到我面前和我说的，还能有假吗？怎么会这样？外面的人不是都传是子玉吗？沈子玉，他也配？是，没错，他四皇子喜欢的是咱们沈府的千金，叫沈子宁。既然你们都知道了，那我就没必要继续骗下去了。四皇子这个蠢货，竟然会走这么一步棋，真是一点前途都不顾吗？这事是我做的，消息也是我让人传的，有本事你打死我啊！贱人，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我们整个沈家都要付出代价。你那些叔伯的女儿，也要因为你一个人的缘故，名声尽毁。你这个祸害，你这个孽障，我今日就打死你！你杀了我，反正有全族的女子跟我一起陪葬，我不好过，他们也别想好过，要死大家一起死。怎么会这样？我温婉大方的女儿，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怎么眨眼间就变成了罗刹面目？老爷，老爷，您怎么了？说话间，户部侍郎忽然捂住了胸口，他重重摔落。沈夫人疯了似的冲上前，大喊救命。沈子玉惊吓之中呕出一口鲜血，也昏厥了过去。为什么？我为了这个家的和睦，已经把亲生女儿赶出去了，为什么还是会这样？沈府发生了什么，石安他们是不知道。轩辕九效率很高，说是要告状，马不停蹄的就去告状了。圣旨马上就传到了沈府。沈府千金言行无状，冲撞陛下，四皇子判流放千里。户部侍郎教女不严，家风不正，现革职查办。你要带我去哪里？小宝，皇叔给你买首饰、零食，你回宫以后，能不能在母后面前替我说些好话？为什么自己不去？皇叔没脸去道歉。为了一个满腹算计的女人，和自己母亲置气多年，还出宫不回来，一回来还惹老娘生气。这换做自己要生出这么一个儿子，那肯定会后悔，还不如生一块叉烧。现在知道错了，早干嘛去了？小祖宗，
算皇叔求你了，帮个忙吧。你帮忙说个好话，等母后不那么生气了，我一定去道歉。怎么一个大小伙子胆子这么小？皇祖母又不会吃人，干嘛这么害怕吗？还要我一个没捅高的小孩去道歉？道歉可以，要好处。你想要什么？糖葫芦可以。八宝鸭没问题。金镯子。看来吃的已经占据这小吃货心中的第一位了，给你买，给小侄女花点钱，半点不心疼。至于之前觉得石安是小妖怪的事，早就想通了。这要是个妖怪，哪里会提醒我这么多事，救我于水火之中？就算是妖怪，那也是个好妖怪，认定这小侄女了。他小小的一只，站在唐人摊前，连老板腿都够不上。要。小朋友不好意思，没注意到你，想要什么呀？这个。石安指着小仙女模样的唐人，软软的开口，眼巴巴地看着轩辕毅。正准备掏钱的轩辕毅忽然想起了什么，动作一顿。石安，我要是给你买了糖人，回家皇兄皇嫂不会揍我吧？这么多糖，要是给孩子牙吃坏了，皇兄应该不会扒我的皮吧？不会，我不会跟他们说。刚伸进口袋，就听见了石安激动的心声。我是不会跟爹娘说，但要是爹娘发现了，我也没办法。这要爹娘严刑拷打我，比如禁止我吃最爱的糕点，没办法也只能招了呀。顶级诈骗啊，这是。皇叔怎么回事？刚才还说为我承包一条街，现在连一串糖人都买不起了，这前后反差也太大了吧？难怪说男人不可信呢。这小丫头在口出什么狂言？什么买不起？我那是。皇叔，你这大人也是，娃这么想吃，你就给他买一根嘛，又不是什么贵重玩意。抠抠搜搜的劲儿，买不起带孩子逛什么街？这不是馋人吗？娃娃，大叔送你一根，不难过呀。你说谁买不起呢？你才买不起。小爷我能买你一个摊子，我能买一条街，你信不信？得来了个疯子，这娃娃惨啊，摊上这么个爹。轩辕毅还想据理力争，忽然被一屁股撞开。老板，这糖人我要了，谢谢。给了钱，他把糖人递到石安嘴边，微微侧目，眼神犀利如宝剑出鞘。你是什么人？他不是你能动的。轩辕毅从小到大第一次被一个小姑娘一屁股蹬开了，脸上的表情震惊、诧异、不可置信。好不容易缓过神来，人都炸了。什么人？我是他亲人，亲叔叔。你是他叔叔，我还是他姐姐呢。人贩子找死！人贩子？我仪表堂堂，风度翩翩，你说我是人贩子？你有见过这么有钱又有气质还帅的人贩子吗？等一下。皇叔，表姐，你们别打架。抱歉，王爷，我误会了。没事，本王大人有大量，自是不会计较。这些都是本王给石安买的礼物，我可不是什么买不起糖葫芦的穷小子。石安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皇叔就这样，只是没什么脑子，但没有坏心眼的。好了，你们姐妹俩先吃着，本王去外面给石安再买些好看的首饰。表姐，你不来找我？没有，我今天就是准备进宫找你。我想给你买礼物，所以逗你的。我知道你想我。出了门的轩辕毅为了保护石安两姐妹的安全，把自己的贴身暗卫都拨给了他们。他显然是低估了石安的实力以及江七无的战斗力。各位客官，你想要点什么？有什么适合小孩子的？最贵的、最柔软的面料。就喜欢这种财大气粗的客人。男人花钱从来不看价格。这时门外，王公子。门外一个丫鬟匆匆跑进来，显然是急得不行。你做什么？公子，我不去啊！你家夫人已经嫁人，我还是个良家妇男，上次就说清楚了，这种可能影响名声的事，我可不干。隐隐闻到有瓜的味道，这看热闹的冲动，有时比赚钱还来得起劲啊！公子，是我家老爷想见您。老爷，国公的儿子。老爷听说您上次和夫人见了一面，发了好大的脾气，特意让奴婢来请您去见上。早知道就不凑这个热闹了。多年白月光滤镜碎了不说，还惹得一身骚。公子，请吧。我先把东西送给我小侄女，你等等。这个奴婢去送，您跟我家小厮先去吧。看着他走了，丫鬟长舒了一口长气，总算是把他骗到了。老板，打包吧。姑娘，300两，请吧。什么？他没付款吗？没呢，这不是没来得及吗？那不要了。老板像是早料到他会来这么一招，给小二使了个眼色。几人将他围了起来，要么给钱，要么带我们去找刚才的那位公子，让他来付钱。想逃单，我亲自接手的账就没有不成的。轩辕毅被人拐走，
快到目的地时，临门一脚前，他长了个心眼，脑袋先进去，要是不是个公的，这门他进不了一点。入目一看，果然是个公的。小侯爷见过王爷，是男的就行。小侯爷，你听我给你解释啊，我跟你夫人可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才是天造地设、天作之合，夫妻恩爱。他话还没说完，后脑勺一阵闷痛，还没来得及回头就倒了。废话真多，你下手可真重，万一打出个好歹来，咱们还怎么和皇家要好处？谁要跟这蠢货恩爱白头了？去特么的！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为了你，我能铤而走险？这傻子废物一事无成，要不是为了能让他承袭公爵的位置，我也不至于拿自己的名声去赌，威胁皇室来保住夫家的荣华。你也别说的这么好听，咱们这不是各取所需吗？你放心，我升官你也不亏。之后你想养几个小男人就养几个，我帮你瞒着。这毫无用处的二世祖，要不是看上他王爷的身份，我才懒得演这场戏。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咱们在座的哪个不是二世祖？你不是富家千金，小爷也不会娶你啊。我不是国公公子，你也不能嫁我啊。嫌弃他，不就是在骂咱们自己个吗？闭嘴，还不赶紧去办正事。石安和江七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在饭店里大吃特吃。就是这对吧？按照地址，没错。那可以放本姑娘走了吧？可以的，小姐慢走。只要金币给到位，顾客吃饭他都亲手喂。这就是咱当代打工人的工作状态。石安一看到这丫鬟，脑子瞬间闪过一丝不妙的想法，快速闭上眼睛。怎么有这么离谱的夫妻呀？精神这么神经的吗？舅舅，哪来的舅舅？是皇叔。皇叔被抓了，在哪？石安说出一个地名，还没来得及跟他商量办法，嗖的一声冲了出去。对于石安的话，他从来都当圣旨来听。老爷，大事不好了，夫人她。小侯爷已经按照剧本和几个狐朋狗友约好了，坐在酒楼里等小厮。什么不好了？好好说话。老爷，夫人她和义王喝酒，奴才听见里面的动静，好像有点不对劲。什么？吃饭的朋友都傻眼了。什么东西？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义王吗？这么炸裂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听的吗？快呀，还愣着干什么？跟上！这百姓闲来无事，就爱听些故事。如今有正儿八经的闹剧，他们不看，才是辜负了这场好戏。不是，你们说这是真的吗？怎么听着这么像谣言？一个王爷，一个未来的国公夫人搞在了一起。前几日不才澄清了吗？呵呵，你还是太年轻了。这不先撇清干系，后面还怎么光明正大的约人家出来？这成功骗了别人，才能做那些下作的事啊！小侯爷着急演戏，走的时候连脚都没有停一下，很快就到了厢房。他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努力控制好自己的神态，用力地推开了房门。只见房间内的女子赤裸裸地露出2条纤细雪白的臂膀，赤色鸳鸯肚兜挂在她的身上，凸显她的完美身材。她身上只有一条薄薄的锦被，身下压着个什么东西，她还有意无意地动着。我去，这是真有瓜啊！林夫人身下的莫不是真的是那位？小侯爷见状就知道事情是成了，嘴角的笑容差点没忍住。啊，你这堂堂的亲王竟然做出这等恬不知耻的事，简直是……人群一阵唏嘘，纷纷表示能理解。任何一个男人看到老婆给自己戴帽子，这都是忍不了的。我明日就上报朝廷，一定要他们给我一个公道。丝毫没注意到一个小小的身影溜了进去。石安一进门，看到窗户后，心里就有了谱，一把掀开了锦被。啊，哪来的小娃娃？他怎么不对劲？刚才还在喧哗的众人，一看到被子底下的景象，全都惊呆了双眼。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小侯爷这才回过神来。怎么回事？被子里面不应该是轩辕翼吗？为什么是一个木枕？这不可能。小侯爷不是说这里面的是林夫人和义王啊？这是怎么回事？这义王不在这，那刚才那个小厮怎么会说他在？你们快看，林夫人那样子，实在是不成体统。林袅袅整个人像是没有骨头一样，趴在枕头上各种蹭，时不时还发出1-2声靡靡之音，听得人脸红心跳的。这该不是小国公不行，夫人自己出来找乐子了吧？围观群众眼睛都亮了，眼神纷纷朝小侯爷扫去，特别在他的下3路上流连。哦，原来如此啊！醒醒，好端端一个大活人怎么会消失不见？起来！夫君，你听我解释，是王爷他逼我的，妾身也是身不由己呀。他又要迷晕我，强迫我。闭嘴！你看看人在哪？你们诬赖人，狗男女乱说话！这里
没有，捂。小侯爷瞬间反应过来不妥，一把捂住了石安的嘴，他手劲很大，瞬间把石安的脸都掐红了。石安被家人宠大，哪受过这个委屈，嗷呜一口就咬了下去。啊，你这个小贱人！本来计划失败就已经让他无比愤怒，这下更是怒意翻滚，重重的挥起巴掌，直接朝石安的脸上打去。人群发出声声报鸣，不是为了石安，而是因为被一脚踹出10米远砸在墙上扣都扣不下来的小侯爷。谁敢踹小爷，你不要命了？替一个小丫头片子出头是吧？有胆子出头，也要有命活着。开你的狗眼，看看本王是谁！大皇子，什么？今天这瓜越吃越热闹了，是怎么回事？怎么还真让我们看到一个皇子？疼不疼？有没有伤到哪里？大哥，他们欺负皇叔。我知道了，石安放心，不会放过他们。小侯爷诬陷亲王、大妈公主，你是觉得祖宗在底下太寂寞了，要下去陪陪他们吗？大皇子，您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的。来人，把他们夫妻俩绑起来，押入大理寺严刑拷问。各位父老乡亲，今日这事，想必大家也能看得明白。这一对狗男女想要用计攀咬我皇叔，所幸没能成功。希望各位能够把这一事实公之于众，还我皇叔一个清白。大皇子放心。大哥怎么知道我在这呀？还来得这么及时？嘿嘿，我是为了看热闹才挤进来。进来之后，一听到皇叔的名字，就猜到事情不简单，赶紧召集了大皇子府的所有人手，围住了这里。本来已经抱着最坏的打算，没想到皇叔还挺聪明，不仅没被算计，还让他抓住机会反将一军。奇怪，皇叔人呢？应该、大概、也许被扔下去了。什么？轩辕怀人傻了，迅速冲到窗户边，伸出脑袋往外探。这窗户后面是一个高10几米的小林子。这也是刚才那些人就算没看到人，也不会怀疑轩辕毅是从这里出去了，而是怀疑小侯爷撒谎。这人要是摔了下去，不死也得半残啊！轩辕毅被一棒子砸晕，虽然脑袋已经昏迷，但仅剩的一丝理智强迫他清醒。今天就是爬，也得爬出去，不能让这对狗男女的阴谋得逞。石安，表姐，皇叔，他没事吧？不要紧，只是晕过去了。皇叔怎么还没醒啊？抱歉太后，是臣女考虑不周，才会让翼王昏迷，请您治罪。要不是表姐，皇叔失了清白不说，这辈子都得被世人唾骂，咋能怪我表姐嘞？好孩子，先起来吧，这件事你没做错，本宫还要多谢你出手相助的恩情呢。这盘子里是几颗东珠，还有些金瓜子、北海珍珠，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当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了。多谢太后。眼睛一扫到床上的儿子，他嘴角的笑意就淡了。怎么这么蠢啊？哀家的头好痛。哇塞，真好看，这东珠好像是皇后才能拥有的，皇祖母出手就是阔气呀。不着急，都是你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他的礼物。石安摇摇头，有原则的拒绝。收着吧，我愿意。太后，国公去找皇上求情了。皇叔就是再傻，那也是我家的人，什么时候轮得到外人欺负了？小丫头护短得很，跟个小炮仗一样，突突突的往御书房跑去。江七无怕他速度太慢，一个巧劲抓着他就起跑。陛下，我儿子他也是一时糊涂啊，求您宽恕。啧，一时糊涂，鬼才信，一时糊涂能设下这种计谋，这明明就是预谋已久。刚才这老东西还不是这副嘴脸呢，口口声声说冤枉，可能是想着只要自己儿子不招供，他就能不承认。没想到那对夫妻不仅是对狠毒的，还是对没脑子的，生怕对方先把自己供出来，一听能减刑，立马就把出卖了。陛下，犬子只是成觉的心太急了，才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求您看在老臣一家3代忠良的份上，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归根结底，小侯爷就是为了承袭爵位才会犯下大错。老国公疯狂点头。朕想了一下，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请陛下赐教。废了你家的爵位，他没位置继承，不就不会这样吗？陛下，使不得呀！这要折了一个儿子，还要赔上祖宗的基业，我死后都没脸去见祖宗啊！臣知错，求您开恩。那逆子鬼迷心窍，荒唐无比，任凭陛下处置。你不给你儿子求情啊？求个屁呀！再求情下去，我家多年的基业都要毁于一旦了。臣作为一家之主，更是陛下的臣子，更应该起好带头作用，不能徇私舞弊。还是老国公觉悟高啊，不错，不愧是你。老国公心里有1万句脏话，没来得及骂出来，只能绷着一张脸，僵硬地扯了扯嘴角。既然老国公都大公无私了，朕也不能下手太狠，就废了小侯爷的爵位，
罚他永世不得成爵，关进养蜂家道，好好清醒清醒吧。老国公可有意见？朕的儿子犯了错，都进了养蜂家道，你儿子应该也没问题吧？高啊，这招是真高啊，总是能从老爹这里学到不少好东西，比如给人戴高帽，比如把人对得哑口无言。真正的最强者是我的亲爹呀。轩辕毅迎着闺女敬佩的目光，谦虚地撩了撩头发，低调低调。是，臣无异议。损失一个可以成爵的儿子固然可惜，但损失了爵位，我这个国公可以直接下去见祖宗了。儿子常有，而爵位不常有，这点轻重缓急我还是能分得清楚。陛下，那臣的儿子多少年能放出来？你猜？他瞬间不敢说话了。在大牢里，小侯爷还不知道自己被亲爹放弃了，正在和林袅袅互骂。你个蠢货，供出我对你有什么好处？没有本侯爷，谁能保住你？你个没用的东西，指望你，我还不如指望我自己。这次是我先供出你的，到时候减刑的人是我，你羡慕去吧。我家世代成爵，我是国公嫡子，他们肯定会救我，而你一个不值钱的闺女，真以为自己有什么好下场？得，倒数第一嫌弃什么倒数第二呢？你们两个，一个养蜂家道，一个深山老林，都是一辈子出不来另一种方式的同甘共苦了，谁也别看不上谁啊！送走了国公，石安被轩辕毅抓着看了会书，才被放走。怎么就没遗传到一点朕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呢？都不好意思戳破你。当年一看书就犯困，只有看兵书才精神的那个人是谁？我不说。要不是太后深谋远虑，拿着棍子在一旁逼着皇帝学习，这会坐在皇位上的是谁还说不定呢。皇叔，起来啦！他人小小的，劲儿可不小，特地用了点灵气打醒了轩辕毅。谁懂啊？睡得好好的，一巴掌就落在他脸上了。石安，皇叔，你没事吧？没事，你皇叔还活着。看江七无的眼神都有点害怕。就是这个头还没我高的小姑娘，扛着我跳的楼。皇叔这是在干啥？看着我表姐作甚？要不是我表姐，你就被人算计死了。轩辕毅这回确定了，就是这姑娘干的。少侠，好身手，多谢。以后你就是我大哥，我就是你二弟，救命之恩我涌泉相报，用得上的地方你吩咐。大可不必，差辈了。那个石安，让你帮我说的话，你说了没有啊？石安，就是给你皇祖母说好话。说了。你可真是皇叔的好宝贝啊！你皇祖母咋说的呀？不生气。这真是太好了。走，咱们现在就去找你皇祖母，我再亲口说一遍对不起。这傻皇叔终于长大，为什么还不进去？石安看着眼前的男人，在一道门槛前踱步了半天，愣是跨不出第一步，一时有些无语。孵蛋呢也比这快呀！皇叔这是在斟酌用词，不打无准备的仗。谁在外头？母后，各位嬷嬷，早啊！是翼王啊，进来吧。你们怎么来了？祖母，小宝，祖孙俩那叫一个腻歪，轩辕毅被他们搞得都自在多了。掀开长袍，膝盖一弯，跪倒在地。母后，虽然石安帮儿臣道了歉，但这个歉儿子还得自己亲口和您说。我听信了小人谗言，误会母亲，请您责罚。道歉？你什么时候道歉了？轩辕毅，他也看向石安。不是说好帮我说好话的吗？你不是问我有没有说好话吗？又没问给谁说好话，我给表姐说好话是没错呀。你个臭小孩，这波又被你坑了。再要不给你添把火，啥时候能解开心结呀？要不是皇叔胆子小，我用得着这么用心吗？你人还挺好嘞。算了，起来吧。母后又何尝不知道你脑子不聪明，容易被人骗呢？母后只是没想到你能这么蠢，被人骗还替人数钱了。这次要不是你的小侄子、小侄女，还有江家的小丫头，你是不是裤衩子都得给人扒了？母后，孩子还在呢，就不提这些丢人的事情了。哎，要不是你当年一出生就体弱多病，怕你知道自己被人家姑娘嫌弃，一气之下嘎了，老娘才不想瞒着你呢。早知道你这么多年在外面吃的这么壮硕抗造，你一回来我就先抽你一顿了。母后，儿臣知错了，再也不敢了。祖母，不生气，生气不漂亮。就你这智商，以后还敢相信自己的眼光吗？不敢了。还敢不敢嫌弃包办婚姻了？不敢，有老婆就行。现在的要求降到很低，我已经一把年纪了，连小侄子都有老婆了，我这种已经失去了市场竞争力，现在还敢挑什么？是个女的，人好，心眼不多就行。这件事告一段落，石安高兴地和江七无玩了一天，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姐姐不想你走。石安，听话，
松开你表姐。不要，表姐1年半载才出现一次，下次见面不知道又是什么时候了。我一定会每日加紧练习，达到祖父的要求。一有时间我来找你。那你不许骗我。绝对不骗你。2年后我送你一份礼物。什么东西呀？石安很好奇，江七无神秘地朝他眨眨眼睛，默默起身，朝皇后行了一礼后大步离开。又剩我一个人了，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像大人一样平静地接受离别呢？闺女啊，是不是很孤独啊？对呀。那就把诗词300首拿起来看一看吧，顺便把字帖练了。还要那个减肥的事。娘亲，我不孤独。不，娘亲觉得你孤独。皇帝，你真的想好了吗？是母后，儿臣已经决定把皇位交给石安了。轩辕一说完，谨慎地偷瞄他的表情，生怕他会不赞成。虽然不赞成也没用，但是还是希望石安登上那个位置是在家人们都祝福的情况下。儿子那里我都问过了，没一个有意见，唯一的要求就是有媳妇的那几个。想要石安登基后能给他们放几年假，让他们游山玩水，陪媳妇待几年，再回京城干活。他就替石安答应了。母后，石安当皇帝好处多的嘞，对你也有好处啊。说说看。您想啊，要是那几个臭小子当了皇帝，这后宫是不是或多或少的多挺多女人？这倒是没错。太后点头，没有反驳。那您看啊，女人一多，万一争风吃醋，万一到时候的太后应付不了，是不是得你这个皇太后出来应对？到时候一把年纪了，也得起来干活呀，照顾了儿子，伺候孙子，累死累活，啥时候是个头啊？说的太有道理了。不对，石安当了皇帝，这后宫人不也多吗？有人的地方就会争风吃醋，到时候不还得帮忙？这不一样。石安说了，他这辈子跟男人没缘分，估计是得孤独终老了啊。母后，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吗？没有男人就没有呗，闺女不成婚，也有我养一辈子啊。石安那小爱好美色，不成婚不是少了很多乐趣？儿孙自有儿孙福，这个就不用操心了。这明面上不能娶，背地里来几个蓝颜知己，红袖添香，有什么不可以吗？都当皇帝了，还能让我闺女无聊？不要以为做皇帝就快乐了，做皇帝的快乐你想象不到。皇上，哀家一开始就不想否决你，只是身为女子，我更知道女子身处高位的不易。哀家是怕那些大臣会找石安的茬，他虽然早会，但毕竟年纪小，不碍事。到时候谁要找我闺女麻烦，下朝我就叫他来泡茶谈心，谁为难我闺女，我就为难谁。此法甚好。石安还不知道，家里人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要把这个重活丢给他了。只是每天被学习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石安，这又是怎么了？这个小混蛋让他写言论，写的条理清晰，字字工整，让他抄个书就这疼那疼的。他这就是故意找抽。那些书本我看一遍就会背了，抄来干什么？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母后，可能是石安都会了。因材施教吗？不能一味的按着笨办法教，那种方法适合儿子。你还敢说？你看看他写的东西，这些对诗词的理解，以及先贤圣人言论的领悟，儿子前几日才学到的啊。石安小年纪，这翻译的，我看比夫子都好。石安小年纪，这翻译的，我看比夫子都好。字字珠玑，又通俗易懂。石安，我以后不懂的，可以来问你吧。当然。你真是我的宝贝啊，石安师傅，请多赐教。嗨，你就没看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没有啊，逻辑清晰，字字在理，哪里有问题？一点没问题，简直是完美。他那字写的跟狗爬一样，你还跟我说没问题？你眼睛涂浆糊了。自己皇妹这字是有点不羁啊，这叫不拘小节。总感觉母后有读心术似的，啥都能让他看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母子连心嘛。一撅屁股，娘亲就知道他没憋好屁。娘亲瑕不掩瑜，你还敢帮他说话？我看你是也想抄几本书了。等等，儿子觉得石安这字确实不够漂亮。正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就该狠狠的罚，才能长记性。娘亲都是为了你好啊。叛徒，胆小鬼。小宝，娘亲并不是在挑刺，你做得好的地方，娘亲也夸奖了你，对吗？但是我们不好的地方，肯定要改啊。正所谓见字如见人，若是以后你的下属，
看到你这狗爬般的字，你觉得人家会打心眼里认可你吗？你要是继续放任下去，以后没人看懂你写的字，可怎么是好？辛辛苦苦10几年，别人把你当文盲，这多亏啊！你好好努力，才能对得起你自己呀。将来这走得多高多远，都是你现在的努力，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要是仗着聪明就不学习，那只会泯然众人。他略一寻思，确实是这个道理。写字写太丑，确实是一个问题。能这样想就对了。这时代没有微信、电话，想和人聊天得靠写字，万一聊不来，想骂人他看不懂，那岂不是很气？你关注的重点能不能正一点？娘亲，我一定好好学。行吧，过程不重要，目的达到了，也算是大功告成。小七，你来做什么？娘亲，是四哥求父皇赐婚，他要娶媳妇了，我特地来告诉您一声，再带石安去凑凑热闹。什么？四哥求婚了？他也太效率了吧！娘亲，娘亲，我要去呀！这么好的一对情侣要成婚，我怎么能不去祝福呢？去可以，回来多练半个时辰。没问题。兄妹俩，一个虎扑，一个托起，嗖的一下消失不见。父皇，四哥人呢？不是说好来求赐婚的吗？我同意那小子的请求了，让他赶紧带着媳妇去外面置办新房了。为啥不多留一会？这新儿媳第一次见面，不得多几句叮嘱？为啥？呵呵，没眼看。舔，那小子太舔了，简直不像我亲生的。一听能娶到老婆，后槽牙都露出来了，都怕他牙齿受冻。还说什么娘子，我就知道咱们是天生的一对。这次成婚就在女方的家里办，一切按照女方的要求来。这上门女婿也没他这么上赶着的。父皇，那我们先去找他们了，您圣旨抓紧下，别耽误事啊。用你教我做事，这不是担心您老了健忘吗？滚！小四啊，你真是何德何能咋就娶了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这个嘛，嘿嘿，当然是我个人魅力强了。吹吧你就。什么个人魅力强啊？昨日你还求了半天四嫂呢，说什么亲也亲了，抱也抱了，肯定要对你负责任，不然你就要哭闹，怕四嫂浪迹天涯，不要他，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求人家一起见父皇。怎么了？能娶到老婆，不要脸又怎样？那也是一种本事。其实能娶到老婆也是四哥的本事，毕竟我皇叔要是有四哥一半看人的眼光和追人的魄力，现在也不至于还是只单身狗了。和皇叔比起来，那确实算是厉害。怎么了？无碍，谢谢娘子。各位以后都是一家人了，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四嫂放心，有事你知会一声就行。将来要是四哥欺负我们，还指望你帮我们撑腰呢。你说的对，我们家都我媳妇说了算，我也归媳妇管。又让你小子装到了。媳妇，这是我的俸禄，以后都交给你保管了，待会就麻烦你结账了。没办法，成功的男人家里都是女人管钱，我这也是学习前辈们的优良品德。服了这个老六了。轩辕毅的效率绝对是高，他们这边刚一吃完饭，那边圣旨就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和这相反，另一头沈家夫妇的家里十分的清冷。你们这群拜高踩低的小人，以后求我都不会上门。沈夫人气呼呼地从大伯哥家离开，脸色不愉。以前我家发达的时候，这些亲戚一个两个的，哪个不捧着我？现在落魄了，不过是嫌弃茶水不够香，就被他们好一顿说道。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等我家老爷官复原职了，要这些小人好看。他愤愤不平时，丝毫没有想过，因为他养女的原因，他们整个家族的女子都不好成婚，只是一味的怪人家不如从前那般捧着他了。你们听说了吗？沈府的千金要和皇四子成婚了，婚期就在这个月呢。街头百姓们都传疯了，笑呵呵地聊着天。怎么不知道？现在全天下估摸着都知道了。沈府？哪一个沈府？是沈子宁沈小姐的府邸，可不是那个贬了官还幽禁在家的沈大人的府邸。沈夫人听到他们揶揄自家夫君，正要发怒，一听到沈子宁的名字，整个人有些晃了一下。子宁，若是当时没有把孩子赶走，或是在他被赶走时为他说一句话，如今我们家也不会是这样的下场了。看，这不是沈子宁沈小姐吗？她怎么在这呀？子宁。沈子宁结完账，正在发呆，随意朝人群中看了一眼，便看到了沈夫人站在其中。晦气！女儿，我是娘亲啊。娘亲。凑在这看热闹的百姓愣了一下，回头看向沈夫人，她先是一僵，马上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你究竟想干什么？我气的，
我已经和你们说的够清楚的了，我和你们家没有任何关系了。子宁，不管怎么样，在娘心里，你都是我的亲生女儿。不管咱们闹得再僵，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岂是说舍弃就能舍弃的？你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自从你离开，我每日都在牵挂着你呀。这沈夫人倒是真心实意。是啊，天下哪有母亲不爱孩子的，她也是无可奈何吧。看沈夫人那样，我也是做母亲的，实在是受不住。好孩子，咱们才是一家人，就算你成婚了，娘家也是你坚实的后盾。之前你和你爹闹成那样，娘亲有劝过，但你爹不听，如今我再劝，他一定能听进去。孩子，一家人哪有隔夜仇？你妹妹也是一时糊涂，现在也成亲了，对你也没什么损失，不如把她一起叫回来。你成婚，总不好让一家人分隔两地吧？你是听不懂人话吗？谁和你们是一家人？你们要人烂烂一窝，不要带上我一起。你这是什么话？闭嘴！沈子玉犯错受罚，是陛下钦定，怎么你觉得我有这个本事改变天子的意思啊？还有，谁稀罕那个老东西原谅，他也配？你如此任性，无非就是觉得可以嫁入皇族，看不上我们这些亲人。你以为四皇子真的喜欢你吗？就算现在喜欢，10年、20年后呢？等你落得被厌弃的下场，到时候你就会知道，没有娘家撑腰会有多痛苦。沈夫人倒是比我本人还要知道我本人怎么想的呀。我喜欢子宁，从来不是因为她是谁的女儿，而是因为她这个人，你们家是怎么样的，我根本不在乎。至于你说10年后、20年后，没错，是应该担心，但是是我担心，是我要担心，到时候还有没有魅力能留住我的媳妇，而不是她担心会不会被我抛弃。你说什么她瞧不上家人，呵呵，也不嫌丧良心，说的好像当年把她赶出家门的不是你们一样，现在来装什么可怜。四皇子，我也是想一家团聚，让子宁的婚礼能和美一些。我什么时候说过婚礼请你们了？看到你们我都嫌晦气，有他们在，这婚礼还能和美了？滚！这都是事啊，怎么一家人闹得这么难看？这就要从沈府抱错孩子说起了。什么呀？大家听完都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哪有人把亲生孩子赶走，把抱错的孩子留下的？还贬低亲女儿，这害得女儿丢失10几年，回家不该弥补吗？那谁知道有些人脑子怎么想的？没福气呗，不养孩子，自然沾不到光。就怕有些人啊，是既不想养，又想等人家出息了来占便宜。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把沈夫人说的脸色发青，忍着怒气离开的。这起子小人，他们懂什么？这婚礼上，要是双方的亲人不在场，那是大忌讳，意味着这小夫妻就算成婚了也不圆满。沈子宁就我们这些亲人，不请我们，还能请谁？到时候还不是得眼巴巴的来求我们，一群蠢货！真是气人！明明四嫂已经和他们家断绝了关系，他们还跟苍蝇似的，时不时飞过来恶心人，谁说不是呢？要是能重新选一次，四嫂也不愿意从他们家出生。他们的行为举止真是令人作呕。实在不行，咱们认个干亲，民间不是有土方吗？直接拜护城河为干娘，以后再有这种瞎攀关系的，让他去找四嫂的干娘说道。你是真会建议。在瞎建议这一块，三哥自愧不如。四嫂，这父女亲情、母女亲情本也不是一定的，有些父母天生就不爱孩子，这不是孩子的错，只是为难了这些孩子罢了。我明白，这父母在不在场，对夫妻婚姻也没影响，有些人的出现，说不定还会给夫妻添堵，不来也罢。六弟通透，四嫂的亲缘，我之前算过是会出现的，啥时候出来呢？子宁，你可还有什么亲人，或是养育过你的人？养父母已经离世，我亲自安葬他们，他们走了，我就没有父母了。没事，以后有我呢。大家小聚一会，就各自回家了。前面在干什么呢？靠近宫门口，兄妹俩远远看到一个背着长布条、身姿挺拔的人站在那，好似在和侍卫说些什么。都说了，我们不认识什么玉佩，你这人怎么回事？再不走，别怪我们不客气。头，别动气，交给我就行。小七，赶紧把他打发走，别浪费时间。不至于啊，这才过了几年，没一个识货的。这位大姐，这里是皇宫，不比其他地方，可不能胡闹啊！待会被上面知道了，是要杀头的。你看看这个，你们当真不认识啊？不知道啊，但你别说，这成色还不错，你看着也不像穷人，来这和俺们掰扯什么？快走吧，还是小命重要。等一下，可否让我看看你的玉佩？可以，你看吧。小乖乖，你是谁家的孩子啊？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那家的。
妇人第一反应是不信，那狗东西哪配生出这么好看的后代？您可认识我祖母？你祖母是？太后，难怪觉得眼熟，这样的玉佩，皇祖母也有一块。认识，多年的老友了，今日来就是来见他。啊，不是，怎么又让我遇上一个大人物？怎么这么会挑人啊？我刚才没说什么不得体的话吧？太后，六皇子求见。这孩子回来就回来，求什么见啊？进来吧。皇祖母有惊喜哦，不要太激动。到了这把年纪，还有什么东西对我来说称得上惊喜？是您的老熟人呢。这会是谁？草民见过太后娘娘。姐姐。孙和安反握住他的手，示意他这还有人。太后仿佛才从巨大的惊喜中清醒过来，迅速遣散了其他仆从。什么姐姐？没听说过祖母还有什么姐妹啊？这位确实是祖母的姐妹，没有血缘关系的那一种。准确来说，应该称呼她为贤太妃。贤太妃不是死了吗？都葬入妃陵了，怎么还能出来？诈尸了？姐姐，当年我让你假死出宫，去过你想要的日子，但没想到你这么狠心，这么多年了，一次都不回来找我。不回来就算了，连信也不写一封。这些年我一直行侠仗义，脚下丈量的土地超过万里，每个地方待的时间不定，我就算能写信，也收不到回信呢。虽然我不出现，但我知道你一直在寺庙修行，知道你安好，我就放心了。这传闻不是说贤太妃脾气火辣吗？这也看不出来啊。温柔。当年祖母计划杀老公的时候，她是在旁边帮忙磨刀的人。你说她温柔，她温柔起来，一拳能干死一群壮汉。对了，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是有什么事情吗？听说你的孙子要成婚了，我这次回来是为了这件事。我就说嘛，不是有事，哪里能想到我呀？第二日一大早，四皇子和他未过门的媳妇就被宣进了皇宫。早早命人关注着沈子宁动静的一家人，很快就收到了消息。我就说吧，皇家怎么可能随意娶媳妇？就算皇上不在意，太后也不可能不过问。让那个小贱人敢忤逆不孝，看看这就是下场，这就是报应。可是老爷，她要是不能嫁入皇宫，咱们也没有好处啊。真是无知妇人，见识短浅。四皇子喜欢她，肯定会为她求情，这一下还是有机会嫁的，但这前提是她要有父母的支撑。老爷说的对呀，等着她上门求咱们吧。娘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家里人为难你的。待会我冲在最前面，你等我谈好再出来。你在这等我，我去就来，谁来也别搭理，一切由我应付。哎，傻瓜，怎么在这家伙眼里，我就是那么容易打退堂鼓的人啊？进了宫，啪叽一声就给太后跪下了。祖母，求您收回成命。这是演哪出？孙儿知道祖母觉得这桩婚事不妥当，但是孙儿就喜欢他。孙儿也知道，在您眼里，我相貌堂堂，英俊潇洒，有才有钱，是天之骄子。等一下，首先我没这么认为，其次我真没这么想。这孩子是昏了头吧？上这来夸自己来了。你在我这顶多是一个孙子，咱们不敢这么优秀的哈。那您叫孙儿和孙媳进宫，所谓何事啊？总不可能给钱给好处的吧？哎，确实不是。就说吧，那还是要拆散他们啊。比给钱给好处还要好。难不成要给我一个爷啊？其实也差不多，只是不是给四哥一个爷，是给四嫂一个奶。看剑。随着一声喝声，一柄剑从空中落下，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身姿挺拔、剑法利落的女子。沈子宁身体下意识握剑，回身拔出长剑，吭哧，两把宝剑碰撞，发出一声声铮鸣。何人？沈子宁眼神瞬间凌厉，出剑快如闪电，招招果断，行云流水。大雪剑法。沈子宁越打越心惊，最后一招，两人齐齐收手。前辈是，这是爹娘传给我的剑法，是他们师门的绝学。这人是？你爹娘是我的师侄，他们的剑法我曾指点过，你学得很好，孩子有你爹娘的风采。看到了吧，你皇祖母是给媳妇认亲的，怎么会是棒打鸳鸯的呢？就是，咱们皇祖母这么温柔可亲、善解人意、貌美如花的女人，怎么会这么做呢？四哥，你的想法很不好。这能怪我吗？谁家好人，等小两口快成婚前，把他们叫来的呀？这放在说书人口里，都是要棒打鸳鸯的坏人做的事啊！谁能想这妖巧？他想不通，正在等着沈子宁上门求饶的沈家夫妇也想不通。你说什么？皇太后没有下旨阻止他们成婚？没有，婚期照常进行。肯定是轩辕九在隐瞒消息，等着吧，有他们上门求咱们的时候。沈夫人欲言又止，总觉得哪不对劲，但看着丈夫这么自信的样子，话到嘴又憋了回去。结果就是两人等着等着，
直接到了结婚的日子。老爷夫人，花轿已经抬进四皇子府了，你们还等吗？老爷，您不是说万无一失吗？这是怎么回事？沈夫人坐不住了，我的荣华富贵啊！要是沈子宁不认回他们，我岂不是要一辈子低人一头吗？混账！竟然真的不认我们，不恭顺的玩意！夫人，我有个办法，肯定没问题。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亲人结婚呢。上一次大哥结婚的时候，老爹不带我出来，这次终于是放我来凑热闹了。今日皇子成婚，普天同庆，附近的百姓都主动过来送祝福。这皇子成婚就是气派啊！知足吧，大家伙。之前哪个皇子成婚的时候，咱们老百姓有着殊荣，能进来一同吃酒的。是啊，四皇子是个好样的。这其实啊，是咱们皇上是好的，所以他的孩子个个都爱民如子。又是爹爹的彩虹屁哦，坏女人！沈夫人，她来做什么？大家好，今日是小女成婚，我代替她敬各位一杯。沈夫人拿着酒杯，在各个酒桌间游走，脸上挂着得体的笑容。要是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她有多爱孩子，孩子成婚笑得如此明媚。但可惜，在场的人多半听过一些小道消息。各位，今日的新娘子是我的女儿沈子宁。相信大家之前听了一些闲言碎语，觉得我们一家子不和，但大家也知道，北轩以孝道为重，这一家人再怎么闹腾，也还是一家人。今日小女大婚，感谢各位捧场，我也要进去和她说几句梯级话，让她知道嫁到婆家就不能那么任性了。她走到内院和外院的交界处，微笑着看着守卫，如此自信，自然是因为她知道今日大喜的日子，哪怕沈子宁再不待见她，也不能对她无。在大婚时闹出事端，不仅影响夫妻姻缘，还会成为全天下人的笑柄。况且我拿出孝道来压着，任谁也不能说我半句不是。太过分了，特意挑人家大婚的时候闹事，真是够恶心的。今日就是打晕了，我也得把人带走。但他还来不及出面，就已经有人出手了。你是谁？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也敢来参加我孙女的婚宴？你胡说八道什么？沈子宁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祖母？我怎么不知道？我和子宁早就认了干亲，太后和皇上都同意了，你有什么意见？你……孙和安不给他多废话的机会，拽着他往外走。今天不管谁来，都别想干扰我孙女的婚礼。你不是要讲孝道吗？好啊，我是他奶奶，也就是你娘，来，咱们来聊一聊孝道。滚开，老东西，你别碰我！你个不恭顺的东西，怎么跟你干娘说话呢？今天为娘就教教你什么叫做孝顺，不是要拿这一套威胁我干孙女吗？好啊，那我也用这套对付她。干得漂亮！哎呦，这哪来的妇人，真是太有主意了！你看你四哥胆子怎么这么小啊？这不仅胆小，连酒量也浅，才几杯就摇头晃脑了。三哥呀，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人家那是胆小吗？人家那是太在意老婆了，生怕娶不着媳妇。怪不得这么大了还没女孩子喜欢，真是不开窍。就你懂，单身怎么了？伤害谁了？三哥，你怎么了？是喝醉吗？不是心累。娘子别动，我来先盖头。你干什么呢？娘子，我终于娶到你了，真是太好了。是不是喝多了？我叫人给你煮醒酒汤。不用，我没喝多少。那怎么一身酒气？我是在身上沾了好多酒，这样他们闻到味道，又看我走路成那样，还以为我喝了很多呢。你做什么骗人啊？那我不骗人，还有力气回来和娘子待在一起吗？这些个没老婆的不知道多羡慕我，肯定想故意灌醉我，我能让他们得逞。娘子，从今往后，咱们家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管，钱归你管，仆从归你管，我也归你管。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如果做不到，你随时打死我。呸呸呸！大喜的日子说这种话不怕吗？负心的人才会害怕，我最害怕的是你不要我。我的娘哎，肉麻死人啦！要不是两个哥哥要凑热闹，我才不跟一起来呢。谁在外面？进来吧。四哥、四嫂好。你们来干啥？哥啊，这不是闹洞房了吗？只是我们没想到，听到这么多肉麻的话，以后我也归你管，你不要抛弃我，娘子。怎么的？我哪里有说错了？这是我媳妇，你们单身汉懂什么呀？几人你一言我一语，聊了一会。我的哥呀，赶紧走吧，你们是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啊！没看到四哥脸都绿了吗？干啥呀？送礼也不乐意啊？你们继续待着，我侄子侄女得啥时候出来呀？那个四哥，你们慢慢来，我们就不吵你们了。对，你们忙你们的，
再见，告辞。2年后，永寿宫传来一声熟悉的尖叫声：“你给老娘站住！这是你气走的第几个老师了？我今天非得给你屁股揍开花！有本事你别跑！”不跑，傻子才不跑呢！娘亲，我知道错了。1年错800回，哪一回改了？这回是说老师迂腐，把那老头气的当场就辞了官。但这真不能怪我，那老家伙天天念叨着女子无才便是德，让我不用读那么多书，以后还是要嫁人的，要多修品德。要是说仁义礼智信这等美德也就算了，他让我看女戒，天天宣扬男尊女卑的思想，但在我爹娘面前又是一副好人模样，给我气的呀。自从我口齿流利后，骂人就更不客气了，直接给他训成了孙子，他活该。你个小兔崽子，站住！石安跑得更快了，脚步一快，又忘了回头，直接一头撞上了个硬物，一声闷响，他一屁股砸地上了，好痛！好啊，看你还往哪里跑！见过皇后娘娘。七五，你怎么来了？姐姐，半年了，你都不来找我。臣女外出一段时间，近日才归来，得了祖父允许才进宫来看望娘娘和石安。你先给我下来，我今天非得揍你一顿不可。姑母，石安他不是胡闹的人，你问问他做了什么好事，他的行为一定有他的道理，臣女相信他。你别在那摇头晃脑的，今天不管谁来了，我也得揍你的小屁股。娘亲饶命，叫爹都没用。夫人，等一等，我的娘子，你别生气了。娘子，你别生气了。陛下，快放开。石安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再怎么样也不能骂师傅啊。其实这孩子为了不惹你生气，还忍了他挺长时间。结果这老匹夫给他几分面子，他要上天入地了。当着石安的面说你这个皇后做得不好，没有给朕安排选秀，不给皇家开枝散叶，这选秀是我不让的。这孩子有这么多个了，要什么开枝散叶？那老匹夫满嘴喷粪，可能就是看我这2年脾气好了，又开始拿脑袋不当脑袋了。什么混账玩意，竟然敢教我女儿不读书，我打得她满地找牙。皇后火急火燎，拉着皇帝一起出宫去找那老东西算账了。宫外，方府，老爷，你就这么请辞，也太可惜了吧。方夫人有些舍不得，这普天之下，谁不知道当今陛下宠爱小公主啊？她生母又是皇后，又得几个皇子的喜爱，可以说以后谁继位都会对这位小公主很好。这可是个肥差呀！这一个女娃娃读什么书啊？还敢辱骂老夫？我看她打小就是个坏胚子。老爷可不敢大声，这要是被人听到，可怎么得了？怕什么？你信不信？过几日皇后还得亲自上门来求我。当时就是重金被皇后从私塾中请来的，一国之母都对我客客气气，她一个公主有什么好傲慢的？这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公主的性子我还得好好调教。说到请辞，当然舍不得了。这么好的待遇，又能拿桥的活计，世上哪里找？我敢这么嚣张，也是仗着石安一个小娃娃的话，没有人会相信罢了。老爷，不好了，不好了！你爹死了，还是你娘死了？叫什么叫？没死，是。夫子好大的气性啊！娘娘，老夫被气得病症发作，无力给您行礼，还望您恕罪。是吗？那夫子您还真是辛苦了。本宫不才，正好懂点治病的方子。这怎么敢？啊！只见皇后手里随手抄起身边的竹棍，冲着他的身子砰的一顿打。娘娘，你这是做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吧？我让你得。皇后在外人面前装了很久的温婉贤良，倒是让这些人忘了她原本也是个将门虎女。娘娘恕罪，恕罪呀！臣是冤枉的，公主她污蔑臣啊！你是说朕也污蔑你吗？陛下，是朕的人告诉朕你嘲讽公主，辱骂皇后，怎么你是要说朕有心陷害你吗？这话一出，夫子心凉了半截，整个人瘫软在地上。皇后可没手软，直接打得他亲爹都认不出他来。狗屁不通的酸夫子，我真是给你脸了！砰砰砰，那一声声闷响，打得真叫一个麻利。不愧是我老婆，霸道，我喜欢。皇后这把人收拾了一顿，气呼呼的回宫了。轩辕一抹撒下巴，欣赏她难得生动的模样，连背影都这么好看。陛下，臣何时可以调去公主身边？躲在暗处的陆景环纵身一跃，闪现在轩辕翼面前。干什么玩意？你别以为这件事办得还不错，就算过关了。这想跟在公主身边，要求还多着呢。早知道当时就不要心血来潮，给小宝挑什么安慰，看着就不安好心。有没有一种可能，我耳力过人，啥都能听见？那又怎样？就是说给你听的，
这混小子第一次见面就目的明确的盯上我闺女，一看就没安好心。哪怕石安说了，他这辈子不会有男人，我这老父亲也不想有人盯上他宝贝闺女。陛下，公主还是个娃娃，臣没那么禽兽。拜托，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对公主有股莫名的熟悉感？就算第一次见面，他耍了点心眼引起公主注意，也不用这么提防我吧？那最好。我看你小子有几分小聪明，朕对你还有其他安排，听话跟着吧。回了御书房，轩辕毅又过上了每日批奏折的苦逼生活。陛下，休息会吧。还早着呢，这当皇帝哪有清闲的？你以后就明白了。顾泽，你也是时候回去了。这有什么好迟疑的？这么多年该学的你都学会了，再不回去，你爹都熬不起了。更何况，西楚为了自己的脸面，这些年也陆陆续续传了一些意思，大概就是让我放人回家。前几次都怕顾泽没准备好，能力不够强，不敢放人。但这次也该是时候让他回去一展宏图了。多谢陛下多年教养之恩。跪早了，跪早了。等你看了武举比试后，再回去也不迟。还有一个人也想让顾泽见一见，这人可对顾泽夺位成功有些帮助。顾泽虽然不知道他的意思，但习惯性地点点头。反正跟着舅舅混就对了。你们听说了吗？你是想说武举考试的事情吧？谁说不是呢？也真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了，女子也舞刀弄枪了。我看他们是有点飘了。读书就算了，连力气也非得跟男人争一争，真是不自量力。也不知道咱们陛下是怎么想的，女子不在家里面绣花针，却跑到外面来拎铁棍银枪。就是，这不是荒谬吗？是，真是荒谬啊！你这种人在这对女子评头论足的，可不是荒谬吗？你算什么东西？女子力量本就不如男子，我哪里有说错？看到了吗？这就是差距。哦，温风华直接一棍子戳他嘎吱窝，男人脸色瞬间一变，异常的扭曲。就你个酱板鸭的身材，也敢在我面前摆弄什么肱二头肌？你个贱人，知道我是谁吗？你说我堂堂的秀才，国之栋梁，得罪我，你还想有什么好果子吃？就是你个小女子，别太强势了。知道错。秀才啊，久仰久仰，失敬失敬。你可真是我遇到的最小的官了，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小的官啊，甚至连官都算不上，还能这么耀武扬威的，真是开了眼了。跟这种人多浪费一秒，都算我亏本，懒得搭理这种智障。他挥了挥袖子，转身就走。男人见他想走，气得要上前拽他，直接被他一掌推出来几百米。蠢货，怎么你们也想跟我比一比力气？看热闹的瞬间散了。那个出头的好歹也有100-200斤，这姑娘一挥手就把人拍飞了。这要是一巴掌朝他们打过来，活的也打成半残了，谁敢招惹他啊？看来下次没必要跟他们废话了，直接动手比多少句话都强。下，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女人掀开斗篷，露出清丽的容颜。好不容易等到比试结束，轩辕毅第一时间接待她。圣女千里迢迢而来，辛苦了。朕猜你的时间并不多，咱们直接说正事吧。正有此意。坐。陛下，我信中所说的，您考虑的如何？朕可以同意在你逼宫之时出兵相助。圣女听后却没有第一时间开口，她知道这些都是有条件的。除了你信中提到的，朕还希望你多加一个条件，这也是让你来这当面商谈的原因。出来吧。皇帝一句话，藏身在暗处的顾泽走了出来，朝他行了一礼，又礼貌地和圣女打了个照面。我希望我们3人签订一份协议。轩辕毅轻描淡写地提出了3分天下，之后无论是何人登基，在场之人都要出兵协助。大军开拔之资，车马粮草皆由授意一方提供。从今往后，3国贸易全面开放，30年内不动兵马。若是有其他国家来犯，他们也要互相助力。虽然只是一纸约定，但等大事一定，天下人都会知道。若不愿意，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我等愿意。他们互相拟定协约，忙活了一阵。轩辕毅提出了条件后，便让2个年轻人自己交流去了。毕竟这种上面有老子压着的感觉，只有他俩懂得。至于我吗？老爹都死多少年了，就算没死，老娘也会再给他弄死一次。总归是吃不了一点被压迫的苦。如今若是圣女想要对圣子出手，恐怕还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你要是贸然开战，这朝臣和国家百姓未必会服气。2人讨论的正欢，一个小团子偷偷溜了进来。原本父皇并未多看重那小子，但最近他不知从何弄来了一些丹药，父皇吃了药后就对他开始另眼相待。药？听说是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丹。
父皇对此非常的推崇，甚至倡导炼丹。还有这么好的事？呸！什么长生不老啊？那丹药里面全都是重金属，吃久了别说长生了，不早死都不错了。他咋不想想，他儿子会有那么好心，让他长生不老了？这皇帝，他猴年马月当得上？说的还怪有道理。闺女都说了没有长生不老，那就肯定没有。我还是不凑这个热闹了。这件事必然是有人在背后指点，以你那弟弟的脑子，大概想不出这招。只可惜找不到幕后之人，否则也不会让他蹦跶这么久了。主要是他每次送那位炼丹师入宫时都是蒙着面的，也从未见到他的府邸里出来的人和这位炼丹师身形相似，无法捕捉到信息，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原来是这样啊，不愧是主角，剧情都编成这样了，还能硬让他们见面。那炼丹师不就是苏仙仙吗？苏仙仙，他不是被流放了？被流放的人是怎么出现在另一个国家的？堂堂一个皇帝，说的话怎么这么不顶用？还有人敢光明正大的在他的国家抢一个罪犯？好事啊！这还好事？我的权威都要被人扔在脚下，当鞋垫踩了，这还好事？有了这个借口，爹爹就可以借口出兵，名正言顺的帮忙了。圣女姐姐也能接着妖女蛊惑人心的流言，命人抓捕圣子和苏仙仙，这一举多得，怎么不算好事呢？这要怎么告诉爹爹？况且就算爹爹信了他，圣女姐姐也不能信呢。我去，我怎么没想到这茬？还是小孩好，新脑子就是好用。朕这里倒是有些信息，朕的探子来报，说是圣子身边出谋献策之人，正是我国的逃犯苏仙仙。仙仙，多亏你给我出了这个主意，才让我夺得了父皇的青睐。圣子过奖，这都是您的功劳。若不是您救下了我就要被那2个护卫给……仙仙，你放心，等我当上了皇帝，必然会为你讨回一个公道。该死的男主，该死的轩辕翼，竟然敢这样对我！皇帝又如何？男主又如何？我才是真正的主角，想要谁是男主，谁就是男主。圣女和轩辕翼把事情聊得差不多了，只在北轩停留了几日，就准备要回国。石安，我要回去了，期待我们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你已经是皇帝了。我的大美人，我好心陪你，你怎么还咒我？这皇帝的位置，人嫌狗厌的，谁爱当谁当。几个一起跟着当背景板的哥哥们，这皇帝的位置，你不当谁当？我们要不要陪老婆？不然就是还在找老婆，谁有空当这个孤家寡人？再者说了，皇帝这个位置，桃花都不咋地。去哪啊？七哥，跟着。石安来不及解释，囔囔了一声，就跟炮仗一样冲了出去。跑了一路，他脚掌都要磨出火花了，才赶上宋顾泽。表哥，走得也太快了，要不是我算出来，提前赶到，可能人都走远了。顾泽，你小子不是明天走的吗？怎么现在就回去了？有没有把我们当亲人啊？就是，咱们多年情谊，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抱歉，是我想差了。下一次见面，咱们这身份就不一样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依旧祝你前程似锦，苟住小命，当上皇帝。俺也一样。我知道，若我当上了皇帝，100年内不会和北轩开战。石安，坐好你该坐的位置。他的话，石安不一定明白，但2个皇子却懂了。怎么回事？头皮有点发麻。今天这1个2个的，怎么都说这些奇怪的话？一进门就听到了自家老爹叫好的声音，2人一头雾水，还是石安跑得快，吃得瓜多。在一旁给他们解释，子宁姐姐提议要建立一个能管理江湖的刑堂，这做主之人既不能完全是朝廷的人，也不能只是江湖中人。这江湖之人确实需要好好管制一番了。陛下，臣这些年也见了不少江湖事，看到的是无数人微言轻的百姓被一些江湖恶霸欺凌，臣便下定决心要平这些不平事，还请陛下给臣一个报效国家、守护百姓的机会。说得好，朕就需要你这种人才。朕信任你，这事便交给你办了。还是女孩子心细，能看到这许多不平之事，不像某些人这么多年就知道跟着媳妇，也不知道看。说的是我吗？没事，夸我媳妇就行。你们看，父皇夸我媳妇呢，也在损你呢。武状元的事情定下，接下来便是江其无了。今年的前3甲可以获得圣上的召见，提一个合理的诉求，只要不太过分，
皇帝都会同意，这也是为何今年参加人数多的原因之一。臣请求陛下允许臣前往边疆戍守。如你所愿吧。南疆和北宣的边界处这些年来多有摩擦，你去那守着吧。多谢陛下。边界摩擦哪里都有，派他到南疆是为了他能和父母团聚。轩辕义懂江妻无报国之心，也想成全他一家团聚。怎么了，石恩？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你个傻子，一下子走了这么多人，就剩石安一个人，他能高兴吗？还是三哥懂我？我不是人吗？哪里就剩石安一个了？偌大的皇宫，啥时候只有一个人了？闭嘴！再废话，揍你啊！行，我闭嘴可以了吧？公主，小公主留步。张公公，您怎么来了？是奴才的错，刚才陛下就叫奴才叫住几位主子，但是父皇有啥事啊？叫唤啥？反正也不是叫咱的。几人又急急忙忙地跟着回去了。石安啊，你已经不是3岁小孩了，对吧？是哦，我今年4岁了。很好，这江山这么大，是不是该找一个有能力的人当皇帝？是啊，这个人还要文才武功，样样精通才可以，没错吧？当然。心里还在嘚瑟。反正我不当皇帝，文才武功让我几个哥哥好好学吧，主打一个给别人挖坑。所以朕想，这个皇帝就交给你当了。好不好？不是，怎么回事？不是在说别人吗？为什么扯到我了？不能因为我幸灾乐祸就罚我挑担子吧？我不会。没事，你可以学。所以朕决定了，以后你的学习量加倍哦。这是好啊，这样石安就不无聊了，不会觉得整个皇宫就剩他一个人了，真是好主意。父女俩打擂台，最后还是轩辕义抢占上风。结局就是石安被安排的明白，认真学习，经历每个孩子应有的童年。这回皇后教育石安也方便了许多，动不动就是天下百姓。石安不好好学习，那将来就可能变成昏君，对不住天下百姓。一通话术下来，再加上轩辕义的添油加醋，直接给石安整晕头了。好，我读书还不行吗？好怕他俩再说下去，自己就要跟天下百姓谢罪了。南疆国圣子府邸，苏仙仙，剧情已经到了男主回国的时候，你应该准备去攻略男主。攻略尼玛，那男的就跟太监一样，怎么勾都不上钩，我还上赶去，贱不贱啊？如今的圣子并不能保护您很久，他不能保护我，有我的帮助，再过一段时间，他就能当皇帝，到时候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只要我一直帮他，这天下迟早都是我们的，到时候管他什么男主，都得给我下跪求饶。系统见劝不动，短暂响起了几声机械音，最终归于平静。哼，还是本姑娘聪慧，我从21世纪穿越来这，就是要做大女主，谁都别想控制我。你们不能进来。他正得意着，外面忽然传来丫鬟的呼喊：谁给你的狗胆，敢在我的府邸里大喊大叫，小心你的狗命啊！一句话还没说完，他就被闯进府里的官兵按住，双膝重重地砸在砖头上。你们做什么？你们这群贱民，敢这么对我？小心圣子回来，要了你们的脑袋！看来你还不知道。知道什么？你什么意思？圣子伙同奸人给圣上下毒，如今已经证据确凿，给你撑腰。如今的他连自己都难保了。不可能，怎么会这样？这是系统给我的丹药，按道理来说不会有问题，更何况这古人头脑简单的，怎么会发现丹药有毒？一定是有人陷害，他们一定是在胡说八道。陛下，罪犯已带到。圣子救我！滚开！你这个毒妇，为何要骗我给父皇下毒？都是你的错。你胡说什么？父皇，儿臣都是受了妖女的迷惑，才会险些害了您，还望明鉴啊！这就是所谓的爱。前几天还依偎身旁，如胶似漆，如今为了活命，就能把对方直接推出去。啧，这世上最不可靠的就是人心。下，这些事都是他让我做的。我告诉他丹药有毒，是他说要把毒药喂给你。他说他要您死，只有你死了，这皇位他才能坐上。我是为了帮他，才给您送药啊！住嘴！圣女瞬间明白，命人堵住了两人的嘴。圣女这事你怎么看？禀父皇，儿臣觉得这事背后必有蹊跷，
不能随意下定论。那就把圣子押入大牢，让国师好好查查这其中关窍，再行定夺。是。圣女弯腰恭送他离开，等人走没影了，脸上的笑意才淡了下来。呸，说什么蹊跷，我看这老头真是嫌命长，早知道就让那小子再多给他喂几个月的药，直接让他去见他娘，进地府跟他娘讨论什么蹊跷不蹊跷吧。主子，陛下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舍不得他儿子，还有什么意思啊？那岂不是多白费劲了？也不算白费劲，至少在这坚不可摧的父子情之间埋下了一根刺，时不时总是要冒出来刺一刺他们的。走吧，见见咱们的盟友吧，慢待了贵客，不要见怪。江七武知道石安的表姐，北轩的武探花，这些日子多亏了你们，这事才能进行的这么顺利。让你一个武功天才来玩这些不入流的手段，是不是无聊了一些？无妨，迟早都要打起来，早晚而已。今日来这的目的就是见圣女一面，提前谋划布局。日子就这么过了半个月，圣女懒得见到那对父子，便偷懒躲在了府邸。怎么样，国师查出个结果了没有？今日便是老皇帝给的最后期限，那家伙再拖延，就要把自家圣子拖进死局了。禀圣女，查出来了。怎么说？禀圣女，国师查出那女子来自北轩，说这一切都是他国的阴谋，鼓吹陛下和他们开战。圣女一整个不理解，满脸都写着你逗我呢。国师到底知不知道北轩现在什么一个国力？南疆又是什么情况？跟人家打，他脑子被驴踢了，再被门夹了，也想不出这种损招啊。要是说他是奸臣，他偏偏救了圣子；要说他忠心，各种方法可以用，偏用了最危险的一种。本来还担心和北宣国的合作能不能长久，现在是不用担心了，有国师在，何愁我那个弟弟死不了啊？死牢外被关押多日的圣子，终于被自己人接了出来。国师，本王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国师，你怎么把我救出来的？臣已经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了苏仙仙，还有北宣国。圣子切记不要说漏嘴啊！这样他岂不是活不了了？现在想起他了，当初丢他的时候也没见你犹豫呀。有恋爱脑，但不多。说到底也是个薄情寡义之人。圣子放心，待您坐上了那个宝座，届时便可为苏姑娘洗清冤屈。说的也是，那便按照国师说的办吧。南疆发生了什么，轩辕翼这里知道的一清二楚。江七无作为眼线，功不可没。等他回来了，必要好好奖赏一番。就是啊，我表姐这么好，这么厉害，一定要给钱，给吃的，给好多东西。这说的是你想要的吧？爹爹，站好。就算小姑娘这回求饶，也不好使了。胆子这么大，现在知道委屈了。说到这个，就来气。你还知道钻进运水的桶里出宫啊？你怎么不进粪车里呢？那一趟还更早。我知错。那粪车多臭啊，水车还干净，我又不傻。你，皇后，你看看他，小孩子嘛，不懂事很正常。陛下怎么还跟他计较？尝到教育孩子的时候被打断的滋味了吧？让你做慈父，这气你就受着吧。噗哈哈哈！这个小没良心的，自己这都是为了谁？还看我笑话？这次不追究，下一次再干，打烂你的屁股。还是娘亲好。被揍的时候怎么不说他好？就算娘亲之前揍我也好，怎么娘亲一温柔，爹爹丢下楼？你是真？爹爹也好，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虽然不喜欢约束，但知道好赖。爹娘想要我有出息，所以要我读书。我只是嫌过程辛苦了点，想出去解解闷，但从来不觉得爹娘的想法有错。读书使人明智，至少我感觉自己又聪明了不少。娘亲教我，最多是方法用的不对了一点。这家伙说的还挺是那么回事。这孩子是懂事了不少。娘亲，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答应你一个要求，你自己提一个。娘亲，你以后能不能不揍我？说点现实的东西。娘亲，我玩一天。真是懂事了，去吧。石安有种小命保住的安全感，讨好的笑笑，趁机开溜了。就这么放过他了？陛下戏还没演够呢。皇后英明，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石安，你没事吧？轩辕锦远远就好出了声，叫的那叫一个真心实意，就是那变了调的嗓音有点辣耳朵。没事，
但是再嚷嚷，被娘亲听见，那就真有事了。你明知道这回出不去，为什么还要尝试？轩辕琛拿着自己卜卦的工具，边走边算。这卦象显示石安的谋划会失败，我都能算出来，没道理石安这个教我的看不懂啊。富贵险中求，那代价也太大了，一不小心就要开花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是好像这两者没什么关联。算了，不重要，咱们出去玩。咱们今天大概率出不去。为什么？卦象显示，我说六哥，你怎么天天神神叨叨的？这占卜之事不可信。要我说，回去吧。不给轩辕锦反应的机会，两个身影嗖的从自己身边窜走了。逗我呢？等等我啊！反应过来，他撒丫子追了出去。陛下，800里加急，面边关来报，和南疆开战了。七无做得很好。啥？怎么就打起来了？我表姐没事吧？放心，你姐姐好着呢。他把信收好，给这几位皇子皇女讲了一遍他们的谋划。父皇拿一个逃奴作为开打的借口，会不会太牵强？你就说能不能行？行，是肯定。那不就得了？不管什么招，好用的就是好招。而且你以为他们会放过苏仙仙这个送上门的借口吗？轩辕毅冷嗤一声，把之前和江七无的通信扔给他。这起子无耻之徒，竟然倒打一耙，反咬咱们一口，说是咱们故意派细作去引诱圣子，使他迷了心智，伤害亲生父亲。我呸！儿子要宰自己，还上赶着给人找借口，这南疆皇帝还真是个猪脑子。所以呀，他们可以说咱们故意派人，咱们也可以说他们故意抢了我国的罪犯，目的就是要挑衅我们，引起两国战争。而且苏仙仙的身份也好用，丞相之女，这还能说他们是故意绑架，想要以此来要挟我朝的忠臣？扣高帽吗？谁不会是的？很好，不愧是我闺女，除了在吃和钱上，其他地方简直是跟我一样聪慧。父皇，咱们能赢吧？把那个吧去掉，是一定会赢。显着你了是吧？你又算出来了，有脑子的都能看出来。给你能耐的，拭目以待吧。我也要让我的臣民和孩子看看自己国家的实力。你们听说了吗？咱们的军队打了胜仗了。你那消息都落后了，他们现在都要班师回朝了。是吗？街头巷尾，老百姓聚在一起，讨论着国家大事。不过这赢了也是应该的。那南疆的皇帝昏庸年迈，既然被儿子下药控制，要和咱们开战，幸好他女儿聪慧，及时发现了不对，命人救了他。还有这事？众人的眼神一下就亮了，纷纷催促着知情人多说些。这不，圣女救了皇帝后，又和咱们朝最年轻的女将军商量，一同抓住那圣子，拨乱反正，以正朝纲。结果怎么样？还能怎么样？自然是咱们赢了。没想到这百姓们这么会说，才半年都流传出几个版本了，也正常，都有好奇心。史书是胜利者写的，真相是什么，还不是咱们这一方的人说的算。说的有道理。这江将军应该也快回来了吧？应该快了，听说这2日便要班师回朝了，大概今天就会回来了。你又知道了？这父皇都说了过几日，你说今天回就今天回啊。主子，四叔，快回宫，江小姐回来了。不是认真的啊，这一次是巧合，2次是运气，这3次4次，轩辕琛什么时候这么强大了？都说了别招惹他，6弟天生的慧根，石安都赞他厉害，你是多想不开才去招惹他。这一家子有神仙有半仙，就他7弟这个顶多算是个人，非得想不开凑上去找虐。姐姐高了也瘦了，表姐也太累了，都累成排骨了，黑了还瘦了，哇，怎么成这样了？不要表姐再回去了，都把姐姐虐待成啥样了？倒也不必如此。姐姐，我想你了。七五，你回来了，可有给家里通报？已经让人回去禀报了。父皇知道了吗？不清楚。看来咱们面子比父皇还大啊！他都没见到，我先见到了。好大一张脸。参见陛下。参见父皇。起来吧。陛下，七五并非故意隐瞒不报。不必多说，朕知道。江七无什么脾气，这些日子通信也能琢磨个大概。虽说是有些不服管教，但他听石安的呀，听下一任皇帝的话，4舍5入就是听我这个皇帝的话，没差别。朕来这只是想问一问，你心里说的男人带回来了吗？什么人？已经带回来了，不日就要关进大理寺。苏仙仙，
为什么要带她回来？直接交给圣女解决，不可以吗？江七无难得给了他一个眼神，只是也没多少耐心，简单解释了一番。既然是拿苏仙仙作为开战的借口，这打赢了，人自然没有留在那里的道理。本想直接杀了他，但是想到石安说的话，又迟疑了。这一拖延，就把人带回来了。也就是说，圣女也不想接手。这烫手的山芋，谁会愿意接手？要不是丢不掉，我也不会带回来。现在要怎么办？难不成还要养着他？倒也不用一直放纵他了。终于可以收拾这个女人了吗？姐姐，边关很好看，也挺枯燥。那圣女姐姐，她很好，但当上了皇帝，最近可能会比较忙。她让我问候你，顺便告诉你，等你当了皇帝，她会亲自来祝贺。姐姐，我还是要回去，时间迟早而已。其他人沉默不语，本以为石安会闹，他却出乎意料的安静。姐姐，是为了我。他有点难过的低着头，双手不自觉扣紧，一下没了闹腾的劲儿。怎么不高兴了？我去边疆是为了保护你，也是为了保护北宣国的子民。我能实现理想，是值得开心的事啊。好，石安，咱们出去逛逛吧，今日难得的热闹啊。是啊，你几日没出门了，肯定想出去了吧？小孩子嘛，最爱热闹了，一哄就想出门了。所以不是他们争宠争不过江七无，只是之前没找对方法。没错，就是这样。姐姐要骑马接受众人的祝贺，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必须去呀。要是有照相机就好了，这么盛大的场景，又是皇帝亲自带着，不拍照纪念真的是可惜了。算了，能把他带出来就行。想去大理寺。怎么忽然想去那了？这样就不能去找江将军了，可惜了，可惜了。没事，反正姐姐说了，今天一结束就去找我。大理寺牢狱外，一妇人在和衙役商量着什么，磨了许久才被放了进去。夫人，这行役之地看着可怖，咱们要不还是别去了。闭嘴！若是你害怕，大可以回去，不必和我一起。他说完，便不管身后的丫鬟，自顾自朝前走。仙仙，娘亲来了。丞相夫人一看到自己孩子，鼻子就酸了。再一看这种地方，简陋不堪，味道还重，心里更不是滋味。是娘亲来晚了，对不起。娘救我！孩子，你受苦了。娘，你带我回家，我要回家。从今往后，我就乖乖的做您的女儿，好好孝顺您。您救我好不好？求你了。这孩子，你这是做什么呀？好孩子，你快起来。娘亲，您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他没办法了，只能紧紧地握住这一根稻草。母女俩在牢房里聊了很久，最后被衙役强行赶了出去。好了，时间到了，出去吧。小哥，我不是给了你银子吗？就让我再多和女儿待一会。这给了银子才给看，不给银子你连看都没机会。等他走了，衙役才松了一口气，找了个安静地方把钱分给了兄弟。老大，这钱你也敢要啊？真当老子是贪财的呀？要不是有那位的吩咐，给我800个胆子，也不敢放人进来。有命赚，也要有命花呀。这是呢，大理寺啊，专门给皇家人坐牢的地方。他们这些能进来的，哪个不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给你就拿着，少废话了。夫人，你小心。你这丫头倒是贴心，刚才不是故意凶你的，只是跟我闺女有关的，我脾气都大。不怪夫人，是我说错话了。说话间，他把头埋了起来，隐藏眼里的情绪。娘亲有多爱孩子，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之前就是这样被爱着的呀。好心酸。几个哥哥。石安等的脖子都酸了，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朝丞相夫人走去。爹爹，他不是应该陪着姐姐吗？为什么会忽然来这？我女儿才几岁，她能犯什么错？那些肯定都是谣言。一想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在牢里吃苦，他就难以平静。在大理寺驻足片刻后，他眸里带着坚定。我要求见陛下。你的意思是，真冤枉了你的女儿吗？陛下，我这么护主的仆人倒是少见。陛下，臣妇恳求您放我女儿回家吧。夫人，陛下，我把她带回家，一定会好好看管。可以，你带回家吧。怎么，朕答应你的请求，你不愿意？我愿意，谢谢陛下。带回去可以，朕有一个条件。您说。朕要你答应，这辈子不许放苏仙仙出去。如若在丞相府外看到她，即刻绞杀，你答应吗？丞相夫人被一连的震慑，
话都说不出来了，只得呆呆的点头。虽然仙仙她失去了自由，但她收获的是生命啊，这波不亏。奇怪，爹爹为什么来这还要放了苏仙仙？老爹这才多大年纪，怎么开始昏庸了？这样下去可还得了？待会不会脑子一抽，把江山送给别人吧？小宝啊，要不然你现在篡位吧，哥哥挺你。反正这皇位本来就是他的，早一点晚一点没关系的吗？奇怪，怎么没人理我？篡位，篡你个大头！轩辕毅都要被这个儿子笑死了，一脚不解气，上去又补了几脚。父皇，别打了，亲生的啊！父皇，所以您为什么把苏仙仙放回家啊？这不是为了找一个借口杀了苏仙仙吗？什么意思啊？苏仙仙的性格，你觉得她是安分的人吗？我已经说了，她一出门格杀勿论，所以你明白了吗？我懂了。蠢儿子，说啥你都信啊？我要杀一个女人，哪里要什么借口？这不是石安说了有办法可以处置苏仙仙，但是他又没说方法，怕这几个孩子套不出话，干脆帮他们一把。你们这几日就守在丞相府，一有风吹草动就来向我汇报。父皇放心，儿子知道该怎么做。对了，父皇来了，我姐姐去哪了？你们这几天好好待在这盯着，不许乱跑。朕看江将军这2天也累了，就让他尽早回去歇息了。知道你们喜欢和江将军相处，等处理了苏仙仙，就把你们送去江家做客。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你干脆直接指着石安说，要送他回外祖家得了。带上我们做什么？增加语言的艺术性吗？也行，表姐这些天也忙坏了，让她好好休息一会，我也趁这个功夫好好收拾一番苏仙仙。苏仙仙被带回丞相府，丞相立马赶了回来，一看到他，巴掌狠狠地扬了起来。你这个逆女，还敢回来！老爷，今天谁敢动我闺女，我就跟谁拼命！你简直是不可理喻！她犯下这么大的错事，你还敢把她带回来，是生怕老夫不被人弹劾死啊！再怎么样，她也是咱们的女儿，你真要看着她去死啊？你怎么这么狠的心？蠢货！丞相心口堵着闷气，瞪着母女2人，良久甩袖离去。夫人，奴婢去看看老爷。老爷，夫人她不是有意的，您不要生气。造孽呀，真是造孽呀！我女儿好端端一个大家闺秀，怎么变成如今这副模样？真是家门不幸。看着他如此难受，小影的心也跟着发酸，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眼底流露出一丝微不可察的恨意。这让他如何能不恨呢？这个不知哪里来的游魂，占了我的身子也就算了，毕竟我当年是自己不小心落水，怨不得旁人。可是为什么占了他的身子，还不好好善待我的家人？行为举止如此放浪，做事完全不顾后果，把我的家搞得一团乱。明明他占了自己的最珍贵的亲情，为什么不知道珍惜？仙仙啊，你受苦了，娘看你脸色都不好看了。你放心，娘一定会给你补回来的。你以后就乖乖待在家里，娘亲养你一辈子。娘，我都听你的，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往外跑了。外面的世界也没什么好的，男人不可靠，任何人都不可靠，还不如躲在丞相府里，吃香的喝辣的，至少这个娘不会抛弃自己。好，我的闺女懂事了，你等着，娘亲让人给你炖一盅金丝燕窝，好好补一补身子。说着，他就火急火燎地跑了出去。宿主，请您尽快攻略男主，吸取世界的契约。攻略你个头，给老娘爬，就是听了你的，老娘才多走了几年弯路。我早点觉醒过来，躲在家里啃老，不是屁事没有，用得着颠簸这么久，屁好处捞不着，还惹得一身骚吗？宿主，您一开始明明是同意的不是吗？明明你也想当主角，还主动走剧情，何必说的他们像强迫的一样？那又如何？老娘现在后悔了，你爱找谁找谁，反正我不伺候了。这恐怕由不得您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不好，他们想要害真正的苏仙仙。徘徊在丞相府门前的一大家子，听到这句话，个个背脊都挺直了。怎么个事？真正的苏仙仙还活着？他们要害苏仙仙？真正的苏仙仙？谁呀？不认识。众人也从他的碎碎念中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原来真正的苏家大小姐根本没死，还到苏家当了丫鬟。她的身份已经被什么捅给捅破了。现在的苏仙仙为了能活命，一定不会让她活着，否则她自己就会被赶出丞相府。那怎么办啊？若是不知道也就算了，知道了这事，
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可是谁知道那假的苏仙仙什么时候会对真千金下手？我们总不能时时刻刻守在一旁盯着吧？这倒是个棘手的事情，要如何处理才比较好？王爷、公主，他们一抬头，脸色闪过丝尴尬。丞相大人，见过王爷公主，你们这是路过吃饭拜访。说得很好，下次别说了。要不进老臣家里休息片刻？这个行。石安一点头，几个人也跟着点头。轩辕锦生怕他反悔似的，抓住石安的手就冲了进去。丞相，自家事还没处理好，就迎来一堆祖宗。现在肯定不能打草惊蛇，如果让苏仙仙发现他们，说不定他一心虚，会趁他们不注意直接杀了正主。倒不如先躲起来，看他有什么谋划，再来个人赃并获。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怎么开口跟几个哥哥说。丞相大人，本王想待在贵府几日，不知道方不方便？我能说什么？我可以说不方便吗？显然是不可以。当然方便。我们不想有人打扰，所以还请丞相。这当然没问题，老臣不会让他人知道诸位在此。都到了自己家了，还要给你们家人当牛做马，还不让人知道，这不就是想衣来张口饭来伸手，直接给您几个端面钱吗？他现在气性带得很，骂骂咧咧去找人，给几个人准备了大餐。这屋子看着还挺舒适。咱们现在要怎么办？父皇不是让咱们盯着苏仙仙吗？现在就跟着他就行了。总感觉家里人像能猜到我想什么一样。毕竟岁数长了点，也没那么好骗了。但这么一听，又感觉没啥问题。可能只是哥哥们和我心有灵犀，差点圆不回来。好在我聪明机智。闺女，快来喝一口，尝尝看，好喝吗？好喝。喜欢的话，娘亲以后天天让后厨给你做。娘，这东西应该不便宜吧？哎，这有什么的？一盅燕窝而已，就算天天吃也是供得起。只要我女儿喜欢，又有什么不可以？宿主，你想好了吗？要是再犹豫下去，那个苏仙仙什么时候会把真相说出来，谁都不敢保证。我听你的，只要你帮我杀了他。对不起了，苏大小姐，我也不想杀人的，可是谁让他挡了自己的路呢？如今的我，只有丞相夫人这一个人可以依附了，谁都不能和他抢。既然死了一回，就彻底死干净些吧。娘，我有事想求您。什么事？出门不允许啊！娘可答应了陛下，要看好你。要是你乱跑，是要杀头。娘，我不是想出门，我以后都不会乱跑了，您就放心吧。那你想要什么？娘亲，我可以要您身边的丫鬟吗？我以后都出不了家门，想找一个人陪在我身边解解闷，顺便和我说些外面的事情。你是咱们家的大小姐，这府里的下人，想要谁都可以，不必如此卑微。为了不打草惊蛇，石安派出了看起来最乖的轩辕爵，让他去打探消息。下人们不知道他的身份，看他穿得华丽，人又有礼貌，只当他是丞相的门生，对他也少了防备。怎么样，打听到什么了？苏仙仙调了一个丫鬟到身边，那个丫鬟叫做小影。他果然知道了，怕是这几日便会对真正的大小姐动手。石安看了一眼哥哥们，绞尽脑汁想如何忽悠他们。要不然直接告诉他们。我觉得苏仙仙这人不简单，忽然要丫鬟，说不定就是要假扮成他逃出去。咱们现在就去找他。说的有道理。几人一起朝苏仙仙的院子里赶去。听轩小院里，一个身影正在那忙碌。苏仙仙看着那人曼妙的身姿，以及举手投足之间透出的优雅，内心很难平。这就是真正的千金大小姐吗？真是高雅啊！哪怕落拓成这样了，一举一动还是这么得体。不过，那又怎么样呢？一个古代的大家闺秀，怎么能跟她这种新时代的女性相提并论？小影，把那盘果子端来。小姐，请用。你可真无用，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抱歉。这么不会伺候人，以前应该过惯了大小姐的生活吧？小姐怎么知道我从前过的是大小姐的生活？难不成您以前见过我？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哪里知道你之前过的是什么生活？他忽然站起身，朝小影走去，伸手就要打他。因为距离太近，小影想躲都来不及。眼见着巴掌就要落下，忽然传来一道严肃的声音：住手！娘亲，您怎么来了？刚才苏仙仙给我的反应，足以证明我的想法没错。她知道自己的身份。你好端端的，发什么脾气？娘亲，夫人抱歉，是奴婢没有端好盘子，
才让小姐受惊了。可有受伤？禀夫人，奴婢检查过了，没有伤到小姐。一连的被打断，苏仙仙面上浮现恼怒的神色，小影却适当的抬起了手臂，露出一抹血色。下次注意些，既然受伤了，快点去涂药吧，别留疤。好了，就是一个盘子，咱们家难道还摔不起？至于动火气吗？仙仙，你这个性格以后可要改一改了。就算是在家里，咱们也不能这么霸道。娘记得你小时候也不是这样暴脾气的人了。娘亲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以后对小影好一些。那丫头是个聪慧的，娘挺喜欢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杀了她？我已经等不及了。宿主请不要着急，再不着急我就死了。母女天性，你懂不懂啊？只要她在一天，我的处境就危险一天。若是系统你再不给她确定的主意，那就别怪我自己动手了。月圆之夜，他本来就魂魄不稳，这个方法万无一失。这个月圆，我要他彻底消失。丢下一句话，他扭头回了自己的房间，丝毫没注意到外面隐藏的几个声音。这就是所谓的大声密谋，可能是苏仙仙觉得别人听不见系统的声音，所以他怎么说也不会引起误会，就干脆不掩饰了。虽然我确实没办法听到系统的声音，可听他的声音，再联系到时间，也不难猜出他要干什么。呸！什么东西？占了人家身体，还想方设法的害人，这是人干的事吗？月圆之夜，时间挺好，同样是在他人身体里生存。苏仙仙和小影两人的魂魄都不稳，他对付小影的招数同样可以用在他身上。本来还愁没办法收拾苏仙仙，现在好了，送上门的机会。从苏仙仙的院子里离开，小影回到自己的住所。小影姐姐，你回来啦？怎么受伤了？不打紧。那怎么行？手对女孩子可重要了，我去给你拿药。姐姐，你是从小姐房间回来的吧？小影姐姐之前没来的时候，月姐姐专门伺候小姐，每次回来她都掉眼泪。小姐的臭脾气在我们这些仆人圈里已经出名了，谁都不想被挑上伺候她。听说之前小姐的脾气不是这样的，但人也和蔼，她不是骗人的。连之前专门伺候她的碧青姐姐都被赶走了。听到这个名字，小影的心脏快速地跳了一下，眼神闪过一丝难过。那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人，和我感情深厚。那个冒牌货竟然把他打了一顿，赶出府里。一想到这，他就无比的难过和愤怒。他也是用着别人的身体，但是他这具身体是因为被人贩子拐卖，不堪受辱才撞死的。人贩子嫌晦气，就随意抛尸，这才让他有了活着的机会。小影姐姐，你在想什么呢？没事，你以后别对谁都这么口无遮拦，毕竟还要在丞相府里讨生活，这样编排主人家，真是怕他吃亏。姐姐，我可不傻，这是跟你才这么说，换做别人，我可一个字不敢说。我就是怕你委屈。你放心，你姐姐没那么傻，不会吃亏的。对了，你是负责采买的，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他每日的任务，也就是去伺候现在的苏仙仙。苏仙仙虽然想为难他，但是想着日子快到了，为了防止节外生枝，他也就忍住了脾气，只是看着小影的眼神越发的怨毒。这种眼神谁看都不会不舒服，每次小影都抓紧机会尽快从那脱身。今日提早出来时，正好看到一抹粉色的小身影。丞相府什么时候有小孩了？谁家的小孩啊？爹爹和娘亲家的。我带你去找你家人吧。要等人。真可爱。漂亮姐姐夸我了。你在这干嘛呢？回去了。他们走得匆忙，也就没注意到身后传来的一抹怨毒目光。他们怎么会在这里？系统查询了一遍，出现了一串乱码。你在干什么？查询不出来。要你有什么用？自从我来了这，就没走对过一次剧情，而这里面逃不开的变数，就是这个小公主。现在他们又出现了，一定是她。那你想怎么样？不管怎么说，这次的月圆之夜都是最好的下手机会，可以杀人于无形。闭嘴！听你的谋划，我没有一次成功，这一次绝对不会听任何的话了。小姐，您盯着我看，是有什么事情吗？小影，这么多天照顾我，真是辛苦你了。小姐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辛苦了，赏你的。他没有第一时间接过，而是细细观察着苏仙仙。等到苏仙仙不耐烦了，小影才伸手拿着。
小姐恕罪，我不是有意的。我赏的东西，你就这么糊弄？仙仙又闹什么脾气？娘，这回可不是我不讲道理，这事是小影做的不好，你想怎么罚？那就罚她禁足吧。既然她看不上我这个禁足的小姐，那就让她和我一样。小影回自己房间禁足半个月。小影神情淡漠地接受了惩罚，默默起身朝自己房间走去。虽然她不发一言，但她的背影也给人一种淡淡的压抑。算了，等仙仙气消了，就把人放出来，再给这孩子几十两银子作为补偿。娘，您总看着他做什么？是不是觉得我欺负了他？你这孩子在想什么呢？当娘的哪有不偏向自己女儿的？我对她好些，也是想到了你。想当初你被流放，娘亲除了想办法打点，就是祈祷你能够遇到对你好一些的官差。小影那孩子也是他爹娘养大的孩子，他们肯定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外面能遇到好人。你以后啊，收一收脾气，就当是替娘亲还愿了。娘，话里满是撒娇，眼神却藏满了杀意。娘亲，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舍得把你让给别人呢？小影回到房间的时候，手刚碰到房门，一阵晕眩朝她袭来。怎么回事？我不是没有吃那个女人给的东西，为什么会中招？昏迷前，她才想起苏仙仙浇到她身上的那盏茶，夜风的风裹挟着凉意，打在人身上生疼。泥腥味，碎石渣子，逼得人清醒。醒了，本来是想着直接把你埋进去，没想到这坑这么难挖，我挖了半天才不到你一半高。既然这样，那就不能怪我，亲自动手了。看着他拿着刀朝自己走来，小影头皮发麻。让我猜一猜，你是怎么下手的？是那盏茶对吧？葡萄只是引子，你把药下到了水里，刚开始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引我上钩。真聪明啊！不过我最讨厌的就是聪明人。你真实的目的还有一层吧？说说看吧，你猜到了什么？你真正的目的应该是让夫人惩罚我吧？小影毫不畏惧地看着他的眼睛，这一举动直接刺激到了苏仙仙。他抽出小刀，朝着小影的脸划去，结果忽然眼前一黑，刺激的感觉从苏仙仙的眼睛瞬间传到了鼻子，整个人直接瘫软，朝身后倒去。啊！我的眼睛，这是什么东西？软筋散，本来应该直接给你闻的，但是手脚无力，只能让你的眼睛先尝一尝了。你这个贱人，我一开始就应该掐死你，就不会被你算计了。到底是谁算计谁？若不是你先动手，我怎么会这么做？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你有什么脸面对我动手？我用着别人的身体，尚且知道为他讨一个公道，平息他的怒意。而你，我根本不知道这具身体能活多久，所以我原本就没打算说出真相，怕惹爹娘难过。你说的好听，你是千金大小姐，当然不用怕。而我呢，我只是用着你身体的外人，万一你哪天拆穿我，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小影也不是逆来顺受的性子，看穿他的意图，先一步掐住他的脖子，同样用尽了力气。可可，放手！我本来想留你一条性命，让你替我好好尽孝，但是以你的性子，活着只会给我父母带来无穷无尽的后患。今日就是死，也要拖上这个女人一起，绝不能让她继续祸害家人。放开！两人都中了药，但苏仙仙这副养尊处优的身子，如何能跟小影这种做了几年粗活的人相比？千钧一发之际，小影忽然脱手，一阵怪力砸向他，直接把他甩飞了出去。怎么回事？你是谁？我是苏仙仙啊！系统，还等什么？我把身体借给你，你赶紧替我杀了他。你这什么急？现在不是动手的最佳时机。苏仙仙忽然激动起来，自己和自己吵架。蠢货，你在等时机，命都没了。早就觉得不对劲了，如今看到苏仙仙的行为，更是能确定，一定是有人，不是超越人类力量的事物在帮着这个女人。苏仙仙，别怪我，谁让你挡了我的路呢？难道今日就要交代在这了吗？去死吧！今夜过后，我的地位就彻底稳固了，我永远都是千金大小姐，永远。心脏跳动的声音如擂鼓一般，小影闭着眼睛，却迟迟没有感受到锋利的金属划破喉咙的疼痛感。她小心翼翼地睁开眼，却看到了令她无比震惊的一幕。只见一个4岁多点的小娃娃单手举起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子。大晚上的，吓出一怔了。姐姐，
别害怕，本来是想睡了，结果被这家伙给打搅了。我就猜到是你，你不是什么小孩，你就是个妖怪，难怪怎么都杀不死，原来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人。你才是妖怪，你全家都是妖怪，自己害人不成，还敢骂人，占人身子，不干好事，你才坏。冒牌货，寄生虫，肮脏的臭东西，假货，不要脸！啊，你闭嘴！你才是假货，我是真正的大小姐。只要过了今天，我就是名正言顺的大小姐。你说我是假货，你也占了别人身体，你又是什么好人呢？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哈哈哈！自己脏，看什么都脏。出乎意料的，苏仙仙并没有搭理他，而是嘴里不停地念着什么。万物起，体元破。他嘴巴开合之间，周围浮现出一层光芒，星星点点的光亮慢慢汇集在一起，朝着石安和小影袭去。小心！驱魂咒，用来驱逐夺舍之人的法术，这个系统还有点东西。石安，匆匆赶来的几个皇子看到这个场景，心脏都要蹦出来了。这个苏仙仙究竟要做什么？不是什么歪门邪道吧？宝贝妹妹要是出事了，一定不会放过苏仙仙。别过来！这个阵法虽然对我没什么用，但对凡人还是有些作用。哥哥们放心吧，这点小阵法还难不倒我。石安这么想着，手自然的轻点，汇集在空中的星星点点，像是被施了定身咒，全都遁在了半空中。怎么会这样？系统，你不是说没人可以挡住的吗？这是怎么回事？我刚才使用了法术，这系统不过是个人工智能，怎么可能跟神比？苏姐姐，你信我吗？这孩子一定不是坏人。闭上眼睛。你想干什么？站住！你别过来！现在知道怕，早干什么去了？你不属于这里。你想做什么？石安却不想跟他解释这么多，他的小手在空中轻轻一挥，刚才还停滞在半空中的光影倏地动了起来，齐齐朝着苏仙仙而去。啊！剧烈的光线瞬间刺痛了苏仙仙的双眼，少顷，一股撕裂的疼痛从他的大脑深处传出来，像是有什么人在拉扯他的灵魂一般。不要，我不走，滚开！真搞不懂了，用着人家身体的叫做寄生虫，好好的人不做，非要做虫，这是在干什么？大概是某种法术。你觉得我是看不出来这是法术？你瞧不起？用来换魂的法术。这是真没看出来。随着他们的拌嘴结束，石安这边也差不多了。拜拜了您嘞。他也算是手下留情了。虽然苏仙仙一直想要搅乱这个世界，更不止一次想对他动手，但石安到底没有赶尽杀绝，主要觉得没必要，一个跳梁小丑而已，送他回去得了。希望这家伙回自己的身体里，能少折腾吧。最后一丝光线朝着苏仙仙的身体里涌入，石安知道真正的苏家大小姐回来了。好累呀！他迷迷糊糊地爬上了一个背，安安稳稳地被带走了。这又哪冒出来的穷小子，敢背我家小孩？那是暗卫。我知道，这个暗卫长得太好看了，一看就是小白脸。再次睁眼的时候，石安被一群人围着，跟在观察珍稀动物似的。你醒了，小宝，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头疼屁股痒的？小宝还头晕吗？石安，你饿不饿？我只是睡着了，怎么看大家的样子像是俺嗝屁了？一个小小的法术，不至于的呀。你这孩子，以后做事情要多想一想，别这么莽撞。就算是要救人，也要保护好自己，爹娘多担心啊。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爹可怎么活呀？我不得当一辈子的皇帝。最后这一句才是重点吧？看来大家一点也不怕我呀。你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当然不会怕你了。小宝，苏仙仙那厮不会再回来了吧？好不容易送他离开，真是不想再见那女人了。不会，魂魄回去了，真正的苏仙仙也回来了，她再回来也只能当孤魂野鬼。也不知道苏家姐姐醒了没有？醒了醒了，我让人一直关注着丞相府，那真正的苏家大小姐已经醒了。我刚才说话了吗，七哥？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轩辕锦左看右看，紧张的脚趾抠地。石安又看向其他几人，父子几个都是掩耳盗铃的主，个个眼神乱飘。这种反应，原本石安只是怀疑，现在更加怀疑了。我跟小宝说，你们几个别在这碍事。交给你了，皇后。这几个不靠谱的。石安，娘亲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我们能听见你的心声。这几个字我都认识，怎么连在一起我听不懂了？心声？你想什么，我们都能听得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对，娘亲肯定诓我呢。试探性想了一个。七哥吃屎。他应该不吃。那我这些年在心里想的东西，那些美人，我的节操。想到自己说过什么虎狼之词，石安后知后觉得社死了。宁愿他不知道。没事的，你什么样子，我们都不会嫌弃。就算是色胚，你这辈子也没有好色的机会，顶多是有贼心没贼胆。等等，我们，所以意思是不止娘亲一个？对，我们，你爹你娘，你哥你奶，你舅。最后，皇后被石安生无可恋的请了出去。石安没事吧？是啊，我家小宝什么反应？没事，就是有点尴尬。确实，要是换成是我，地洞都挖了好几个了。所以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不能播的？待在房间好几天，才缓过神来，还是江七无来看他，才把人从洞里抠出来。他还带来了几个皇子的口信，他们说丞相的闺女醒了，想求见你一面。要去，那就走吧。小公主，臣女谢过公主救命之恩。不用，救命之恩，再大的礼都是应该的。我愿意帮你，因为喜欢你，所以不用跟我行大礼。谢谢小公主喜欢。小公主，你等我，我一定会成为朝廷重臣，辅佐你成为一代圣主。姐姐，我有个请求。你说。我还是想叫你小莹姐姐。当然可以了。我们认识的时候我是小颖，以后也会是。时间弹指一挥间，转眼到了石安登基的日子，这点他很难忍住不吐槽。谁家皇帝年纪轻轻退位不干的，让一个15岁小孩登基，放到现代高低判一个奴役童工的罪名。可惜这是古代，剥削的人是我爹，就是再有意见也得憋着。亲爱的宝子们，这本小说已完结。